让我在写轮眼和校花老婆间选一个，我的老六却只想卡系统的 bug。写轮眼和校花我当然是全都要。这天正是异能觉醒的介绍课，校花林落雪拿着一张婚约冲进我所在的班级，孟航你必须娶我，这是我们俩的婚书。不等我有所反应，林落雪已经将手里的婚书拍到了课桌上。挖去刚穿越过来就玩的那么刺激吗？一上来就被校花逼婚，班上同学全都目瞪口呆。天哪，我还以为自己会有机会，没想到女神早就名花有主了。这孟航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我却是眼睛一抽一抽，有些为难。校花就在眼前说不心动是假的，可就在刚才脑子里的系统发布了任务，接受林落雪的逼婚，奖励5点力量属性，拒绝则奖励双勾玉写轮眼。看着眼前魅力动人的校花，我做起了心理斗争。很抱歉，咱们不合适。啥玩意？刚才我是不是幻听了？林落雪的小迷弟有些错愕，他眼睛瞎了吧？那可是女神林落雪啊，显赫的家世和优异的成绩，这天上掉馅饼的事他竟然直接拒绝了。我则是有些鄙夷的盯着那群起哄的人，心里暗骂你们懂个锤子，写轮眼不比校花香吗？林落雪也是眼神迷茫，一脸的不敢相信。他本来以为只要自己开口，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少年一定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你确定？不敢相信的他又再次确认，是的，我确定。我点了点头，眼神清澈。林落雪长呼一口气，心里就像有什么巨石落地。他前来履行这场婚约本就是爷爷的遗愿，如今履行婚约的对象自己拒绝，他心中的负担也减轻了许多。可随后又有些羞恼，自己作为异能家族的天之骄女，无论到哪都是人群的焦点，竟这样被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少年拒绝了，这让他不免心生一丝挫败感。孟航，希望你不要为今天的决定后悔。说罢转头直接走出了教室。什么鬼啊？不知道林落雪内心想法的我只觉得莫名其妙。明明林落雪自己也不太愿意这门婚事，可她刚才露出来的幽怨是怎么回事？爱女人的心思太难猜了。班上的同学还在议论，看向我的眼神有妒忌，也有鄙夷和嘲笑。在他们心里，拒绝林落雪似乎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丁任务完成，奖励宿主双勾玉写轮眼。我并没在意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我现在完全沉浸在获得奖励的喜悦中，居然真的奖励了写轮眼。我隐隐感觉双眼有一道热流流过，只要心念一动便可以释放写轮眼。可惜现在周围有人没办法试验，只得等到放学回家再试试。度过了一个下午，林落雪向我求婚被拒这件事已经在学校传开，各种版本的八卦流传在校园中。快看，那就是孟航。听说林落雪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所以才当众求婚的，没想到竟然被那个渣男拒绝了。不对啊，我听说他们是青梅竹马，但那个孟航不是直的，对女生没有感觉才拒绝的。我去这么劲爆的吗？可为什么我的消息和你们的都不一样？我顿时脸上一头黑线，也不明白为什么才过去一个下午，这件事情会传得越来越离谱，只得眼不见为净，加快步伐朝家里奔去。原主的父母死于2年前的一场意外，只留下一间破房子。迅速吃完一碗泡面，我开始了对写轮眼的研究。2抹猩红在眼睛闪动，哈哈，真的和动漫里的写轮眼一样。虽然只是双勾玉，但我明显感觉自己的目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就哪怕一只苍蝇从眼前飞过的轨迹都能清晰捕捉到，筷子一夹就顺利抓住。用写轮眼加苍蝇，也就只有自己这么奢侈了吧。没等我从惊喜中缓过神，5分钟后突然感觉头痛欲裂，写轮眼也随之消散。看来这个世界的写轮眼虽然不消耗查克拉，但是消耗精神力啊，自己的精神力还是太低了。写轮眼只能维持5分钟左右。明天学校就要举行异能觉醒大会，也不知道自己在异能正式觉醒后，精神力会不会有所提升，顶不住精神力透支的疲惫，没多久就睡了过去。每年的异能觉醒大会就是这个世界的成年礼，在这个妖兽横行的世界，异能者便是抵御他们的高端战力。觉醒时的天赋越高，身体的各项属性和未来的上限也就越高。只是不知道这写轮眼以后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次日一早，3中门口就已经人山人海，这里面关心自家孩子觉醒的家长居多。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挤进学校，一出现就引起了一小片骚动，但好在今天日子太过特殊，现在也没有人有太多心思去关注自己和林落雪的那些绯闻。F 级超人系异能，视觉强化。一个觉醒结束的学生得知只是 F 级异能后，当即脸色一白，险些瘫倒在地上。所谓的视觉强化就是看得更远，视力比平常人好一些，妥妥的辅助系异能，还是最低天赋等级的。就在他即将摔倒时，校长林肖文只是隔空轻轻一挥，那学生只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稳定了自己的身体。对不起校长，我刚才失态了。说完他就踉踉跄跄走下了台。没想到这个一副油腻中年大叔模样的校长还有这样的实力，我一时被校长这个举重若轻的动作震撼到。没有废物的能力，只有废物的异能者，似乎是要鼓励那些异能等级低的学生。校长开口安抚了起来，你们日后努力修炼，哪怕是 F 级异能也会发挥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实力。话虽这么说，但是在场的学生都知道这只是校长的安慰之词。觉醒仪式依旧向前推进，半个小时后才有一个 B 级天赋出现，只是我总感觉那觉醒 B 级异能的小子在用看猎物的眼神看我，口型好像在对我说你完蛋了。不等我想明白，接下来一个名字把我的注意力给拉了回来。下一位林落雪，一道身材高挑、长发及腰的靓丽身影不慌不忙地走上主席台。听见林落雪这个名字，在场男生的精神皆是一振。林落雪无疑是3中璀璨的校花，所有人都好奇她会觉醒什么等级的异能，光芒直冲天际，就算在白昼也无法掩盖她的耀眼光芒。原本还一脸淡定的林肖文结结巴巴了好长时间，最后那一种植物名称硬是让他给憋了回去。SSS 级异能召唤系。他盯着林落雪一脸震惊，眼前充满了狂喜与难以置信，场下瞬间就沸腾了。我是不是听错了？
林落雪觉醒了 SSS 级异能，咱们云水城好多年没有出现过 S 级以上的能力者了，这完全可以保送龙国的4大学府了呀！不单是 SSS 级异能，还是罕见的召唤系。我也有些惊讶地盯着台上此时无比耀眼的女孩，想不到这个脑子不怎么好使的漂亮女孩还能有这样的天赋。可是好巧不巧，在林落雪后面的名字就是我，这不由得让人回想昨天林落雪求婚被拒的八卦，以及我二人的关系。一时间我又被推上风口浪尖，哈哈哈！我猜现在这个梦行场子都快悔青了。不出所料，人群中出现了嘲笑的声音。现在林落雪觉醒了这顶级的异能，以后绝对是我们高攀不起的人物，她居然就直接拒绝了。哈哈，是啊，也就是现在人多，要不然她现在一定是找个没人的地方狂扇自己大嘴了吧。和林落雪擦肩而过时，她有些歉意地向我转头。她在昨天离开后就恢复了理智，之前是自己因为爷爷去世难过时冲动才有了昨天那一幕，不然梦行也不会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微微张嘴想说些什么，却见我只是淡然地从她身旁走过，并没有在意她，这让林落雪张口想说的话又硬生生地憋回肚子里。我默默走上台，将手放在觉醒的水晶球上。此子好强的心理素质。凌霄文注意到我的举动后眉头微挑，不禁对我的异能抱有一丝期待，说不定还能出现一个 A 级以上异能的天才呢。不过这他还真是误会我了，并不是我心理素质有多好，而是我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天赋了，自然不会像其他学生那般忐忑。下一刻水晶球只散发出淡淡的光芒，瞳术异能1级。看到水晶球散发的光后，凌霄文有些失望，看来是自己贪心不足蛇吞象了，有林落雪一个 SSS 级就应该知足了。校长有些自嘲摇摇头，瞳术类型还算比较稀有，可惜此子天赋只是1级。听到只是1级异能，台下的人又开始窃窃私语，喝1级的废柴呀！幸好没有和我女神在一起，要不然这白菜真就被猪给拱了。我并没有理睬这些议论，径直回到自己的位置。可惜这个星星竟然只是个1级天赋，校长还是不由感觉可惜。这一批所有学生全部觉醒后，之前那位对我不怀好意的 B 级异能者朝我走来，同时高声大喊：“我要挑战梦行！”一时间，在场所有学生纷纷侧目。我去，是那个觉醒 B 级天赋的李行亮，看来待会有好戏看了。听到有人是要挑战自己，我的嘴角也是不由抽抽。本来还想当个吃瓜群众，没想到第一个瓜居然会吃到自己头上。我能询问下原因吗？李行亮一听这话，眼神更凶狠了。你一个1级的废柴，有什么资格拒绝林落雪的求婚？最重要的是，林落雪又怎么会看上你？李行亮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由此可见，他十分在意昨天林落雪求婚这件事。我一时无语望天，老天爷，这么俗套的事情居然真的会降临在我身上。然而一阵香风飘过，林落雪的倩影出现，挡在了我的身前。李行亮，这都高3了还做这种幼稚的事情，有意思吗？此时他面带寒霜，凝视着对面的李行亮。落雪，我这不是想帮你出气呢吗？原本怒发冲冠为红颜的李行亮看到林落雪上来，立马就蔫了。林落雪皱了皱眉，别说的这么高尚，而且我们俩的事情不需要你插手。此话一出，原本蔫巴的李行亮瞬间又暴怒起来，只是他没敢冲林落雪发火，便又将矛头指向他身后的我。孟航，你只会躲在女人后面还算什么男人？你要是个男人，就堂堂正正的跟我打一架。我再次无语的仰望苍天，难道所有打酱油的配角就只会这几句烂大街的激将法吗？我憋了将近1天的火气顿时蹭蹭往上冒，正为这2天谣言漫天飞的火没地方发呢，那就拿你给我的写轮眼打个手刹。刚准备在开打前回对几句，却听到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系统开启，接受李行亮的挑战，奖励1点力量属性，主动认怂，奖励3点敏捷属性。等一下，好像哪里有些不对。我使劲摇了摇头，有些不解，怀疑自己听错了。那个系统大哥，你是不是说反了？不应该是接受李行亮的挑战，奖励3点属性吗？本系统不可能犯错，驳回任何反驳，请宿主立刻做出选择。听着这毫无感情的合成音，我顿时气急败坏。你到底是谁的系统？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对面派来的奸细，请宿主做出选择。喝推系统，你个老坑货！上次我为了写轮眼丢了老婆，这回我可不会再惯着你。当即灵光一闪，立刻有了应对的方法。孟航，不要答应他。林落雪看到我脸上的怒气，担心我没忍住同意了李行亮的挑战，但我下一刻说的话差点没把他腰闪了。李同学，你是 B 级天赋，还是稀有的变化系异能？我肯定不会是你的对手，我认输。啊哈，什么玩意？刚准备看好戏的其他学生纷纷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这家伙怂得这么清新脱俗，我还是第一次见。先打了再说呀喂，你还没开打就认怂，算什么男人？李行亮也没有想到我会直接认输，顿时气急反笑。好好好，落雪现在看清到他是什么样的货色了吧？说罢转头就要离开。林落雪看了眼我这边，并没有多说。虽然对于我没有接受挑战感到庆幸，但心里还是难掩些许失望。丁，任务完成，奖励3点敏捷属性。清晰感受到体内有一阵的暖流，我确定奖励确实已经收到。先别走，原本以为今天就到此为止，准备打道回府的众人又被我这一声喊吸引了回来。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李行亮那不屑的眼神夹杂些许鄙夷。老子刚才让你走了吗？早看你个沸羊羊不爽了，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去做舔狗。脑子里的系统此时也有些躁动。本系统抗议，宿主你这是在卡本系统办？我这连珠炮骂人不带脏字的话，听得在场人一愣一愣的。前一秒还卑躬屈膝，下一秒怎么来了个托马斯大回旋？你说这孟航是不是患了精神分裂啊？我怎么有些不太看得懂他的操作？李行亮被我说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孟航，你皮痒了是不是？逞口舌之力算什么本事？有胆子就接受我的挑战。好啊，我接受。这回我没有半分迟疑的应承下来。见双方挑战的协议达成，一旁围观的人默契的向后退出几米，形成一个圈，将2人围在中间。这期间并没有一个老师前来阻止，都是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一场闹剧。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学校并不禁止私斗，只要不闹出人命或者缺胳膊断腿，稍微出点血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毕竟这些年轻人以后都是要去前线战斗的，越早培养出血性越好。主席台上的凌霄文更是老神在在，就差搬出把椅子一边品茶一边看热闹了。孟航，林落雪还想阻止，只是刚说话就被我打断。我瞥了他一眼，很不耐烦。男人之间的事你干嘛老掺和？难怪说红颜祸水，
真是想低调点也不行。林若雪顿时满脸通红，也不知道是被羞的还是被我气的，好心没好报，哼，不管你了，跺了跺脚，气急败坏的走回人群。而另一边的李行亮看我竟敢这样对待林若雪，脸色早已阴沉的快滴出水来，也不再废话，身后4翼魔狼的虚影一闪而过，李行亮的身影骤然前冲。虽然刚觉醒身体做不到兽化，可毕竟是以速度著称的4翼魔狼，还是让此刻发动异能的李行亮速度翻了1倍不止，不愧是 B 级异能，刚觉醒就有这样惊人的速度，那个孟航估计撑不了几招就得干趴下。周围看热闹的人不由发出阵阵感慨，我也没犹豫，直接开启血轮眼，双勾玉立刻在我的眼中显现。在与血轮眼接触的瞬间，李行亮只感觉一股冰寒之意直透心底，好像整个世界都成了红色，只是这种感觉仅在他眼中一闪而逝，并没造成任何影响。李行亮速度暴涨，眨眼间便冲至我身前，见我还在原地站着不动，刚才的异能又对自己造不成影响，不禁嘲讽道：我看你这废物异能连 F 级都不如，你拿什么跟我打？一拳轰出，直接朝我面门砸来。他已经想象到我被一拳打倒在地的狼狈场景，却见我只是稍微一侧头，就躲过了李行亮在异能加持下的一击，仿佛早就预判到他的进攻轨迹。李行亮一击未中，脚步虚浮，整个身子失去重心向前踉跄了几步。看到他这样，我嘴角勾起一丝弧度。李行亮还是缺少实战经验，他这一拳没给自己留任何余虑，不等他有反应时间，抬脚就要往李行亮腹部踹去。嗷呜！一声似太监一般公鸭嗓子的凄厉惨叫声响彻整个操场，周围学生也顿时一个个倒吸凉气，男生都是下意识的并拢双腿，隐隐作痛。如果我说我真的不是故意踢他那里的，你们会信不？李行亮强忍着剧痛再次暴起，这次他尖利的虚幻狼爪直直刺向我的咽喉，我血轮眼再次一拧，效果发动，紧接着附上一个飞踢，李行亮瞬间被踹飞，在地上攻成了一只虾米。这怎么可能？李行亮可是 B 级变化系异能者，孟航这个1级的菜鸟怎么可能打赢？一时间围观的众人议论纷纷，不过也有几个人间清醒开始分析，或许大家现在都只是刚觉醒异能，差距还没有多大，等时间一长，修炼的差距就会被拉开，到时候10个孟航都不可能是 B 级李行亮的对手，他也就现在能够嘚瑟一下。周围的窃窃私语引得我一阵冷笑，我现在只是双勾玉而已，到时候解锁万花筒，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看到这边闹剧已经结束，主席台上看热闹的校长终于舍得开口，好了，赶紧回教室去，接下来还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上来2个医护人员将李行亮送进医务室后，我也回到了教室。我的同桌是个短发的漂亮女生，这时她的大眼睛扑闪，一脸八卦的样子，我被她瞅得浑身不自在。孟航，你和林若雪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被传的版本老多了，到底哪个版本是真的？跟我透露一下呗。我的内心仿佛有1万头羊驼在奔腾，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谣传。就在他还想不厌其烦追问的时候，班主任叶倩迈着一双大长腿从外面走进教室，班上这才清静下来。不要以为觉醒了异能你们就可以放松了，觉醒异能只是开始，2个月后的高考才是真正改变你们人生的时刻。如果2个月内你们没有将境界修炼到人界，就算是 SSS 级异能也没有进入一流大学的可能。接下来我开始传授你们初级呼吸法。听到呼吸法，所有学生都露出兴奋神色，这是只有觉醒了异能的人才能修炼的秘诀，也是异能者修炼进阶的必备法门。叶倩将一个水晶状的仪器放在讲台上，一股能量波动开始向整个教室蔓延。接触到波动的瞬间，我感到脑子里出现了一篇数百字的呼吸法。这科技和异能结合的产物不要太帅，简直就是小说里的醍醐灌顶。我按照上面记载的内容尝试调整呼吸，没过多久就进入了修炼状态。叶倩轻一声，她突然感觉到教室里有精神力波动，这让她大为震惊。要知道一般人刚接收呼吸法需要1晚上的时间才能入门，而现在居然有人刚得到呼吸法便能修炼，怎么能不让她大吃一惊？如此恐怖的天赋，只要异能等级不是太过垃圾，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环视一圈，最后将视线落在我的身上，是孟航啊。叶倩惋惜地摇了摇头，1级终究是太差了，哪怕是一个D级，加上这恐怖的天赋都会变得不一样。一个个尝试呼吸法的同学陆续醒来，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我一样顺利运行。通过系统查看了一下，精神微微叹息，呼吸法效率也太低了吧，才加那么一点精神力，这得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地界？这话要是被其他没能领悟的人听见，估计会遭到全班同学的殴打。叶倩看到大家都醒了过来，清了清嗓子说道：修炼一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们毕竟不是林若雪那样的天才，所以更要努力修行才能在这个世界立足。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瞅了下我这边，一番教导后就放我们各自回家了。这时学生也早就巴不得回家尝试自己的异能和呼吸法。出了校门，走在街道上的我若有所思，就在之前与李行亮对战开启血轮眼的时候，我惊讶发现可以看清对方能量在身体里的运行。看来血轮眼来到这个世界后也适应了世界的运行规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能看清人的精神力，那是不是也能看到能增加战力的灵气呢？天地异变后，蓝星出现了许多次元空间，这些灵气便都是那里的产物。人们发现大部分次元空间里都是类似远古战场一般的地方，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可以说是危险与机遇并存。但我如今只是刚刚觉醒异能，到次元空间冒险必然是不现实的。思虑再三，我前往了云水城最有名的鬼市。说是鬼市，其实也就是摆摊贩卖有晶体包裹的灵气的地方。每一把从次元空间出来的灵气都被这种晶体所包裹，没人能知道会从里面开出什么样的灵气，一切买卖只能看运气。也正因如此，在鬼市更多的还是用人工仿造的水晶包裹一些普通武器来冒充，骗那些不懂行的外行人。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络绎不绝的前去淘货，希望自己能淘到一把真正的灵气一夜暴富。我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特殊能力，特地买了副墨镜戴上，只是用血轮眼略微扫了一眼，有些失望，并没有发现什么异象。在鬼市转了10分钟，依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就在我怀疑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的时候，不远处的一个摊位引起了我的注意。找到了，在血轮眼下，
那个摊位上一件武器散发出微微光芒，我则是表面不动声色，装作无意间走到那个摊位随意看看。散发光芒的是一把被透明晶体包裹的古朴匕首，如果不是写轮眼，任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把稀有的灵器。摊主见是个稚气未脱的学生，一看就是个门外汉，不禁眼前一亮，不知小施主看上哪件灵器。尽管跟贫僧说，不瞒小施主，这些武器都是贫僧长辈当年探索遗迹带出来的东西，绝对货真价实，是遗迹出品。听他这么说，我不屑地撇了撇嘴，用写轮眼扫了一遍的我当然知道，除了那把散发微弱光芒的匕首，其他的都是一堆破铜烂铁。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挑挑拣拣，最后才拿起那把匕首。大师，这把匕首多少钱？摊主连忙摆了摆手，小施主此言差矣，咱们出家人怎么能说钱呢？说元18000元。多少？我嘴角抽搐也不再大话，起身佯装要走。摊主一看到嘴的鸭子要飞走，连忙起身阻拦，小施主何必这么心急呢？相遇便是缘，价格都是可以商量的嘛。这样你说个数。见他这么说了，我也不再客气，那就抹零吧。摊主心下飞快盘算，然后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成交，1800就1800。我古怪地瞥了他一眼，心想这货数学是格斗老师教的吧？我说的是抹零，3个零全抹掉。摊主顿时目瞪口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我以20元的巨款拿下这把匕首。小兄弟，我这还有当年佛祖留下的舍利子，有没有兴趣看看？绝对童叟无欺。拉倒吧，您还是自己留着供着吧。我留下一句话，没有丝毫留恋的转头离开，将匕首揣进怀里，心脏却止不住的砰砰直跳。有了这个能力，以后有机会去远古战场溜达一圈，那还不是一夜暴富？又在鬼市转了将近20分钟，很遗憾的是在没有发现一件灵器。离开鬼市，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找到一处偏僻的巷子，将晶体砸开，一柄散发着能量的匕首被我握在手上，朝墙壁一挥，匕首如同切豆腐一般轻松刺进墙壁之中。我一阵狂喜，这次是真的捡了个大漏。这一天可谓是收获满满，不但学到呼吸法，还得到一件灵器。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品质的灵器，但是就算是一件最低级的灵器，也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买得起的。匆忙赶回家，将匕首小心翼翼地放好，就开始了修炼。我知道不管是异能还是灵气，都是需要精神力来支撑的，这是我目前最缺的东西。再次睁眼已经是第2天的早上，一夜未睡，我并没有感觉精神疲乏，反而神清气爽，精神力也感觉到了些许提升。在学校的课堂上，叶谦微笑地看着下面的学生，想必经过昨天晚上的修炼，你们都已经学会呼吸法，也感受到修炼带来的妙处。此话一出，下面便传来附和之声。是啊，我根据呼吸法修炼的时候，脑海里竟然出现一个碗，而里面竟然盛放着我精神力凝成的液滴。我也看到那个碗了，而且修炼了一夜，我居然没有一丝困乏。班上同学叽叽喳喳的时候，我却一脸懵逼。碗？什么碗？不是一片虚空吗？难道我的精神力世界和他们的不一样？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叶谦欣慰地点了点头。没错，每个能力者修炼呼吸法时都会观想到类似碗的容器，而修炼就是争取将这个容器装满。不是，那我的目标是什么？装满整个虚空吗？那不成银河了？一时间我在风中有些凌乱，我感觉自己的修炼好像出现了偏差。没等我从惊愕中缓过来，班主任再次拿出一些细小的晶体。天哪，竟然是晶核！班上顿时响起一阵惊呼。啥是晶核？然而穿越没多久的我却对这些名词极为陌生。同桌诺云一脸鄙夷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傻子。你这3年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我讪讪笑着没敢说出原因。晶核是精气复苏后产生的一种特别的矿物质，里面蕴含的特殊能量可以被人体吸收，从而转换成精神力。一枚晶核可是能抵得上数十天的苦修，挖去竟然这么牛。我惊讶的同时也顿感惊喜，只要自己晶核足够多，将自己的那一片虚空填满还是有希望的。班主任还在讲台上继续介绍，学校为觉醒的学生准备了一些晶核碎片，分发下去，你们可以自行使用。我握住手里的一小块碎片，迫不及待吸收了起来。不出片刻，我就惊喜睁开眼，自己的精神力居然直接又增加了一滴液滴，这可是堪比自己1晚上的修炼。仅仅是一个碎片就有这样的效果，不敢想这要是一整块晶核会让自己有多大的进步。可我知道学校不可能无偿发放，毕竟一块完整的晶核的市场售价高达10万，赚钱一定要赚钱。我双眼发红，满脑子都是怎么赚钱。同桌看我的表情顿时紧张了起来。孟航，这里可是教室，你可不要对我乱来。大姐，你要不要这么自恋？我心里狂喊。放学铃声刚响，我就迫不及待地停止修炼，向校外跑去。班主任叶倩看看下面有的还在修炼的学生，又转头看向我的背影，怒气不争地冷哼了一声。异能等级本来就不高，还不知道努力，距离就是这么越拉越远的。其实我也想多修炼一回，但我发现常规的修炼方式对我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远不如直接吸收晶核来得快。现在的我满脑子都是氪金，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将刚到手的灵气匕首卖掉来换取晶核。毕竟凭借写轮眼的能力，灵气以后有的是时间获得，而当务之急却是增加实力。天府商行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商行，不管几线城市都有它的分部。这里不但出售未解封的灵气，就连真正的灵气也有所售卖，只是两者的价格却是天壤之别。毕竟前者到底能不能开出完好的灵气还是两说，但有一点可以保证，从这里卖出的未解封灵气都是从远古战场中获得的，这可不像鬼市那里80%都是人工仿制的垃圾。一开始接待员见我是一个学生来卖武器，还有些不屑，下一刻匕首发出灵气光芒，顿时就傻眼了，当即把我带上2楼包厢。灵气虽然不是稀罕到100年难遇，但也不是一个寻常家庭就能拿出来的，而且大部分人获得灵气都是留着自己用，不会贩卖。包厢内坐着一位喝茶的老者，平退接待员后起身向我拱了拱手，鄙人是天府商行在云水城分行的主事国强，你可以叫我唐老。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我脑子一抽，顺嘴将前世的一句广告词说了出来。啊，饶是见多识广的唐老也被我这莫名其妙的话弄得一愣。啊，没事没事，咱说正事吧。说着我将灵气匕首放在了桌上，
唐老手一挥，那柄灵器就缓缓悬浮在他面前。我眼神微眯，看来能够成为一个分会的主事，实力自然不容小觑。唐老看完匕首满意点头，不错，在低阶灵器中也算是不错的品质了。那唐老，我这把匕首能卖到多少钱？唐老微微沉吟，才继续说，如果小友诚心想卖的话，我们天府商行出价100万，我相信这个价格在云水市找不出第二家。噗，我刚喝到嘴里的茶直接被惊得全部喷了出来。不好意思，唐老，刚才没有听清你说多少。唐老一脸黑线，用袖子擦了擦脸。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沉不住气，才100万就被惊讶成这样。听着唐老的凡尔赛言论，我差点想再喷他一脸。我活了18年，连10万块钱都没有看过，更别提100万了。成交，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开口答应。哈哈，小伙子爽快。唐老爽朗一笑，我们天府商行里面所售物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知道小友可否有兴趣？不知道都有什么？我眼睛一亮，此次我就是为了金河而来，但是对这里还有什么出售还是很感兴趣的。紧接着唐老介绍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呼吸法，以及临时恢复精神力的回神液。虽然眼馋不已，但我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请问一颗金河多少钱？最低级的金河10万一颗，对于你这种刚觉醒的能力者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以唐老的实力，自然一眼就看出我还是个刚觉醒异能的菜鸟，不能便宜点吗？以后有灵气我还会拿这里卖。唐老表面云淡风轻的呵呵一笑，但是心里却是狂骂，你当灵气是大白菜呀？说卖就卖，只是略微开口。小友说笑了，这已经是最低价了。我无奈的摇了摇头，那好吧，买10颗最低级金河。走出天府商行时，我只感觉心里在滴血，整整100万啊！老子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就没了。突然想到网上流传的一句话，天府赚钱天府花，一分别想带回家。随后摸了摸口袋中的10颗金河，心情这才大好。回头看了一眼天府商行，狠狠咬牙，等老子以后有实力了，一定要把你们这里没解封的灵气全给买了，然后再卖给你们。只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自己得先强大起来，不然这样的来钱方式太扎眼，很容易被人发现异常。拐进一条小巷时，本来还沉浸在购买到金河喜悦中的我，脚步突然一顿，感觉身后有一道不怀好意的目光看着自己，转过身就看到一名背带男和自己冷眼对望。打。背带男憋了半天也没憋出后面那个字，我看着憋得满脸通红的背带男，一脸黑线，话都说不利索，还出来学人家打劫。小小子，敢嘲讽你爷爷？然后又是一连串结巴的话，意思是让我交出从天府商行带出来的东西。只是这话他说了快2分钟才说完，听得我都替他着急。大哥，咱能动手就别比比好不好？有你说话的时间我都到家了，给脸不要脸。说罢，背带男手里突然燃起一团炽热的火焰。我也不虚他，在我的感知下，背带男的精神力其实并不高，以我目前的实力完全可以应付。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丁系统开启，选项1，与背带硬拼到底，奖励10点力量属性；选项2，交出金河向背带求饶，奖励3勾玉血轮眼。我特么，看到第2条的奖励，我直接震惊的爆了粗口，没想到系统这么大方，这才刚觉醒双勾玉没几天就要给自己升级到3勾玉。只是系统给的这个选择让我感觉他不怀好意，总想将自己培养成一个怂蛋。看到我被惊的直接骂了出来，背带男还以为是自己的这一手把人吓到了，顿时得意了起来，怎么害怕了？我可是觉醒的低级火。行了，我连忙打断背带男想继续往下说的话，我怕等他说完天都快亮了，然后双手互相搓着，俨然一副狗腿子的模样。大哥说的没错，您一出手，小弟立马就察觉到了您的不凡。我现在对大哥您的崇拜就如那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这一顿马屁拍的背带男飘飘然面色潮红，突然感觉 SSS 级异能也不过如此，毕竟多看自己一眼都能爆炸。来大哥，这是我在天府商城兑换的10颗金河，就当做见面礼孝敬您嘞。背带男捧着金河顿时目瞪口呆，他本来以为眼前这小子最多会拿出一些普通的天地灵宝，没想到上来就是价值100万的金河，这些就是我全部家当了。不知道大哥您满意不？他向四周小心翼翼地环顾一圈，确定没人之后，连忙将金河揣进怀里，以后你就有我曹坤罩着了。说完转头就要离去。他现在和我之前的想法一样，赶紧回家修炼。当曹坤转头的同时，系统奖励也立刻到账，任务完成，奖励宿主3勾玉血轮眼。双勾玉向3勾玉转化的同时，一股股热流在身体里流动，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也提升了不少。能力者在觉醒不同等级的异能时，对身体素质的加成也是不同的。如果再参加一次异能觉醒测试，我敢肯定自己的异能评级绝对是 B 级以上。伸了个懒腰，身体里传来一阵炒豆子般的声音，朝着急不可耐想赶紧离开的曹坤的背影突然大声一喊：等一下！听见我的呼喊，曹坤回过头不耐烦地问道：还有什么事？我玩味一笑，双眼也化作血轮眼，学着他的语气说：打劫。原本还在狂笑的曹坤瞬间收起笑容，用阴森的眼神看向我，二话不说，一记火拳就打了过来。我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热浪，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前的曹坤面带狞笑，欲要将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烧成渣，正好毁尸灭迹。就在这时，一阵窒息感从他咽喉传到口腔，竟有一只黑色乌鸦从中钻出飞走。是你这到底是什么异能？背带男如丧家之犬一般跪在地上，我如一个帝王一般站在他的身前，一双妖异的眼睛冷漠地俯视着他。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被一个高中生吓到？曹坤面目狰狞，心中怒喊，右手原本已经熄灭的火焰再次燃起，出其不意的一拳打向我的腹部，火焰包裹的右手透体而过，成了。曹坤瞬间如释重负，眼神中透着一丝狠戾，哈哈哈，我就说嘛，一个小鬼怎么可能吓着我？只是下一刻他却瞳孔一缩，刚出现的淡然表情又变得无比恐惧，那本该被他一拳刺穿后燃烧殆尽的身体瞬间炸开，化成漫天的乌鸦四散飞去，只留下一地黑色羽毛，还有一双变大无数倍的血红眼睛还悬浮在半空中，死死盯着他。啊！曹坤面色煞白，再次跪地状若疯癫地喊道：你不是人，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受到惊吓的曹坤说话竟然
然流利了起来。回到现实，我站在原地未动，曹坤竟然也保持着最开始被我叫住转过身子的那一幕，因为在他转过头来与我对视的时候，就已经中了写轮眼的幻术。其实我此时也不好受，以目前自己的精神力，强行开启3勾玉写轮眼还是有些困难。短短几秒的时间，精神力就消耗了大半，来到曹坤面前搜刮了一通，将他兜里的财物，包括我自己的金盒全都拿了过来，随后一脚踹出，曹坤连个声音都没发出，就直直倒在了地上。直到第二天天色大亮，阴沉的小巷重新变得人来人往时，昏迷在地的曹坤才被路人发现，报了护城队，并把他送进医院。守卫大人，我昨晚遇到鬼了。曹坤看到来人是护城队的人，张口就喊了起来。负责盘问的护城队成员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身边还带着一个20岁左右的少女。虽然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作为护城队的守卫，不能漏掉丝毫线索。如果被妖兽混进来，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最近城里出现一名无声教教徒，实力已经达到3阶。虽然护卫队派出人手追捕，但那个人还是拼着重伤的代价逃了出去。现在只要城里有一点风吹草动，护卫队都不会放过。苏醒过来的曹坤回想起昨晚的场景，依然是惊魂未定。本来还一脸严肃的少女听见他见了鬼的言论，扯了扯嘴角想笑，但最后还是强忍下去。你确定是鬼而不是妖兽或者一个中年人？中年守卫有些无奈地问道。我确定，我100%确定，那个鬼还有一双血红的眼睛，全身还能变成乌鸦飞走。曹坤流利地回答。中年守卫摇了摇头，对后面的女生说道，咱们还是先走吧，我估计是伤到脑子了，神志有点不清醒，咱们过几天再来问问。曹坤看到二人这就要走，他连忙大声喊，守卫大人，我说的是真的，哎，我怎么不结巴了？直到这时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说话极为流畅，随后整个病房里都响彻他的狂笑之声。老子不结巴了，看谁以后还敢叫老子小结巴。听着病房里的癫狂的笑声，跟在中年人后面的女生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看来真的是伤到脑子了。我在解决完曹坤之后，迫不及待地赶回家里，手拿着金盒运转了一夜的呼吸法，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旁边也出现3堆金盒残渣。哎，不行啊，这一晚上才吸收了3颗金盒，效率实在太低，看来得赶紧赚钱买一本好一点的呼吸法了。但我不知道的是，就算拥有更好的呼吸法，也没人敢像我这般连续吸收金盒中的精神力，这要是换成其他人，脑袋直接炸了。而且如果是按照正常能力者的精神力计算，我已经可以成为2阶能力者了，但此时的我居然没有一丝要晋级的预兆。挖去8点了，看了下时间，吓得我连忙草草洗漱一番，便向学校冲去。推开教室门的时候，发现同学早已进入修炼状态。班主任叶倩有些愠怒地看了眼我，显然以为我是因为睡懒觉而迟到的，但是为了不打扰学生们的修炼，并没有多说什么。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了，一切都要看自己。接下来的3天，我陆续将手里的7颗金盒吸收完毕，精神力大幅增加，直接突破到了2阶一段，所有的身体属性都提升了1倍。这天我如往常一样走在回家破旧的楼道里，由于金盒已经用完，我回家的步伐并没有前几天那么着急。突然一个戴着兜帽的男人从我身后窜出，几个脚步就从旁边掠过，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自己所住的楼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这里居住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对这个男人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而且男人从我身旁走过时，还感受到了一股阴冷之意。我家住3楼，拿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楼上也传出了窸窸窣窣开门的声音，这下我也更加疑惑。楼上住的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刘奶奶，而她的老伴也在几年前去世。因为看我无依无靠，刘奶奶之前没事就把我喊到家里吃饭。这2天我一直沉迷修炼，今天才发现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刘奶奶了。难道是刘奶奶的远房亲戚？但是没听说过她还有什么亲戚啊，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多年才来看望她。我眉头紧锁，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丁系统开启，去往4楼敲门，并进入刘奶奶家。同意，奖励体术8门遁甲。放弃，奖励5点体质。听到奖励居然是凯皇的8门遁甲，这次我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是将眉心挤出个川字。以系统的尿性，绝对不会平白无故的奖励自己这么丰厚的东西。楼上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刘奶奶待自己很好，知道楼上出事，就算没有奖励也会上去查看。而此时的楼上，黑袍人正握着一颗金盒盘膝打坐。本来他是收到舵主的命令来云水市办一件重要事情，可是没想到云水城护卫队如此敏锐，事情办到一半就被他们发现，自己受了重伤才从重重包围中逃了出来。看了一眼地上被冰封住的一具老人尸体，他的眼中没有一丝怜悯之意。能为神教付出生命是你的荣幸，以后你的灵魂会回归神国。这个名为无声教的组织，打着净化世界神国降临的旗号出现在大众眼中，并且很快吸收了一大群教众，此中不乏许多强大的能力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无声教信徒不惜与妖兽合作，造下了很多杀孽，很快被政府通缉，成为不折不扣的邪教。好个赵散庞，不愧是5阶强者，随手一剑居然都有如此威力。黑衣男感受着身体内乱窜的剑意，他只能用精神力强行压住，不然就凭这股剑意就能把自己的身体开出几个洞。幸好我有舵主交给我的一次性逃跑秘宝，不然真就交代在这里了。咚咚咚，就在这时门外居然传来了敲门声，他眉头紧锁，并没有发出声音。现在以养伤为主，不想因为一点意外而暴露自己。但门外的声音的主人却不打算这么放弃，还在继续敲着。刘奶奶你在家吗？我小心翼翼敲着门，神经却异常紧绷。刘奶奶，我买了些水果来看你了，看来是出去了，那我还是过会再来吧。门内的黑袍男也松了口气，以为我会就此离去，谁知道这口气还没呼出去，我的敲门声又一次响了起来。不对啊，我记得今天刘奶奶没有出门啊，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不行，她自己在家出点事情谁也不知道，还是报警吧。听到外面的人要报警，黑袍男终于还是坐不住了。警察来没有事，但是最后惹出了护城队，凭他现在的实力真的就是插翅难逃。是啊，当我再次抬起手准备敲门的时候，老旧的门终于被打开一道缝隙，一个面色阴沉的中年男人探出头来打量着我，我心中咯噔了一下，果然是之前那个男人，表面不动声色看了看门牌号，然后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我知道了，你就是刘奶奶经常提到的她的儿子是吧？黑袍男嘴角向上提了提，皮笑肉不笑的点点头。没错，
我就是他儿子。我妈她今天不舒服，在屋里睡觉呢，等过2天身体好一些再告诉你。听到眼前男人承认他是刘奶奶儿子，我的眼神中露出一丝冷芒，更确信刘奶奶一定是出事了，装作急切担忧的样子说：刘奶奶居然生病了，那我更要进去看看了。我从小父母双亡，刘奶奶待我就像亲孙子一样。听到眼前的少年居然是一个孤儿，黑袍男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本来他不想多生事端，担心解决这个少年会招来他家里人的寻找，但是既然是个孤儿，那谁又会在乎他的生死呢？他的嘴角又往上扯了扯。既然我妈将你当作孙子，那我也算是你的长辈，赶紧进来吧，我去叫他起来。好的，叔叔。我表面天真一笑，没有丝毫怀疑的走了进去，轻车熟路的来到卧室后，笑容顿时一泯。只见卧室的地上，刘奶奶正被一块巨大的冰块冰封在里面，而且看样子早就没有了呼吸。关门声响起，房间里变得诡异的沉寂，只有外面踏踏的脚步声向我这里走来。丁任务完成，奖励8门遁甲。结，你的刘奶奶已经回归无声老母的怀抱，接下来我也会送你一程，让你们俩在神国见面。黑袍男一改之前的阴沉，眼神充满病态的狂热。我转过身，愤怒的双眼在阴暗的房间中发出淡淡红光，仿若地狱里爬出的恶鬼。黑袍人见了先是一愣，缓过神后冷冷一笑：童术类的异能吗？还是很唬人的，可惜你遇到了我。屋子里的气温骤降，黑袍男脚下一道冰锥突然出现，迅速朝我延展而来。这一招虽然杀伤力不强，但是可以将比自己实力低的对手瞬间冰封住，直到冻死或憋死。他自信凭他3阶境界实力，可以随意捏死眼前的高中生少年。然而下一刻他眼神骤变，原本被冰封住的少年仅是扭动了一下，转眼变成一只碗口粗细的巨蟒，转瞬间就挣脱束缚，径直咬向他的脖颈。这一幕快到黑袍人来不及反应，只能下意识地抬起右臂抵挡。不对，电光火石间，实战经验极其丰富的黑袍男瞬间便反应过来这是中了幻术，立即调动精神力开始奋力挣脱。我虽然从一开始就提高了警惕，但奈何两人差了一个大境界。8门遁甲，第1门开门，精神力瞬间弥漫整个身体，带动着全身血液沸腾起来，脚下发力躲开袭来的冰柱，眨眼间来到他身边一脚踢出。也就在这时，黑袍男从幻境中挣脱出来，感受着呼啸之声传来的他面色狂变，一面冰壁瞬间形成挡在他的身边。下一秒冰块被我巨大的力量踢得粉碎，但也堪堪挡下我这势大力沉的一击，差点阴沟里翻船的黑袍男阴沉着脸，额头细密的汗珠显示了他此时的内心并不平静。好小子跟老子玩扮猪吃老虎，手中凝聚一把冰刀直接朝我砍来。体能爆发后的我一个闪身堪堪躲开。小子，我承认在同龄人中你很强，但很可惜老子是3阶强者。冰刃散发的寒气在空中形成锋利的刀片，径直向我刺来。我看着飞来的冰屑，脸色无比冷漠。3阶很牛吗？第2门修门开，第3门生门开，连续2声爆喝，我的热血再次沸腾，真是初出茅庐不怕虎。黑袍男冷笑一声，认为眼前少年根本不知道3阶的强大。就在漫天冰屑就要将我包裹的时候，轰的一声巨响，我瞬间爆发巨大力量将整个楼板踩碎。黑袍男只觉得眼前一花，我的身影居然消失在原地。3阶就这。与此同时，他的身后传出我带着嘲弄的声音，他再次发动异能，想要在身后凝成一道冰障来阻挡我的攻击。太慢了，我再次一脚踢出，裹挟着巨大的音爆声。黑袍男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仿佛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大货车撞到，趴在地上大口吐着鲜血。没想到小小的云水城除了 SSS 级的林落雪，居然还隐藏了这么个妖孽，竟然能越阶打败自己这个3阶能力者。小鬼，等老子逃出云水城养好伤再陪你好好玩。他看向窗外，已经开始思考一会摔倒地上之后怎样逃跑。好在只是4楼，凭借着自己3阶异能者的身体素质，应该不至于摔伤。砰的一声，墙壁应声而碎，黑袍男整个身体被我踹到空中自由落体。实在不行，用整条街人的性命做要挟，3阶拼死的一击，我不相信他们敢让这么多人给我陪葬。仅过了几秒，黑袍男脑海中闪过了无数念头，身体刚要落地，他原本阴冷的眼睛一花，发现自己的身边出现一道泛着淡绿色的人影，我直接在空中给他补了几脚。黑袍男中招后，身子再一次不受控制的向对面的楼体砸去，我如法炮制，将他在几个楼层间踹来踹去，自己则是借力稳定自己的身形。终于在一次猛烈的攻击后，黑袍男重重摔倒在地面上，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只是脑海里刚浮现出这个念头，就听到眼前少年淡淡的说了一句：3阶就这。噗呲一声，大口的鲜血喷出，整个人在我致命的踹击下萎靡不振。我一步一步靠近这个被我虐得毫无还手之力的黑袍男，一脸的戏谑：小子，无声教不会放过你的，等着无声教对你的制裁吧。结。黑袍男疯狂大笑着，然后再无声息，眼中也只剩下无限的狂热。我没管他临死前的疯话，看到这人终于没了呼吸，这才放下心，将8门遁甲收起。一股虚弱感传遍全身，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比的剧痛。这就是8门遁甲的副作用吗？随后便失去了意识，只是隐约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宿主越阶击杀3阶能力者，奖励双神威万花筒写轮眼。杀戮商店开启。时间回到几分钟之前，一名人气网络主播正在街头开着直播与粉丝互动。一会给你们看看我的那几个闺蜜，虽然比我差了点，但也都是大美女。粉丝们也在画面那头热情回应着。突然间一声巨大的声响传来，吓得下面行走的路人一激灵，纷纷驻足抬头看去。正在直播的苏小小也被这一声巨响吓得花容失色，缓过神后的她两眼放光。作为一名网络主播，他对热度有着天然的直觉，有预感今天会碰到大新闻，索性直接将镜头翻转对准声音发出来的方向。只见一个人破墙而出，一道全身泛着绿光看不清面貌的身影也仿佛凭空出现，正是我暴揍黑袍人的那一幕。整个过程就这样被苏小小通过手机摄像头直播着，整个直播间立刻骚动了起来。好快，那道冒绿光的身影怎么出现的？好家伙，
是速度系的能力者吧？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被踢中的那个人也是惨，墙壁都被砸出了个大洞，这得是什么仇什么怨？异能者在城市里打架可是爆炸性话题。苏小小的直播间顿时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人呢？主播这拍摄水平不行啊，连人家身影都拍不着。此时的苏小小张大了嘴巴，一脸的震惊。不是我拍不到，是他速度太快，手机抓拍不到。以苏小小的目力，只能看到绿光一闪而过，根本跟不上我的身影。听到他的解释，直播间又一次炸开了锅。我去速度太快，手机摄像头竟然拍不到，这得是什么境界的能力者？起码得是3阶，而且还得是速度方面的异能才能做到。哇靠，3阶啊，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神仙打架呀！此时最激动的莫过于苏小小了，这一波热度也让他的粉丝蹭蹭上涨。在我晕倒的十几分钟后，护城队浩浩荡荡的赶来，为首的正是那天在医院的中年人。看热闹的人也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好了，都散了吧。中年人将四周的人群驱散后，在四周拉起警戒线。看到地上的尸体时，先是一愣，然后面色大变，是那个魔教的余孽。再看到地上学生模样的我后，又是一脸的不可置信，不会是这个少年杀死的吧？虽然这个人被城主所伤，但是好歹也是3阶强者。一名向周围人确认情况的队员连忙赶来，队长问清楚了，真的是这个少年击杀的魔教余孽。我勒个乖乖，他才多大呀？要是能把这个少年招进咱们队里就好了。别想了，看打扮还是个高中生，以后绝对是前途无量，怎么会甘心窝在咱们这个小城市里？震惊过后，护城队人员迅速处理战场，并将我抬上救护车送去医院。虽然人群散去，但是这场战斗却被苏小小直播间的观众录了屏并发到网上，并且很快变上了热搜。我去，好快的速度！一个普通高中生居然能有如此速度，他是开了挂吧？林落雪结束一天的修行，用闲暇时间拿出手机看一看网上的新鲜事。家境殷实的他有家人为他提供金盒，再加上 SSS 级的天赋，现在实力已经达到1阶后期，只差半步就能踏入2阶。饶是以他的心性也不免有些激动。刚打开手机，热搜第一的一个视频引起了他的注意。当他看到绿色人影无与伦比的速度与威力时，心里虽然有一点惊讶，但是还没有能让他吃惊的地步。毕竟龙国强者无数，3阶虽强但也并不是那么稀有。只是看到最后的场景时，却是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为什么感觉这个身影是如此的熟悉？这人好像是孟航。林落雪豁然从沙发上蹦了起来，一脸的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才觉醒几天，他实力怎么可能达到这个地步？将视频中孟航所展现的实力与自己目前的实力做对比，他无奈地发现自己竟然一点胜算都没有。结束一天工作的班主任叶倩躺在床上，刷到视频后同样一脸的难以置信。这真是我那学生孟航吗？不可能啊，他才1级天赋，一定是长得像而已。明天上学一定要好好问问他。相同的一幕发生在所有认识我的人身上。之前被我暴揍过的李行亮本来还想这2天重新挑战我找回场子，看到这个视频后竟然提不起一丝挑战之心。医院的病床上，之前打劫过我的曹坤坐起身子舒服的伸了个懒腰，他的伤已经基本痊愈，今天差不多就能出院。只是下一刻，坐着的他浑身一僵，仿佛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曹坤机械的将头慢慢转了过去，睁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相信的盯着旁边床上的少年。哎呀！整个病房里顿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他追来了！医生，我要出院！说罢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向病房外跑去。被这一声刺耳的尖叫吵醒的我，缓缓地睁开眼睛，只感觉浑身无力，脑袋像炸开一般疼痛。不愧是凯皇的8门遁甲，开启后的实力固然提升一大截，但是后遗症也很明显。随后又不禁期待起来，如果要是能有铸剑的细胞，那这个问题不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了？之前自己也有想过须佐套死门是个什么效果，可仔细琢磨后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苏醒后不久，一个身材臃肿的胖子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你好，小梦，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水城的城主赵散庞。身材臃肿的胖子欣赏地看着我，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居然独自击杀了一名无声教的余孽，那可是3阶的能力者，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我古怪地盯着赵散庞，突然有些想发笑，没想到云水城的城主居然如此细感。赵散庞看着眼前表情呆滞的少年，还以为是没有从大战过后缓过来。鉴于你不畏生死，并且成功击杀3阶能力者，云水城大会决定奖励你10枚金盒和10只回神液，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好好修炼，争取在高考中能为云水城争光。说着，他便掏出一枚装饰古朴的戒指递给了我，东西都在里面了，还有这枚空间戒指也算是奖励一并送给你了。听到奖励，我不禁睁大了眼睛，10枚金盒就价值100万，每只回神液的价值也在10万元，这加起来一共就是200万。虽然这枚空间戒指不知道是什么品阶，但是最低等的也价值50万，瞬间感觉自己身价暴涨，走上人生巅峰，就差最后的迎娶白富美了。赵散庞身后的人也开始交头接耳起来，没想到向来一毛不拔的城主这次居然这么大方，这一下就是200多万出去了。城主客气了，击杀无声教余孽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我挺了挺腰板，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然后突然捂住额头，又表现出一副剧痛的模样。只是城主，这场战斗我的精神力耗尽，能否先给我1只回神液恢复我的精神力？在场众人一脸的懵逼，就连赵散庞也是抽了抽嘴角，心里不由暗自腹诽，我这刚给你10只回神液你不用，这转头还跟我要，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不要脸的吗？强忍着骂出口的冲动，又从空间戒指里掏出1只回神液递给了我。哈哈哈，小梦你好好养伤，该给你的奖励也都给你了，你好好休息，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客套2句，赵散庞转头就走，那样子生怕我再说出哪疼了他一点东西。哎，好嘞，城主还有各位大人慢走，我这身体不便就不下去送各位了。将回神液拿到手后，我立马转变个模样，哪还有刚才精神力透支的样子，引得众人对视一阵无语。病房没人后，我迅速将回神液喝下，整个人瞬间变得清醒起来。打开个人属性
行面板后，我整个人都惊呆了。宿主异能万花筒写轮眼双神威 SS 级，乖乖这就进阶万花筒写轮眼了。在原著中，双神威写轮眼可以说是 bug 一般的存在，现在在自己身上，只要精神力足够，就能完全发挥出双神威的全部能力，一瞬间喜从天降。欣喜之余，又看了眼刚解锁的杀戮商店，宿主每杀死一只妖兽或能力者，都会获得相应的积分，积分越高，可以兑换的物品或能力就越稀有。只见杀戮商店里展示了琳琅满目的物品，看得我下巴都差点掉到地上。当前积分50，可兑换物品魔刀千刃50积分。因宿主首次开启杀戮商店，此项作为新手福利，下次开启商店魔刀千刃兑换积分将恢复。接着又看了看其他的兑换物品，大自在呼吸法、影分身、筑间细胞、千年杀等等，只不过需要的积分都不是现在的我能兑换的，彻底妈了！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只要积分足够，就是神明我也有自信给斩了。心一横，直接将魔刀千刃兑换了出来，只攻不防，天下无双。有了双神威，防守是不可能防守的，这辈子都不可能防守。看了下时间还早，我直接取出一枚金盒当场吸收了起来。云水城外一处诡异的山洞前，一名无声叫的黑袍人冲洞内开口，耻辱还得用鲜血来洗刷，我要让整个云水城人的命来赔偿。说罢手一挥，将十几具没有气息的人类身躯扔进了山洞。下一刻，洞内传来令人发麻的吞咽食物的声音。数分钟后，一只通体血红的巨大蟒蛇从山洞中爬了出来。四阶妖兽赤血蟒，多久没尝过这种滋味了？还是你们人类的血肉最为美味。看着高高在上的赤血蟒，裘广眼中露出一丝不悦。他是无声教云水城的分舵主，之前曾派遣一个部下进行暗杀任务，可那个废物不但没暗杀成功那个 SSS 级的林落雪，还被一个高中生当街秒杀。现在他又被一只妖兽从上往下看着，一个妖兽而已居然敢俯视自己，要不是要完成圣教的大计，他才不屑于跟这些茹毛饮血的畜生合作。我不喜欢你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裘广冷冷说着，赤血蟒也不生气，巨大的眼中露出一丝拟人化的戏谑。看在你给我带来的血食的份上，我就勉强迁就你一下。说着身体急速缩小，最后变成一个2米左右人手蛇身的怪物。来吧，说说你们对云水城的计划。原本一脸淡然的裘广看到这一幕，脸色大变。你晋升5阶了。云水城小区内，我没多久就办理了手续出院回家，回来后惊奇发现因打斗变得一片狼藉的房间已经被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心中不禁对赵散旁生出一丝感激，只是可惜刘奶奶以后再也看不到了。想到这，我心中再次冒出一阵怒火，剩下的时间都是在修炼中度过。第二天，我像平常一样赶往学校，与往常不同的是，不管走到哪，周围的人都仿佛是看到什么稀奇物种一样盯着自己，这让我浑身别扭，感觉自己变成了动物园里被观赏的猴。天哪，孟航来学校了！一声惊呼让原本还有序的操场顿时变得纷乱起来。哪呢？我偶像哪呢？谁也别跟老娘抢！以后孟航就是我的男人，你快拉倒吧！人家可是连校花林落雪都拒绝的人，会看上你。难怪当初会拒绝林落雪，现在看来确实是有骄傲的资本。原本因为林落雪的事情就让我在全校家喻户晓，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我的。现在那个在网上爆火的视频再一次把我推向风口浪尖，有些与我相熟的人都纷纷围过来打听当天具体的情况。孟航，快给哥几个讲讲你怎么和无声教的人碰上的，还有你小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是不是开挂了？看着把自己围在中间的同学，我不禁苦笑一声，这一大早上的就不能让自己安静一会啊！还没等我回答，一个体型健硕的男生从人群后面挤了进来。那些被挤的一个踉跄的学生刚想发飙，看到来人后立刻就怂了。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三中这届高3学生中天赋除了林落雪之外最高的一人太虎。雷吉异能力量超化，其实雷吉异能在往届3中学生中都已经算是最顶级的存在了，奈何今年出来个林落雪这个妖孽，后面又出来个孟航来捣乱，让校外的人下意识地忽略了他。太虎直勾勾地盯着我，炽热的眼神仿佛要将我融化。这位同学，我是直的，我不好这口。我的话让太虎反应过来自己有些失态，连忙端正神态。你好，我叫太虎，你杀死3阶能力者的视频我看了，你很强，家里的人都说你是使用了什么秘术才发挥出如此恐怖的力量，但是那不重要，不管是不是秘术，那都是你实力的一部分。我今天也想感受一下杀死3阶能力者的力量，所以我要挑战你。太虎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后直接道出目的，我无奈地扶了扶额头，果然是这个事。系统开启，接受太虎的挑战，无奖励；拒绝太虎的挑战，奖励10点体质属性。听到系统给出的选项，我高兴坏了。说实话，现在的我还真看不上学校里的打斗，当下便开口拒绝，实在不好意思，前天刚经过一场大战，现在还很虚，实在是没法接受你的挑战。任务完成，奖励10点体质属性。虚不虚你说的不算，得我试了才知道。太虎说完，全身的肌肉瞬间膨胀，整个人看上去像个小巨人。今天你不接也得接！大吼一声，抡起巨大的拳头就向我砸来。我面色一沉，身体化作残影，开始和太虎周旋。场地霎时间一片狼藉，外界学校操场，我等的花都谢了。到底打不打了？不打我就撤了。就是，他俩在那站着快有5分钟了，到底是打架还是眉目传情呢？在其他同学眼中，我和太虎只是站着对视。想必觉醒过写轮眼的都已经猜到了，从他想要出手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发动了写轮眼的幻术，任凭他在空间内打得不可开交，外界依然保持着中招那一刻的动作。再忍忍，可能这就是高手之间的战斗，他们都在观察对方找机会呢。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又开始了议论，我去真的假的？我可信了。就在这时，原本站着不动的太虎忽然面露惊恐，惊叫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在场众人皆是一哆嗦，下意识的往后又退后了几步。什么情况？这时太虎怎么就躺下了？孟航到底做什么了？怎么突然就把 A 级异能的太虎击倒了？我看着坐在地上的太虎微微一笑，这算是我赢了吧？太虎面色难看，心里虽有不甘，但还是点了点头。你赢了。太虎的回答让周围的人哗然一片，都露出不可置信之色。他们俩刚才到底干什么了？太虎怎么就输了？这也太诡异了吧！
其实围观的众人开始的时候还是认为太虎的胜算比较大，毕竟大家普遍认为孟航那天是施展了某种秘术，但是秘术的副作用也极大，他们都不认为这种平常的比试中孟航会使用出来。但是这结果实在出乎众人意料，我听到太虎认输后也是满意点头，刚想转身离去就被叫住。我虽然认输，但是我不服，你服不服关我什么事啊？我翻了翻白眼，也没给太虎留面子，刚想开口回怼，就听到一阵警报，怎么回事？难道云水城遭到了外敌的入侵？太虎被他这话说的面色涨红，但还是不依不饶地说道：我承认你的幻术很强，我输得心服口服，但是玩幻术算什么男人？真男人打架就应该拳拳到肉。幻术？孟航他什么时候觉醒幻术异能了？众人又开始议论起来。从太虎的话中，他们才知道他莫名其妙就输了的原因。孟航被他这话雷得外焦里嫩，白眼都快翻到天上。你二逼吧！战场上不管用什么手段，能杀死敌人就行，谁会在乎你用什么方法？那我不管，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天天赖着你，上课跟着你，下课跟着你，上厕所跟着你，回家跟着你，就算你找女朋友，我都跟着你。孟航被他这无赖的话气笑了。你是疯子吧？他们都叫我武疯子。你不是武疯子，你是无赖子。孟航开口嘲讽道。太虎面对孟航的嘲讽也不在意，耸了耸肩，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妈的，干！这话不是孟航说的，而是他的脑海里出现了系统声音。老子看不下去了。系统开启，用体术打败太虎，全属性奖励5点属性点，失败全属性扣除5点属性点。妈的，干！这次不是系统说出来的，而是孟航听完系统的奖励后兴奋地喊了出来。这可是每个属性都奖励5点属性点。孟航双眼有些发红地看着太虎，仿佛是看到一盘美食一样。来来来，你不是想打吗？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桃花为什么那样红。第一门，开门开；第二门，修门开。顿时他的全身上下被一股淡绿色的能量笼罩，对上空阶的强者开到第3门就能秒杀对方。面对一个人阶后期的太虎开第2门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孟航抬起胳膊向太虎勾了勾手，挑衅的意思不言而喻，就差大喊一声你过来啊！用了，孟航真的使用出那天的秘术了。看来这个秘术对身体的伤害不大，不然怎么会这么轻易的使用？那可不一定。你看太虎那不要脸得到样子，换作是你，你能不生气？这倒是，就他刚才那副无赖的样子，要是老子能打得过的他，早就上去给他2巴掌了。周围的人看到孟航居然真的使用出8门遁甲，不禁眼中露出金光，知道这回终于要有好戏看了。你们说他们俩交手谁会赢？我说你能不能问点有水平的问题？孟航的秘术可是能秒掉空阶能力者的存在，虽然太虎是 A 级能力则，但是别忘了他境界还只是人阶，你应该问太虎在他手下能坚持几招。那你们说太虎能在孟航手中坚持几招？我觉得5分钟吧，毕竟人家异能可是 A 级，怎么也得给他点面子。3分钟，不能再多了。太虎并没有因为孟航挑衅的动作而生气，反而眼里露出无尽的战意。虽然心中无比兴奋，但是他却不敢有丝毫大意啊！一声狂吼，太虎浑身青筋暴起，全身上下的肌肉竟然又增大了一圈，完完全全的成为了一个肌肉怪。孟航准备好了吗？我要来了！哈！狂化后的太虎并没有像众人想象中的那样直接朝孟航冲去，而是朝他大吼一声：我靠，这身肌肉得爆发出多少力量啊！反正一拳轰死咱们几个不在话下，单凭这压迫感就让我两腿发抖，也不知道孟航能不能顶住太虎的一击。话说太虎不赶紧出手，为什么要大吼一声，用气势镇住孟航？那谁知道呢？说不定是肌肉长进脑袋里了，没有智商了呢。没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在太虎朝自己大吼一声之时，眉毛一拧，身子瞬间闪到一边。就在他躲闪的瞬间，一道气浪从他身旁擦肩而过，瞬间将孟航身后的一棵1人环抱粗的小树轰得粉碎。卧槽！围观众人一声惊呼，被太虎这突如其来的手段震惊到。还能这么干？这得从体内瞬间爆发出多么大的力量，才能发出这么强大的气波？不愧是 A 级异能，普普通通一声大吼就能发出如此诡异却威力强大的一击。要是我就连这一声吼都接不住。就在孟航躲闪的同时，太虎眼睛一亮，心中大吼一声：好机会！脚下发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孟航身前跃去。别看太虎此时浑身肌肉，却一点不显笨重，瞬间便跃到孟航头顶，右腿高高抬起，向着他的头顶狠狠砸下。战斧！感受到头顶传来的凌厉风压，这回孟航没有躲闪，而是举起右臂向上格挡。砰！如同象腿一般的粗壮大腿与一条普通的胳膊碰撞在一起，居然产生了一股气浪向四周扩散。咔哧！孟航站在原地未动，依然如松柏一般挺拔，但是由于太虎的这一脚力量太过强大，直接导致孟航脚底的地砖寸寸碎裂。嘶！
两人交手产生的余波让周围的人不禁倒吸口气，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变态？这才觉醒几天，实力已经恐怖到这种地步了。这不可能！见到自己这一脚居然对孟航未产生任何效果，太虎的心中涌起了惊涛骇浪。他自然知道孟航发动秘术的实力，所以没有丝毫留手，直接就是自己最强一击。他也没指望就凭这一招就能打败孟航，但是以他的估算，或多或少都会对孟航产生些伤害，着实没想到他居然如此轻易地接下自己的攻击。面对无赖一样的太虎，孟航没有给他留一点面子，直接开口嘲讽道：就这点实力，你凭什么挑战我？你这也不行啊，白长这么大个子了，怎么像没吃饭一样，把你吃奶的劲用出来啊？饶是以太虎的脸皮，也被孟航这话气得满脸通红。自己堂堂 A 级能力者，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嘲讽过？你可以说我不要脸，你可以说我仗势欺人，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行。男人不能说不行。孟航，别得意，谁不行还不一定呢。说罢就想继续朝孟航冲去，可是还没等他动手，眼睛一花，眼前孟航的身影居然凭空消失。后面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太虎这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身后传来的破风之声，暗叫一声不好，来不及多想，就往侧边躲去，这才堪堪躲过孟航袭来的一拳。呀，反应还挺快。孟航轻疑一声，没想到太虎反应如此迅速，但是他也没过多在意，趁着太虎后力不足，袭出的右手改拳为抓，一把便抓住太虎的右臂。敢跟我比力气？被孟航抓住胳膊的太虎不禁反喜，跟自己比力气？你怕是忘了我是什么异能了？ A 级异能力量狂化。他最不怕的就是跟别人比力气，可是下一刻他就绝望地感觉到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从胳膊上那双纤细的手上传来。随后孟航的动作惊得所有人目瞪口呆，大气不敢出。只见抓住太虎右臂的孟航竟然将有3米多高的人形凶兽像是拎小鸡一般拎了起来，随后狠狠地砸在地面上。砰砰砰，太虎就像是一块破抹布，被孟航甩来甩去，然后狠狠地砸在地上，足足砸了数十下，将周围沥青道路都已经砸成粉碎。孟航这才解了这口气，不再管如死狗一般的太虎。此时的太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双眼无神。以他的体质并没有受多重的伤，只是这个结果他接受不了，居然被秒杀了，还是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力量方面。此时的操场鸦雀无声，众人仿佛看怪物一般看着孟航。你们俩到底谁是力量系异能者？以后人形暴龙这个称呼让给你得了。足足安静了近2分钟，人群终于如炸开了锅一般喧哗起来。我靠，好强！这就是击杀空间能力者的实力吗？变态，太变态了！有了这个秘术，还需要什么异能？直接用体术就能干死能力者。也不知道孟航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捡到了这种秘术，咱们就别想了。爽！刚结束战斗的孟航脑袋里传出系统那不羁豪迈的声音，敢叫板老子的宿主，不给他点教训，他真是不知道谁是爸爸。孟航大汉，这都什么跟什么？怎么感觉自己这个系统越来越不正经了？那个童子哥，咱们能不能低调点？低调？不存在的。有位名人说得好，没实力的人才需要低调。我怎么没听说过哪位名人说过这句话？鲁迅。孟航一脑门的黑线。你放屁，鲁迅他老爷子可没有说过。叮，任务完成，奖励宿主全属性增加5点属性点，战斗已定，孟航便收起8门盾甲。众人只见收起秘术的孟航忽然脸色煞白，脚步踉跄，就要摔倒在地，一道倩影闪过，来到孟航身边，稳稳将他扶住。众人定睛一看，居然是林落雪。其实林落雪一直混在人群中观看孟航的战斗，也为他展示出的实力惊骇不已。刚才看到孟航脚下不稳就要摔倒，自己也没有多想，便下意识地上前搀扶。自己虽然没有完成爷爷的遗愿，但是毕竟孟航的祖辈对自己的爷爷有恩，能出手帮助就出手帮助一把。没事吧孟航，我带你医务室吧。孟航装作虚弱地摆了摆手，开口说道：没有大碍，我这只是用秘术的后遗症。这个秘术虽然强大，但是确实以寿命为代价。秘术用的时间越长，发挥的威力越大，消耗我的生命力越多。就刚才那短短几分钟的战斗，就消耗了我近月余的寿命。但除此之外，并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多大伤害。我现在只是精神力用尽，有些虚弱而已。众人一听他这话，纷纷遗憾地摇了摇头。居然是以生命力作为代价的秘术，这不禁让人望而却步。这秘术用多了，说不定哪天就嘎嘣一下过去了，这谁接受的了？众人原本向孟航投去的羡慕眼光，已经变成怜悯、戏谑、惋惜等。林落雪一听，也有些替他着急，连忙劝道：孟航，短时间秘术给你带来的实力固然令人着迷，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你还年轻，以后你的前途不可限量，没必要依赖秘术。刚才他的那番话自然是他一派胡言。
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其实就算再施展8门遁甲第3门，也不会像之前那般的痛得晕过去。之所以要那么说，是因为怀璧其罪。如此逆天的秘术，如果没有后遗症，绝对会引起各方势力的觊觎。就算他现在这么说，也没有把握某些人对8门遁甲再没有想法。听着林落雪如长辈般谆谆教诲，孟航感觉头都大了，不明白为什么他对自己这么关心。难道是因为哥这无与伦比的魅力？孟航有些自恋地想着。林同学你说的很对，我会记在心上。你这么关心我，我当初居然拒绝你的求婚，要不然咱俩还没等他说完，林落雪已经满脸通红，狠狠地在他胳膊上掐了一下，说了句流氓，然后不再理他，转头离去。孟航看着他的背影有些迷茫，当初是你向我逼婚的，现在怎么说我是流氓了？一旁众人看着二人的打情骂俏，尤其是男生纷纷露出羡慕的神色。不愧是拒绝女神逼婚的人，就是牛逼，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调戏他，无被楷模呀。我不及他原以一间装修还算豪华的办公室中，两人正站在窗前俯视着这一幕。校长面色拘谨，恭谨地站在一旁，而为首之人身材臃肿，正是云水城城主赵散庞。赵散庞嘴角微勾，满意地看着下面的战斗，眼中全是赞许。我说老林啊，你今年可是捡到宝了，不但有了林落雪一名 SSS 级的天才，这2位学生也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啊。听到城主的夸奖，凌霄文也不禁面露自豪之色，但是嘴上还是谦虚说道：城主过誉了，孟航刚才发挥出的实力固然强大，但是刚才他也说了，是以消耗生命力为代价，不是危机关头不能过多使用。赵散庞也是面露可惜。是啊，可惜了这个秘术，本来我还想一会找那小子商量一下，可否将秘术卖给我呢？但是我最关注的不是秘术，而是他的那双眼睛。提到孟航那双眼睛，凌霄文也是面色凝重的点了点头。赵散庞继续说道：我记得他在觉醒仪式上觉醒的是1级同力相关异能吧？没错，城主大人。但是以刚才的情形来看，能让太虎那小子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变中幻术，而且让他无法挣扎出来，可见孟航那小子的异能可不是1级那么简单。凌霄文也是面露不解，当时的觉醒仪式是我亲自主持的，我是亲眼看着他觉醒异能的，没道理出错。除非说到这里，凌霄文好像想到什么，话音戛然而止，用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赵散庞，好像是在等他的肯定。凌霄文眯着眼睛点了点头，我和你想的一样，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小子觉醒的可能是极其罕见的可成长异能。听到城主的肯定，凌霄文满脸通红，眼中尽是狂喜之色。这么说，我们3中可能同时走出2名 SSS 级的天才。哎，老林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虽然孟航有很大可能觉醒的是可成长的异能，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成长的尽头在哪，可能是 SSS 级，也有可能是 A 级。而且异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都要放平心态。城主说的是众人将躺在地上的太虎送进医务室，比试受伤对这里的学生来说算是家常便饭。这次唯一的区别是，这次被送去医务室的是太虎，要是按照以往来看，只有他把别人送到医务室的份。好了，时间差不多了，高3学生赶紧到体育馆集合。大喇叭里响起一位老师的声音，众人好像早已知道一样，纷纷向体育馆赶去。只有孟航一脸懵逼，赶紧从人群中拽住自己的同桌诺云，问道：去体育馆干什么？今天不修炼了？你不知道？诺云一脸不解地看着他，随后才想起来他昨天因受伤没来学校，赶紧解释道：今天是高3送别大会，其实现在我们在学校修炼和在家自己修炼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一起修炼还会打乱某些同学的修炼计划，所以学校决定直到高考这些日子里，我们不用再来学校。孟航恍然地点了点头，心中也是极为高兴。本来他还在想以什么借口跟学校请假，总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出城猎杀妖兽，那学校一定不会同意。这个世界的学校极为注重锻炼，所以高中的体育馆占地极为庞大，容纳几百人，可以要说是绰绰有余。学生一进门就被眼前的场景所镇住，原本空旷简陋无比，单纯为学生们修炼的体育馆，此时居然犹如5星级宴会大厅。顶棚巨大的钻石吊灯洒下温柔的光芒，桌子上摆满了食物、饮料、红酒，供学生们自己选择。最显眼的还是会场最前面的一个巨大舞台，霓虹灯散发出五彩光芒，将那里渲染得艳丽无比。哇，这是要过年了！一进门，众人不禁发出一声惊呼。凌霄文不紧不慢地走到舞台前，拿起话筒开始了演讲。当初你们入学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没想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眨眼间就要毕业，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雏鹰迟早要翱翔天空，未来是你们的。我们这个时代并不和平，一线天战场的残酷需要你们亲自去体会，所以这个时代不允许我们愧对那些战场上的英烈。愿你们以卓越的智慧、坚强的意志、大无畏的精神，不断开阔，不断奋进。
但是修炼有章有弛，生活中不是只有修炼，还有青春的激情，所以学校才举办了这次活动，希望你们今天能放下所有包袱，尽情享乐。龙国的明天是你们的，希望你们在未来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光芒。说完，凌霄文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刹那间，整个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学生们都眼含热泪，看着台上得到校长。凌霄文演讲完之后，所有老师都撤出会场，将这里真正的留给学生们。刚开始，众人还有些拘束，会场的气氛弥漫着尴尬，但毕竟都是年轻人，几杯酒下肚，气氛就变得热闹起来。有的人甚至喝红了脸，借着酒劲侃侃而谈，也有人趁着酒劲向高中3年暗恋已久的人表白，有人热情相拥，也有人落寞离场。青春是美好的，有青涩的爱情，有纯真的友谊。当气氛达到顶点，有的人甚至跑到舞台上，用歌声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歌声中表达了他们的不舍、爱慕、悲伤各种情绪。就在众人沉浸在这种离别的不舍中时，会场中突然传来一个人高呼：孟航，作为咱们学校的名人，也上去唱一首吧。其实他说的没错，从最开始的校花表白到后连击杀空阶强者，他可以说是3中风云人物。孟航此时也被会场的情绪感染，也没有推辞，大大方方地走到舞台。孟航，你要唱什么歌？我给你放伴奏。一个自愿当起幕后的同学开口问道。不必了，我自己弹吉他就行。孟航笑了笑，拿起了舞台上的一把吉他。前世的学生竞争激烈，家长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小便让他们学习各种才艺，孟航也不例外，一身才艺来到这里，一直没机会发挥，今天终于可以用到。给大家带来一首《同桌的你》，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能记住高中3年的友情。说罢，手指轻拨琴弦，简单的旋律响起，瞬间撩起在场众人，得到心弦。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爱哭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简单的吉他旋律，浅白的歌词，却正是暗藏了许多人心底的暗涌。与现在大多数充斥着商业味道的流行音乐不同，孟航低沉略带沧桑的诗情演绎，让整个宴会大厅都安静下来。众人沉浸在这悠扬的歌声中，久久无法自拔，还有的人甚至早已眼含泪水。同桌诺云呆呆地盯着舞台前的孟航，几滴晶莹的液体不自觉地流了下来。难道这首歌是为我唱的？这就是他的心意吗？当初拒绝林落雪就是因为我吗？我居然一点没有发现。傻瓜，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台下的林落雪此时呆呆地望着台上的孟航，眼神有些涣散。孟航那低沉的声音如叙事一般，缓缓将青春青涩的记忆缓缓唱出，唱进他的心底。他没有想到，孟航不但在实力方面不容小觑，在唱歌这方面也是如此有天赋。一曲终了，孟航微微鞠躬，便走下台去。直到歌曲结束，台下依然鸦雀无声，众人眼神迷茫，眼眶湿润，回忆着高中3年点点滴滴的生涯。啪啪啪，不知道是谁先缓过神来，断断续续地鼓起了掌声。声音一下子将其他人从回忆的思绪拽了回来，也开始拼命地鼓起掌。霎时间，整个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有的人偷偷擦掉自己眼中的眼泪，开口说道：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明明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没有绚烂的音乐，但却每一句都唱到我的心坎里。我好舍不得你们，大家以后不要忘了我。放心吧，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吴亚，我想告诉你，咱们3年的同桌，我一直喜欢你。原本还有些不好意思跟喜欢表白的人，被这首歌曲深深打动，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感情，大声地向自己喜欢的人表白。他不想遗憾终身，真的在数年后看着自己喜欢的人被别人穿上嫁衣。那名叫吴亚的女生满脸泪水，激动地说道：混蛋，你终于肯开口了，你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吗？随后两人也不顾还有外人在场，紧紧相拥在一起。林落雪，我喜欢你，跟我在一起吧。有个长相还算帅气的男生看见表白真的有作用，也鼓起勇气向林落雪表白。林落雪，我也喜欢你，我会尽我所能给你幸福的。另一个人看到居然有人和自己的女神表白，哪里甘心，也大声地喊了出来。有了这两个人的开头，那些暗恋林落雪的人也蠢蠢欲动，也加入表白大队中。霎时间，整个会场此起彼伏地喊着林落雪，我喜欢你。而罪魁祸首孟航一脸懵逼地看着眼前的场景，没想到自己的一首歌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时，有位小姑娘怯生生地来到孟航身边，吞吞吐吐地说道：孟航，刚才你唱歌的视频我录下来了，我可以给你发到网上吗？我相信凭借这首歌，你一定会火的。孟航想了想，感觉这事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就答应下来。听到孟航同意，他兴高采烈地跑开，拿出手机就把自己刚才的视频发到网络上。他有预感，这首歌一定会爆火网络。送别会一直开到下午，众人终于发泄完内心的不舍，才依依不舍地互相告别。
孟航也跟随着自己班的同学向自己的班主任道别，这期间自不必说，又是一番难舍难离的感人场面。经过这一番折腾，当孟航走出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而他还不知道的是，他的一首《同桌的你》已经在各个网平台上引起极大的轰动。这是什么神仙歌曲？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居然听得我热泪盈眶。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好怀念当初的青涩的光。听完这首歌曲，那些沉在心底的种种总会突然涌上心头，模糊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我感觉我青春的记忆在这首歌中被唤醒。唱歌的是那个男生是哪家公司的练习生吗？我突然对小鲜肉也不是那么反感了。这首歌我之前为什么没听过？难道是这个男生自己写的？有才有颜，现在的娱乐圈就缺这样的清流。夏怡忙碌了一天，终于回到自己的房子。她作为当代最红的女明星，影视歌3期全面发展，有着一大群忠实的粉丝，可以说是网上热搜的常客。只要她有一点活动，就会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今天是她第3本专辑发布的日子，她知道自己一定会登上热搜榜首。夏怡兴奋地打开手机，只是看到热搜的时候，面色一僵，一股无名的怒火从心头涌起。自己发专辑新闻居然只排第2，第1居然是一首从来没听说过的一首歌，叫什么《同桌的你》。夏怡不明白，以他现在的热度，为什么会有歌比自己还要火？压下心中的火气点了进去，他要看看到底是谁花了大价钱买了热搜，竟然能把自己压下去。点开视频，是一个穿着高中校服的帅气男生。当男生轻轻拨动琴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夏怡的心莫名其妙地颤动了一下。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简单的歌词，悠扬的旋律，不知不觉间将他那尘封已久的门渐渐打开。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当听到这里，夏怡摸了摸自己的面颊，不知何时他已经泪流满面。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看清了社会的黑暗，早已不再是那个青涩的少女。可是这首歌响起，却让他回想起了校园那美好的时光，还有那个美好的他。你还好吗？夏怡双眼迷茫，嘴里喃喃嘀咕道。他点开评论，在下面留下这样一段话：有谁认识这位少年？我想请这首歌的作者为我写一首歌。夏怡的评论如一块巨石投入湖水之中，溅起巨大的浪花。我靠，夏怡居然评论了，戴 V 是真人。没想到这首歌把夏怡的引来了。由于夏怡的评论，关于孟航的热度再次被推上另一个高潮。此时的孟航并不知道，他因一时兴起而火遍全网。回到家的他并没有着急修炼，而是为明天出城做着准备。去超市买了生活必备的矿泉水、食物等物品，加上自己的衣服、鞋等，一股脑地扔进空间之中。毕竟他也不知道会在城外待上几天，所以还是要做好万全之策。等他将行李都收拾好，又草草吃了一顿饭，时间已经将近8点，天色也已然暗了下来。听完校长的讲话，对他触动颇大。自从他觉醒以来，这些天不是在修炼，就是在与人战斗，没有一天好好休息。修炼讲究一张一弛，不是一味的修炼就是好事。所以他今天不准备修炼，养足精神，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明天。孟航坐在床上百无聊赖，突然发现自己不修炼，居然不知道干点什么。想了想，既然不知道干什么，不如出去溜达溜达。脱下校服，换上一套休闲衣服，便走下楼。他也没有打车或者坐公交，只是漫无目的的走着，看看四周的景色。云水城虽然只是一个3线城市，城市的繁华赶不上那些大城市，但是这里的绿化做的却是非常好。郁郁葱葱的公园与高楼大厦交织在一起，竟然别有一番滋味。孟航一边欣赏着周围的景色，一边向前走去。他并没有什么目的地，只是想单纯的向前走，等走累了就返航。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孟航被一曲动人的歌声吸引，不自觉地停下脚步。这是一个女生唱的歌，歌手的声音干净，沁人心脾，空灵。而与此相反的是，她的声音不但不显得柔弱，反而极具爆发力，这让孟航惊讶不已。抬头一看，居然是一家音乐酒吧，看来歌声的来源就是这里的驻场了。犹豫了一下，孟航还是没有压抑住这个歌手的好奇，抬步走了进去。这家轻酒吧并不是那种主打蹦迪的地方，所以环境不但没有嘈杂不已，反而特别的清雅。来这里的人都是下班后想缓解一下一天的疲惫，所以叫上3-5个好友一起来喝点酒，聊聊人生。孟航刚走进来，就发现酒吧里已经座无虚席，所有顾客都痴痴地看着台上唱歌的歌手，仿佛是被台上的妙人吸去了魂魄。我靠，有这么大的魅力吗？孟航暗暗感慨一声，也将目光投在台上唱歌的人身上。只见台上的女生肌肤胜雪，双目犹如一泓清水，顾盼之际自有一番清雅高华的气质，让人为之自摄，自惭形秽，不敢亵渎。尤其是一条紧身牛仔裤加上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将她那玲珑曲线展现无遗。孟航也被台上女生长相吸引了几秒钟。
只是他越看眉头皱得越紧，到最后变得极为古怪。怎么是他？自从白天听完孟航的歌曲，林落雪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倒不是因为一首歌就对孟航爱得不可自拔，而是因为他本身最大的爱好也是唱歌。没觉醒之前，他趁着假期的时间，背着家人在一间酒吧偷偷找了一份驻唱的兼职。林落雪的家境在云水城也是数一数二，所以并不是因为想赚钱才去打工，他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舞台唱歌给别人听。只是在他觉醒 SSS 级异能之后，不管是学校还是家人都对他充满了希望。这是一份期盼，但也是沉甸甸压力。林落雪不想辜负身边人的期盼，所以觉醒后他没日没夜的修炼，就连自己最大的爱好也都放弃。只是当他听完孟航的歌曲之后，对唱歌的那份热爱终于压抑不住，所以今晚便又来这里唱歌。正当林落雪沉浸在唱歌给他带来的喜悦之中时，余光瞥到门口走进来的人，声音不禁一顿，他怎么来这里了？好在他专业素质还算高，只是面色顿了顿便恢复正常，继续唱了起来。孟航没想到堂堂的大校花，觉醒 SSS 级的天才居然在酒吧驻场，所以先是面色古怪，随后是一脸的戏谑。他倒并没有因为这份工作而鄙视林落雪，只是单纯觉得有意思，也不急着离开，随便找了角落坐下，点了2瓶啤酒，慢慢欣赏他的歌声。听着他那悠扬的歌声，孟航不知不觉已经喝了4瓶啤酒，脑袋居然有些微微眩晕，也不知道是因为酒精太大，还是林落雪的声音太醉人。这个混蛋居然不走了！看见孟航没有走，反而是喝起酒，林落雪恨不得给他2拳。但是没办法，已经和酒吧老板说好了，今晚要唱上5首歌。而且林落雪也知道，这里很多人都是酒吧的常客，都是听说他又回来了，今晚特意赶过来的。如果就这么撂挑子，那不砸了这里老板的场子。所以硬着头皮，他终于将这5首歌全部唱完，然后急匆匆走下台，朝着孟航走去。孟航看见林落雪朝自己走来，微微一笑，抬起手就要打招呼。可是林落雪并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拽起他的胳膊就往酒店后门拉去。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怎么上来就对我动手动脚？等会我还没结账呢。李哥，他今晚的花销记我账上。林落雪喊完就继续拉着孟航向后门走去。孟航感受着胳膊上传来的力量，不禁暗暗咂舌，不愧是 SSS 级能力者，这不发动能力的情况下，力量居然如此之高。就在孟航暗自吃惊的时候，他不知道其实林落雪更加吃惊。什么情况？我境界可是达到了地阶，加上异能给我身体带来的属性加成，他居然能和我硬抗，这混蛋绝对是有事还瞒着我们。林落雪也不顾孟航的反抗，一直将他拽到酒吧后面的一个小巷之中，这才放下手。孟航装作楚楚可怜的小女生一般，双手捂胸，惊恐地看着林落雪。你把我拽到这里干什么？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乱来，我可喊非礼了。林落雪被他这副样子逗笑了，也配合着他装作凶狠的样子，狠狠说道：你叫吧，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说完这话，林落雪挥了挥他的小粉拳，向孟航警告道：我在酒吧驻场的事情你都有保密，要是让我知道你大嘴巴跟别人讲了，到时候别怪我。呵呵。虽然酒吧驻场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但是毕竟自己一个高中生来这种地方还是影响不好。听到林落雪是因为这事情把自己拽出来，孟航赶紧点了点头。他又不是什么大舌头，自然不会没事跟别人去说。林落雪看到他态度还算真诚，满意的点了点头。算你小子识相，走吧，有时间请你吃饭，就当感谢你为我保守秘密的事情了。这就让自己走了。孟航有点不愿意了，说道：刚才话都说到这一步了，你不对我干点啥，多多少少对我有点不尊重了。林落雪被孟航这不要脸的话说得俏脸通红，轻啐了一口。呸，流氓！看到林落雪娇羞的样子，不禁让孟航想逗逗她，所以装作神神秘秘的样子说道：我跟你说，我家有只会后空翻的猫，想不想去看看？林落雪睁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猫会红空翻？真的假的？难道你家那只猫是什么妖兽？孟航直接被他这天真的样子整得无话可说，没想到这小妮子还有这么反差萌的时候。好半晌，林落雪才反应过来，孟航这是骗自己去他家，用纤细的小手在孟航的胳膊上狠狠掐了一下，恶狠狠地威胁道：混蛋，你再这样调戏我，我真就对你不客气了。别忘了我可是 SSS 级能力者，就是你用上那个秘术，你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哎呦！一声痛呼，孟航连忙求饶。林女神说的对，我下次绝对不敢了。还敢有下次？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关系在这打闹中变得亲切了许多。嘿嘿，小情侣在这打情骂俏，羡煞旁人啊。今晚正好送你们2个一起上路，在黄泉路杀也有个伴。一个阴冷的声音突然响起，与此同时，巷子尽头的阴影中出现一个一身黑袍、看不清面貌的男人。孟航2人都感受到此人来者不善，面色一肃，大声质问：你是什么人？
无声老母，真空家乡，杀了我无声教的人，不会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吧？听到居然是无声教的人，林落雪向前踏出一步，将孟航护在后面。孟航，你别出手，你的秘术副作用太大，我出手就够了。小子艳福不浅，这样的美人居然都站出来保护你，也不知道你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不过你们也不用争，你们俩今晚谁也跑不掉。说罢，右手一挥，破风之声乍起，一道风刃向着二人袭来。感受着风刃的威力，林落雪的面色又是一肃。空间能力者，不敢大意，他身后空间扭曲，一头浑身欲火的凤凰从其中飞出。凤凰！黑袍人一声惊呼，就连林落雪身后的孟航也是咂舌不已。不愧是 SSS 级召唤系异能，这上来就召唤传说中的神兽。厉！虚空中飞出的火凤一声尖利的鸣叫，嘴中一团炽热的火焰瞬间凝聚，直冲那道锋刃。轰！两道狂霸的能量半空中相撞，产生巨大的能量，直接将周围的建筑掀翻，只剩一片空地，就连旁边的酒馆也没有幸免于难。看到这一幕，林落雪虽然心有愧疚，但是并没有说什么。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没有时间让他去想其他。嘿嘿，不愧是觉醒 SSS 级的天才，居然能挡下我这一击。不过杀死了这种顶尖天才才是最有成就感的。说罢，右手向前一劈，一道比之前要大了数倍的锋刃凝聚，其中蕴含的狂暴能量让林落雪心惊不已。空阶后期，孟航快跑，我接不住。作为地阶初阶的能力者，林落雪有自信凭借自己 SSS 级异能可以与之一战，甚至打败他。但是黑袍人既然是空阶后期的能力者，这就不是单靠异能就能弥补的。此时的林落雪虽然想躲，但是奈何巨大锋刃的速度太快，竟然瞬间就来到他的身前。这就要死了吗？眼见自己已经躲不开，林落雪面露绝望之色。唉，就在这时，林落雪突然听见身后传出一声轻叹，随后竟然发现自己身边的空间居然开始扭曲。什么情况？他只觉得眼睛一花，在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陌生的空间之中。随后又是眼睛一花，自己竟然莫名其妙地站在了孟航的身后，而那道巨大的锋刃居然在他们的身后，巨大的威力直接将身后地面切出一条10几米的沟壑。此时孟航赤红的双眼中有一道血泪缓缓流下，正是发动神威，将林落雪传送到异空间中，才救了他一命。本来他不想过早暴露，但是又不能见死不救。面色苍白的孟航拿出一只回神叶喝下，脸色这才有所好转。他没有想到将这个人传送到异空间之中，消耗如此之大，直接消耗了他2/3的精神力。至于万花筒写轮眼给他带来的伤害，因为只是第一次使用，所以副作用还不算明显。林落雪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孟航，眼中尽是感激与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刚才还需要自己保护的人，现在居然救了自己一命。孟航，刚才是你救了我。孟航并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等解决了无声教的余孽再跟你解释。此时的黑袍人震惊地站在原地，眼中满是震撼。小畜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还能发动空间异能？作为被传送走的当事人，林落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黑袍人可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整个过程。面色恢复的孟航渐渐地看着黑袍人说道，你过来抓我啊，你能抓住我，我就嘿嘿嘿。他身后的林落雪脑门一条黑线闪过，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正经点？本来闲庭信步的黑袍人此时终于不再淡定，大喝一声，老六动手，这小畜生有古怪。话音刚落，林落雪的身边竟然凭空出现一道人影，手持一把短刃，直接向他的脖颈刺去。竟然是一个变化系的能力者，天生的杀手，在二人身边潜伏多时，就为了这必杀的一刻。小心！孟航面色大变，直接开启8门遁甲第3门，速度暴增，瞬间来到林落雪身边，用力一推，直接将他推了出去。倒飞出去的林落雪却看到原本自己所站的地方被孟航所取代，而本应该划破自己喉咙的匕首却径直刺在了孟航的脖颈上。孟航！半空中，林落雪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眼中的泪水狂涌而出。他居然为了救我，甘愿硬接那一刀。此时林落雪的脑海里徘徊这句话，内心产生了一丝悸动。扑通一声，林落雪狠狠地摔到废墟之上，溅起一阵灰尘。空阶强者的全力一击，而且瞄准的是孟航致命部位，孟航断无生还的可能。顾不上已经破乱不堪的白色衬衫，他连忙起身就要上前与无声教的那2人拼命为孟航报仇，就算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唉，只是当他目光投向孟航所站的位置上时，不禁脚步一停，有点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只见孟航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手持一把通体紫色的长刀，而反观刚才偷袭的人，身体已经被砍成2半，血淋淋地倒在孟航的脚旁。而黑袍人站在不远处，眼中尽是惊恐。这又是什么情况？林落雪感觉脑子有点不够用，
孟航今晚带给他太多不可思议，以至于让他都有些麻木画面回到林落雪倒地的时刻。无声教的这个杀手拥有的是类似变色龙一样的能力，能将自己变成周围环境的颜色，并与之合二为一，让人无法察觉。这个杀手没想到孟航的反应如此迅速，竟然在如此近的距离将林落雪推开，让自己失手。好在这两个杀谁都是杀，杀手讲究的是一击必杀。看着近在咫尺的孟航，杀手狰狞一笑，匕首一转，直接刺在了孟航的颈部动脉。就在匕首刺进孟航脖颈时，杀手病态一笑，深深吸吮着，期待鲜血迸溅到自己脸上的那种快感。可是下一刻，匕首透体而过，却没有刀身刺入肉体的阻塞感，这不禁让杀手脑子微微一滞。你 TM 个老六，真对得起你这个名字？孟航心中大怒，他居然没察觉到自己身边居然还一直潜伏着一个人，这让他后怕不已。魔刀千刃瞬间出现在手中，趁这个老六愣神的片刻，一刀斩下。杀手老六仅仅是愣了不到1秒钟，劈来的刀光让他头皮发麻，一股死亡的威胁扑面而来。但老六不愧是空阶高手，久经暗杀的杀手瞬间便反应过来，抬起匕首进行格挡。噗嗤，鲜血四溅。孟航手中那把紫色长刀在碰触匕首的地方竟然碎出一道缺口，但是整个刀身居然诡异的没有两半，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样子，一刀砍在老六身上。灌注精神力的千刃锋利无比，竟然直接将老六的身子一分为二。我去，这么强！孟航也没有想到这把刀居然如此锋利，一刀便解决了空阶后期的高手。他没有骄傲，知道这次交手胜在自己的能力诡异，打得这个杀手措手不及。两人的战斗说来话长，但其实仅仅只有数秒钟的时间，快得连黑袍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的同伴已经魂归西天。小畜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你那把刀又是什么鬼？你玩不起，你开挂！黑袍人歇斯底里的大声喝问着，想以这种方式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本来舵主派他们2个空阶后期的高手来对付2个高中生，其中一个还是以暗杀为生的杀手，他们2个刚开始还有点愤愤不平，感觉自己大材小用。但是谁能想到，这个小怪物能力居然如此诡异，这让他心中生出了几分恐慌。锋刃乱舞，黑袍人凝聚全身精神力，使出自己的压箱底绝招，无数道锋刃呼啸而过，所过之处无一例外尽皆化为粉碎，并继续向着孟航冲去。轰轰轰，密密麻麻的锋刃仿若不要钱一般劈在孟航站立之处。霎时间飞沙走石，烟尘四起，将孟航的身子笼罩在烟雾之内，看不清身影。看到孟航居然站在原地不躲，黑袍人不禁面露狂喜之色，狂笑道：不自量力的小畜生，我这一招就是普通的羽阶高手都要避其锋芒，你居然敢拿身子硬接，不知死活！你说啥？刚才太吵，没听清。烟雾中传来一声淡淡的声音，随后烟雾渐渐消散，露出里面的身影。只见以孟航为中心的10米内，地面竟然下陷了将近5米，而站在坑中心的孟航居然毫发无损，就连衣服都没有一丝破损。黑袍人的笑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未知的恐惧，额头冷汗直流，竟然一句话不说，转头就跑。他要去告诉舵主 SSS 级的林落雪不是无声教最大的威胁，而是眼前这个孟航。黑袍人的速度极快，几个闪身就冲出去几十米。虽然孟航的能力诡异，但是他不相信那个小怪物就速度方面能追上自己堂堂空阶后期能力者。小畜生，你等着，你的死期不远了，到时候你将和整个云水城一起被祭献给无声老母。逃跑还这么聒噪！孟航从深坑中跳出来，捅了捅耳朵，一脸的淡然，并没有起身要追的意思。跑？你跑得了吗？我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神威！万花筒写轮眼发动，孟航左眼焦距凝聚在远处黑袍人脑袋，空间一阵扭曲，砰！只见远处还在高速移动的黑袍人脑袋居然忽然不见，鲜血如同喷泉一般从脖子的断口处喷涌而出。黑袍人的身子由于惯性又向前跑了几步，随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再无声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解决无声教2人之后，孟航脸色苍白，脚下踉跄，连忙将能力收回，心疼的从空间中又拿出一只回神液喝下，脸色才渐渐好转。神威发动实在太过消耗精神力，每一次开启空间将别人送进异空间，都会直接将自己的精神力消耗一空。看来以后得多准备点回神液了。随后他眼睛一亮，想到了什么。孟航先是来到那个叫老六的身边，毫不客气地将他右手的空间戒指取了下来，然后将掉落在一边的匕首捡起来，也同样放到空间戒指中。这把匕首明眼人一看就是把灵器，孟航自然不会放过。随后又屁颠屁颠跑出几十米，将黑袍的空间戒指收起，才来到林落雪身前。这时的林落雪还没有从巨大的震惊中缓过神来，直勾勾地看着孟航。孟航用手在他的眼前晃了晃，说道：
虽然我长得帅，但是不用这么看我吧。你要是实在看不够，我也可以勉为其难的跟你回家，让你一次性看个够。林落雪没有在意孟航的调侃，机械的伸出手，在孟航胳膊上狠狠一掐。嗷！一声惨叫，痛得孟航向后跳出几米远。林落雪，你是不是疯了？老子刚刚才救了你，你这反过来居然掐我！你这是卸磨杀驴。不对，我这不是骂自己是驴吗？林落雪，你过河拆桥！孟航大声斥责道。这时的林落雪眼神中渐渐有了神采，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他知道疼，那就不是在做梦。嘶，那要不是做梦，怎么感觉更让人难以相信？随后林落雪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比震惊地看着孟航。孟航，你从实招来，你到底觉醒的是什么异能？这个说来话长，你听我长话短说。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轰轰！就在孟航还在思考要怎么搪塞过去的时候，远处传来几声轰鸣，将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这时他们才发现，不光是自己附近的区域化成一片废墟，放眼望去，云水城的各处都不时有火光冲天。林落雪面色大变，惊呼道：这是无声教大举攻城了，他们疯了不成？孟航发现轰鸣声最大的地方居然是天空，不禁抬头望去。轰轰轰！轰鸣声不绝于耳，但是孟航只能看到漆黑的天空中不时有能力对撞产生的光芒，但就是看不到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写轮眼。出于好奇，孟航发动写轮眼，再次凝视天空。凭借写轮眼强大的动态视力，他终于看见天空中两人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相互进攻着，而那时出现的能量光芒就是二人对撞时产生的余波。思感受着二人的强大，孟航不禁倒吸了口气。不用想也知道，这二人必定是羽阶以上的强者。羽阶强者恐怖如斯，当二人又一次对撞之后，终于分开，凌空而立，相互对峙。其中一人身材肥胖，却拿着一把细长长剑，孟航一眼便看出此人正是云水城城主赵散庞，而另一人是一个面无白须、一脸阴柔的年轻人。年轻人身材瘦弱，却拿着一把巨大的长刀。孟航差点认为这二人是在战斗中拿错了对方的武器。赵散庞看着下面火光冲天，不禁冷笑一声：无声教的孽障，没想到你们真敢攻打云水城，今天定让你们有去无回。此时的裘广脸色却有些难看，虽然外表看来二人是实力在伯仲之间，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实力要比找个赵肥猪弱上一筹。嘿嘿，赵胖子，不要光说大话，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好，好，好，裘广，咱们之间的仇怨就在今天做个了断吧。开天！赵散庞大喝一声，手中长剑迸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一剑挥出，剑气带着毁天灭地之势，仿佛真要一剑展开天门一般，向裘广斩去。感受着这强横霸道一剑，裘广也是凝重无比，不敢有丝毫大意。只见他浑身精神力流动，全身上下的肌肉一块块膨胀，转眼便从一个消瘦青年变成一个3米高的巨汉。裘广双手紧握巨刀，一刀砍出，断魂。刀芒同样裹挟着万钧之力，迎向冲来的剑芒。刀芒与剑芒在空中相遇，瞬间产生巨大的光芒，将整个天空都短时间照亮。余波向四周扩散，就连与二人相隔甚远的孟航衣服都被这股能量吹得猎猎作响。下一秒，刀光消散，而剑芒裹挟着残存的余威，继续向裘广斩去。裘广面色大变，连忙举刀便挡。噗！一口鲜血喷出，他如炮弹一般从高空急速下落，狠狠砸在地面的废墟之中。咳！裘广躺在废墟之中，又不受控制地咳出2口血，看着天空俯视自己的赵散庞，眼睛中却诡异地露出一丝狡黠。他调动最后为数不多的精神力于胸腔，大声喊出：时辰已到，起阵！裘广的声音震耳欲聋，如梵音一般，竟然回荡这个云水市。呜呜呜！他的话音刚落，如鬼啸之声凭空响起。云水城的四周无数黑雾出现，将整个云水城笼罩其中。见到此景的赵散庞面色大变，额头青筋暴起。万鬼炼血阵！裘广，你居然想将整个云水城数百万的百姓全都炼化，你不怕遭天谴吗？裘广面对他的质问确实毫不在意。我无声教只认无声老母，从来不相信什么天谴。老子平生杀人无数，到了今天老子不还活得好好的，那今天我就替天行道。说罢，赵散庞一剑向裘广斩来。见到攻来的赵散庞，裘广终于面色巨变，大声喊道：赤血妖王，此时不出现还等什么？真要等我死了你才肯出手？嘿嘿嘿，本王怎么会舍得让你死呢？我还等着你将赤血丸献上来呢。此话一出，包括赵散庞在内的所有云水城百姓都感受到一股无名的威压，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话音刚落，
原本就已经漆黑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就在这乌云中出现2束血红色光芒，仿佛是一对血月。下方不管是无上教的人还是云水城的人，都是停下手中的动作，呆呆地盯着天空。天空那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一对血月？异象出现，必定是大凶之兆啊！有人惊呼道。可就在人们没弄清头顶的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一颗硕大的舌头从云层中探了出来，冷冷俯视下方。而那一对血月竟然只是巨蟒的一对眼睛。妖兽，妖兽入侵了！众人面色大变，惊恐地呼喊着，四下奔逃。整个城市都弥漫在恐慌的氛围中。这么多年，云水城也不是没有经历过妖兽攻城，就是兽潮也经历过1-2次，但是不管是哪一次，都没有这次给云水城的带来压迫感巨大。妖蟒数十丈的体型在云层中若隐若现，仿若正值云不雨的真龙。可惜它不是来降雨的祥瑞，而是收割云水城百姓性命的恶魔。探出头的巨蟒张开它那血盆大口，一股巨大的吸力从天空中产生，地面开始飞沙走石，仿佛台风一般，将树木连根拔起，飞向天空。无数人也被这巨力吸引地向天空飘去，有的人死死抓住身边的建筑物，企图抵抗这股力量，可惜毫无用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建筑物一起被吸入空中。赤血妖王的巨口就如无底黑洞，来者不拒，将所有东西都吸入口中。仅仅这一口，就将近把数百人吸进口中。高阶妖兽对人类的威胁由此可见，只是仅仅一个呼吸，就损失掉如此多的性命。看到这一幕的赵散庞双目赤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对着天空喊道：你是当年那条赤血妖蟒，你居然还敢出来！你不怕武王一刀把你这条畜生宰了吗？吞掉数百条性命的赤血妖王满意的打了个饱嗝，将身子全部探出，缓缓降落到地面。这时人们才清楚地看见，这条妖蟒身长数十米，有10几层楼那么高。落到地面的赤血妖蟒仅仅是摆了下尾巴，附近的高楼大厦顷刻间倒塌，化成一片废墟。建筑附近的人拼命向外四处奔逃，可是还是有无数人被巨石砸死。诡异的是，所有死去的人血液并没有渗入地面，而是被一股力量牵引汇入空中，形成一颗猩红的血珠。天空中黑雾弥漫，万鬼嘶鸣，地面破败不堪，尸横遍野。整个云水市在此时仿佛变成了修罗地狱。赵散庞目眦欲裂，看着自己守护的城市竟然变成了如此景象，他的心在滴血。孽畜，死来！虽然赵散庞已经看出眼前的赤血妖蟒已经是5阶妖兽，但他依然没有丝毫畏惧。此时的赵胖子身上猥琐的气势荡然无存，反而显露出一股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势。赵散庞一个闪身便来到赤血妖王身边，精神力灌入长剑之中，径直刺向妖蟒的身体。赤血妖王看着如蝼蚁一般的人类，一双三角眼中尽是嘲讽。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自己堂堂5阶大妖，岂是一个与阶能力者可以比拟的？叮！下一秒，金铁蛟鸣声响起。赵散庞惊骇地发现，自己这一直无往不利的灵气斩在妖蟒的鳞片上，只是溅起几丝火花，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蝼蚁就是蝼蚁。赤血妖王冷笑一声，巨大的尾巴裹挟着排山倒海的气势向他拍来。感受着这毁天灭地的一击，赵散庞不敢应接，身形连闪，堪堪躲过这一击。轰！这一尾巴砸下，整个地面都开始晃动起来。赵散庞不敢想象，这一击要是砸在自己身上会怎么样。从储物空间中拿出几只回神液，要是以他平常吝啬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用，但是现在却像是不要钱一般，直接灌到嘴里。开天！躲过赤血妖王这一击的赵散庞知道，凭普通手段无法伤到他，所以直接使出自己最强手段。一道剑光斩出，剑气肆虐，划破空间，斩在赤血妖王巨大身上。扑哧，鲜血飞溅，赤血妖王那坚固的鳞甲瞬间被切开一条巨大的豁口，鲜血止不住的向外涌出。蝼蚁，你找死！他没想到自己5阶大妖居然会被一个羽阶人类斩伤，心中不禁大怒。嗷！一声愤怒的咆哮，音波直接化为一道道波浪四散出去。啊！砰！砰！听到这声咆哮，无数百姓双手紧紧捂住耳朵，痛苦地跪在地上。可是这依然抵挡不住音波那巨大的威力，头颅一颗颗炸开，死去的人血液全都汇聚到空中那颗血红色珠子中，使它颜色更加鲜艳。赤血妖王阴冷地看着赵散庞，嘴中突然一道乌光闪过，瞬间来到赵散庞的身前，向他的心脏冲去。这道乌光来得实在太快，当他发现这道乌光的时候，已经在来到他的身边，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这就要死了吗？我对不起云水城的百姓。生死间，他的眼角有一滴泪水划过，不是因为马上丢掉性命而恐惧，而是没有保护好云水城这上百万百姓而愧疚。神威！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一个淡淡的声音。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一个少年的身边，而刚才自己站立的地方已经被一股毒液腐蚀出一个深不见底的深坑，里面还有袅袅紫烟向外弥漫着。赵散庞不禁摸了摸额头的冷汗，心中后怕不已。与此同时，他暗暗震惊眼前这个少年的实力，能在5阶妖兽的手里将自己如此轻易救出来，看情况此人还是拥有极其罕见的空间异能。他不禁回想，云水城什么时候出现这么1号不得了的人物了？但是由于天色昏暗，他也看不清眼前人的具体长相，只能拱拱手说道：大恩不言谢，我赵散庞对今日小兄弟的救命之恩永远记在心中。没事，以后记得给我个10万20万颗金核作为补偿就行。听到这个懒散的声音，赵散庞长大了嘴巴，眼睛都快瞪了出来，不可置信大的喊道：孟航！孟强此时也是极其无奈，看到如此恐怖的妖兽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跑，有多远跑多远。这个境界的妖兽已经不是他一个地阶的小垃圾可以抗衡的了。什么？用神威？就他现在能做到的，扭曲空间范围打在赤血妖王的身上，不亚于用扣耳勺在自己身体上扣下块肉。孟航估计就是不间断使用神威，自己眼睛瞎了，也就是让对方感觉到疼。至于须佐能乎，他感觉如果真的使用出这招，对付那头妖蟒倒是不在话下。但是就凭他现在这可怜的精神力，只要他敢用，他就能给赤血妖蟒表演一个大呲花。至于怎么呲，当然是脑袋炸开那么呲。叮，系统开启，帮助赵散庞猎杀赤血妖王，成功，奖励宿主夺命13刀，失败，收回宿主万花筒血轮眼双神威。刚准备逃跑的孟航身子一顿，脸上阴沉的都快能滴出水来。系统，你 XXXXXX！ 孟航上来就是一套国粹，把系统的祖宗18代都给骂了一遍。虽然也不知道这个系统有没有祖宗霸王条款，赤裸裸的霸王条款，自己一个地阶能力者去参与人家高阶能力者的战斗。孟航严重怀疑自己身上这2两肉够不够赤血妖蟒塞牙缝的。老铁你别着急啊，我还没说完呢。没理会孟航的谩骂，系统不慌不忙地说道：鉴于你与妖蟒差距过大，现在本系统促销大甩卖，不要9998，不要998，现在只要98，只要98，6道之力体验卡带回家，98点杀戮值，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让你体验一次无敌的感觉。卧槽，这也行？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听着系统这激情澎湃的推销，孟航双眼呆滞，再一次被这奇葩系统给征服。查了下自己杀戮积分，正好100点，这还是刚才击杀那2个无声叫空间能力者获得的。筒子哥，我真的是栓 Q， 你居然还给我留了2点杀戮点。孟航欲哭无泪说道。别看他表面心疼这点杀戮值，其实内心早就乐开了花。那可是6道啊，只要获得6道之力，他有信心发动须佐能乎。做怀宝山却不能花是什么体验？孟航早就心痒难耐，这回终于可以提前感受一下了。他不再犹豫，立即接受了系统的诱惑。落雪，你先回家，我去帮赵城主。什么？你要去帮城主？林落雪听到孟航的话，顿时花容失色，连忙劝道：你是不是疯了？我承认你现在很强，1敌2还能秒杀2个空间能力者，但是那里的战斗已经不是咱们这个层次能够参与的了，那可是5阶的妖兽。看着林落雪焦急的样子，孟航心中苦笑，你当我不知道啊？谁叫老子摊上了这么个不靠谱的系统？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表面上却表现出一副深明大义的样子，眼神环顾了一圈大部分已经变成废墟的云水城，眼里尽是忧伤。云水城养育了18年，现在却被妖兽毁成这个样子，我却无能为力，我的心充满愧疚。大丈夫生于天地间，有所为有所不为，既然今天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我就要贡献我微薄的能力与妖兽死战到底，哪怕牺牲我的生命。孟航这一段大义凛然的言语，直接将林落雪感动得眼眶含泪。孟航，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一个无私高尚的人，和你比起来，我还是差了太多。脸皮堪比城墙的孟航被林落雪夸得有些沾沾自喜，但是脸上依然无比凝重。我的目标是做一个高尚的人，无私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系统的声音在孟航的脑海里响起。孟航，你是真狗，你敢不敢再不要脸点？狗，尼玛，没想到你也是我族的佼佼者，我不及你多也。林落雪听完他这番话，银牙轻咬，下定决心说道：我陪你一起去。孟航赶紧摆摆手打断林落雪的话：别大姐，你去真的就是去送死。刚才你也看见了，我觉醒了空间异能，就算打不过我还能跑，你去了我还得顾及你。林落雪憋着小嘴，无比委屈，自己好歹也是 SSS 级的天才，怎么被孟航说的这么一无是处？但是仔细想来，他说的也确实没毛病，自己去了确实只能给他带来麻烦。那好吧，你一定要小心。顿了顿，林落雪仿佛下了很大决心，才继续开口说道：只要你能活着回来，我答应给你一个小惊喜。
什么惊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孟航也没再过多纠结，直接开启八门遁甲，全力向赵散庞与赤血妖王战斗的地方赶去。望着孟航的背影，林落雪眼中尽是不舍。一定要回来啊！今晚的一幕幕在他脑海中回放。孟航不顾自己的危险，将自己推开。他站在他的身前，挺拔的背影让他心安不已。不知不觉间，林落雪的那颗芳心竟然悄悄向孟航敞开了大门。孟航这一路行来，脸色变得无比阴沉。道路两旁尽是被建筑物掉落砸死，还有被赤血妖王一嗓子震碎脑袋的尸体。有男人跪在地上悲痛地喊着妻子的名字，有孩子在废墟中无助地寻找自己的爸爸妈妈。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幕，仿若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孟航的心脏。你该死！孟航眼中迸发出无尽的杀意，速度又是暴增，继续赶路。当他赶到一人一妖兽战斗的地方的时候，正好看见乌光袭向赵散庞的那一幕。万花筒血轮眼开，神威！来不及多想，孟航视线直接凝聚在赵散庞的身上，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将他传送到自己身旁。赵散庞看见来人居然是孟航，先是微微一怔，随后脸色大变。臭小子，你来干什么？我拖住他，你赶紧走。虽然孟航空间异能着实让他吃了一惊，但正因如此，他更不能让孟航以身犯险。如此天才陨落于此，他心中更是过意不去。没有管赵散庞，孟航看着远处庞然大物，冷冷说道：小泥鳅，你找死！小泥鳅！一旁的赵散庞像是看怪物一般看着孟航，打死他也都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敢叫五阶妖王小泥鳅。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狂了吗？赵散庞不合时宜地想到，他实在想不出谁给孟航的底气敢说出这话。如果系统知道现在赵散庞心中所想，一定会自豪地说道：老子给的！赵散庞连忙上前捂住孟航的嘴，生怕他再说出什么话刺激到赤血妖王。他倒不是怕孟航惹怒赤血妖王而连累自己，而是怕他愤怒一击自己挡不住，孟航最后没来得及跑，也交代在这孟航这一代人的鲜血应该洒在前线战场上，而不是这里。赤血妖王也被孟航这淡淡的一句话弄得一脸懵逼。我五阶大妖，身长数十米，你一个1.8米的蝼蚁叫我小泥鳅，谁给你的自信？他被孟航淡定的气场震慑得有点不自信，怀疑云水城隐藏了一位环阶以上的高手，不然他凭什么敢这么说自己？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真的是环阶以上高手，自己转身就跑。当年都能从那位手里逃掉，他对自己的逃跑功夫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是当他用5阶妖兽庞大的精神力覆盖孟航的时候，表情顿时精彩无比。那你地阶？赤血妖王严重怀疑自己看错了，再一次用精神力查看，还是地阶。这回他无比确认自己没有看错。赤血妖王笑了，怒极而笑。小泥鳅，多少年没有人敢这么叫自己了。记得上一次有人这么叫自己的还是那个疯子，当年他被那个疯子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那个人也在他后面叫自己小泥鳅，但是他那时候不敢还嘴，只是如丧家犬，不对，丧家蛇一般拼命逃跑。那个疯子叫我小泥鳅，我没办法反驳。你一个地阶的垃圾，凭什么？一股压抑多年的屈辱愤怒被孟航这一句话全部给勾了出来。你才是蝼蚁，你全家都是蝼蚁，给本王死来！赤血妖王眼中红光大盛，张开血盆大口向着孟航扑来，他要以最原始的方式碾死这个敢叫自己泥鳅的混蛋。腥风扑面，赵散庞面色大变，就要伸手拽着孟航逃离。童子哥兑换6道之力。好嘞，老铁！刹那间，一股磅礴的力量充斥整个身体，瞬间从孟航身上出现一股无与伦比的气势，平地上无风自起，向四周刮去。本来想伸手抓住孟航的赵散庞，直接被一股巨力撞得倒飞出去10几米，重重摔在地上。感受着孟航身上传来的威压，赵散庞无比的震惊。这他娘的哪是地阶该有的威压？什么情况？这小子之前都在扮猪吃老虎。这还不算完，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来，接下来的一幕如在他头顶响起一道炸雷，震得他头皮发麻。有了6道之力的支撑，孟航的精神力瞬间翻了无数倍，他的精神力世界直接出现一片汪洋大海。孟航周身散发出淡蓝色火焰，火焰迅速勾勒出一个巨大的骷髅形态。这还不算完，骷髅的身形在继续膨胀，体外也开始生出湛蓝色血肉，到了最后变成一个身高近100米、身披铠甲、后生双翼的大天狗。与身高100米的完全体须佐能乎相比，几十米的赤血妖王真如一条泥鳅一般。我尼玛妈了，彻底妈了！赵散庞肥胖的脸蛋涨得通红，眼珠子瞪得溜圆，嘴巴张得好大，连头发也因为震惊根根站立。这是什么异能？这是什么操作？法相天地！
究竟什么境界的能力者能施展出如此巨大的法相天地？须佐能乎的出现震惊了整个云水市，原本还在逃跑哭泣的百姓都呆呆地抬头仰望那巨大的身影，不明白怎么又出来一个庞然大物。正往家中赶的林落雪也注意到了此异象，不禁露出惊骇之色。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感觉，这个巨人跟孟航有关。甩了甩脑袋，强行把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压下去。怎么可能呢？这种非凡的存在怎么可能是孟航能施展出来的呢？孟航看着周身的淡蓝色火焰，感受着身体内源源不断迸发出来的能量，心中惊骇不已。不愧是完全体的须佐能乎，逼格就是高。随后孟航看着下方正瑟瑟发抖的赤血妖王，眼中尽是嘲讽之色。怎么，叫你小泥鳅你不愿意？此时的赤血妖王也妈了，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变化得如此之快。明明就是一个地阶的蝼蚁，怎么转眼间就成为他仰视的存在？听到孟航的问话，他那狰狞的面孔上居然露出拟人化的谄媚。大丈夫，不对，大妖王能屈能伸，性命保住了再说别的。可以，您说的对，我就是一条小泥鳅。您要是觉得不满意，小的还能再小点。说完，赤月妖王的身子真的又缩小了几分。下方的赵散旁眼神迷茫地听着一人一兽的对话，心中奔腾过无数草泥马。喂，你是五阶大妖好不好？你身为妖王的气概呢？你敢不敢要点脸？孟航也被他这不要脸的样子弄得无语，他觉得自己已经够不要脸了，没想到这条妖蟒比他还不要脸。就在这时，赤月妖蟒三角眼中寒光一闪，他可不相信就因为自己服软，孟航就会饶了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就能一笑而过。先下手为强，无数淡紫色能量在他口中汇聚，形成一个巨大的紫色圆球。给脸不要脸！孟航冷哼一声，须佐能乎手中出现一把手里剑，向着赤血妖王甩去。神威手里剑！就在紫色能量球凝聚完成之时，手里剑也已经来到妖蟒身前。手里剑击中妖蟒的同时，其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竟然将能量球连带着赤月妖王的头颅转移得无影无踪。噗嗤，粗大的血柱喷涌而出，直冲天际，化作血雨落到地面。扑通，失去力量支撑的妖蟒尸体重重压在地面，溅起数丈高的烟尘。五阶妖王相当于环阶大能，竟然就这样被孟航秒杀。此时的孟航控制着大天狗形态的须佐能乎漂浮在空中，真如同天上降魔种，人间太岁神。这个须佐能乎牛逼！裘广躲在不远处的角落里，感觉自己在做梦。五阶妖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死了。做梦，一定是在做梦。他喃喃低语着，眼睛里全是惊恐。跑，得赶紧跑！此时裘广哪还有之前的意气风发，如丧家之犬一般想要偷偷溜走。可惜他的举动还是被赵散旁发现，顿时怒不可遏。畜生，你还想跑？无声教勾结妖兽屠杀百姓，今天你们必死无疑，一个都逃不了。说罢，长剑直指裘广的咽喉。此时的裘广早已经被100米高的须佐能乎吓得亡魂皆冒，再也没有反抗的心思，只是一味的想要逃跑，根本不敢应接赵散旁这一击。孟航站在胡佐能乎的脑袋处，还在细细感受6道之力给他带来的强大。他有些遗憾，这次只是体验一次，要是真的拥有6道之力，那他真就可以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嘎嘎乱杀。赵散旁这边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看到赵散旁的长剑马上刺到裘广时，心中一动。从开始两人在天上交手就能看出，这个无声教的人最起码也是和赵散旁是一个级别的高手与阶强者。这说明了什么？积分，这可是一大笔杀戮积分。孟航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近在咫尺的积分就这么从自己手中溜走？抢人头什么的，他是最擅长的了。神威！下一刻，裘广无头的身体倒在地上，再无声息。赵散旁倒吸口冷气，虽然不是他的脑袋被扭掉，但是他还是从心底压抑不住的往上直冒凉气。他当然能猜到扭断裘广脑袋的是孟航，但孟航的这个能力着实太诡异。赵散旁设身处地的想了一想，如果是他遇到这一招，他也没有自信能躲开。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路？嘿嘿，积分到手。就在孟航还在窃喜的时候，他只感觉身上一阵空虚，6道之力体验时间竟然在这个时候消失。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了6道之力庞大精神力的支撑，续作能乎形态也瞬间消散。这就完事了。孟航大惊，从发动6道之力到解决赤血妖王，来来回回也就几分钟，自己的100积分就能使用这么短时间。随后他只觉脚下一空，身子瞬间下落。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是身在100米高空，现在没了须佐能乎，这掉下去还不得摔成肉酱。神威！孟航连忙发动神威，想将自己传送到异空间。可是他无奈地发现，虽然使用了6道之力，但这场战斗
还是把自己的精神力消耗一空，根本不足以让他开启异空间，把自己传送过去。系统，你大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兑换6道之力时间这么短，让我有所准备？你故意坑老子是不是？8万！砰！系统不慌不忙的声音从孟航脑袋里响起。打麻将？你 TM 一个系统在跟谁打麻将呢？急速下坠的孟航心中奔腾过无数草泥马。我说铁子，98点杀戮积分，你想体验多长时间？我这已经很良心了好不好？果然便宜没好货，孟航心中怒骂。老铁，赶紧赚积分吧，你这点积分都不够我一局麻将输的。什么？你用我的杀戮积分打麻将？这回孟航真的惊了，感觉自己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系统也发现自己说漏了嘴，任凭孟航再怎么问也没有出声。孟航的身子还在急速下落，奈何他境界还没有到羽阶，不能凌空飞行。羽阶，凌空飞行。孟航眼睛一亮，朝着赵散庞大声喊道：城主救命，我不会飞啊！赵散庞一脸迷茫地盯着下坠中的孟航，嘴角不停抽搐。你刚把一个5阶大妖给秒了，上一秒还秒了一个羽阶强者，你现在告诉我你不会飞？你都不会飞，那我应该会吗？我觉得我更不配会飞翔，是这么想。但是赵散庞可是一点不敢耽误，这要是真摔死了这位大高手，自己可就成千古罪人了。一步踏出，身子凌空而起，眨眼间便来到孟航身边，抓住他的胳膊缓缓落地。当赵散庞将他放到地上的时候，孟航直接如死狗一般瘫软在地。城主，我精神力严重透支，快给我来2瓶回神液。赵散庞一听他这话，绿豆般小眼睛顿时贼溜溜地转了起来。我前2天不是刚送你10瓶吗？你先拿出来用，我的已经在刚才的战斗中用光了。什么玩意？孟航顿时大怒，声调都提高了几分。我信你个鬼！你堂堂一城之主，还差点回神液？怎么不差？就算我是城主，那回神液也得我在天府商行花钱自己买啊！赵散庞可怜巴巴地回道。一听这话，孟航的气更不打一处来。感情这个赵三胖不是没有回神液，而是心疼自己的钱。我说老赵啊，你这也太不讲究了。我好歹刚才也救了你一条命，又帮助云水城灭了一头5阶大妖，你现在就这么对我？赵散庞被他这话对得没脾气，只能心疼的从储物空间中拿出2回神液递给孟航。好家伙，我要2瓶，你真就给我2瓶？孟航心中大骂这个铁公鸡一毛不拔，然后毫不犹豫的将1瓶放到自己的空间戒指中，另1瓶才一口气喝下。看见他这个动作，赵散庞额头满是黑线，暗道自己今天遇到对手了。数个小时后，由于赤血妖王已死，无声教的舵主也身首异处，无声教的其他余孽群龙无首，很快被赵散庞带领护城队围杀得一干二净。没有了无声教的操控，云水城外的万鬼炼血阵也失去了作用，覆盖城市的黑雾消散，与其一起消散的还有那厉鬼般的呼啸声。虽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孟航站在一片废墟之上，看着流离失所的难民，心中悲伤之情还是不可避免。在此之前，他听过无数人说过妖兽危害无声教的罪行，但是作为一个从和平世界穿越过来的人来说，那些事情他没有真正见过，做不到感同身受。直到今天，看着如被天灾肆虐后的城市，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为什么人类与妖兽不死不休。无声教与5阶妖王联手攻打云水城，造成数千百姓失去性命，无数人失去家园，流连失所，举国上下震惊。龙国境内已经有多少年没有经历如此惨烈的灾难了？龙国高层震怒，发出命令，清剿无声教余孽，扫荡妖兽。无数高手倾巢而出，扫荡各大城市外山脉中妖兽，凡是羽阶以上妖兽一个不留。一时间，全国上下风声鹤唳，无声教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短短月余的时间，全国多处分舵被连根拔起，损失惨重。当然这是后话。第2天，睡了一晚上的孟航早早便起床，只是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愕然发现自己原本52的眼睛居然有点近视。这结果不禁吓得孟航起了一身冷汗。万花筒写轮眼的副作用确实可怕，还好自己使用的次数不多，不然说不好哪天真的就瞎了。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写轮眼吧。孟航后怕的想到。对了，昨天杀死赤血妖王的奖励还没查看呢，筒子哥，赶紧把奖励给我呀！叮，奖励已发放，请宿主查收。孟航的脑海里响起系统的声音：夺命13刀，无上刀法，1刀出惊天地，2刀出气鬼神，3刀出 PDD 砍成功，13刀齐出，敢让天神落凡尘。夺命13刀，什么鬼？什么年代了，还起这么土的名字？不过3刀就能把 PDD 砍成功，那确实是挺牛逼的。昨天晚上发布任务的时候，孟航只关注如何才能杀死赤血妖王的事，哪还有心思关心奖励？现在看到这个奖励，孟航有种极大的失落。
他本来以为起码奖励自己个什么永恒万花筒写轮眼或者柱间细胞。土，你全家财土。听见孟航不屑的语气，系统愤怒地反驳道：你知道什么？这可是老子受到某音的启发，用尽心血才创造出的招式，你居然说他土？什么玩意？你创的刀法？老子昨晚辛辛苦苦的跟5阶大妖打了一架，到头来获得的奖励就是你创造的功法。当孟航知道这个奖励居然是系统自己创造的，顿时不干了。你放心吧，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孟航不愿在这个事情上多做计较，美滋滋的打开杀戮商店。老子昨天杀了一头5阶妖王，1个羽阶能力者，这可是一大笔积分。自食其力，丰衣足食，还得是靠自己啊。看了眼杀戮商店的2积分，孟航满意的点了点头。等会，怎么还是2积分？孟航一下子反应过来，眼中尽是愤怒之色。系统，你给老子出来，我积分呢？积分？什么积分？系统一脸无辜地问道。别跟我在这打马虎眼，我昨天杀赤血妖王和无声教能力者的积分呢，我说铁子，你在想屁吃呢？那是你凭借6道之力才击杀的，又不是凭借你自身实力，凭什么给你积分？什么东西？你这是什么谬论？借助6道之力怎么了？那人最后不都是我杀的吗？你当初可没有说不能凭借外力。听见系统这么说，孟航顿时不干了，开始嚷嚷起来。我当时没有说过吗？打麻将真是耽误事。系统有些心虚，用孟航听不见的声音喃喃自语，随后又是一本正经的说道：之前没有，现在加上。啥？还能这么干？一切解释全归本系统所有。孟浩直接被系统这句话气笑了，咬牙切齿说道：好好，你了不起，你清高。1个时辰之后，孟航站在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前，他和系统的一番争论以系统不要脸而获胜。谁叫垄断才是真理呢？孟航又不能把他拽出来打一顿，所以他改变思路，直接来到赵散旁的府邸，准备好好敲他一笔，把在系统那里吃的亏全都找回来。咚咚咚，等了一会，赵散旁这才睡眼惺忪的将门打开。谁啊？这一大早上的就敲门？赵散旁不耐烦地说道。昨夜的战斗已经让他精疲力尽，战斗结束后，他又连夜开会，对难民的安排和城市的重建研究方案。这才刚合上眼小憩一会，又被敲门声吵醒。一看来人是孟航，先是一愣，随后有些好奇地问道：孟航，你小子怎么来了？快进来吧。赵散旁将他那肥胖的身子向边上靠了靠，把孟航请了进来。走进屋子的孟航也没有拐弯抹角，搓了搓手，一脸善笑地说道：我说老赵啊，今天来这也没有什么大事。昨晚孟航也看出来赵散旁是什么德行，城主那高大形象顿时荡然无存，所以今天也没有跟他客气。被一个18、19岁的学生叫做老赵，赵散旁的额头有黑线飘过，但是见识过昨晚孟航的实力，他也不敢说什么。今天主要来呢，其实就一件事，你昨天答应我的10几20万颗金核，是不是可以给我了？一听这话，赵散旁原本还有些睡眼惺忪的眼睛瞬间睁得老大。臭小子，你别瞎说，我什么时候答应送你金核了？再说了，我就是把整个云水城卖了，也凑不齐那么多金核啊。见到赵散旁不承认，孟航捂着心口，装作悲痛地说道：我为云水城扛过枪，我昨晚还救了你，你居然就这么对待拯救云水城的英雄？赵散旁被他这一番话弄得哑口无言，这是多不要脸，上来就夸自己是英雄。虽然这么想，但是说到底确实是孟航救了整个云水城，所以赵散旁咬了咬牙，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那就奖励你5颗金核。多少？孟航豁然起身，愤怒地盯着这个铁公鸡。我为云水城扛过枪，我还救了你的命，你现在就用5颗金核打发我？那10颗？不行，50颗。你他娘的怎么不去抢？15颗，45颗。最后在2人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赵散旁答应给孟航20颗金核，外加10瓶回神液，还有2枚碧银丹。这碧银丹同样是好东西，里面蕴含了大量木系能量，能在短时间内快速修复身体伤势。孟航心满意足地跟一脸生无可恋的赵散旁摆了摆手，说道：城主大人快回去吧，一大早上得到别着凉了。赵散旁站在大门口，咬牙切齿地盯着孟航的背影，双手攥得嘎吱作响。这次算是亏大发了。臭小子，这次高考你要不为我们云水城长脸，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孟航离开赵散旁府邸，并没有再回家，该准备的东西已经都准备好了，所以他直接朝城外赶去。就在他出城的时候，一条视频也在网上出现，并迅速被广泛传播。视频最开始便是一条有着猩红双眼的巨大妖蟒从云层中探出头的画面，那2颗如红月一般的双眼，还有那在乌云中若隐如现的巨大身体，就是隔着屏幕也给人带来无尽的压迫感。我靠，这就是昨晚攻打云水城的妖兽吗？竟然这么大！
5阶妖兽相当于环阶高手，竟然这么恐怖！我是真佩服博主，在这种情形下，第一件事居然不是跑，而是拿出手机拍视频。这位死者目前没事吧？目前一切正常，还能上网发视频。有人震惊于赤血妖王的恐怖，有人调笑博主心大。视频还在继续，当众网友看到妖蟒只是张口一息之力，还有他那愤怒一吼，就有无数人死在他的口下时，所有人都沉默了。一方面是震惊5阶大妖那如天灾一般的实力，还有就是对妖兽肆意屠戮同胞的愤怒。竟然敢这样肆意妄为的屠城，这畜生是欺负我人族无人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政府还是太仁慈了，就应该将城外的所有妖兽屠个干净。就没有大能出手灭了这头妖兽吗？就看着这畜生这么肆意妄为，你当环阶高手是大白菜啊？说出来就出来。除了一些大城市有环阶高手坐镇，大部分高阶能力者都在前线与妖族厮杀，而那些大城市的环阶高手又离云水城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一头大妖破坏力就如此恐怖，真不敢想象前线妖兽肆虐，那些战士对抗的会是多么艰辛。卧槽，这是什么东西？就在众人还替人类未来担心的时候，画面中一个高达100米的巨人凭空出现，冷冷地盯着下面的赤血妖王。出现了，出现了，人族强者出现了！众人激动地在弹幕上刷起屏。这他娘的是什么异能？看起来好牛逼！看起来好牛逼，请把看起来这3个字去掉好吗？虽然视频上不好具体估量，但是这个巨人怎么也得有个近100米，一脚下去城市1/3就能被毁。随后只见神秘巨人只是随手一击，赤血妖王便瞬间炸裂。这赤裸裸碾压的实力又引得众人一阵惊呼。我靠，5阶大妖就这么被秒了？咱们龙国什么时候又出来一个这么厉害的强者？说不好是咱们龙国的底牌，轻易不出手，专门负责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都说是龙国底牌了，怎么可能会让人知道？一个行走在黑暗里的男人，一个与寂寞作伴的男人。妈妈，我恋爱了！此视频一出，瞬间震惊全网，所有人都震撼于最后出现的那个巨人恐怖的实力。可惜博主拍摄的距离太远，没有拍下到底是谁施展的神通。而视频的主角正站在一片深山老林之前。孟航放眼望去，森林中古木参天，遮天蔽日，里面不时传来几声不知名野兽的嘶吼，让原本就阴暗的树林更显阴森可怕。长呼口气，将魔刀千刃握在手中，孟航便一步踏进这妖兽的乐园。而就在他的身影消失在密林深处时，2男1女来到孟航刚才站立的地方。2个男人身穿一身黑色西装，显得干练无比，而其中那个女人居然穿着一身旗袍，一双修长的长腿显露无遗。其中的一名光头大汉瞥了一眼奇葩女人，皱着眉头说道：于媚瑶，在城内你怎么穿，怎么勾引小白脸，我都不管你，但是到了城外，你这身衣服严重影响你的行动，到时候要是因为你没完成家主的交代，有什么后果你是知道的。别怪我没提醒你。旗袍女人轻轻瞥了一眼光头大汉，仅是这一眼就展露出万种风情。李老大放心吧，事情轻重我还是有分寸的。再说了，我们3名空阶中期的能力者，唯独一个高中生还能失手的话，那我们也不用活了。不可大意，别忘了那小子当初可是施展秘术，直接将无声教那名空阶能力者给秒了。说话的是另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听到他这么说，旗袍女不屑地撇了撇嘴。我说吴老二，你这胆小慎微的性格能不能改一改？当天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那个无声教的废物只是一个空阶初期的能力者，而且还被赵散庞重伤，能力发挥不出20%，这才被那小子捡了个漏。家主为了防止意外，派了我们3个中期能力者，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被叫做吴老二的男人还想反驳，却被光头男人制止。好了，晋升。说罢，光头大汉拿出一部特制电话，拨通一串电话号码。嘟嘟嘟响了3声，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声音低沉的中年男人的声音，说：家主，孟航走进山脉了。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从那小子嘴里把秘术撬出来，至于那个小子做得干净点。对讲机的另一头的人语气淡漠无比，仿佛是在谈论什么无足轻重的事情。明白。收起对讲机，光头大汉瞅了另外2人一眼，尤其是旗袍女人。家主的话都听见了吧？这小子身上的秘术对家主极其重要，要是失手，我们就直接在这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旗袍女也收起了刚才的轻视，表情也变得无比凝重。光头大汉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对着吴老二说道：老二，你是野外追踪的专家，虽然只是1级天赋嗅觉强化，但是在野外这个异能却无比使用，追踪的事情就靠你了，万万不能让这小子给溜走了。吴老二点了点头，在战斗方面他不擅长，但是说到追踪，另外2人拍马难及。放心吧老大，这事包我身上。说罢嗅了嗅鼻子，便带着2人朝密林中走去。噗嗤，
正当孟航在树林中行走的时候，一道黑影如利剑般向他袭来。孟航也没有犹豫，长刀出鞘，紫色刀光一闪，直接将黑影斩为两段。将千刃收回刀鞘，孟航这才看出来是一头啮齿鼠。孟航撇了撇嘴，又是一头一阶初级的妖兽。这一路行来，他受到的攻击倒是不少，可大概由于是森林外围的原因，出现的都是一阶妖兽，连一点积分也没有为他增加。孟航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从他进入森林已经将近半个小时，可以说是毫无收获，这让他心烦不已。刚准备抬步继续向前走时，原本寂静的树林响起一阵哗哗之声，随后他周围的树木像是活过来一般，树枝开始蠕动伸长，如无数条细长毒蛇一般向孟航袭来。什么鬼？起初他还以为是遭遇到了什么木系妖兽的攻击，身子急速后退，避开了这第一波的攻击。可是这树枝幻化而成的藤条却像是复古之躯，铺天盖地的向他继续席卷而来。这次孟航脸色真的变了，整个森林都好像是从沉睡中苏醒，对这个外来者抱着极大的恶意。他甚至看见树林深处无数藤蔓汇成一道浪潮向孟航这里涌来。孟航看着这一幕只感觉头皮发麻，一脸的不可置信。这是什么级别的木系能力？最起码他不相信5阶以下的妖兽能做到。万花筒写轮眼，不敢多做犹豫，孟航准备直接发动双神威，先躲过这恐怖的一击再说。咦，一声轻疑。当他开启万花筒写轮眼的时候，忽然察觉到一丝异常，随后孟航恍然，一声冷笑，将万花筒写轮眼收起，并站在原地不动。无数藤条瞬间来到他的身前，并欺身而上，直接将孟航捆得死死的。咯，周围的灌木中传来几声轻笑，随后孟航就看见有3人从灌木中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来人正是一直跟在他身后的2男1女。旗袍女轻笑一声，然后不屑地说道：我也是高看了这个小子，出手就是最强的一击。我就说家主有些小题大做，对付一个高中生居然还派出咱们3个。不过这小弟弟长得却挺标致，一会让姐姐好好稀罕稀罕。说着还伸出细长的舌头舔了舔那猩红的嘴唇。其余2人也没想到此行会如此顺利，脸上也露出轻松的表情。先办正事，一会完事了，你想怎么和这个小子玩都行。光头大汉盯着孟航说道。看到3人看向自己，孟航装出一脸惊恐不知所措的样子，开口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偷袭我？孟航演技可谓是极其高超，眼泪已经在眼眶中打转，仿佛下一刻就要流出来。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不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答应。孟航急切地说道。光头大汉为首的3人都是不屑地撇了撇嘴，对孟航又看清了几分。本来他们还以为能和无声叫余孽拼死战斗的人，最起码也是个心智坚定的少年，谁知道眼前这个少年这么的不堪，这刚遭遇危险就差点吓尿裤子。不过这也正好，贪生怕死更容易从他嘴里套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小子，你是想死想活？听到光头大汉这问题，孟航不禁暗暗翻了个白眼。这都是什么白痴问题？哪个人会回答想死的？虽然心底一顿吐槽，但是表面上还是装出从眼里冒出一丝希望的光芒。大哥，我想活，我想活。吴老三心中冷笑，这小子还是太年轻，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今天不管你是想死想活，都走不出这森林。光头大汉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很好，小子你的态度我很喜欢，只要你交出那个可以激发人体潜能的秘术，我就可以饶你一命。孟航恍然，原来是奔着这个来的。自己已经将八门遁甲的副作用已经说得很大了，没想到还是遭到某些人的觊觎。你们居然冲着他来的？这是我家传秘法，不可能传给外人。见到孟航居然不配合，光头大汉的表情瞬间阴沉下来。小子，别给脸不要脸，我们有很多方法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孟航装作犹豫不决，最后仿佛是下定决心一般，开口说道：让我说出来也可以，但是你们要告诉我是谁派你们来的。可以，只要你将秘术告诉我们，我就告诉你你想知道的。光头大汉以为孟航抱着以后修炼有成的想法再回来报仇，所以暗自冷笑，敷衍的回道：好，小子，我劝你不要讨价还价。答应了。3个人睁大眼睛，有些没反应过来。他们本来以为孟航还要争辩一番，要求他们先把来历说明才会交出秘法。孟航答应的如此痛快的答应，让们都感觉到一丝异常，但是现在的孟航就是年板上的鱼肉，任他们宰割，所以还是强行压下了心里那一丝疑惑。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会你将秘法交出来，姐姐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旗袍女人媚眼如钩，仿佛要将孟航的魂儿给勾出来。我说。孟航低着头，全身上下被树藤缠得死死的，不能动弹分毫。我说你妹啊！原本低着头的孟航猛地抬头，写轮眼开。3人此时大惊，原本动弹不得的孟航
全身上下竟然化作无数乌鸦四散飞去，而绑住他的树藤仿佛又活了过来，只是这次不是扑向孟航，而是扑向另外3人。漫天的蔓藤扑面而来，顷刻间3人便被捆得动弹不得。被绑住的光头大汉用尽全身力气想挣脱藤蔓，奈何他发现这藤蔓就如一道道铁链一般极其坚固，眼看挣脱不出，光头大汉愤怒地对身旁旗袍女人喊道：臭婊子，让你用幻术困住这小子，怎么反过头来把我们自己给困住了？此时旗袍女人脸上苍白无比，眼中尽是不可置信之色。不是我的幻术被反噬了。与此同时，原本四散的乌鸦又重新在3人面前汇聚，孟航的身形再次显现，并用一双赤红色的眼睛盯着3人。哼，不自量力，居然敢在写轮眼面前玩幻术。原来3人并不是用什么木系异能将孟航控制住，而是旗袍女人发动幻术系异能，让孟航误以为自己被藤蔓缠住。当孟航开启写轮眼的时候，感受到周围空间精神了特殊的波动，便明白了自己中的是幻术，心中有了底气，所以索性不抵挡，想看看偷袭的人到底有什么目的。看着面前被幻术困住的3人，孟航也没有再多说废话，直接抽出千刃向其中1人斩去。毕竟反派死于话多，能先解决一个是一个。紫色刀光闪过，被叫做吴老三的黑衣人脖颈处一道血线出现，随后鲜血如涓涓细流涌出。吴老三不可置信地睁大双眼，眼睛中尽是惊恐，不明白事情反转的为什么如此之快。明明前一秒少年还是待宰的羔羊，下一秒怎么就成了手拿屠刀的屠夫？舅舅吴老三口中鲜血涌出，嘴里含糊的想说些什么，奈何他的喉管已经被切断，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随后无力的摔倒在地，挣扎了几下便再无声息。其他2人见到此景也是面色大变，没想到少年竟然如此心狠手辣，根本不给他们任何解释机会。咬舌头！震惊过后的旗袍女立马反应过来，向光头大汉大喊一声，随后毫不犹豫地咬破自己的舌头，一股嫣红的血液从嘴角流出。旗袍女子凭借这股剧痛瞬间从幻境中挣脱出来，并迅速后退。听到旗袍女的声音，光头大汉也没有犹豫，同样咬破舌尖挣脱幻境。挣脱幻境的光头大汉额头青筋暴起，双目赤红地盯着孟航，大声喝问道：我们已经答应你不会伤你性命，为什么你二话不说就下死手？面对光头大汉的质问，孟航仅是呵呵一笑，眼里全是讥讽。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刚才说的那些话你自己信吗？再说了，敢把主意打到我身上的时候起，你们就应该做好被我斩杀的准备。小小年纪哪来的这么大杀气？光头大汉心中暗暗震惊，不明白一个还没有毕业的高中生杀伐怎会如此果断。知道事情已经无法善了，大汉也不客气，趁着孟航说话的间隙，直接发动异能准备偷袭。地突刺！孟航脚下泥土突然异动，瞬间无数土刺从地底刺出。如果他没有反应过来，这些土刺会直接刺透孟航的身体。可惜结果让光头大汉大失所望。就在他刚发动异能的时候，孟航竟然已经发觉到异样，向后退去，轻松躲开这一击。长得人模狗样，怎么总是喜欢当老六，喜欢偷袭？孟航有些气愤地盯着光头大汉。在写轮眼的注视下，光头大汉体内精神力的流动被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光头大汉调动精神力的时候，他便已经知道这个老六要出手偷袭。于媚瑶还不出手等什么？3个空阶终极能力者偷袭一个地阶能力者，到头来还被人家反杀一个，这让此时的光头大汉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所以他也不再顾及什么面子，催促旗袍女子一起动手，防止这小子再闹出什么幺蛾子。旗袍女子也知道现在是危机关头，双手掐诀就要再发动幻术。了解到孟航那诡异的手段，他已经不再奢望仅凭幻术就能控制住他。高手过招，仅仅数秒的失神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所以他只希望能困住孟航1秒是1秒，为光头大汉提供机会。在旗袍女子准备发动幻术的同时，孟航瞬间便察觉到异样，冷哼一声：胸大无脑，居然还不长记性。写轮眼魔幻加降之术。瞬间，旗袍女子感觉仿佛有几枚巨大的铁钉穿透身体，让自己死死定在原地，无法动弹。与此同时，她明明知道自己中的是幻术类的异能，但是不知为何，她居然能清楚感受到钉子贯穿身体的痛楚。啊！一声痛苦的娇呼，巨大的痛苦使她无法集中精神力。出了什么事？听见旗袍女子的惨呼，光头大汉额头已经有细密的汗珠流出。精神系的能力实在太过诡异，他怕一不留神也着了孟航的道，那到时候真的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了。刘老大，这小子眼睛有古怪，别看他眼睛。旗袍女子忍着剧痛说道，他不愧是精神系的异能者，仅是几个交手下来，便察觉到孟航的所有能力都是来自于那双诡异的眼睛。听到旗袍女子提醒，
原本面色难看的光头大汉眼里有金光射出，未知最让人恐惧。知道了对方能力的弱点，这让他又恢复了自信。眼睛下移，不再与孟航对视，只看向他下半边身子。实则生变，光头大汉不再耽误，从空间戒指中抽出一把长刀，脚下发力向孟航砍去。叮！孟航举刀便挡，两把长刀碰撞在一起，顿时发出金铁交鸣之声。孟航只感觉从刀身传来一股巨力，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光头大汉看见自己占据优势，眼睛里顿时金光大盛，信心又多出几分。说到底，眼前这个小子仅仅是个地阶能力者，虽然能力诡异，但在绝对实力的面前还是不够看。他的理不饶人，无数刀光闪烁，不停地砍向孟航。撬！撬！撬！孟航节节败退，就连握刀的右手都已经开始发麻。他不禁心中暗叹，在不使用写轮眼的情况下，自己的境界还是太低，单凭身体素质对上空阶能力者还是太吃力。那天能瞬间秒杀2名空阶后期能力者，全靠双神威那开挂能力。奈何万花筒写轮眼副作用太大，不是真的到了生死关头，他是不敢乱用。看着得寸进尺的光头大汉，孟航眼里露出一抹寒光。你 TM 的还没完了，抓住一个机会，一刀砍出。只是这次长刀间并没有发出金铁交鸣之声，而是孟航手中的千刃诡异地从中间断出一个缺口。孟航稍一侧头，显而又显地躲过光头大汉穿过千刃砍来的长刀，而魔刀千刃虽然已经从中间断裂，却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形状，砍向光头大汉。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武器？光头大汉面露惊骇之色，不可置信地说道。他不明白眼前这个少年到底是什么来路，不但有强悍的秘法，诡异的异能，就连使用的武器也是如此奇特。眼看紫色长刀就要将自己斩成2段，千钧一发之际，光头大汉通体发出淡黄色光芒，当的一声，魔刀千刃砍在他的身体上，居然发出一声脆响。孟航眉头一皱，看到一击无果，便收回长刀，向后退去。光头大汉浑身淡黄色光芒褪去，全身上下露出一身土黄色铠甲。嘿嘿，小子，不是只有你有异能，我这一身由土系晶元凝成的护身铠甲坚固无比，就是空阶后期能力者都别想轻易破开，更别说你了。孟航看着他像乌龟壳一般的铠甲，微微思索。以现在自己的境界，单靠体术方面是绝对没有希望赢下光头大汉，看来只能开启八门遁甲了。八门遁甲，第一门挨，老铁等一等。就在他刚要开启八门遁甲时，系统的声音居然在这时候响起。孟航眼睛一亮，一般在这种时候开启系统绝对是要给他送外挂，所以有些兴奋地问道：童子哥，有啥任务直接说，别跟小弟客气。任务倒是没有，就是想让你用一下奖励给你的那套夺命13刀，现在这个时机正好，让你感受一下大爷独创的刀法威力有多强。孟航满脑门的黑线，我说童子，你这有点过分了吧？我这在跟人生死交战呢，你居然要让我用你那不靠谱的刀法，一旦不好使怎么办？不是我说，铁子，我什么时候坑过你？你居然不相信我？系统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呵，你坑我的时候还少了系统有些心虚，没有再回应他，而是转头就发布了一条任务。叮，系统开启，使用夺命13刀斩杀光头大汉，奖励宿主力量属性加5点，失败扣除宿主5点力量属性。尼玛，你有没有点职业操守？还能这么发布任务的吗？看到这个任务，孟航瞪大了眼睛，不禁大骂了起来。可是这回任凭他怎么骂，系统都没有再出声。此时光头大汉已经再次向他袭来，孟航咬了咬牙，拼了。最后如果真的打不过，大不了硬着头皮再开启一次神威。孟航手握千刃，将精神力灌注其中。嘿嘿嘿，小子不用挣扎，就凭你现在的境界破不开我的防御。孟航没有搭理他，继续调动着精神力。夺命13刀讲究力与气合，气与意合，达到人刀合一的境界。整个天地都仿佛静止一般，树叶停止发出沙沙之声，鸟儿在枝头保持展翅的姿势，就连光头大汉都手握长刀停在原地。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周围的环境再次恢复，树叶的沙沙声响起，枝头的鸟儿也已经飞向天空，光头大汉也已经来到他的身前，提刀就要砍下。第一刀相思，一刀出，风云变色，一股气浪绕着孟航席卷而起，带起地面无数落叶，仿佛是一道小型龙卷风。一道刀气横斩而出，护体铠甲如薄纸一般被斩碎，毫无阻碍地穿过光头大汉的身体，并继续向前斩去。咔嚓咔嚓，无数粗大的树木被这道刀气斩断，最后竟留下一片10几米的空地。而此时的光头大汉呆呆地站在孟航身前一动不动，高举的长刀也不见落下。直到数秒之后，他的下半身依然站在原地，
而上半身却是斜斜的向下滑落，全身被坚硬铠甲包裹的光头大汉竟然就这样被斩为2截。卧槽！卧槽！2声惊呼同时响起。第一句卧槽是孟航发出的，他没想到这一刀威力竟然如此之大，而且这还仅仅是第1刀，他不敢想象13刀全出会是怎样的威力。也许真的像系统说的那样，真能将天上的众神斩落凡尘。而第2声卧槽居然是系统发出的，尼玛，倒霉系统，我就知道你坑老子！孟航一边拿出一管回神液疯狂向嘴里倒着，一边大骂系统。他一听系统的惊呼，顿时明白之前他也没有底，这是拿自己当小白鼠呢。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你就说这威力霸气不霸气，牛比不牛比。听见这话，孟航倒是无话可说，赞同的点了点头。解决完了这边，孟航将目光不怀好意的投向还被加行之术控制住的旗袍女人身上。此时的于媚瑶面色苍白无比，上下牙齿碰撞着，咯咯的打着颤，哪还有刚开始风情万种。这一刀给他的震撼实在太大，他无法想象如此惊艳却又无比恐怖的一刀，怎么可能是从一个地阶能力者手上发出的？看到旗袍女子如此样子，孟航不禁玩心大起，用手勾了勾她的下巴。哟，好姐姐，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刚才还是我被困住，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你被困住？而我在这站着了。于媚瑶苍白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对孟航说道：好弟弟，姐姐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你的手段。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了姐姐一马吧。孟航默默点了点头，心想你们确实不知道我的手段，要是知道赤血妖王也是我杀的，那还不早就屁颠屁颠的跑没影了。别介啊，姐姐刚才不是说事情结束了要好好跟弟弟玩玩吗？你还没告诉我要怎么玩呢。一听这话，于媚瑶眼中冒出一丝金光，心中想到天下的男人果然都一样，只要是喘气的就没有不好色的。眼前这小子虽然实力强悍无比，但终归只是个高中生，没经历过男欢女爱的雏，老娘这一出手绝对能让他神魂颠倒，败在我的石榴裙下。想到这，他原本被惊恐笼罩的脸再一次变得无比妩媚，吐气如兰地对孟航说道：原来小弟弟喜欢这口，早跟姐姐说吗？只要弟弟你能饶我一命，到时候我就是你的人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姐姐一定好好伺候你。说着还不忘挺一挺他胸前那波澜壮阔的景色。孟航两颊绯红，呼吸都变得粗重。此话当真？于媚瑶一看孟航已经动了心，向孟航脸上吹了一口香风，才继续说道：瞧你说的，我现在已经落到你的手上了，哪还敢骗你？而且我早年习得过一门房中术，到时候保证能让弟弟欲仙欲死。香风拂面，孟航好似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呼吸又粗重了些。行，我答应你，只要你告诉我是谁派你们来的，我就放了你。一听这话，于媚瑶顿时不出声了。事已至此，他自己小命都快保不住了，当然不会还顾及幕后之人，他只是怕自己说出来之后，孟航会一刀结果了自己。犹豫了一下，于媚瑶还是开口问道：如果我把幕后主使告诉你，你杀了我怎么办？孟航毫不在意地回道：我的精神系异能你也领教过了，我完全可以用精神力控制你，让你将所有事情交代出来，让你自己交代也是考验一下你的态度。随后邪魅一笑，用手轻轻拂过于媚瑶的脸颊，继续说道：况且我还期待体验姐姐的房中之术呢，怎么会舍得杀了你呢？于媚瑶相信自己对男人还是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尤其是眼前这种雏。而且看着孟航的表情不似作假，心下一横，开口说道：我们是云水城张家的人。孟航眉毛一挑，继续问道：云水城3大家族之一的张家没错，我还是很好奇，我明明已经说了这个秘术的副作用，为什么你们还对他有兴趣？于媚瑶自嘲一笑：我的好弟弟，我见你杀人连眼睛也不眨，怎么会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张家完全可以培养一批死士来修炼此秘术，有了这批死士，张家的前途无可限量。至于消耗寿元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人命，张家完全可以培养无数死士。孟航恍然，感慨自己还是年轻了。好弟弟，事情我都说了，你能把我放了吧？那是当然。噗嗤，一把紫色长刀直接贯穿于媚瑶的身体。于媚瑶睁大双眼，眼中尽是不敢置信之色。为什么此时的孟航眼里一片清明，哪还有之前精虫上脑的样子？你都说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了，你不是人？于媚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怨毒地盯着孟航说道，之后再无一丝声息。孟航看着他的尸体，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们确实都说我挺狗的马无夜草不肥，杀人捡尸的事情孟航当然不会落下。将3人的空间戒指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地倒了出来，在3人这里一共收获了现金50万，2把低级灵器，18颗晶石，5瓶回神液，居然还有1枚可以增加体质的基因药剂。
最不可思议的是，当他查看于美瑶的空间戒指的时候，从里面居然找到了很多辣眼睛内衣，还有某些玩具，看得孟航口干舌燥。空间戒指居然还可以放这些东西，他现在有些后悔没有感受一下于美瑶所说的房中术了。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放进自己的戒指，剩下没用的他也没留着，直接就像扔垃圾一般扔下原地。正当孟航开心地收拾战利品的时候，他家破旧的门前正站着一个靓丽的女生，正是林落雪。今天的林落雪一身碎花连衣裙，脚上穿着一双帆布鞋，长发随意披散在肩头，很明显是精心打扮过。此时的林落雪正撅着小嘴，显然因为什么事在生气。他已经从别人嘴里得知孟航安然无恙，这让他不禁松了一口气，一大早上就在等孟航联系自己。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他的消息，便拿起手机主动打了过去。谁知连着打了3遍都没有打通，这让林若虚在心里把孟航骂了无数遍。哼哼，混蛋，没事了也不知道告诉我一声，我就这么没有存在感吗？眼见人联系不上，电话也打不通，林若雪索性跑到孟航家门口找他。倒也不是林若雪对孟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今天一定要见到，而是因为如果今天不见，他就要离开云水城前往京都大学，再见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连续敲了3声，又在门口足足等了5分钟，确定家里真的没有人之后，林若雪才遗憾地走下楼去。而在孟航家楼下，正有一个30多岁的中年美妇正在等着林若雪。林若雪下楼看见中年美妇，强颜一笑，说道：“老师久等了，我同学没有在家，咱们就先走吧。”虽然林若雪是在笑，但是作为过来人的中年美妇又怎么可能看不出她眼睛里的落寞，不禁无奈地摇了摇头。若雪，你是万中无一的天才，被京都大学那招更会让你一飞冲天。对于这份感情，其实你不用太过在意，毕竟以后你们的身份相差太远，以后是没有结果的。被老师点出自己内心的小心思，林若雪俏脸上顿时泛起了一层红晕。老师，你误会了，我和孟航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而且他真的很强，比我都要强上很多。林若雪盯着中年美妇的眼睛认真说道。中年美妇莞尔一笑，并没有把她的话当真，只当作是少女为自己的心上人辩解。好好好，比你这个 SSS 级的天才都要强，我今年就在京都大学等着他，看看能把我家落雪的心偷走的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少年。这回林若雪倒是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有些担心地说道。一旦他要报的是魔都大学怎么办？中年美妇无奈地摇了摇头，并没有再反驳，心里却是想到，真当龙国顶级大学是大白菜，说考上就考上。云水城张家豪宅，张书远正坐在装修豪华的大厅之内，双眼微闭，右手轻扣扶手。他们3人还是没有消息吗？家主已经多次和3人联系了，还是没有回应，看来是凶多吉少了。一个60岁的老者毕恭毕敬地站在张书远的身旁回答。听到这话，张书远眉头一皱，不禁冷哼一声，哼，3个废物拦截一个高中生都能把自己的命搭进去，看来那小子确实有古怪。传令下去，从今天开始张府戒严，以防那小子来报复。是，家主。犹豫了一下，老者还是说道，其实也不一定是那小子干的，云水山脉里多的是恐怖妖兽，也可能是他们倒霉，遇到了不可力敌的妖兽也说不定。张书远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不管怎么样，还是小心为上吧。翌日，孟航经过一晚上的休息，继续在林间穿行。就在这时，他的脚步突然一顿，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修了修血腥气传来的方向，孟航低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摸了过去，轻轻地拨开灌木丛，赫然发现一只身长2米的3阶的铁甲贝蜥正在啃食一头已经看不出样子的妖兽尸体。悄悄拔出千刃，孟航脚下一用力，身子瞬间爆射出去，几个眨眼间便来到铁甲贝蜥的身后。由于孟航所处的位置是下风口，所以这头妖兽并没有发现他的偷袭。孟航手持长刀迅速劈下，狠狠地砍在铁甲贝蜥的背部。叮！他想象中的血花四溅的场景没有出现，千刃砍在妖兽背部，仿佛是砍在一块钢板之上，发出一声脆响。哦！这一刀虽然没有砍破铁甲贝蜥的鳞甲，但是巨大的冲击力还是让他吃痛，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破风之声呼啸而来，铁甲贝蜥的身子还没有转过来，他那一条粗壮的尾巴便已经向着孟航抽来。孟航瞳孔一缩，举刀格挡，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直接将他连刀抽出几米远。靠，这是什么怪力？倒飞出去的孟航拄着千刃，艰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嘴角有鲜血流出。铁甲贝蜥转过身子，脸上露出一丝拟人化的嘲讽，区区一个地阶人类也想偷袭自己，嘴角向后咧了咧，露出一嘴尖利的牙齿。孟航甚至可以看到牙齿上有淡绿色的咸液滴落，不用想也知道这咸液有着剧毒。铁甲贝蜥用后腿蹬了蹬地面，随后4肢同时发力，
张开血盆大口便向孟航咬来。孟航眼神微眯，冷冷地看着朝自己冲来的铁甲贝西。八门遁甲第3门，生门开。精神力瞬间向身体某处汇聚，他的身子被绿色光芒笼罩。由于孟航异能的提升，连带着身体素质巨大的提升，再加上系统不时奖励的属性点，现在的他已经可以轻松发动八门遁甲的第3门。砰！孟航的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直接对上迎面来的铁甲贝西。仅是瞬息间，孟航再一次来到他的身前，一刀斩下。铁甲贝西先是一愣，没想到眼前的人类速度是如此之快，随后眼里却是露出一丝嘲讽，速度再快，破不开自己的防御也没有用。紫光一闪，孟航嘴角同样露出一丝冷笑。开启八门遁甲的孟航力量暴涨了几倍不止，已经不是刚才可以比拟的。噗嗤，锋利的千刃轻松地破开铁甲贝西加固的鳞甲，深深插入体内。哦！剧痛直接激起他的兽性，眼睛瞬间充血，变得血红。不顾体内传来的剧痛，铁甲贝西张开巨口就向身边的孟航咬去。只是当他狠狠咬在孟航身体上的时候，才发现居然只是一道虚影，而真正的孟航早已来到他的身后，直接朝脖颈斩去。刀光划过，铁甲贝西那巨大的头颅直接掉落在地，庞大的身子也同时瘫软在地，抽搐了几下便没有了声息。孟航长呼了口气，将八门遁甲解除。他暗叹，除去神威，自己除了八门遁甲能使用的手段还是太少，得赶紧攒积分，多兑换一些威力强大的能力。就在这时，孟航突然瞳孔微缩，一股巨大的危机使得他头皮发麻，仿佛再犹豫一秒，他今天就得交代在这。万花筒写轮眼神威。与此同时，一道巨大的锋刃携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从孟航身体斜切而过。下一刻，孟航便看见前方几十米范围内的树木全部被整齐的切断，他恶狠狠地转过头来，想看看又是哪个老六偷袭自己。只见他不远处一股旋风凭空而起，飓风转瞬而逝，随后一只仅有1米多长，身形酷似黄鼠狼的妖兽出现在孟航眼前。眼前这只妖兽虽然身形比之前的铁甲贝西要小了许多，但是其身上发出的威势却让孟航浑身起鸡皮疙瘩。看到这只妖兽，孟航不禁面色巨变，惊呼道：卧槽，4阶妖兽莲佑！在孟航震惊的同时，莲佑的脸上也露出惊疑不定的表情。自己锋刃斩明明已经穿过这小子的身体，但是却像是斩在空处，对他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小子，你这是神妖异能，居然如此古怪！莲佑居然口吐人言。相对于遇见4阶妖兽的震惊，孟航对他能口吐人言的事情倒是没有太过在意。从4阶妖兽开始，他们的智商已经和人类差不多，并且可以炼化嗓子中的横骨来让自己口吐人言。孟航面色难看，没想到居然在此地会遇到4阶妖兽。要不是自己反应得快，再加上神威变态的空间能力，刚才那一击直接能让自己身首异处。孟航比看着这头4阶莲佑，面露鄙夷之色。好你头黄鼠狼，堂堂4阶妖兽，居然偷袭我一个地阶能力者！4阶妖兽堪比羽阶的能力者，这给孟航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已经被逼得使用了万花筒写轮眼，处于不败之地，那还怕个卵！听见孟航的话，莲佑顿时大怒：你才是黄鼠狼，你全家都是黄鼠狼！老子是4阶大妖莲佑，黄鼠狼居然把本妖这么高贵的血统说成是那种低贱的生物，这让他感觉自己不干净了，也不再好奇孟航那诡异的异能，直接数道锋刃斩出。不愧是4阶妖兽，每道锋刃都堪比之前无声教那名风系异能者的全力一击。咻咻咻，锋刃仿佛划破虚空，向孟航斩来。而此时的孟航面对这恐怖的锋刃，却是老神在在，没有一丝要躲的意思。下一秒，锋刃一道道划过他的身体，却没有在孟航身上留下一丝痕迹。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莲佑大惊，一脸的不可置信。嘿嘿，下地狱猜去吧。神威运用的次数越多，对眼睛的伤害越大，孟航可没有时间跟他再墨迹。神威，写轮眼视线直接凝聚在莲佑上半身之上，随后空间开始扭动。砰！原本还活蹦乱跳的莲佑瞬间只剩下本身还留在原地。看了眼地下的尸体，孟航收起写轮眼，将眼中流下的血泪擦掉，强忍着身体的剧痛，迅速离开此地。此地的血腥味太过浓重，他担心会再引出什么恐怖妖兽。接连2场的战斗让他身心俱疲，尤其是和莲佑的战斗，逼得他不得不用上万花筒写轮眼。他现在只想好好的找个地方好好休息，将身心调回最佳状态。没过多久，孟航便找到一个山洞，将里面的一头正在呼呼大睡的2阶赤金熊斩杀，鸠占鹊巢。他盘膝坐地，拿出一瓶回神液倒入嘴中，并吃下1颗碧银丹，才开始闭目打坐。虽然回神液能恢复精神力，但是体能的消耗还是需要打坐休息才能补充。1个时辰之后，孟航豁然睁开眼睛，
并且有一道金光从其内迸发而出。此时的他已经恢复到全盛状态，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惊心动魄的时刻，用杀戮积分兑换奖励了。孟航在这2天内一共杀了10头2阶妖兽，3头3阶妖兽，一共获得160积分。至于斩杀那些1阶妖兽，连积分都没有，他也懒得记到底杀了多少。当然，这些只是小头，最让孟航兴奋的还是那一头4阶妖兽莲佑给他带来的积分，足足2500积分。孟航在杀戮商店中足足浏览了近半个小时，脸上不禁流露出便秘一般的表情。他第一次感觉好东西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杀戮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技能让他看花了眼，而且自己的2660积分看起来不少，但是这仔细一看，最多也就能选择2样技能。经过一番天人交战，孟航最后还是选择了大自在呼吸法和死神中的瞬步。他一直嫌弃学校教的初阶呼吸法修炼效率太低，早就对这本呼吸法垂涎已久，奈何自己一直囊中羞涩，这么长时间也只能干看着。所以这次第一个兑换的就是这本功法。系统兑换大自在呼吸法和瞬步。好嘞，老铁！系统兴奋的声音在孟航的闹钟响起。孟航嘴角一抽，心里暗自嘀咕道：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兴奋？不会是又想用我拼死拼活换来的积分去打麻将吧？杀戮积分瞬间从4位数变成个位数，而他的脑海里也出现了大自在呼吸法和瞬步的用法。看着奖励到手，孟航兴奋地搓了搓手，直接将空间戒指中的所有金盒都拿了出来。孟航粗略算了一下，杀掉无声教的唐阳获得20颗金盒，前2天又从赵散庞那里得的20块金盒，再加上从光头大汉一行人那里搜刮到的18颗金盒，此时孟航的手里居然足足有了58颗。这要是换算成龙国币，足足是580万，妥妥的100万富翁。孟航眼放一彩，运转大自在呼吸法用力一吸，地上摆放的58颗金盒顿时出现丝丝缕缕的烟雾，朝他的鼻中争先恐后的涌去，而在地面的原本散发异彩的金盒，在转瞬间便变成一地的粉末。孟航只感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如巨浪一般涌进他的精神力世界。如果此时有外人看到这一幕，一定会被这种饕餮般得到修炼方法惊到眼睛瞪出来。平常人要是一瞬间被这么庞大的精神力冲进大脑，绝对会活生生的挤爆脑袋。而反观此时的孟航，不但什么事情没有，反而一脸的享受在孟航的内观中。他精神力世界的那片虚空，由于这股精神力涌进，他的精神力从几滴水珠直接变成一汪小水洼。童子哥，打开个人属性面板。宿主孟航异能万花筒写轮眼双神威 SS 级精神力20585，空阶初级力量173，敏捷192，体质192，终于到空阶了，身体属性也翻了1倍。看着自己的属性点，孟航一脸狂喜，但是没多久脸色又垮了下来。那可是足足58颗金盒呀，才让自己提升了1阶。境界的提升越到后面，需要的精神力越庞大，他不敢想象自己以后还需要多少金盒才能再次提升。孟航不知道的是，如果换做其他人，他这次吸收的精神力足足够一个能力者最起码进阶到羽阶初期。奈何他的精神力世界着实太大，这点精神力对他来说实属是9牛1毛。孟航伸了个懒腰，拿出手机想看一下现在几点。在这地方除了特殊设备，普通手机在这里连一格信号都没有，最多也就能当个表看一下日期和时间。可是拿出手机后，任凭孟航狂按屏幕也不见显示屏亮起，他只能无奈地接受手机没电的这个事实。这下他连时间和日期也看不见。但好在这面森林中密密麻麻的树叶遮天蔽日，仅有几缕阳光照在地面上，使这里虽然是白天，但也显得格外阴暗。知道时间也没有多大用处。唯一让他有些担心的是，这里没有什么时间概念，在这里待上几天根本分不清时间，他怕因此错过高考。童子哥，帮我记着日期，我27号考试，26号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好嘞，这都不是事，有我在你就放心吧。3万，这个系统到底是有多喜欢打麻将？孟航无奈的点了点头。虽然系统在某些方面有些不靠谱，但是关键时刻还从来没有掉过链子。走出山洞，他眼神一凝，发现不远处正有一只铁甲贝蜥在悠闲地散着步。孟航轻笑，今天算你倒霉，就拿你练手。瞬步，他一步跨出，脚下缩地成寸，10几米的距离竟然眨眼便至。寒光一闪，3阶妖兽铁甲贝蜥应声倒地，鲜血如涓涓细流流淌而出。可怜的铁甲贝蜥到死也没明白，自己就散个步，怎么就莫名其妙地丢掉性命。孟航对自己现在实力很是满意，原本需要开启8门遁甲才能击败的妖兽，现在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轻易秒杀。他此时有信心，再遇到4阶的莲佑，就算不使用万花筒写轮眼，自己也有一战之力。孟航抬眼望着这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眼中露出兴奋之色。积分，我来了。孟航不知道的是，
某个神秘空间，正打着麻将的系统嘴里嘀咕着：“27号高考，27号高考，爱一统别动，碰。对了，多少号高考来着？哦对，28号高考，27号提醒孟航外界。今天政府发布一条公告，让各大城市都惊现，嫉妒不已。因无声教与5届大幺联手对云水城造成极大的损失，政府经过与各大高校一同商议讨论，现决定对云水城本届高考生给予补偿。各大高校降低云水城学生高考学生录取分数线。此消息一经公布，整个龙国一片哗然。我去，这补偿有点大啊！云水城这一届学生真是撞大运了。为什么我家不是云水城的？今年我也要高考啊！但是这对其他城市的学生有些不公平了。同样都是刻苦修炼多年，同样的分数，凭什么他们能考进心仪的大学，而其他城市的学生就可能名落孙山？对，不公平！我要上诉，不能就他们云水城降分，我们也要享受同样的待遇。喊什么喊？你们也不是没看见这次的云水城多惨，1/3都沦为废墟，数千人失去生命。这可是他们拿自己亲朋好友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换成你愿意？有的人实在看不下去网上的讨论，出来为云水城评理。此话一出，众人皆沉默，再也没有人喊不公平。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网上再没有键盘侠高喊什么公平，但是现实中已经有无数人将目光投向云水城。什么？我不是云水城的百姓？谁说的？谁这么说，我跟谁急？我已经在云水城买房子，户口也迁过去了，凭什么我不是云水城的百姓？什么？我是后来迁过来的，没有经历那场灾难，不配享有政策。我来云水城买房子，还为这里捐钱捐物，凭什么不配？你有本事你也来买房子，你也来捐钱。一时间，原本不起眼的3线城市瞬间变成炙手可热大的存在。无数有孩子要高考的家庭挤破头了，想把户口迁到云水城，硬生生将这里原本3000多一平的房价炒到堪比魔都京都。最后一直没有动静的云水城城主终于发声：你们吃相不要太难看，买房子可以，迁户口也可以，但是一共只有5个名额，你们自己抢去吧。赵赞庞坐在自己的房间，面沉似水，手中新买的茶杯又被他捏得粉碎。一群无缝不丁的苍蝇、臭虫，他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大骂了起来。云水城伤亡了多少人才换来这个政策？那些垃圾居然也忍心见缝插针，与这里的孩子抢名额。起初听到上级发下的这个公告，让他灾后压抑的心情好转了不少。高考是100万大军过独木桥，1分就能甩下上百个竞争者。有了这个政策，这届云水城的学生升学率会高出很多，对他们未来有着极大的好处。可谁知没高兴2天，无数人涌进云水城买房的消息便传到他的耳中，这让赵赞庞这2天挂满笑容的脸上又变得无比难看。一个名额不给外面的人，一定会激起民愤。最后经过一番商讨，赵赞庞最后才无奈发出声明，允许5个名额把户口迁进云水城。将心中的郁闷发泄完，赵赞庞深深吐了口气，对身边的刘兆良说道：怎么样了？那5个名额他们抢出了结果了吗？刘兆良面露苦涩之意，无奈地摇了摇头，对赵赞庞说道：出来了，城主。都是哪的人？都是京都来的。这5人都是帝都有名世家的子弟，5个人其中4个 A 级异能，另一个居然是 S 级。什么东西？听见刘兆良的汇报，刚把一肚子气压下去的赵赞庞豁然起身，眼中冒火。他一个 S 级的异能，为什么来我们这个小地方抢名额？凭他的异能，就算是不靠降分也是能考上的。随后想到了什么，心中的火气才又消了点，绝对不能让他们拿下前3。犹豫了一下，感觉心中没有底，又改口说道：绝对不能让他们拿下前2，如果前5都被外来人包圆了，我们云水城在全国可都抬不起头了。你去通知孟航和林落雪，务必保住前2，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想到这2人，赵赞庞嘴角不禁流出一丝笑意。林落雪自不必说， SSS 级的绝世天才，就是帝都来人也不够看。至于孟航，现在他想到那天晚上那100米高的巨人，还头皮发麻。那小子认真起来，自己都是被完虐的份，更不用说那些学生。看见赵赞庞嘴角那抹得意的微笑，刘兆良脸上的苦涩更加浓重了几分。城主，林落雪被帝都大学提前录取了，前2天便被接走了。啥？被接走了？赵赞庞嘴角微微抽搐，一脸的惊愕，但是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总不能跑到帝都大学再将林落雪拽回来，强制让他参加高考。好在还有一个孟航压箱底，前2保不了，起码把第1保住，这样也不会太难看。那联系孟航，让他必须拿下第1，让孟航拿第1。城主，你确定没搞错？这回轮到刘兆良惊讶起来。那天与赤血妖王的战斗，除了赵赞庞在场，附近的人不是被赤血妖王一嗓子吼死，就是早就跑得远远的，生怕波及到自己。所以除了赵赞庞之外，
其他人还不知道那个百米巨人就是孟航，所以当听到城主居然让孟航必须拿第一后，刘兆良一脸的惊讶。他固然知道孟航实力也算强大，但是对手可是京都来的天才，他实在不明白孟航凭什么能拿到第一。没错，就是孟航，到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了。赵散旁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孟航到时候玩虐那些所谓天才的场景了。是，城主。虽然不明白城主哪来的信心，但是他还是出去联系孟航。没过几分钟，刘兆良又尴尬地走了回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已经联系上那小子了。赵散旁有些好奇地问道：城主，护城的士兵说妖兽攻城的第2天，他就出城进山脉里了。什么玩意？那小子出城猎杀妖兽去了？那混蛋从我这里讹了那么多，今何不赶紧修炼？这时候跑出去闹什么幺蛾子？距离高考仅仅还有2天，他再不回来，黄花菜都凉了。赶紧给他打电话。打了，城外没信号，打不通。刘兆良无奈地说道。赵散旁，没事，还有2天，还来得及。那小子总不可能心大到把高考的时间给忘记了吧？他自我安慰地说道。云水城，4辆劳斯莱斯被堵在一条拥堵的道路上，为首的车辆后座上坐着一名青年模样的男子，身旁还搂着一名俏丽动人的女生。男子18、19岁的模样，身材修长，光洁白皙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光泽，只可惜嘴唇略薄，显出一丝刻薄之意。男子瞅了眼前方排起的看不见尽头的长龙，眉毛微微一蹙。自己在帝都的时候就经常遇到堵车，没想到来到这种3线的城市还会遇到堵车，所以开口向司机说道：老赵，你去看看前面是什么情况。好的，少爷。司机是一个中年男子，毕恭毕敬地回了一句，连忙下车向前小跑去。华少，你真的没必要因为我特意来这种小城市参加高考，以你的实力，就算在帝都那些天才汇聚的地方，考上4大名校也是没有问题的。见到车上没人，将脑袋靠在男子怀里的少女说道。被叫做华少的男子微微一笑，用手轻轻地在少女的鼻梁上轻轻刮了刮。傻瓜，怎么跟我还这么客气？为你做这些都是值得的。虽然高考中禁止互相帮助，但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如果真遇到什么事，我起码可以迅速赶到你的身边。他虽然表面一副用情至深的样子，但是心里却是冷笑不已。自己 S 级的天赋虽然强悍，但是跟自己那位同父异母的妖孽哥哥相比，还是差了很多。自己要想以后跟他争夺家主之位，就得找一个实力强大的外援。眼前这个傻女人虽然只是个 A 级能力者，但是家里的实力和自己家却在伯仲之间。只要能与她联姻，自己以后在家主争夺之中就占据了更大优势。少女扑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眼睛里尽是感动。华少，还是你最好了。没过多久，去前面查看情况的司机赶了回来，向华少说道：公子，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由于车流量太大的缘故导致堵车。看了眼前方依旧不动弹的车辆，又看了眼时间，直接开口说道：把前面的车都买了。对了，多拿几个空间戒指，把车都装里面，把路让出来。好的，公子。听见华少这番有些天方夜谭的话语，中年司机并没有露出任何震惊神色，仿佛早已经习以为常。华少，初来乍到，没必要这么破费。身边的少女说道。华少微微一笑，说道：眼看就要到饭点了，为了这点小事而让你饿肚子，我可是会心疼的。这话虽然外人听起来能起一身的鸡皮疙瘩，但是对眼前这个少女却格外受用，轻轻地在她的脸颊亲了一下。中年司机来到一辆私家车前，礼貌地敲了敲驾驶位的玻璃，车窗摇了下来，是一个满脸横肉，脖子挂着一个大金链子的大汉。大汉本来就因为堵车烦躁无比，现在又被人敲车窗，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有什么事快说，老子烦着呢。中年司机微微一笑，也没有因为大汉的态度而生气。我家少主想买你的车，多少钱你随便出。一听这话，大汉顿时笑了。还他妈少主，少跟老子装大尾巴狼。我要100万，你们给得起吗？中年司机笑容不变，直接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个手提箱扔进车内。正好100万，你数数，没问题的话，你就可以从车上下来了。本来还一脸凶相的大汉顿时愣在原地，颤颤巍巍地打开箱子。箱子内赫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100万现金，这一幕让他心脏都漏了半拍。哆哆嗦嗦地拿出几张纸币，仔细检查一番，确定是真钞无误后，大汉立马变了个样子。哥，我有眼不识泰山，这车是您的了，您看咱需不需要到时候去办个手续啥的？咱家少主要是喜欢这车，我还可以给他再弄来几辆，价格就按这个来就行。中年司机依然面带微笑，但是眼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鄙夷。好了，不要说那么多废话，我家少主赶时间。好嘞，我这就下车。大汉一边点头哈腰，一边走到道边，将车让了出来。
中年司机右手一挥，将车收进空间介质中，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向另一辆车走去。仅仅过了10几分钟，原本拥堵的道路已经变得畅通无比，而道路两边却密密麻麻站满了人，甚至有的人乐呵呵地议论起来：“兄弟，你这车也被买下了？可不是嘛，我这破车也就几万块钱，好家伙，那个人上来就给我扔了100万要买我的车，有这好事我能不同意吗？哈哈，我也是，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大家族的少爷出行，排场这么大，管他呢，只要咱们捞到好处就行呗，我还希望他多来几次呢。”处理完这些车辆，中年司机恭恭敬敬对华少说道：“少爷，处理完了。”华少满意的点了点头：“快走吧，我肚子也有些饿了。”说完，汽车轰鸣声响起，一行4辆顶级豪车就这样潇洒而去，只留下众人在原地投去艳羡的眼光。第二天上午，赵散庞在屋子内背着手不停地踱着步，脑门都因为着急都流出汗水。怎么样了，老刘？联系上孟航了吗？刘兆莲脸色难看地摇了摇头，还是没有他的消息。这混蛋在搞什么飞机？明天就是高考了，他居然还不回来！加派人手，就算把城外山脉掘地3尺，也要把他给找出来。听到他的话，刘兆良犹豫了几秒，最后还是狠下心开口说道：“城主，山脉中妖兽横行，就是空间能力者也不敢说自己能全身而退。他一个地阶的高中生，会不会他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但是其中的意思却是不言而喻。”赵散庞一声冷笑，面上没有一丝担心神色：“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就算我死在里面了，那个小混蛋都绝对不会有事。”无数学子寒窗修炼，期盼已久的高考终于来临。赵散庞站在前方，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考生，脸上虽然面带笑容，但是眼神中的那一抹焦急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住。悄悄地向旁边的刘兆良问道：“怎么样，还是没有找到吗？”刘兆良不禁苦笑一声，昨天已经加派人手去找了，但是城外山脉实在太大，想找一个大活人实在是难如登天，再加上森林里危险重重，兄弟们也不敢太过深入。哎，知道了，让兄弟们都退回来吧。轻叹一声，赵散庞没有再纠结这件事，能做的他都已经做了，至于孟航能不能赶回来，就看他的造化了。将注意力转回台下的考生，轻咳了一声，缓缓说道：“好了，1年1度的高考即将开始。今年的高考与往年相同，定在8475地阶远古战场举行。这个异次元中的远古战场已经被打扫出来，并将妖兽投放进去作为你们考核的目标。虽然大部分都是低阶妖兽，但是也说不好有高阶的妖兽出没，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切不可大意。每击杀一头妖兽都会获得相应的积分，妖兽等阶越高，获得的积分也会越高。考试结束后，你们所获得的积分就是你们最后的高考成绩。好了，最后提醒你们一遍，考试过程中不得互相合作、互相交易，更不允许互相厮杀。如有发现，取消本次考试成绩。”赵散庞一字一句地讲述着考试规定，眼神却不时地望向人群后方，希望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会匆匆忙忙赶来。可惜直到最后，他将所有要注意的考试内容都讲完，也没有发现孟航的身影。瞅了眼表，发现时间已到，赵散庞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叹了口气，大声宣布：“时间已到，所有考生进入远古战场。”传送阵法开启，发出刺眼的光芒，人群鱼贯而入，消失在原地。一阵巨大的眩晕之感过后，考生们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片密林之中。与他们常年听闻的不同，并没有发现什么远古遗迹，更没有什么遗留下来的灵气，这让众人稍稍遗憾了一下。看来这个远古战场确实是被人清理得一干二净。原本他们还在期盼能在考试的同时能捡到一些未被解封的灵气，说不定自己走狗屎运就能开出一把完整的灵气，发一笔横财。现在幻想无情的破灭。数小时后，太虎借助这灌木的遮挡，正盯着不远处一头3阶妖兽雷光虎。原本只有地阶后期的他不可能是3阶妖兽的对手，但是眼前的这头雷光虎身上有一条深可见骨的伤痕，明显是身受重伤，这让他不禁大喜。只要能击杀这头3阶妖兽，自己的积分将会增加1大截。一能发动，2条本就粗壮的大腿硬生生膨胀了1倍，握刀的右臂也变得肌肉虬结。当太虎看到雷光虎低下头舔舐伤口的时刻，眼睛顿时一亮。就是现在，脚下猛然发力，身体迅速窜出，直接向雷光虎脑袋砍去。眼看长刀就要砍中他的头颅，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不合时宜地响起：“小心！”这一声高呼惊的太虎头皮发麻，以为是有人提醒他周围还有其他妖兽偷袭，不敢再进攻，迅速收刀急退，眼睛四处观察，做出防御姿势。默默疗伤的雷光虎也被这一声惊的毛发炸起，就想强忍身上传来的剧痛站起来。可还没等他站起身，一道黑影已经来到他的身旁，带着破空之声的一脚直接踢在雷光虎的脑袋之上。这一脚仿若有千钧之力，竟将3阶的雷光虎一脚爆头，
红白之物淌了满地。黑影停下身，是一个梳着大背头，身材居然和太虎相仿的人。太虎看到这一幕，顿时了然，这个人哪是什么好心出言提醒，分明就是想吓退自己，他在趁机抢人头。脾气暴躁的太虎哪受过这个气，顿时大怒：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竟然敢抢本大爷的妖兽，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来人并没有被太虎的气势吓到，反而一脸的戏谑：你的妖兽？怎么写你名字了？小城市出来的人素质就是低。一听这话，太虎哪还不知道此人身份，也是鄙夷的反讽道：我就说云水城什么时候出来个这么不要脸的人，原来你就是传闻中帝都来的5人之一，怎么帝都的人都和你一样不要脸？被太虎这样嘲讽，背头青年的脸上有些挂不住，面色阴沉下来：小子，你很狂啊，敢不敢和我对赌？对赌是双方在考试时发生冲突后一种解决方式，对赌需要双方同意，向外界申请通过后，双方就可以在不伤及对方性命的前提下全力出手，最后赢的一方继续留在这里考试，而输的一方却是要被踢出远古战场，这也意味着考试失败。听到对赌2个字，本就是武疯子的太虎不但没有露出丝毫惬意，反而是一脸的兴奋。好，正合我心意，老子早就想领教一下帝都来的天才到底有什么手段。不再多言，两人同时向手腕上的手表形状机器提交对赌申请。没过多时，2人手腕上同时冷冷地传来一声同意。话音刚落，两人迅速向对方冲去，并仿佛心有灵犀一般以拳对拳。砰！2拳相击，巨大的冲击力竟然在空气中产生一道道波纹。太虎脚下踉跄，控制不住地向后倒退了2步，而反观背头青年脚下纹丝未动，依然站在原地。太虎感受着右手传来的酸麻之感，眼中居然露出更加狂热之色。好，除了孟航，在同辈中我还没遇到谁能在力量方面压过我，没想到今天居然又碰到一个，今天我们就好好打一场。说罢，全身肌肉鼓胀，转眼间便成为一个身高接近3米的小巨人。背头男人见到太虎的变身，眼中也放出一抹兴奋的光芒。A 级异能，力量狂化。哈哈，看来今天我也可以放开手脚，好好打一场了。咔嚓咔嚓，暴涨的肌肉直接撑破上衣，眨眼间同样变成一个身高3米有余的小巨人。2个如同小山一般的巨人相互对视，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兴奋之色。对视过后，太虎率先发难，一步踏出，粗壮的右腿直接向背头青年头上踢去。背头男眉头一挑，身子诡异的向后弯折，轻松地躲开这凌厉的一击。太虎这一脚堪堪从背头男面门擦过，产生的风压居然直接将不远处的树木炸得粉碎。8475远古战场内早已被安装了特殊的监控装备，不管考生身处何地，都会在外界的大屏幕上显示出来。而此时2人的战斗也吸引了外界众人的目光。好强，现在的学生都这么变态了吗？仅靠风压就把一棵大树踢碎。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这个我知道，他是我邻居3舅奶家侄子妹妹的孩子，3中的，他可是罕见的 A 级天赋。一个人有些得意地说道。原来是和那个天才学生林落雪一个学校的，之前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哎， A 级天赋要是放在往年，确实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可惜今年林落雪 SSS 级的天赋实在太过耀眼，后面又出来一个秒杀无声叫空间能力者的孟航，所以自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怎么没看见咱们云水城的那2个风云学生？你还不知道啊？林落雪已经被帝都大学内招了，前2天就已经被接走了。我靠，被内招了，这就是天才的福利吗？连高考都不用参加。那孟航呢？对啊，孟航哪去了？我怎么没有看见他呢？说着，此人用眼睛迅速地在大屏幕的每个画面上扫去。别想那么多了，这么多的考生，你就是看瞎眼也不一定能找到，还是看这2人的战斗吧。这可是关乎咱们云水城的荣誉。向后下腰的背头男轻松躲过这恐怖的一击，也没有起身，直接趁着这个姿势来了一个华丽的后空翻，并借后空翻的力量一脚向太虎的下巴踢去。感受着由下至上传来的风压，太虎残忍一笑，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他就这样站在原地，竟然不准备躲闪。太虎这找死一般的动作让外面的观众大惊不已，不自觉地大喊出声：赶紧躲呀！这小子发什么疯？以为自己的下巴是铁做的多吗？居然想硬抗这一脚。有的人甚至用手将眼睛捂住，不忍心看接下来的一幕。砰！一声巨响，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外界观众倒吸了口气。只见被一脚踢中下巴的太虎并没有被踢得倒地不起，而是依然牢牢站在原地。这不是众人最惊讶的地方，最让观众瞠目结舌的是他居然用下巴稳稳夹住背头男的脚。我靠，这是什么奇葩操作，还能这么干？不愧是天才的世界，我们这种普通人不懂。背头男也没有想到太虎会用出这一手，右脚被夹住，
直接大头朝下摔在地上。他本来面色还有些得意，此时却变得难看无比。他没想到在这种小地方居然会遇到这样的变态。脚下用力，想把右脚从下巴下抽出，太虎哪会给他这个机会，残忍一笑，竟然就这样用下巴夹着背头男的脚开始360度转起圈，而背头男也不受控制的跟着大头朝下的旋转起来，转圈速度越来越快，到了最后几乎变成了一道残影。速度达到极致后，太虎下巴一扬，背头男直接被这股巨大的惯性甩了出去，径直向森林深处砸去。轰轰轰，无数树木倒下，树林深处激起一阵烟尘。卧槽，牛逼，强，太强了！此子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啊！什么帝都来的天才，也不过如此，不照样被咱们云水城的学生玩虐？外面众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纷纷为自己城市的天才欢呼起来。就连赵散旁身边的刘兆良也是一脸的兴奋。哈哈，城主，咱们赢了！谁说咱们云水城的学生就比不过帝都的天才？可是这时的赵散旁死死地盯着，并没有露出一丝喜意，反而是凝重地说道：“比试还没结束呢。”什么？刘兆良大惊，连忙又把目光移回大屏幕之上。嘿嘿，哈哈哈哈！烟尘弥漫的森林深处，先是传来一阵刻意压制的低笑声，随后仿佛是终于控制不住，开始放声狂笑。听到这个笑声，场外观众的欢呼一致，太虎的神情也变得有些凝重。烟雾消散，众人便见到背头男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此时的他整齐的背头已经略显凌乱，嘴角也有鲜血渗出，但是他的脸上却显示出控制不住的兴奋，兴奋到有些变态。是我小看你了，没想到小小的云水城还有你这样的对手，不过也仅仅到此了。说罢，他猛然发力，全身肌肉扭动，背后居然仿佛形成一头哭泣的恶鬼。背头男此时就如百兽之王，贪婪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太虎被他盯住，顿时遍体生寒，竟然被这股气势压得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他面露果决之色，用牙齿狠狠咬在舌尖，剧痛加上浓重的血腥味，才让他强压下心中的恐惧。装什么逼？今天老子就把你打到服为止！脚下再次发力，如炮弹一般冲向背头男。虎炮拳，太虎双拳齐出，直接轰在他的胸膛。砰！气劲直接透过背头男的身体，直接将后面的树木震碎。但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遭受如此强大的一击，背头男却像是没事人站在原地未动。看着眼前冷汗直流的太虎，他嘴角勾起一丝嘲讽：就这，把你吃奶的劲都拿出来啊！一听这话，太虎脸上顿时变得通红。再吃我一拳！一拳轰出，可是拳头刚挥出一半，就被一只大手轻松地握在半空。背头男左手握住袭来的拳头，右手直接抓住握住太虎的面门。小子，下次找对手要擦亮眼睛，别惹到你惹不起的人。说罢，握住太虎脑袋的右手狠狠向下一砸。轰！地面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太虎躺在里面口吐鲜血。背头男低头看着脚下的太虎，缓缓说道：除了那个传说中的 SSS 级天才，想必你就是云水城最强的一个人了吧？听到这话，太虎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话：你错了，最强的并不是我，而是孟航。你最好祈祷不要碰见他，不然你会输得很惨。说完，他的身形缓缓消失在这个空间。外界的观众此时早已经噤若寒蝉，都被背头男恐怖的实力所震惊。一阵光芒闪过，重伤的太虎被传送出来。赵散旁一步踏出，直接来到他的身边，并给他喂下一颗碧银丹。没过一会，经过碧银丹强大药力的治疗，太虎缓缓地从地上坐了起来。看见来人是城主，他的脸上有着无尽的羞愧和落寞。对不起城主，给咱们云水城丢人了。赵散旁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安慰道：不要这么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今年考不上也没有什么，明年复读1年再重新参加高考，凭你这 A 级天赋，明年一定会考上你心仪的大学的。太虎不甘心地点了点头。远古战场内，背头男身上的肌肉慢慢收缩，最终又变回正常的体型。可是他并没有动，依然盯着太虎消失的地方。孟航，最强，我会被玩虐。有点意思，他的脸上再次露出那种有些病态的兴奋笑容，自言自语道：孟航，只要你在这个空间参加高考，我就会找到你的。说完，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把梳子和镜子，将已经凌乱不堪的头发又打理得一丝不苟，这才缓缓离开。而他口中的孟航还正在云水城山脉中兴奋地猎杀妖兽。此时的孟航正手持长刀与一头巨大的妖牛对峙。此妖兽将近5米左右，通体血红，虽然外表是牛的样子，但是却长了一口锋利的尖牙。孟航毫不怀疑这头妖兽的是吃素还是吃肉。4阶妖兽龙血魁牛，传说此牛蕴含一丝龙族血脉，力大无穷，所以才由此得名。人们都说城外山脉凶险无比，
随时都有丧命危险。但是孟航在城外待了这么多天，居然才碰见2头4阶妖兽，也不知道他是幸运还是不幸。其实4阶妖兽对于平常能力者来说，已经是恐怖的存在。云水城也就是赵散旁这种羽阶的高手能够对付，其他人要是在森林中遇见，那绝对是十死无生。当然，孟航这个开挂的变态不算。此时，龙血魁牛的屁股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孟航这个老六又玩偷袭。与上次遇到莲佑不同，这次是他率先发现对手的。已经步入空阶的他顿时自信心爆棚，看到4阶妖兽眼睛大亮，便展开偷袭。奈何这龙血魁牛皮糙肉厚，一刀下去并没有受到太重的伤害。龙血魁牛恶狠狠地盯着眼前这个可恶的人类，鼻子中哼哧哼哧地喷出一股白雾。他恨透了眼前这个人类，自己难得有一天没有杀生，美滋滋地趴在地上小憩一回。谁知道这个人类二话不说，上来就给自己屁股上来了一刀。老子不去惹你已经是大发慈悲了，你一个空阶的小垃圾竟然敢偷袭本兽！用前蹄刨了刨地面，一个冲刺，用他那泛着金属光泽的巨大双脚向孟航顶去。孟航可不敢硬接一头4阶妖兽，还是以力量出名的4阶妖兽全力一击，脚下轻轻跨出，仿若一股清风消失在原地，随后直接来到他的身后，就要一刀劈出。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响起系统的声音：嘿嘿嘿，糊了，清一色。孟航，我说童子哥，你他妈打麻将就打麻将，也不用糊了这种事，也要跟我说一声吧。想啥呢，铁子？我突然想起来，今天27号了，明天就要高考了，我这特意提醒你一下。好的，等我解决了这头杀牛，我就回去等会。说到一半的孟航突然感觉有点不对，下一秒他整个头发都支棱了起来。你说今天多少号？年纪轻轻，怎么耳朵还不好使了？系统有些不耐烦地说道。27号，27号，明天你就要高考了。孟航长大了嘴巴，还是不敢相信，又继续问道：你确定今天27号？有没有可能是你记错日期了？什么话？你这是什么话？系统对孟航不信任自己这件事十分恼怒。老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前1000年历史，可算后1000年将要发生的事，难道还会记错一个日期？此时的孟航气得浑身颤抖，额头青筋直跳，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那你算没算出来？我是今天高考。此话一出，系统也惊叫起来：什么玩意？你是今天高考？麻将耽误事，麻将耽误事，从此我与赌毒不共戴天。系统不住地自言自语着。孟航无语望天，不知道到底怎么吐槽这个不靠谱的系统。他现在只想对着系统唱一首歌：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4季。感受着孟航那如火山一般即将喷发的怒火，系统连忙劝解道：铁子，不至于不至于，只要有我在，保证你最后成佛做祖，那个大学不上也罢。孟航居然说的还有些道理，我竟然无力反驳。一击未中的龙血魁牛愤怒地转过身子，就要继续发动攻击。可是他发现对面本来痞里痞气的青年，此刻却如即将喷发的火山。他身上无意识之间散发出的压迫力，竟然让龙血魁牛暗暗心惊，身子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随后他发现这个动作不妥，怒从心中起。老子堂堂4阶妖兽，居然被一个空阶的人类给吓退了，耻辱！想至此，原本就血红的全身更加通红，鼻子里喷出的白烟也更加浓重。一声怒吼，龙血魁牛就要继续攻击。只有吃了眼前这个人类，才能洗刷自己刚才心中胆怯的耻辱。与此同时，孟航脑袋里系统还继续在安慰着孟航：现在怎么说？要不咱们去看看，就算今年考不上，去长长见识也好，实在不行咱们明年继续考。孟航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事已至此，他总不能把系统拽出来暴揍一顿。都这个时间了，就靠我这2双腿赶路，等到地方了，人家都开学了。嘿嘿，铁子，那可不一定。系统贱兮兮的一笑，继续说道：你前面不还有一头傻牛吗？4区的可比你这2区的要快上不止1倍。孟航眼睛一亮，有道理。8门遁甲，第4门伤门开。晋升到空阶之后，他的所有属性直接翻了1倍。现在他强大体质完全可以支撑开启8门遁甲第4门，而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身体中血液快速流动，使孟航的皮肤开始发红，全身被一股绿色能量包围，一股恐怖的威压迅速弥漫而出。刚准备发动冲击的龙血魁牛一个急刹车，硬生生在地面刨出2道沟壑。眼前这个人类身上发出的气息让他无比恐惧，就仿佛是被天敌盯上，只要他敢动，今天就必死无疑。孟航，你敢动吗？龙血魁牛，不敢动，不敢动。
孟航不怀好意地看着眼前的妖牛，右脚在地面狠狠一跺，地面迅速产生一道裂缝，并蔓延到龙血葵牛的脚底，裂缝宽有1米，深不见底。龙血葵牛睁大了双眼，不敢相信一脚之威竟然恐怖如斯。你他娘的不讲究，上来就开挂放大招！他被惊得嗷的一嗓子跳了起来，对着孟航就开骂。孟航不怀好意地盯着龙血葵牛，冷冷地说道：臣服还是死亡？臣服！龙血葵牛根本没有犹豫，直接大声地喊了出来：妖兽永不为奴，除非自己打不过。孟航一愣，没想到这头妖兽这么没底线，居然毫不犹豫的就选择臣服。不过这样也好，省着自己还得费一番力气，轻轻一跳，直接骑在龙血葵牛的背上。起初他还有些不愿意，试图反抗，但是被孟航一巴掌直接拍得跪倒在地后，他彻底没了脾气。驾！找准一个方向，孟航骑着妖牛飞奔而出。不愧是4阶妖兽，龙血葵牛一路上横冲直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拐弯，硬生生在森林中撞出一条道路。顿时整个山脉鸡飞狗跳，低阶妖兽纷纷退避，生怕莫名其妙死在他的蹄下。此时传送阵外一片寂静，气氛压抑的可怕。距离高考结束仅剩1个小时，帝都5人的分数却将云水城的学生远远地落在后面，仅是第5名和第6名就差出了将近500分，这无疑是赤裸裸地打了云水城的脸。抢你家高考资格，现在还站在你们头上拉屎，你能奈我何？现在云水城的众人就感觉像是吃了奥利给一样难受。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指着远处山脉的方向，惊恐地喊道：快看，那是什么？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到远处烟尘四起，仿佛成千上百头牛群横冲直撞向这面奔来。因为有了上一次赤血妖王的阴影，已经有人惊恐喊道：兽潮，兽潮！妖兽又开始袭击了。众人纷纷乱作一锅粥，就要四散奔逃。原本面色铁青的赵散旁一看此景，脸色更加难看。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本来今天就格外不顺，自己城市高考的前5名被外人占据，自己唯一的希望孟航还错过高考，现在又来一个兽潮，这让他怎能不恼怒？一步跨出来到人前，长剑出鞘，剑指烟尘四起的地方，大喝一声：护城队何在？有！本来还在维护秩序的护城队众人齐声应和，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身后。我们的身后是云水城的百姓，传送阵中还有龙国未来的栋梁，今天就算我们全部战死，也要随我一起守护住他们，能不能做到？能！众人齐齐高呼，纷纷拔出腰间武器，视死如归地盯着前方。就在气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一个势力强化的异能者发现异常，脸色古怪地说道：城主，不对啊，好像只有一头妖兽。赵散旁剑指前方的右手一颤，眼角也是抽了抽，你他娘的不早说，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个地步了，你现在才告诉我只有一只妖兽。随着滚滚烟尘越来越近，众人也看清了烟尘中的情况。只见烟尘中一头身形庞大、通体血红的巨大妖牛正向这面狂奔而来。一见这头妖兽，赵散旁刚刚有些放松的脸色又突然大变，大喝一声，所有人赶紧闪开。远处的百姓纷纷闪开，但是他身后的护城队依然倔强地站在原地未动。城主，我们跟你共进退。一听这话，赵散旁顿时急了：进退个屁进退！这是头4阶妖兽龙血葵牛，这畜生以力大无穷著称，要是放在平常，老子跟他1v1还是有胜算，但是现在这个畜生以如此速度冲过来，强大的力量加上巨大的惯性，就是我敢硬抗也要被碾成肉泥，更别说你们。你们赶紧躲开，我去想办法让这头畜生减速，不然我还得为你们担心。护城队的众人眼见在这只能添乱，也不再坚持，纷纷向两边跑去，紧张着注视着城主接下来的动作。而此时龙血葵牛低着头埋着头，死命向前猛冲，不敢有一丝停顿。孟航稳稳坐在他的背上，虽然因为速度太快导致牛背上剧烈颠簸，但是他依然稳如泰山，没有一丝要坠马，不对，要坠牛的前兆。孟航拍了拍龙血葵牛健壮的后背，言辞温柔地说道：老牛啊，能不能再加点速？如果耽误了时间，咱们到的时候考试已经结束，我今晚就准备吃红烧牛肉弥补我受伤的心灵了。木一声悲壮的长鸣，龙血葵牛的鼻子里喷出一股气体，四蹄再次发力，速度再次暴增。看到再次加速的龙血葵牛，赵散旁顿感头皮发麻，这傻牛到底吃错什么药了？莫名其妙的就往这冲，难道这里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赵散旁有一种错觉，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感觉从刚才妖牛的叫声里居然听到了一丝委屈和惊恐。眼看龙血葵牛越来越近，他也不再多想，将精神力灌注长剑之中。赵散旁准备用开天直接斩断这畜生的4只蹄子，来阻止他的继续前冲。他眯着眼睛估算着妖兽和自己之间的距离，确保自己的剑气能攻击到他。
近点，再近点，就是线已经将精气神凝聚到1点，只差一剑挥出。可是就在这时，之前那个视觉强化的异能者又突然喊道：“城主，龙血魁牛的背上好像还坐着个人。”赵散旁身子一顿，不可置信地回头问道：“你确定他背上坐个人？”城主放心，俺打仗不行，但是在探查这方面绝对没问题。俺说有一个人影，就绝对不会出现一队。没理会这个人满嘴跑火车，赵散旁一脸的难以置信。要知道4阶妖兽堪比羽阶强者，是和他一个等级和龙血魁牛交手，自己有7分把握能将其斩杀，但是想收服此妖兽，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毕竟4阶妖兽已经通灵智，有着他们作为妖兽的骄傲，怎么可能轻易臣服于人类？想要收服妖兽，只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获得妖兽卵，妖兽还没有孵化便滴入自己的精血喂养，这样出壳后的妖兽会主动认主。可惜妖兽卵，尤其是高阶妖兽卵实在太过稀有，所以拥有妖宠的人属实太少。至于第二种，要比第一种还要困难。能力者和妖兽之间实力相差太大，导致妖兽生不出一丝反抗之心，只能选择臣服。这是哪家大佬闲着没事跑到云水城这个小地方凑热闹，闹出这么大的幺蛾子？赵散旁有些无语地想到。其他人听到有人居然把4阶妖兽当作坐骑，也不禁兴奋地议论起来。好家伙，哪位大佬这么大的手笔，居然拿4阶妖兽当坐骑？那还用说，一定是环阶强者，不然哪有实力降服龙血魁牛？关键现在龙国境内环阶强者本来就没多少，这大佬没事跑到咱们这干什么？一会看看不就知道了。众人此时知道并不是妖兽突袭，也不再恐慌，纷纷又聚在一起，争先恐后的垫着脚，伸着脖子，探头向前观望，想一睹这位骑牛大佬的风采。就连考场的考试一时间都没有人在意，仅剩几十米的距离，孟航看到人群还没散去，知道考试还没结束，这才松了口气，大喝一声嘘。高速奔腾的龙血魁牛一个急刹车，滑出10几米，在地面上离出2条深深的蹄印，才将庞大的身子停住。烟雾散去，这时不用那个视力强化的异能者再提醒，众人也看清了这头庞大的妖兽和其上的人影。隔着老远，众人还没有感觉，现在龙血魁牛来到近前，他那庞大的身躯，高阶妖兽无意间散发出的压迫感，让在场的大部分人两腿瑟瑟发抖。有人咽了口水，勉强对旁边的人说道：“哥们，你扶我一把，我腿有点软。”兄弟，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我已经在地上坐着了。虽然他们也见过大世面，当初那头5阶的大妖出场就是遮天蔽日，气势要比龙血魁牛要强的太多，但是那时候毕竟远在天边，哪有现在活生生就站在自己不远处威慑力来的大。这头4阶妖兽就这么恐怖，他背上的大佬实力该多恐怖？不行，我得看看这位大佬是不是长了3头6臂。哎，这个大佬长得怎么这么年轻？可能高阶能力者都驻颜有术吧？不对啊，我怎么感觉这个人这么眼熟呢？有人歪着头，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为什么也感觉眼熟呢？我操，这不是孟航吗？有个人反应过来，不禁惊呼出声。孟航？哪个孟航？还能是哪个孟航？就是咱们云水城那个击杀无声叫的那个。卧槽，怎么是他？被这么一喊，所有人皆是认出牛背上的人居然是孟航，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怎么可能？这小子才什么等级？怎么可能就驯服4阶妖兽？我一定是在做梦，一个高中生居然能驯服4阶妖兽，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耗子都能给猫当伴娘了。有的人默默点了根烟，眼神忧郁地说道：“我抽了一盒烟也没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你别说抽烟了，我抽了一嘴鞭炮都没想明白。我抽了整整5个煤气罐也没想通。不对啊，他现在不是应该在高考吗？怎么现在才来？有人终于察觉异常，不禁惊讶地问出来：“哎，你这一说我才反应过来，他也是这届高3，为什么没参加高考？不会是错过时间，这才抓了头4阶妖兽赶路吧？”孟航从牛背上跳下，本来他想踢一下龙血魁牛的屁股，奈何这货身材实在太过巨大，孟航只能在他的腿上踢了一脚。今天算你好运，今天就饶了你，但是以后要是让我发现你屠杀人族，我一定将你扒皮抽筋做汤喝。滚吧！一声长鸣，龙血魁牛如同大赦，感慨终于能脱离这个煞星的魔爪，没有一丝犹豫，转头就跑。看见孟航的动作和龙血魁牛的态度，众人又是一阵无语。这小子从哪也没看出那么恐怖，你好歹是4阶妖兽，要不要这么卑微？看到众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不由得有些尴尬，只能用主角都是最后出场来安慰自己。系统，你这也太他妈最后了吧！孟航有些拘谨的蹭到赵散旁身前，尴尬的挠了挠头。早啊，老赵。赵散旁也被他这出场方式震撼到无以复加，但是一想到孟航如此实力居然没赶上高考，心中的怒火更加旺盛。赵散旁嘴角抽搐，强行压住内心的怒火，一声冷笑：“确实挺早，这太阳还没落山呢。”
不知道孟大公子来这里有什么事，居然还有兴致抓头牛当坐骑。孟航哪里听不出他话里的阴阳怪气，干笑几声道：老赵，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作为云水城高3学生，当然是来考试的。一听这话，赵散庞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咆哮道：你小子还知道今天是高考？我还以为你死在城外山脉里了。老子这2天不知道派了多少人去找你，现在考试都要结束了，你想起来回来了，现在也不晚。不行，我现在进去，能考多少分是多少分。孟航有自信，以他现在的实力进去，完全可以横推副本，加快点速度，说不定还是能考个好成绩的。你在想屁吃呢？赵散庞瞥了眼他，继续说道：无规矩不成方圆，错过时间就是错过时间。今天我就算是你老子，也不能让你进去考试。老赵，咱们说话就说话，你不能占我便宜啊。孟航有些不愿意地说道。其实他也没抱希望赵散庞能答应自己这个请求，但是总要试一下，现在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孟航长叹一口气，以后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听完2人的对话，众人这才明白，感情这个孟航居然真的是忘记时间而错过高考，这得是多大的心才能把时间给忘记了。就在孟航唉声叹气的时候，余光瞥到某处，突然一愣：太虎，你怎么也在这里？难道你也是忘记时间错过高考了？太虎额头满是黑线，心想：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这么心大，连高考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能忘？把事情的经过跟孟航讲了一遍，包括国家对云水城的政策，帝都人抢占名额，林落雪被帝都大学内招，还有赌斗的事，全都一一道来。孟航听完顿时大怒：帝都来人跟咱们抢名额，居然还把你打伤，让你失去高考资格，是可忍孰不可忍？孰能忍，神也忍不了。一听他这话，赵散庞更加来气，不禁开口怒声道：你还好意思说林落雪不在？本来老子还指望你能给云水城挣点脸，现在好了，你看看考试成绩。孟航抬头向大屏幕上积分器看去，第1名华秋，目前分数889，第2名屠吴，目前分数852分，第5名阮素，目前分数760。孟航有些不自信地问道：不会这前5名都是帝都的那几个人吧？赵散庞冷笑一声，反问道：你说呢？孟航脖子一缩，不敢再说话。在所有人的精力都放在他身上的时候，8475远古战场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名长相普通、戴着眼镜的学生正半跪在地上，脸上露出病态的狂热之意，哪还有先前斯斯文文的模样？无声老母，真空家乡，我将把我的灵魂祭献给老母，让这里的人都有陪葬。说罢，他用精神力打开空间戒指，瞬间刺鼻，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弥漫开来。这个空间戒指中居然存储了大量不知名生物的鲜血，空间通道一打开，仿佛是河堤开闸放水，无数鲜血喷涌而出，落在眼镜男前方的地面上。诡异一幕发生了，鲜血刚落到地面，就诡异的迅速渗了进去，好像地下正有什么东西贪婪的吸吮着这些鲜血。事实正是如此，渗入地下的鲜血正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继续往下流动。眼镜男地面下方的几十米处，一具身高将近10米的人形骷髅正平躺在此处，而渗入地面的大量鲜血就是被这头骷髅所吸引，不断的向此处汇聚，并迅速没入森森白骨之中。随着不断吸收着血液，原本森白的骨头上竟慢慢长出点点血肉，点点血红的血肉附着在白骨之上，甚至还隐隐有经络出现。如此血腥恐怖的一幕，要是被普通人看见，一定会直接吓尿裤子。就在这时，仿佛已经在地下被埋了千万年的骷髅居然动了一下，虚无的眼眶中竟然出现了2团鬼火。就在骷髅眼中有鬼火生成之时，他周围10几米的地面开始塌陷，土石崩飞。一双巨大的骷髅手臂从地下伸了出来，一把便捏住上方的眼镜男。下一秒，眼镜男直接被捏爆，全身的鲜血直接被白骨吸收。附近的低阶妖兽原本被浓重的鲜血味道吸引过来，此时感受到这股恐怖气息，纷纷四散奔逃。骷髅缓缓站起身子，眼中鬼火跳动了几下，竟然从自己身上拽下一截肋骨，并迅速化为一把数米长的骨刀。骷髅巨人手握长刀，向某处正在逃窜的妖兽的方向虚空一砍，此妖兽瞬间炸开，化成一团血雾。骷髅巨人深吸一口气，这团血雾就被吸入他的鼻中。在吸收血雾的同时，他的身体某处又长出一丝肉眼难查的血肉。华秋，也就是帝都5人中的唯一一个 S 级能力者华少，正巧也在附近，也被这里的动静吸引过来，刚好看到骷髅巨人吸收妖兽鲜血的那一幕。他面色大变，额头冷汗瞬间流下，二话不说转头便跑。可惜骷髅巨人的目光已经锁定在他的身上，眼中鬼火闪动了2下，一刀向华秋砍去。明明一人一骷髅相距几十米，但是当骷髅巨人凌空挥出一刀时，他整个人汗毛炸起，仿佛下一刻就要和那头妖兽一样爆体而亡。不敢再犹豫， S 级异能发动，生物交换。华秋身形一阵变换，原本他的位置
赫然变成了本应在他前面逃跑的一头二阶妖兽，而他竟然直接出现了原本这头二阶妖兽所在的位置。这正是发动 S 级异能生物交换的效果。华秋木之所及处，只要是生物，它可以随时与之交换身形，并且只要精神力足够，交换次数就没有限制。一人一兽位置刚交换，这头二阶妖兽直接炸开，这一幕直接吓得华秋头皮发麻。五阶古妖惊叫一声，不敢耽误，又是连续数次发动异能，身影直接消失在密林深处。而与他交换的妖兽身子一个一个炸开，血液被古妖尽数吸收。见到那条小虫子跑远，古妖也没在意，换了个方向继续挥刀。骷髅巨人身长10米左右，但是在远古战场的森林中，随便一棵参天大树都有将近20-30米高，所以它引起的动静虽然不小，但远古战场里的大部分考生还没有察觉到此处的动静，还在继续猎杀妖兽。但是古妖的动静可被摄像一清二楚地拍了下来，众人骇然地盯着大屏幕，一脸的惊恐。不是说里面只有低阶妖兽吗？这是什么鬼？还有，这古妖的为什么有着人形的身躯，却如此庞大？孟航也是看得毛骨悚然，怎么好好的一场高考，自己一来就出现如此诡异的变化？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主角光环，走哪都出事？他机械地转过头，有些结巴地向赵散庞问道：“我说老赵，这是什么情况？这东西也是高考的一部分？”此时的赵散庞嘴唇干裂，两眼发直，愣愣地盯着大屏幕里的古妖，根本没有听到孟航的问话。他嘴里不住地呢喃着：“怎么办？怎么办？云水城的所有考生可都在里面了，他们要出点事，我怎么跟他们的家长交代？怎么跟国家交代？我赵散庞万死难辞，要成为千古罪人了。”哎，老赵！赵散庞突然打了一个激灵，从发呆中被孟航叫了回来。你说什么？我是问你，这也是高考的一部分。赵散庞苦笑地摇了摇头。怎么可能？这可是5阶古妖，我见到他都得转头就跑，怎么可能让他出现在高考中？那这头骨妖是？孟航有些不解。上古战场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千百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知道。但是现在的上古战场依旧有无数骸骨，有些骸骨经过无数年，自主产生灵智，就是我们所说的古妖。他们可以通过吸收人类或者妖兽血液来让自己重新长出血肉，而且吸收的血肉越多，他们的实力越强。可是这个为高考准备的上古战场早已经被清理得一干二净，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5阶古妖。如果继续让他继续这么发展下去，还没到考试结束，整个异空间的妖兽和学生都会成为他的养料。说到这，赵散庞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无比。卧槽，那还不赶紧暂停考试，进去救人！孟航大惊，急切地催促道。赵散庞苦涩地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深深的无奈。时间未到，考试不能结束，而且除了有准考证的人，就算是我也无法进入。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所以龙国极其注重高考，每个学生的准考证都是国家统一下发，就是为了防止有宵小之徒从中搞小动作。那太虎再进去不行吗？太虎听见这话，瞬间吓得脸色苍白，脸上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大哥，你别坑我，我进去有啥用？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他虽然好战，但也不是脑袋不好使，这种妥妥送人头的事，他可不会去干。孟航没搭理他，继续问道：“那你拿着他的准考证进去不行吗？”赵散庞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没用的，龙国高层怎么可能没想到这方面？每个学生在考试前都会被学校采一滴精血放进准考证中，只要精血相匹配，才能进入传送阵。想必你当时也被取过。”说到这，赵散庞忽然愣在原地，随后眼中爆发出金光。孟航被他这个样子吓了一跳，连忙退后了几步，戒备地看着他。老赵，我可跟你说，我虽然长得是很帅，但我可是直的，钢铁那么直，没理会他的插科打诨。赵散庞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你准考证拿了吗？”孟航顿时明白了他的想法，不禁又退后了几步。你别打我主意，那可是5阶古妖，堪比环阶强者，我进去也是送人头。赵散庞此时一脸兴奋，可不管他说什么，一把搂住孟航的脖子，在耳边悄悄地说：“别人不知道我还会不知道吗？当初你连5阶的赤血妖王都能轻易的给秒了，还会怕一个5阶古妖？”孟航欲哭无泪，就知道他会这么说。当初他是兑换6道之力，化身完全体的虚佐能乎，才给赤血妖王给秒了。以现在的自己，虐4阶妖兽还可以，遇到5阶的，在开启万花筒写轮眼的情况下，只能说保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长时间开启万花筒写轮眼的副作用，也是他承担不起的。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孟航连忙拒绝道：“老赵，不是我不想帮，之前那种秘术怎么可能说施展就施展，是要耗费极大代价的，甚至是生命。”听到孟航这么说，赵散庞眼睛中的神采又瞬间消散，变得呆滞无比。孟航都已经这么说了，
赵散庞也不可能强行让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换考生们的生命。叮，系统开启，接受赵散庞的请求，奖励各项属性点加30，拒绝，扣除各项属性点20点。这时，系统的声音在孟航的脑子里响起：尼玛，倒霉系统，我高考的事情还没跟你算账呢，你现在又想坑老子？这回我说什么都不接受，就算扣除属性点，老子也认了。孟航下定决心，现在开始当一条咸鱼，只要自己摆烂，系统就拿自己没办法。哎，铁子别着急拒绝啊。系统不慌不忙地说道：筑间细胞体验卡，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不要99998，不要9998，更不要998，只要200杀戮积分。不对啊，童子，当初6道之力你才要我98杀戮积分，为什么仅是筑间细胞就要我200杀戮积分？是带仙人体的吗？不好意思，你想多了。那你凭什么卖的比6道之力还贵？孟航顿时不干了。铁子，这都什么时代了，通货膨胀懂不懂？孟航看了眼杀戮商店的积分，嘴角不禁抽了抽。什么通货膨胀都是放屁，他是看自己就剩下200积分。虽然孟航的心里已经异动，但是外表还是装作一脸的不愿意。那也不干，杀了古妖也没有积分，我何苦去受那累？系统回道：铁子，看你说的，咱俩是什么关系？怎么能让你白受累？为了弥补耽误你高考的事，我承诺，只要你能杀死古妖，那他的积分就归你。孟航睁大了双眼，一脸惊喜地问道：说话算话，不是我说，铁子，我什么时候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听到系统改口，孟航冷冷一笑，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哀莫大于心死，赵散庞此时双眼无神，正试图向总部发起求援。他也知道，等总部来人，这里的考生基本就死绝了，但是他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干等着。赵散庞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事情真的走到那一步，他就辞去云水城城主之位，去前线击杀妖族，不死不回。老赵，我决定了，我去解决这头古妖。孟航，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也很为难，我也不勉强你爱，你答应了。赵散庞长大了嘴巴，不明白仅仅一会功夫，孟航怎么就转变态度。可是秘术对你的伤害，赵散庞欲言又止。孟航双眼盯着大屏幕中的古妖，眼神坚定无比。如果牺牲我一个人能解救这么多学生，我义无反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听着孟航这无私的讲话，泪水打湿了赵散庞的眼眶。他没想到，平常这么不正经的一个少年，内心却是这么的无私。他紧紧地握住孟航的手，感动地说道：小孟，不要勉强自己，如果真的危及到自己性命，你可以逃跑，没有人会怪你。场间众人一直关注这面的动静，听完二人的谈话，他们眼中也不禁露出凄然之色。虽然不久前他们刚看到孟航骑着4阶妖兽赶来的那一幕，但终究没见过他真正的实力。再说了，里面的古妖可是5阶，不是4阶妖兽可以比的。在他们看来，孟航此举无疑是送死。年纪轻轻就可以降服4阶妖兽的天才，何必为了他们而枉送自己的生命呢？有个人惋惜地说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也许就是一些真正的天才和我们的区别。我们龙国就是因为有孟航这样不畏死的青年，才能将妖族挡在一线天之外。说的没错，高考结束后，我一定会为孟同学在市中心为他立个碑，纪念他英勇无畏的精神。喂，立碑可还行，我还站在这没死呢。孟航额头无数黑线涌过，他本来就是想装个逼，但是按这个剧情发展下去，他不死都对不起自己了。实在不想再听众人的议论，孟航拿出准考证，毅然决然地走向传送阵。在外人眼中，他这几步居然走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光芒闪动，孟航再次睁开眼，便已经进入到远古战场之中。刚一睁眼，看到这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高大树木，他顿时懵了。在屏幕里感觉古妖身材巨大，但是自己进来才发现，这个空间无比巨大，这他娘的上哪去找古妖踪迹？外界的赵散庞也妈了，他也是此刻才想起来，没给孟航发如同手表的积分设备。那个设备不但有积分作用，也可以让里面和外面的人保持通话。就像太虎和背头男对赌的时候，就是赵散庞通知可以的周波小心翼翼地在森林中穿梭。与其他考生到处寻找妖兽不同，他是在小心翼翼地避开妖兽。他从小就身体瘦弱，再加上觉醒的只是 F 级的嗅觉强化，可以说是毫无战力，就是遇到个1级妖兽他也要绕道走。要不是家里老爹逼得紧，他连高考都不想参加。周波你好，我是云水城城主赵散庞。突如其来的声音差点没吓得他惊叫出来，好在反应快，赶紧用手将嘴捂住。他没想到高高在上的云水城城主居然会联系自己，连忙开口问道：城主你好，我是周波，请问有什么吩咐？在你东南方向200米处有一位同学，我需要你帮我找到他。周波见到城主要找的人居然是孟航时，顿时一愣。
他也是3中的学生，自然不可能不认识大名鼎鼎的孟航。只是他没想到，考试都快结束了，孟航居然和自己一样，也在森林外围晃荡。通过监控，赵散庞将古妖的位置告诉孟航，并和周波商量好，让他和孟航一起行动，方便赵散庞在外界随时通知孟航古妖的动向。这时周波才知道孟航居然没有参加高考。找准方向，孟航2人直接发动全力向古妖的方向全力奔去。只是还没跑几分钟，周波就双手撑着膝盖，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孟航的速度实在太快，他需要拼尽全力才能跟上他的步伐，这使他体能迅速流逝，没有一会便坚持不住。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孟航已经是照顾他的速度，连一半速度都没发挥出来。周波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手腕的计分器摘了下来，递给孟航。孟航，我实在是跑不动了，虽然不知道你要去办什么事，但是能让城主亲自联系，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还是你拿着吧，我跟着你一起去，只能耽误你的行动。孟航奇怪地问道。这个我拿着，你之后猎杀妖兽的成绩怎么办？周波自嘲一笑，遇到妖兽我只有跑的份，还谈什么猎杀妖兽？孟航深深看了他一眼，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是矫情的时候，到了生蟹，直接开启8门遁甲第3门赶路。周波长大了，嘴愣在原地，他只看到孟航全身先是泛起绿色能量，然后他就化为一道绿光消失在原地。这是一个高中生能达到的速度。将近过了半个钟头，孟航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距离，只知道在赵散庞的指挥下，距离古妖越来越近。这一路他只要中途遇到学生，都会提醒他们尽量远离古妖的位置。又走了将近5分钟，孟航又看到个梳着背头、身材健壮的男生正在向古妖的方向走去。他不得不停下身子，对背头男提醒道：“同学，那个方向危险，我劝你还是不要往那个方向再走了。”屠无眉毛一挑，冷笑一声说道：“我还不信一个专门为高考准备的远古战场，能有什么能威胁到我的地方？你这么说，我还非要去看看。”听到他这么说，孟航眼神古怪地看着他，仿佛是在说：“哥们，你是2B 吧？”秉承着好言难却该死的鬼原则，孟航也懒得和他墨迹，就要继续赶路。就在这时，背头男好像想到什么，突然叫住孟航：“喂，小子，等一下，你听说过孟航没有？”孟航本来不想搭理他，背头男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让他很不舒服。如果他现在不是有要事在身，孟航绝对会跟这个装比犯比划比划。但是听到此人居然叫自己名字，这不由得让孟航停住脚步。孟航转过身子，好奇地问道：“你找我？”背头男也是一愣，没想到自己心血来潮地问了一嘴，居然问到本人。随后他的脸上瞬间露出无比兴奋的表情：“你就是孟航？”“对啊，有什么事情吗？”“本来没什么事的，但是我刚才打败一个你们这里的 A 级的学生时，他说你才是云水城除了林落雪之外最强的学生。”孟航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他说的不对。”屠无眉头一挑，说道：“没想到你还挺谦虚。”“这倒没有，我的意思的，就算加上林落雪，我也是最强的。”此话一出，这回轮到屠无面色变得古怪，随后就传来他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笑了将近半分钟，他才止住笑意，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水，说道：“你们云水城的人都这么能说大话吗？”“你们云水城？”孟航先是一愣，随即有些反应过来，开口问道：“帝都来的？”屠无笑着点了点头：“屠无，在赌斗中把太湖打败的人。”“没错，没想到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依然表情轻松地回答。“哦。”孟航长长的哦了一声，并向屠无跟前又走了几步，让2人之间的距离仅剩1拳之隔。其实孟航的身高不算矮，足足有1.8米，但是奈何屠无有1.9米的身高，2人站在一起相比，就显得孟航气势弱了许多。屠无低着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孟航，脸上不屑之色不加掩饰。“怎么，你要替他报仇？想要打架我随时奉陪，现在我们就可以申请赌帕。”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传来一阵清脆的大逼斗的响声。孟航此时可是还没有关闭第3门8门遁甲，这随手一个大比斗都有着1000钧之重。只见这一巴掌扇下，屠无的整个脸都变得扭曲起来，甚至五官都扭在一起。不止如此，足足1.9米的身高居然被孟航这一巴掌扇得凌空飞起，仿佛是陀螺一般在空中高速转着圈，随后重重摔在灌木中。漂亮，好一个大比斗，太他娘的解气了！外界一直关注孟航动向的众人不禁欢呼出声。今天他们可谓是憋屈无比，明明是自己城市的高考，却被外来的5个人占据了前5，还被人赤裸裸嘲讽云水城无人，而且太虎这个 A 级天才，就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人，导致今年无法参加高考。虽然是光明正大的赌斗，但是他们心中还是憋着一股气，可是他们只能把这股怒火狠狠压在心底，无法发泄出来。这个世界强者为尊，你想找回场子可以，
手底下见真章。但是你要没本事，那只能憋着。直到现在，孟航这一巴掌让他们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出来，只感觉浑身通透。赵散庞在旁边无奈地捂着脑门，但是眼中的兴奋却是掩盖不住。当时二人碰面的时候，他本来不想提醒孟航此人就是屠吴，毕竟大局为重，那面还有个古妖在等着。但是随着这一巴掌扇下，他只感觉这一天的憋屈消散得一干二净。好，臭小子，就这么干，让他们知道咱们云水城的厉害。到了最后，赵散庞也不再掩饰，高声为孟航加油助威。嗨嗨！过了好一会，灌木中才传来2声咳嗽的声音，屠吴缓缓走了出来。此时的他双眼充血，脸上一个巴掌印清晰可见。屠吴浑身颤抖，双拳握得嘎吱直响，尽力克制住即将爆发的怒火，狠狠地对孟航吼道：你是不是疯了？难道你不知高考期间私自对战会被取消考试名额的吗？哦，孟航又是长长的哦了一声。听见这声哦，屠吴下意识地迅速捂住脸，好像是害怕孟航再暴起给他一巴掌。孟航给了他一个白眼，继续说道：那关我屁事，我已经被取消考试资格了。一听这话，屠吴原本一对充血的眼睛瞬间爆发出一抹金光，嘿嘿笑道：这么说，就算我现在出手也不会被惩罚。孟航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说道：原则上是这样。好好好，臭小子，你等死怕！又是响亮的一个大逼斗。只见孟航只是随意地向前踏出一步，竟然瞬间便来到相距他10米外的屠吴面前。还没等他说完话，又被孟航这一巴掌扇的在空中转了无数圈。嘶！外界传来无数倒吸凉气之声。嘶！孟航这小子不讲究，没听过打人不打脸吗？不过，嘿嘿，我喜欢。好家伙，这小子的身形怎么如鬼魅一般，一步就能跨这么远？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缩地成寸？要不然人家怎么能收服4阶妖兽呢？这实力实在是太恐怖了。屠吴的两边脸火辣辣的疼痛，他感觉自己要疯了。你不但打我脸，居然还给我打了一个对称的。从小到大他都高高在上，从来都是自己虐别人的份，今天居然被一个小城市的学生连着扇了2个巴掌，这是赤裸裸的在羞辱自己。我要你死！倒在地上的屠吴豁然起身，全身瞬间膨胀成一个3米的小巨人，后背健壮的肌肉涌动，形成一个哭泣恶鬼的样子，脚下瞬间发力，巨大的冲击力直接让其脚下的地面开始下沉。屠吴庞大的身子带起猛烈的风压，吹得孟航衣服猎猎作响，如树干一般的右腿直接一个横扫，就向孟航的太阳穴踢去。孟航依然面无表情，双手插兜，只是随意的向前弯个腰，就轻松的躲过这恐怖的一击。屠吴这一脚踢空，巨大力量压缩空气形成的空气斩，直接将旁边的数棵树木炸得粉碎。还没完呢！见到自己这一脚居然被他如此轻易的避开，屠吴一声大吼，2个砂锅大的拳头径直轰向孟航刚刚抬起头的面门之上。孟航还是双手插兜，眼看着拳头越来越近，他居然站在原地没有躲，看样子竟然是想硬接这一拳。快躲开啊！外面的太虎焦急的大喊一声，他觉得孟航有些拖大了。屠吴开启鬼背后的力量，他可是亲身感受过，那股无可匹敌的力量让他现在还是心有余悸。眼看着拳头越来越近，孟航终于动了，只不过他不是身形后退躲开这一拳，而仅是拿出右手抵在袭来的拳头之上。孟航的拳头和变身后屠吴的拳头比起来，简直如同鸡蛋比之篮球，而就是这渺小的拳头在抵住屠吴的拳头时，竟让屠吴不能再寸进半分。砰！2拳相击产生的气浪将2人周围数米的树木搅得粉碎。我招你们还是惹你们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屠吴双目圆睁，不敢置信地看着孟航，他不相信自己全力一击竟然被这个小子如此轻易地挡下。屠吴状若疯癫，嘶吼道：这不可能！喊罢，他的右臂竟然再次鼓胀一圈，试图一举击溃孟航的抵抗。可惜尽管他的力量再次暴增，可是孟航就是站在原地，就如一座耸立入云端的山峰，纹丝不动。看到这粗壮的右臂，孟航居然啧啧2声，暗道：难道这就是传说单身20年才能练出来的至高奥义麒麟臂？不愿意再跟他墨迹下去，孟航右手微微一用力，屠吴瞬间面目扭曲，右手的骨头仿佛要被捏碎一般，巨大的痛苦让屠吴不自觉地跟随着孟航下落的右手缓缓跪下。我说兄弟，你这身腱子肉看起来挺唬人，一看就是蛋白粉喝多了，中看不中用。屠吴哪里还顾得上他说什么，巨大的痛苦让他额头流满汗水，拼命挣扎想拽出右手，奈何就是纹丝不动。没意思。孟航摇了摇头，一脚踢在屠吴胸口，他那小巨人一般的身体瞬间飞了出去，足足在空中飞了几十米才重重摔进森林，溅起一阵烟雾。拍了拍手中的灰尘，孟航没有去查看屠吴情况，继续向古妖方向前进。妈了，
彻底麻了。场外众人一片死寂，就连为孟航欢呼的声音都消失了。所有人张大了嘴，愣愣地看着场间的战斗，就连赵散庞也不例外。瘦小的身体里怎么可能迸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刘兆良抹了抹头上的冷汗，这场战斗看得他心惊不已，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顿了顿，向赵散庞问道：城主，你见多识广，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说可能哈，眼前这个孟航是5阶化形妖兽变的，要不然我实在理解不了，他又不是力量系能力者，怎么可能用出这么强大的力量？赵散庞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说道：要不等他出来，你去问问他。刘兆良回想起刚才孟航那恐怖的一脚，连忙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古妖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此时的他已经不知道吸收了多少鲜血，整个骨架都被一层薄薄的血肉覆盖。就在这时，他那空洞的眼神看向了不远处，巨大的古刀缓缓抬起。诺云一边走一边哼唱着孟航的那首同桌的你，心里既欢喜又生气。自从那天开完离别会之后，那个坏蛋居然再没有联系他。本来诺云还以为今天能见到孟航，可是高考都要快结束了，他连孟航的影子都没看见。想着心事的诺云突然脚步一顿，惊恐地望向不远处，看着那个近10米高的人形骷髅，诺云一阵毛骨悚然。他想转身逃跑，奈何双腿发软，任凭他怎么努力也动弹不了。看着古妖已经对自己举起古刀，诺云惊恐地闭上眼睛，大声喊道：孟航，救我！诺云下意识地喊出孟航名字，可是他知道天下没有这妖巧的事，孟航又不是他的白马王子，能在关键的时候立刻出现。心灰意冷，他已经闭目等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仿佛真的听见孟航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木盾，花树界降临。这是孟航的声音吗？不可能，一定是因为我太紧张，出现幻觉了。诺云苦涩地想到。只是等了一会，他发现自己依然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这才有些疑惑，将眼睛慢慢睁开。只见在他的前方有一个道身影站在他的前方，这道身影虽然不算强壮，但此时对于诺云来说却无比高大，给他带来极大的安全感。孟航，我不是在做梦吧？诺云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你就是在做梦，这个地方很危险，你赶紧离开，换个地方继续做梦去。孟航淡淡地调侃了一句，眼睛却没有从古妖身上移开。数秒前，就在他按照赵散庞的指引来到此处时，正好看到古妖向诺云挥刀的场景。这小妮子怎么跑这来了？孟航面色大变，双手飞快结印，使出木盾花树界降临之术。只见无数粗壮的树藤从古妖脚下破土而出，并随着他的身体继续向上攀爬，死死缠住他的手臂，显而又显地将这一刀拦下。转瞬间便将古妖捆得如粽子般严严实实。诺云睁大双眼，看着浑身缠满藤蔓的古妖，不可思议地向孟航问道：你救的我？孟航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不是我还能有谁？可是你不是觉醒的瞳术异能吗？这树藤又是什么能力？哦，2次觉醒了。孟航淡淡地说道。诺云一脸茫然，2次觉醒可以说是万中无一，为什么在他嘴里就好像是喝水一样简单？外界众人看到这一幕也是兴奋地议论着。好家伙，这小子居然还是个木系能力者，以前怎么没看过他用这招？关键木系不是治疗属性的异能吗？这巨大藤蔓是什么鬼？可能是变异了吧，毕竟天才的世界我们不懂。不对啊，我儿子是和他一个学校的，我怎么听说他觉醒的是1级瞳术异能？这到底是个什么怪胎？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力量完虐力量系的能力者，速度也堪比速度系，现在居然又用出木系和……我已经麻木了。就算一会他把金木水火土5系异能全用一遍，我也不惊讶了。赵散庞也是一脸的懵逼，他可是比在场众人都要了解孟航，因为了解所以更震惊。这小子什么时候又觉醒的木系异能？人家的木系异能召唤出一条手臂粗大小的藤蔓已经很牛逼了，你这水桶粗的藤蔓是什么鬼？他不知道的是，孟航仓促下只是想缠住古妖，所以仅是根据古妖大小来召唤的藤蔓。只要拥有柱间细胞的孟航愿意，就算是召唤出再大数倍的藤蔓也是轻轻松松。可以成长的瞳术异能，这变异的木系异能，哦对了，还有那犯规的空间系异能丝。赵散庞毛骨悚然地倒吸了口气，云水城好像是出了一个不得了的怪物，也许妖族之患有一天会在他的手里解决，也说不定。赵散庞有些异想天开地想着。古妖双眼鬼火闪烁，奋力想挣断身上得到藤蔓，奈何粗大藤蔓坚固无比，任凭他怎样用力也是无济于事。就在此时，他眼中幽绿色鬼火大盛，全身都被这股幽绿色火焰包裹。哦！古妖向天空嘶吼一声，巨大的力量倾泻而出，缠在他身上的藤蔓寸寸碎裂，并且直接将周围几十米的树木全部搅碎，就连附近的妖兽和误入这里的学生也没有幸免于难。孟航面色见到此景，
拽着诺云迅速向后退去。诺云无力地任由孟航拽着他向后退去，看着眼前木屑纷飞，如末日一般的场景，他全身瘫软，脸色格外苍白。如此恐怖的怪物，怎么可能是他们两个可以对付的？堪堪躲过这恐怖的一击，孟航将他扔到地上，说道：“赶紧跑吧，一会真打起来，我可没精力照顾你。”瘫软在地的诺云不可置信地看着孟航，问道：“你要去对付他？你是不是疯了？那可是5阶古妖，就算是城主来了也对付不了，更别说你一个高3学生。”诺云同学，赶紧离开，不要妨碍孟航出手。就在这时，孟航手腕上的计分器中响起赵散旁严厉的声音：“城主，怎么连你也好了？不要再废话，赶紧离开。”诺云张了张嘴，还想再说些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强忍心中的恐惧，缓缓站起身来，担忧地看了眼孟航，迅速向后逃去。此时的古妖已经挣脱藤蔓的束缚，空旷的眼神中居然散发出一丝冷意，一步跨出，竟然直接来到孟航的身前。之前众人从显示屏中看到古妖一直是不急不缓地向前移动，谁也没有想到他的速度居然如此之快。古妖举起巨大的古刀，瞬间劈下，刀身周围的空气开始扭曲，仿佛这一刀撕裂空间一般。正在逃跑的诺云还是放不下孟航，一步3回头，正好看到这一幕，不由得面色大变。孟航，快躲开！全神贯注注意这场战斗的众人此时也是头冒冷汗，有的人已经不忍心再看下去，将眼睛捂了起来。只有赵散旁脸色不但未变，甚至眼露金光，他双拳紧握，全身颤抖着，仿佛是在期待着什么。出来吧，赶紧使用出那招。自从那天见识过孟航100米高的须佐能乎，他虽然表面没说什么，但是无比憧憬有生之年可以再见到那一幕。哪个能力者不渴望强大的力量呢？木盾，慕容之术。孟航面色不变，双手飞快掐诀，一条巨大的木龙瞬间形成，冲天而出，一口就咬在快速下落的古刀之上。龙嘴稳稳咬住古刀，身子顺势缠在古妖身体之上。而就在古妖被木龙缠上之时，他眼眶中的2团鬼火竟然诡异地变淡了几分。原本普普通通的白骨能成为古妖，就是因为无数年来吸收远古战场内的灵气，加上鲜血的浇灌才会复活。再次复活的古妖没有以前的记忆，完全是一个新的生命。而他眼中的鬼火就是吸收灵气后产生的精神力，也是他们复活的根本。而此时他眼中鬼火变淡，说明他的精神力正在流失。这正是牵手住憨憨慕容之术的一个恐怖之处，只要被木龙缠住，就可以吸收对方的查克拉。只不过在孟航使用出这招后，吸收查克拉变成了吸收精神力。灵智初开的古妖也预感到危机，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很可能会再次消散，不敢让木龙再吸收。全身幽绿色的鬼火大盛，下一刻古妖的全身竟然出现无数巨大的骨刺。突然出现的密密麻麻的骨刺瞬间便把木龙刺得千疮百孔。趁着这个机会，古妖将双手挣脱出来，硬生生地将木龙撕成2半。眼见自己的慕容之术被这样破解，孟航依旧没有慌张，反而是兴趣盎然地看着这一幕。啧，不愧是5阶古妖，居然能把发挥筑间细胞3成力量的慕容之术就这么破解了。好不容易可以开个挂，孟航想把传说中逐渐细胞的所有忍术都试一遍，所以他只用了3成威力，再多他怕一招给古妖秒了。那就再给你看点厉害的。说罢，孟航面色一肃，双手再次飞快结印。来了。看到孟航摆出姿势要放大招，期待已久的赵散旁双眼再次爆发金芒，浑身剧烈颤抖着。一旁的刘兆良发现了他的异样，面色大变，高声呼喊道：“不好了，城主犯羊癫疯了，快去找根木棍塞进城主嘴里，防止他咬舌。”喊完还不忘一把抱住赵散旁。赵散旁，你2B吧，老子什么时候犯过羊癫疯？一把挣脱开刘兆良，他脸色难看地说道：“滚犊子，老子那是激动的。赶紧看大屏幕，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毕生难忘的一幕。”木盾，木人之术。众人只看见孟航所在位置忽然烟尘四起，随后出现的一幕让他们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只见一个身材肥胖、怒目金刚，身上还环绕着一条巨龙的大佛拔地而起。这座大佛身高将近50米，高耸入云，原本巨大的古妖在他面前仿佛就是个玩具。而此时孟航就站在大佛头顶，稳如一条老狗，俯视着下方的古妖。卧槽！众人发出一阵惊呼，这是什么鬼？别告诉我这是用木系异能幻化成的大佛，不合理，一个木系辅助系的异能怎么在他手里变得这么逆天？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境界？就是环阶强者的精神力也不一定能支撑如此巨大的大佛。秘术，一定又是秘术。你说的真委婉，直接说开挂得了呗。一般的挂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了，这是真神仙挂。赵散旁惊恐地指着屏幕里大佛，嘴巴一张一合，
一会看看大屏幕，一会看看众人，仿佛是想说些什么，但是却没有发出声音。众人看着仿佛二逼的城主，有些无奈。刚才还是你提醒我们，一会儿会看见永生难忘的一幕，怎么现在你比我们还惊讶？众人哪知道，赵散庞刚才是以为孟航会召唤出100米高的须佐能乎，谁想到这小子居然还另有底牌。看着这巨大的木人大佛，赵散庞欲哭无泪。妈妈，我想回家，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卧槽，那是什么？远古战场的学生惊恐地看着远处的木佛，不禁惊叫出声。由于大佛的身体实在太过巨大，就连遮天蔽日的森林也掩盖不住他那恐怖身形。怪物，怪物！远古战场出现怪物，快跑！考生们毛骨悚然，纷纷往城市边缘逃去，哪还管什么考试？孟航站在大佛头顶，对着古妖渐渐一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下方的古妖歪了歪头，也不知道是不是听到孟航得到讲话。孟航也没管他到底听没听见，控制着大佛抬起手掌。这巨大的手掌一抬起，地面直接出现一大片阴影。遮天蔽日的手掌轰然落下，产生的风压将整片树林的吹得簌簌作响。轰！大佛一掌拍在古妖身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地面都跟着颤抖了一下。当手掌抬起的时候，整个森林都已经消失一大片。如果有人从上方往下看，就会发现消失的森林正是一个巨大的掌印。古妖艰难地从地面中爬了出来，此时的他全身骨头密密麻麻地产生无数裂纹，一动还从身上往下掉骨头渣，眼睛中的鬼火也仿佛风中的蜡烛，随时都可能消散。此时他也知道自己完全不是眼前大佛的对手，转身就要逃跑。他不多的智慧告诉他，只要能从眼前这个怪物手中逃跑，再将这个空间的所有生物吞噬，不但可以恢复伤势，自己的实力也会提升一大截。见到转身逃跑的古妖，孟航眉头一挑，冷笑道：孙猴子还想逃出如来的五指山？说罢，大佛双手齐动，交替着向古妖砸去。轰！轰！轰！仿若雷声轰鸣，整个远古战场都清晰可闻，地面剧烈震动，如同地震一般。有的学生脚下踉跄，迷茫的喃喃自语道：地震了。这时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地不再震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也逐渐消失。外界众人全都石化在原地，愣愣地看着大屏幕内。大佛脚下方周围几十米的范围内的地面被硬生生砸下去数米，而古妖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已经连骨灰都找不见。这是人力能办到的。此时众人脑海中都产生这个疑问。瞄了眼杀戮商店内亮闪闪的25000积分，孟航知道古妖确实已经被自己解决，也顾不上巨款到手的惊喜，连忙控制着大佛将自己放到地面。他估计以系统的不靠谱，谁知道筑间细胞效力会在什么时候消失？要是再像上次一样自己再从空中掉下来，那可真的是没地方哭。要知道这里可没有一个羽阶高手在身边接着自己。果然他预料的没错，孟航双脚刚碰触地面，一阵虚弱感如潮水一般涌来，他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上。与此同时，大佛也消失在原地。孟航无力地躺在地上，感受着体力与精神力的双重枯竭，不禁苦笑一声。开挂一时爽，事后火葬场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孟航坚决不使用自己的回神液。反正这附近除了他自己，所有喘气的东西不是被古妖吸收，就是早就逃得远远的。孟航也不怕会有妖兽现在出来偷袭自己，他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再坑赵散庞一笔。没过多长时间，考试结束时间变至，所有远古战场的考生齐齐被传送出去。传送阵光芒闪动，考生们再次回到外界。无数考生先是迷茫地看了看周围，确认自己真的已经出来之后，直接无力地瘫倒在地，有的女生甚至直接掩面而泣。爸，你不知道刚才在里面出现了一座几十米的大佛，你是不知道它是有多恐怖，也不知道它是攻击谁，把整个远古战场都打得直晃悠。你就烧刀香吧，你差点就见不到你儿子了。有的学生欲哭无泪地跟自己家长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当时场面的恐怖，但是眼神中怎么也掩盖不住那抹恐惧。被他叫做爸的中年男子无语地听着儿子的描述，额头青筋暴起，想着孟航当时站在大佛上的神勇，再看看自己儿子这怂样，最后没忍住，直接给了他儿子脑袋一巴掌。你瞧瞧你那怂样，你敢不敢跟人家孟航学学？说着指了指孟航的方向。这名学生瞅了瞅瘫软在地的孟航，顿时不忿地喊道：爸，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你看他都吓得起不来，我起码还能站在这。中年男子见到瘫然在地的孟航，赵散庞连忙跑过来查看情况。此时他也顾不上心疼，一股脑的将回神液和避淫丹都从空间戒指中掏出来塞给孟航。小孟，你没事吧？你看这些够不够？能不能修复秘术给你带来的伤害？要是还是不行，老子舍了一身家底也要去给你买一颗还神丹。
孟航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怀里的一堆东西，感慨今天太阳从西面升起了。一向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居然这么大方。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原则，他来者不拒，全都放到自己的储物空间中。连干了2瓶回神液和1枚碧银丹，他才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站了起来，拍了拍有些懵逼的赵散庞，说道：“我就说还是你老赵大方，小弟却之不恭，这些东西我就收下了。”赵散庞满脸涨红，比吃了死苍蝇还难看。这时的他哪还不知道这小子之前都是满族跑火车，什么大公无私，什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什么秘书消耗生命力，全他娘的扯淡。但是毕竟孟航救了这么多学生，帮了自己大忙，自己脸皮再厚也不可能张口再回来。最重要的是他自认为打不过孟航，就在孟航和赵散庞侃侃而谈的时候，突然他眼前一黑，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感受着前方传来的柔软，孟航呆了呆，这是被人吃豆腐了。自己可是正人君子，占我便宜可是另外的价钱。连忙挣脱怀抱，看到居然是诺云正双目含泪地望着自己。孟航，以后我不允许你为了我去涉险。赵散庞、孟航二人两脸懵逼，这位大小姐也太能脑补了，明明是为了救所有考生，怎么就成了为了他的帝都来的5人？此时身形也略显狼狈，互相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就算是以他们的眼光，也不知道那大佛到底是何来历。华秋整了整理在逃跑中有些褶皱的衣服，又恢复一副平淡无波的样子。当他的目光落到屠无脸上时，先是一愣，随后脸色变得阴沉下来。此时的屠无早已经换上一身新衣服，伤势也通过丹药恢复得七七八八，可是左右两颊的2个巴掌印却依然存在，格外扎眼。5人中名叫松流的少年扑哧一笑，开口问道：“你这脸上的2个巴掌是怎么回事？居然还有人敢扇我们屠大少爷的脸？不会是刚才那座大佛的那几掌全打在你身上了吧？”听他这么说，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只有华秋没有笑，而是面如寒霜，问道：“你这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他们5人既然抢占云水城的名额，那他们就不单单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了帝都和自己的家族。5人在这里丢脸，没有人会说此人会怎么样，而是会说帝都的学生也就那样，所以他不允许他们5人中有人做了丢面子的事。华少技不如人，没有什么好说的。4人一听这话，顿时收住笑容，有些惊讶地看着他。屠无可是5人中除了华秋以外最强的，而且单就是论力量方面，华秋也赶不上他。平常一向狂妄自大屠无，现在居然会亲口承认技不如人。怎么，对方是速度系的，你碰不到对方？屠无皱着眉思索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不全是。这话让其他4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全是什么鬼？他在力量方面玩虐我。屠无继续说道：“你可是空阶初级的 A 级力量系能力者，居然有人能在力量方面玩虐你？难道这个小小的云水城除了那个林落雪，还有一个 S 级力量系的人？”旁边有人惊讶地问道。屠无又是摇了摇头，不全是。这下其他4人都绷不住了，不耐烦地问道：“问你是不是速度系，你说不全是；问你是不是力量系，你也说不全是。你不会是连对方什么异能都没看出来吧？”屠无苦笑一声，脸上尽是无奈。真让你说对了，他速度方面我感觉比 A 级速度系能力者还要快，力量方面又碾压我这个 A 级力量系。我感觉他想了想措辞，继续说道：“我感觉他在体术方面没有弱点，强得让人绝望。”不是吧？有没有那么夸张？是不是你因为你打不过人家，你就把人家吹得天花乱坠，好掩盖你被人虐的事实？松流在旁边有些不幸地说道。一听这话，屠无顿时大怒：“你放屁！输了就是输了，老子还不屑为了自己脸面就找借口。”听完屠无的话，华秋挑了挑眉毛，眼中露出一抹感兴趣之色。不管是真是假，这个场子必须找回来。要是被家族知道我们被一个小城市的学生打败，这会影响我们在家族中的评价。其他几人都是赞同的点了点头。屠无，打败你的是谁？屠无指了指被人群围住的孟航。就是他。看了眼正一脸贱兮兮的和赵散庞谈话的孟航，华秋下意识地皱了皱眉，他并没有从此人身上看出来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5人挤进人群，来到孟航身边，华秋伸出手向孟航说道：“你好，孟航，我叫华秋，是从帝都来的。”孟航一愣，没想到帝都的人会主动来找自己，难道是来替那个背头男找回场子的？他如此想到，但是看到华秋举在半空的右手，伸手不打笑脸人，便也伸出手和华秋握了握。“你好，我叫孟航。”只是2人的手握在一起时，原本一脸微笑的华秋右手却骤然发力，感受着手上传来的巨大力量，孟航眉头一挑，暗叹一声，果然是来找回场子的，也没有惯他毛病，右手也猛然发力。虽然2人都是空阶初期的境界，但是孟航有信心
不开启八门遁甲的情况下，力量也能碾压眼前这个少年。毕竟 SS 异能给自己带来的属性加成，再加上任务奖励的属性点，这要还不能完胜，那他孟航干脆找块豆腐撞死得了。就在孟航手上发力的时候，华秋笑容一僵，额头也有几滴豆大的汗珠流下。这小子好大的力气！他暗暗心惊，连忙将手抽了出来，装作随意的揣进兜里。如果有人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华秋的手已经被捏得惨白无比。虽然力量方面吃了个暗亏，但是华秋也并没有太过在意，毕竟他不是力量系的能力者，力量方面并不是他的长项。孟航看到他的表情，暗暗一笑，装作好奇的问道：“不知华同学找我有什么事情？”华秋面色严肃的说道：“你把屠打了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呵呵，那他还把我们的太虎打了呢。孟航也不甘示弱的回呛道：“那不一样。”华秋理所当然的回道。这句话直接激起在场众人的民愤，纷纷大骂起来。什么叫不一样？你们这些帝都来的贵公子是人，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就不是人了。你们要是这么高贵，怎么还好意思来抢我们平民子弟的名额？场间一时间谩骂四起，帝都5人瞬间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面对众人指着鼻子的谩骂，华秋面色没有一丝变化，仿佛他们骂的人不是自己一般。在他眼里，自己和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根本不需要理会他们说什么。哦，那你想怎么样？孟航似笑非笑地问道。咱们2个比试一场，如果你输了，你给屠跪下来道歉。没必要做得这么绝吧？孟航冷声问道。你不跪也可以，那就让在场所有的人替你跪。呵呵，那如果你输了呢？孟航压住内心的怒火反问道。我不可能会输。呵呵，好大的口气。这话直接给孟航逗笑了。自己一个挂壁都不敢这么说，他敢在自己面前说不会败，也不知道是不是梁静茹给他的勇气。话别说的那么绝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的，咱们还是说明白了为好。华秋表情不变，回道：如果我输了，我也跪下来向你道歉。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孟航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时场间众人早已经停止对5人的谩骂，都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瞅着2人，准确的来说是瞅着华秋。呵呵，他居然敢挑战孟航那个小变态，看来他不知道那个大佛就是闭嘴老实看戏。人群中有人想说大佛就是孟航召唤的，却及时被旁边的人制止。这人瞬间恍然，有些幸灾乐祸的笑了笑，不再说话。帝都5人此时隐隐都感觉不对劲，众人听见赌约内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都古怪地看着自己几人，他们的眼神中好像包含了怜悯、庆幸，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阮素犹豫了一下，向华秋小声说道：华少，我感觉他们看我们的眼神有些古怪，要不然这次还是算了吧。华秋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不能算，他是其他4人的领头，如果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这会让他本来在家族中尴尬的地位更是尴尬，所以他今天只能赢，还必须赢得无比漂亮，将华家子弟的强大表现出来。2人面对面站定，周围人自觉地将2人围在中间，并向后退去。众人将近退出去30米才停下，看着这个距离，有人还是有点不放心，对周围的人说道：这个距离我怎么还是心里没有底，一旦这小子一急眼直接把那个弄出来，那我们不是全得完蛋。周围的人想了想当时大佛拍死古妖的恐怖画面，都是心有余悸的点了点头，再次向后退了几十米。行了行了，再退什么也看不见了。那小子心中有数，不可能在这么多人的地方使用那招。看见众人还要往后退，赵散庞无奈的赶紧制止道。帝都剩下4人懵逼的跟着人群退出了几十米，不明白就是看场比斗，还不是生死搏杀，为什么要这么小心？开始！赵散庞在远处高声喊道：写轮眼开！看着孟航赤红双眼中神秘符文，华秋眉头一挑，有些好奇地问道：你是同术系的异能，能在力量方面碾压屠无？我还以为你是身体强化方面的异能呢。孟航嘿嘿一笑：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说罢一步踏出，瞬间便来到华秋面前。好快！华秋瞳孔缩成针尖大小，他终于明白屠无为什么说眼前这个人速度堪比速度系能力者了。来到近前的孟航冷笑一声，一拳直捣他的面门。面对近在咫尺的攻击，华秋泰然自若，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下一秒，孟航呆呆地愣在原地，伸出的拳头也停在半空中。他的身前除了空气，哪还有华秋的身影？怎么可能？孟航眼神呆滞，不可思议地喃喃低语着。他清楚，华秋在自己眼前消失，绝对不是速度快就可以做到的，而是类似瞬移一样的逆天技能。其实孟航想的不错，华秋的异能在某种情况下确实是和瞬移差不多，只要身边有生物，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让双方位置互换。而他消失在孟航眼前，便是发动这个异能，将2人的位置互换，而在孟航眼中便像是瞬移一般。在你后面。
人群中有人焦急地喊道。听到提醒，孟航脸色大变，知道大事不好，脚下发力就想拉开两人的距离，奈何为时已晚，一把锋利的长剑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他甚至可以感受到长剑上散发的森森寒意，他毫不怀疑，如果后面的人真有杀心，自己已经人头落地，这么变态的异能居然仅仅是 S 级的异能吗？孟航没有转头，有些苦涩地说道，井底之蛙， S 级异能的恐怖岂是你这种人可以知道的？你只有这点能力吗？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也不知道屠屋那个废物怎么会败在你手上。华秋那平淡无波但却带着轻蔑的声音在孟航身后响起，胜负已定，认输吧。孟航收回右臂，低着头直勾勾地站在原地，也不回他的话。华秋眉头一皱，直接将剑刃贴在孟航的脖子上，锋利的剑刃直接将他的脖子划出一道口子，嫣红的鲜血流了出来。怎么，你想耍赖？孟航依旧低着头没有回话，双肩不住地抖动着，像是在哭泣，又仿佛是在恐惧。嘿嘿嘿嘿嘿嘿，你说我说了。诡异的笑声从孟航的嘴中发出，虽然看不见此时他的表情，但是仅仅是这瘆人笑声就让华秋毛骨悚然，汗毛倒立。难道这小子精神不好，还是受不了自己输了的事实，当场就疯了？华秋暗暗想到，索性不再搭理孟航，转头向赵散庞看去。他相信赵散庞作为堂堂一城之主，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偏袒孟航。赵城主，这场比斗是我赢。话音戛然而止，华秋愕然发现远处的赵散庞正一脸阴森地看着自己，仿佛是要把自己吃了一般。环顾一圈，他惊恐地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围观众人早已停止议论，都在阴狠狠地盯着他，就连他4个同伴也不例外。你们要干什么？这时的华秋真的慌了，一边颤颤巍巍地质问众人，一边向后退去。嘿嘿嘿嘿嘿嘿，阴森的笑声此起彼伏地在人群中响起。屠无、阮儿，你们怎么了？他惊恐地呼喊着自己同伴的名字，企图让他们恢复正常。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他们依然和众人的表情一样，阴狠地盯着自己。华秋没有注意到的是，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空此时已经变得昏暗无比，而将他包围的众人眼睛中齐齐散发出血色光芒。你说他说了，你说他说了，你说他……众人慢慢向他逼近，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在人群中此起彼伏，不祥诡异的气息从众人身上散发来，笼罩华秋。他终于抵挡不住这恐怖的气氛，一屁股坐在地上，惊恐地环顾四周。是我说了，是我说了，你们不要过来啊！阮素看着孟航大大方方走向自己的心上人，而华秋却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便明白他一定是中了精神系方面的异能，眼露焦急之色，就想开口提醒。就在他刚张开嘴的时候，不远处的一个声音冷冷说道：你想干什么？阮素转头一看，赫然是赵散庞正冷冷地注视着自己，冷哼一声。云水城的百姓惧怕他，可是他可不在乎一个什么云水城城主，就要继续开口提醒。赵散庞看见这个小姑娘居然无视自己的提醒，顿时面色一寒，一股属于雨界的威压倾泻而出。感受着这股威压，阮素脸色顿时苍白，但是嘴上依然却不服软，厉声质问道：你想干什么？我可是帝都阮家的掌上明珠，你一个小小的云水城城主也敢威胁我？赵散庞眼中寒光一闪，要不是眼前是一个小姑娘，他恨不得上去给她一巴掌。小姑娘，我警告你，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千金，在云水城我赵散庞就是老大，再敢多说一个字，老子今天把你嘴给缝上！你阮素眼眶含泪，用手指着赵散庞，但是嘴里却是一个字也不敢说出来。孟航走到华秋身边，血轮眼中的六芒星还在微微转动。就在这时，众人只看到原本呆立原地不动的华秋突然惊恐地坐倒在地，嘴里大声呼喊着认输，这让不明所以的众人疑惑不已。什么情况？怎么还没打就输了？不知道啊？难道孟航这小子王霸之气侧漏，把帝都那个什么华少吓瘫了？太虎一直关注场间的动静，看到这一幕，眼中露出一丝异彩。别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知道，因为当初和孟航比斗的时候，他也不知不觉的中招。你们别瞎猜了，他是中了幻术。太虎跟众人解释道：幻术？不是，孟航这小子什么时候还会幻术了？他还有不会的东西吗？年轻了，年轻了。刚才我还说他就是觉醒了金木水火土武系，我也不会吃惊，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打脸。见到华秋开口认输，孟航满意的点了点头，将血轮眼幻术解除。华秋只感觉在自己喊出认输后，阴暗的环境又重新变得明朗起来，就连阴森可怖的众人也重新开始热闹的议论起来。这时瞳孔逐渐有了焦距，华秋的眼神也清明起来，再次环顾了周围一圈。此时就是他再傻也明白刚才中了幻术。见到此时自己居然如此窘迫，他连忙起身，脸色难看地盯着孟航。好，是我小瞧你了，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以后有机会再切磋。说罢，转头就要离开。等一等，身后孟航淡淡的声音响起。华秋脚步一顿，转过头咬牙切齿地问道：我已经认输了你，还要怎么样？孟航用手掏了掏耳朵，又吹了吹，才看向他继续说道：我说华大公子，是你记性不好，还是我记性不好？这么快就忘了刚才的赌约？华秋此时的脸色阴沉的都快能滴出水，咬着后槽牙说道：孟航，给我个面子，这件事就此结束，我华秋欠你一个人情。那我要说不呢？听见这话，华秋眼中杀意四起。我可是帝都华家二公子，你可要想清楚，能不能有命受得起我这一跪？叮，系统开启，放过华秋一马，奖励力量属性加5点，坚持让华秋下跪，无奖励。呵呵，孟航认为只有这2个字能表达此时他对系统的态度，虽然心中不屑，但是表情却转变得飞快。什么？你居然是华家的少爷？是小的有眼无珠，没认出华少您来。叮，任务完成，奖励宿主力量属性点加5。系统，铁子，你就在这跟老子卡 bug 吧。看到孟航惊讶的样子，华秋刚露出一丝得意之色，却没想到孟航话锋一转，淡淡说道：今天你就是天王老子也得跪。小子，你耍我！华秋被孟航反复无常的表情弄得脸色涨红，却无处发泄。我就烦你这种富二代，有能耐惹事，没能耐平事。惹我的时候你想什么了？这时远处的阮素也跑了过来，挡在华秋前面，不屑地看着孟航。小子，别给脸不要脸。阮华两家的怒火不是你一个云水城的学生可以抵挡的，而且就算你不怕，你也不想你的家人莫名其妙的失踪吧？坏了！听到阮素的威胁，赵散旁顿时面色大变。当初孟航的家庭情况他可是详细了解过，知道孟航是父母双亡，你现在拿他父母威胁他，不是处之逆鳞吗？正如赵散旁所料，孟航原本懒洋洋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起来，眼中如实质一般的杀意倾泻而出，笼罩在眼前的少女身上。你找死！魔刀千刃瞬间便出现在孟航手上，径直向阮素脖梗砍去。谁也没有想到孟航如此果决，竟然说出手就出手，所以也没有人反应过来阻止他。但是赵散旁除外，从阮素说出那番话开始，他便一直观察着孟航的一举一动。当孟航抽刀的时候，他的身形也消失在原地。叮，金铁交鸣之声响起，赵散旁的长剑在阮素脖子前堪堪挡住这一刀，一道血红的刀口出现在他青葱雪白的脖梗之上。小子，给我个面子，别跟小姑娘一般见识。赵散旁暗暗苦笑，孟航不知道阮家，他可是知道，要是阮家的掌上明珠真的死在这，那将会有极大的麻烦。阮秀愣愣地站在原地，一股刺鼻的液体从腿间流出，那实质的杀意和脖子上的痛楚让他明白，孟航刚才是真的想杀了他。没有回赵散旁的话，但是也没有再对阮素出手，而是冷冷的又看向他身后的华秋。此时华秋也是满头冷汗，刚才的杀意虽然不是冲着自己，但外泄的杀意还是让他胆寒。见到孟航又瞅向自己，他双拳紧握，指甲嵌入肉里，硬着头皮说道：孟航，得饶人处且饶人，刚才让全场人替我下跪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你到底跪不跪？8门遁甲第4门全开，绿色能量仿若火焰般在孟航全身腾腾燃烧，将孟航衬托的仿若怒目金刚杀意与第4门产生的巨大威慑力混杂在一起，形成一把无形的匕首，狠狠地刺在华秋心口。此时的华秋脸色比死了几天的尸体都要白，在他的眼里，孟航如一头5阶大妖一般，择人而噬。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身前的阮秀也无法阻挡这骇人的威压，无力地软倒在地。见目的达成，孟航这才收起8门遁甲，场间让人窒息的压迫感顿时消失不见。一旁的赵散旁抹了抹头上的冷汗，心中庆幸不已。刚才在孟航的威压之下，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海上风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翻船。好在孟航收手及时，不然自己也得跪。滚吧！孟航冷冷地说了一句，便转身离开。围观的众人早已经被他的这股气势吓到噤若寒蝉，见孟航走来，纷纷让出一条道，让他通过。见孟航走远，屠武等3人这才壮着胆子上前将软倒在地的2人扶起，迅速离开这里。今天已经够丢人的了，他们可不想再留在这里让人嘲笑。看着离开的那5人眼中的仇恨和不甘，赵散旁无奈地摇了摇头。小子，你可捅了马蜂窝了。但随之想到他那恐怖的实力，又是自嘲一笑。如果那些家族真的不开眼敢惹孟航，最后谁倒霉还不一定呢。好了，主角都走了，热闹也看完了，大家赶紧散了吧。众人纷纷化作鸟兽散。刚才孟航给他们的震撼实在太过巨大，他们此时也没有心思再留在这。回到家，
孟航连澡都没有洗，直接就躺在床上。在山脉中，随时要保持警惕，就连睡觉也不例外。这么多天算下来，一个好觉都没有睡。再加上今天接连3场大战，虽然有回神液的补充，但是那种疲惫之感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恢复的。天塌了也明天再说。想罢，直接蒙头便睡，一夜无话。当孟航再次睁眼的时候，已经天光大亮。起来洗漱一番，草草吃了一顿饭，又迫不及待地坐了下来。童子哥，打开杀戮商店，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系统那不羁豪放的嗓音在孟航的脑中响起，孟航脑门顿时浮现一串黑线，感情这系统还挺能紧跟潮流，连这首小学生神曲都会唱。打开杀戮商店，25000积分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眼中顿时光芒大作，兴奋不已。但是没过一会儿，孟航脸上的兴奋之色就荡然无存。25000积分固然不少，但是与孟航想兑换的东西相比，还是远远不够。不管是永恒万花筒写轮眼，还是让他垂涎已久的筑间细胞，不管哪一个都需要5万积分，自己的这点积分不好干什么。犹豫片刻，先是花费2000积分兑换了影分身之术。这个技能孟航可是眼馋了很久，只要精神力强大，就能分出无数分身。又浏览了一会，一个忍术引起了他的注意。当看完技能介绍后，孟航兴奋的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通灵之术，可召唤九尾妖狐，需要积分3000积分。卧槽，3000积分就可以召唤九尾。孟航惊了，九尾在原著中可是强大的存在，就算是后期挂壁满地走的时代，也是一份不可忽视的力量。铁子，这次别怪我没提醒你，召唤出的九尾实力是与你精神力关联的。不过好在你虽然只是空阶初期的境界，但是精神力却堪比羽阶初期，所以你目前可以召唤4阶实力的九尾。孟航眼神古怪，感觉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一向以坑他为乐的系统居然会好心的提醒自己，这让孟航有些不习惯。不过这个想法一闪而逝，随后他又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之中，没有再继续兑换其他技能。孟航感觉以他现在的手段完全够用，能力太多也不是好事，就成了鸡肋。影分身之术和通灵之术一共花费了5000积分，剩下的2万积分不如攒着，以后兑换永恒万花筒写轮眼或是筑间细胞。真到了那一天，他的实力会有质的提升。城主府，孟航大大咧咧地坐在赵散庞家的客厅的沙发上，和赵散庞一起喝着茶。不是我说老赵，加上昨天我也算是2次拯救云水城了吧？赵散庞无奈地点了点头。孟航，我承认你这2次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但是大学又不是我开的，说要你就要你。那我不管，反正我为云水城流过血，出过力，你必须得帮我。赵散庞咬了咬牙，回道：现在我只能想出2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把高考视频回放直接发给各大高校，相信以你在远古战场的表现，一定会让他们打破头破格录取的。那第二种呢？第二种其实我不想说，但是想到如果是你的话，凭你的玉树临风、同阶无敌手，停，老赵，你现在越来越虚伪了，赶紧说第二种方法。凭借赵散庞的脸皮也不觉得尴尬，嘿嘿一笑，继续说道：这第二种方法可以说困难无比，100年来也就有一位做到了，这妖牛逼。一听这话，孟航顿时来了兴趣，直起身子，兴奋地盯着赵散庞。赵散庞继续说道：曾经有个人和你一个德行，也是高考前夕去城外追杀妖兽而错过高考时间。一听居然有人和自己一样的经历，孟航不禁对此人大生亲近之感。这人也是疯狂，竟然直接跑到帝都大学门口堵门，甚至放出豪言帝都大学大一新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此话一出，他顿时成为众人的笑柄，所有人都嘲笑他自不量力。帝都大学作为最顶级的高校之一，每年的新生都是卧虎藏龙，就凭他一个连高考都没考的人，还想踢馆帝都大学，一时间他成为别人口中的跳梁小丑。卧槽，这妖牛逼！那最后成功了吗？孟航瞪大双眼，对此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可不认为此举是自不力量，试想哪一个人有这份自信，当着所有人的面来挑战帝都大学？哼哼，成功了吗？赵散庞冷笑一声说道：何止成功了，最后他将帝都大学所有大一新生打得毫无脾气，让帝都大学一时成为龙国的笑柄。这还不算完，其他3所顶级大学同时向他抛出橄榄枝。就在众人以为他会就此收手时，他做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决定。孟航灵光一闪，不可置信地接道：他不会又去堵其他3所高校的大门了吧？赵散庞苦涩一笑说道：不愧是同为天才，想法都是这么的一致。没错，他并没有接受另外3所高校的邀请，而是直接横刀立马，连着挑战剩下的3所高校。整个龙国都为之震惊，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他的身上。和他同时代的人是幸运的，可以看到他宛如彗星一般耀眼的成长，镇压同辈。但是和他同辈的天才却是悲哀的，
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天骄都成为他的垫脚石。那个时代，天才这个词只属于他一个人。孟航双拳紧握，兴奋得浑身颤抖。这才是真正强者该走的路，一条无敌的路。那他最后去哪所大学了？孟航有些期待地问道。他很想知道这样的天才最后会怎样选择。赵散庞盯着远方，眼中尽是敬佩之情。当时众人也是像你一样好奇，如此天才会怎样选择。就在他风头最盛的时候，他却突然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孟航睁大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不会是因为风头太盛被人暗杀了吧？哼！赵散庞一声冷哼，眼中尽是不屑之色。真要这么容易死，他也不配称为镇压一代天骄的天才。在他挑战各高校的天才中，不乏有个大世家培养的天才。他此举无疑是动了那些所谓世家的蛋糕，打了他们的脸。各家族也曾多次派高手暗杀他，最后不但铩羽而归，反而让他一人一拳打上门去。牛比啊！孟航眼中无数小星星在闪烁。那他最后到底是去哪了？赵散庞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话，反而是意味深长的一笑。你猜？孟航沉吟思索了一下，喃喃自语道：没有去4大高校，还有哪个地方能让他施展拳脚？想到这，他眼睛一亮，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我知道了，他是去前线参军了。赵散庞满意的点了点头。你猜的没错，当众人再次听说他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在1年后的一线天与妖族的战斗中。当时的他在龙国与妖族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中，以羽阶进阶越2阶，强行击杀一头前阶大妖，扭转局势，一战成名，成为龙国的英雄，也上了妖族必杀名单之中。而此时众人才知道，当年消失后，他居然直接去参军，从一名最低等的士兵干起。说了这么多，你倒是告诉我他是谁啊？孟航焦急地搓了搓手，如此逆天的人物，他不相信他没听说过。赵散庞神秘一笑，说道：他就是镇守一线天5大雄城之一的镇渊城城主，龙国最顶尖战力之一，人称5帝的赵山河。是他！孟藏一声惊呼，眼中露出震撼之色。虽然他穿越的时间不长，但是家喻户晓的赵山河他还是耳熟能详。一线天外作为人族与妖族的战场，有5座雄城坐落一线天，犹如一道天堑，阻挡住妖族来犯。而赵山河就是其中镇渊城的城主，带领镇渊城军队杀的妖族闻风丧胆。老赵，我决定了，我也要去堵门。赵散庞绿豆大小的眼睛中露出一丝金光。虽然他猜到孟航有很大的概率会选择第2种方法，但是听见他这么说，内心还是忍不住激动起来。孟航的实力他可是亲眼见识过，所以才会把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方法告诉他。如果他能亲眼看见一位传说中的强者崛起，那他赵散庞这一生也无憾了。虽然内心无比期待，但是他还是表情变得凝重，看向孟航。孟小子，你可想好了，这条路可不是那么好走的。你不但要面对那些宛如妖孽的天才，还要应对那些道貌岸然家族的黑手。孟航表情不变，毫不在意地说道：如果这条路没有挑战，我还不选了呢。再说了，我不相信还有人比我还妖孽。听见他这大言不惭的话，赵散庞先是一愣，随后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赞同的点了点头。哈哈哈，是啊，你这小子到底还有多少手段，谁也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期待看你把那些妖孽全部揍趴下的情景了，也让那些不可一世的世家大家族看看，谁说小地方就不能出来天才的。哦，对了，说到此处的赵散庞好像是想到了什么，看向孟航，有件事忘了告诉你，赵山河当年错过高考追杀的妖兽，就是你之前击杀的那头赤血妖王。话说回来，这头畜生也是够倒霉的，早年被那种存在追杀，现在好不容易修炼到5阶，以为可以横着走了，又碰见你这个小变态。赵散庞有些戏谑地笑了笑。孟航，二人又唠了一会，孟航美美地喝了口茶，咂巴嘴，话锋一转，看向赵散庞。我说老赵，正事咱们也算唠完了，也该谈谈报酬的事情了吧。一听这话，赵散庞的心脏一突，但是脸上却装作迷茫的样子。报酬？什么报酬？呵呵，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啊？当然是我帮你解决那头古妖的事情，我不是给你那么多补偿了吗？赵散庞有些气愤地说道。那是你主动给的，又不是我要的。孟航，你敢不敢再要点脸？呵呵，脸值多少金盒？当孟航走出赵散庞的府邸的时候，可以说是春风得意，而他身后的赵胖子面色却是像死了妈一样难看。老赵啊，这次就多谢谢你，以后有时间我再来看你。一听这小祖宗还要来，赵散庞顿时吓得一激灵。我的小祖宗，你可别来了，你每次来不刮走我身上2斤肉，你是不罢休啊。他欲哭无泪地说道。老赵，瞧你说的，我这次不就是仅仅要了100金盒吗？你至不至于就这样要死要活的。孟航无奈地回道。一听这话，赵散庞顿时气得直跳脚。
什么？仅仅100颗金核？100颗金核可就是1000万啊！那可是老子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攒下来的。孟航可不管他在这叫苦，跟还在絮絮叨叨的赵大城主道了个别，就要离去。他的右脚刚踏出去，仿佛想到了什么，又缓缓收了回来，转过头看向赵散庞，有些八卦的问道：“我说老赵，你也姓赵，赵山河也姓赵，你俩不是兄弟吧？”听见孟航这么说，赵散庞顿时满脑子黑线，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着他。也多亏你小子能想出来，你觉得可能吗？孟航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就觉得不可能有这么狗血的事情，堂堂武帝怎么可能和你有亲戚？那得多掉价。小兔崽子，你再说一遍。赵散庞已经在旁边听得七窍生烟，现在只想把这小子好好收拾一顿。孟航一看他要发作，拔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喊着：“我还有些事情要解决，解决完我就直接去帝都去了，就不来跟你道别了。小兔崽子，谁稀罕你来？你最好别来。”虽然赵散庞嘴里大骂着，但是嘴角却始终带着一丝笑意。云水城这个小池塘留不住蛟龙，就让他去更大的地方扑腾去吧。回到家中，孟航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中，将从赵散庞那里讹来的金核全部拿出，大字在呼吸法运转，100颗金核瞬间化为碎屑。深吸一口气，精吸牛饮一般将灵气尽数吸进口中。童子哥，打开人物属性版。宿主孟航，异能万花筒写轮眼双神威 SS 级精神力50585，空阶中级力量178，敏捷192，体质192。妈了，孟航彻底妈了！100颗金核让他提升了3万点精神力，居然才达到空阶中级，自己好像成了吃金核大户了。这以后上哪弄那么多金核去？孟航欲哭无泪地想着，将一地的金核碎片清扫完之后，他瞅了一眼已经有些昏暗的天色，眼中露出一丝杀意。有些账该算算了。夜深人静，不知为何今夜的月亮格外的明亮，皓月像银盘一般高悬在万里无云的黑幕上，月光静静的倾泻而下，洒落了一地。而此时的张家豪宅却灯火通明，别墅前的花园内有着将近10人在不间断巡逻，屋内不时还能看见不少人影在屋里忙忙碌碌。张淑媛此时正抹着脸上流下的汗水，不时焦急地催促着手下的人赶紧收拾值钱的东西，直接往空间戒指里扔。孟航那个小畜生要是真的来报仇，我们今天都得交代在这。今天派出去打听情报的手下匆匆忙忙回来报告说，孟航出现后，张淑远就知道那3个废物绝对是交代在山脉里了。他张淑远能从一个街头小混混混到现在这个地步，靠的就是胆大心细。虽然不知道那3个人有没有把张家供出来，但是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性命托付在别人身上。尤其是后来知道孟航居然能收服4阶的龙血魁牛，还有在远古战场的表现，更是吓得他亡魂皆冒，当即决定连夜就撤。就在这时，张家高大的别墅之上，一道诡异的身影凭空出现。这道黑影站在房间之上，仿佛与黑夜融为一体，只有2道红芒若隐如现。黑影背后是那明亮的月亮，不但没有将他的身影照射出来，反而更显深邃。就在这时，黑影突然化成一群乌鸦四散而去。下一刻，孟航的身影如鬼魅一般从外面巡逻的队伍中一闪而过。那些本来面色凝重的护卫脚步齐齐打了一个冷战。我说，这大夏天的怎么突然刮过一阵阴风？不对啊，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黑影从我旁边飘过。一个护卫面色惊恐地说道：“闭嘴，再敢瞎说，老子把你们嘴给撕了！好好巡逻，那个叫孟航的小子真敢来，谁要能把他砍死，家主自会重重有赏。”听到这2人的窃窃私语，为首大汉恶狠狠地说道。其实他刚才有一瞬间也好像是看到一个黑影飘过，他现在的心里也一直在狂跳不止。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如果自己瞎说话而影响到家主，那自己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张了张嘴，大汉还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众人都用一种恐惧的眼神盯着自己。你们看什么？大汉张口问道，而他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发出声音。伴随袭来的除了无尽的恐惧，还有脖子处传来的一阵剧痛。大汉用手摸了摸脖子，映入眼帘的是猩红的鲜血。这是怎么回事？他脑海中最后浮现这个想法，随后意识就陷入混沌之中。而就在大汉摸脖子的同时，在场的10余人皆是感觉到自己脖子处传来的剧痛。仅仅数秒的时间，原本还站着的10余人就这样无声地倒在地上，再无声息。而这段时间居然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如果有外人在，一定会被眼前这诡异的场景吓得亡魂皆冒。孟航从阴影之中走了出来，将长刀缓缓收入刀鞘之中。以他现在的实力，再加上顺部的配合，这些仅仅只有地阶的能力者连他的身影都没有察觉。不再看地上这些人，孟航走到不急不缓地走到别墅门口。咚咚咚，屋内张淑远正指挥众人忙得热火朝天，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听见敲门声，还以为是外面巡逻的人有什么事，这让原本就不耐烦的他更加焦躁。有什么话赶紧说，我这忙着呢。咚咚咚，外面没有人回应，依旧是3声敲门声。原本还不耐烦的张书远表情一凝，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停下手中的动作。咚咚咚，敲门声居然又再次响起，这一下所有人都感觉到不对劲。人群中有6个人迅速来到张书远面前，将他护在后面，看来是张书远的保镖。外面寂静一片，只有剩下的虫鸣不时响起。屋内也是一片死寂，都是紧张地盯着大门口。这种压抑的气氛足足坚持了数分钟，门外才传出了一个年轻人的声音：既然张家主不给我开门，那我只能自己进去了。话音刚落，伴随着一声巨响，原本足有数寸厚的大门竟然硬生生地踹出一个脚印出来。轰！又是一声巨响，大门再也受不住外面巨大的冲击力，倒飞而出，直直向着众人飞去。啊！眼见厚重的铁门朝自己砸来，人群中有的女眷不禁惊恐叫了出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保护张书远6人中的一名像肉山一般，看上去有400-500斤，手里还拿着一个鸡腿的胖子一步走了出来，挡在众人面前。砰！铁门砸在他的身上，深深地陷入胖子身上的肥肉之中。被1000斤重的铁门砸中，胖子表情居然没有一点变化。哈！一声大喝，下一刻，胖子身子一挺，铁门竟然又被硬生生弹了回去，向门口的身影砸去。好！见到此景，躲在众人身后的张书远不禁面露喜色，叫了一声好，暗道不愧是自己花了大价钱请来的能力者。自从那天与派出去寻找孟航的那3人失去联系，张书远便坐立难安，派人直接从外面请了6名空阶高手前来保护自己。现在看来，自己还是那么的高瞻远瞩。张书远有些自得地想着，铁门倒飞而回，带着呼啸之声向孟航砸去。孟航面色不变，身上绿色能量环绕，直接开3门，右手向前一抓，竟然轻松地将这裹挟1000斤之力的铁门单手抓在手里。见到此景，6人皆是眉头一皱，竟然能如此简单的单手抓住这近1000斤的铁门，看来这小子真如传闻中一样不简单。孟航随手将铁门扔到外面的花园内，这时屋内众人才借着月光看清了外面的景象，心里都是一凉。花园内的10数人竟然悄无声息地惨死，竟然没有发出一丝声音，那只有一种可能，10数人是在同一时间被灭口的。什么样的速度能做到这种地步？6人都在心中暗暗盘算。孟航，咱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闯进我家，还杀死我的手下？张书远在屋内质问着，他还幻想着装傻能混过这一关。孟航嘴角一挑，看向他，哼，张家主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前2天还派人去山脉中偷袭我，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你不是想要我手上的秘术吗？我这来了，你怎么还不承认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张书远面色难看地反驳道。见到他居然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承认，孟航眉头一挑，讥讽道：哼，你还真是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啊！系统，我靠铁子，你不讲究啊？什么时候还背着我偷偷学的歇后语？没管系统，孟航继续说道：好歹你也是云水城张家的家主，起码拿出家主的魄力，我还敬佩你是个汉子。被孟航这么嘲讽，张书远的脸上阴晴不定，还想辩驳，却迟迟没有张开嘴。最后他心下一横，也不再辩解。好，事已至此，我也不跟你再藏着掖着，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那3个人确实是我派过去的，目的就是为了你身上的那个秘术。但是你现在好好的站在这，反而是我损失了3个空阶高手，外面又死了那么多手下，这么算下来，还是我吃亏了。哦，那你的意思是我还得跟你道歉了呗？孟航有些无语的说道。张书远尴尬的笑了笑，回道：那倒是也不至于，要不然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咱们也不伤和气，你看怎么样？孟航笑了，发自肺腑的笑了，笑得很灿烂。他着实没有想到，堂堂张家家主居然这么的不要脸。张家主，你的意思是杀人未遂就不算杀人是吧？那要不我现在也试试，要是杀不死你，咱们就握手言和。一听这话，张书远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么散了，咬了咬牙说：我给你赔钱，你说个数，不管多少我都给你凑。不是他胆小才这么一味的退让，他能从一个小混混做到云水城3大家族之一，心智手段自然都是过人。但是今天手下给他带来的关于孟航在远古战场的战绩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让他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一听有补偿，孟航眼睛瞬间亮了。他正愁金河的事呢，现在正不就是县城的冤大头吗？作为云水城3大家族之一，想必资产不会少了，说不好进阶羽阶的金河今天就有着落了。就在孟航有所异动，在心里盘算要坑张家多少的时候，系统的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响起：不是我说，铁子，你不会是想答应了吧？孟航一愣，
没想到系统会这么问，有什么不行吗？反正我也没吃亏，还不如讹点钱呢。系统用孟航从来没听过的严肃语气说道：孟航，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时候贪财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有时候更要保持本心。金河什么时候都可以赚，但是底线不能丢。难道以后不管谁想杀你没有得手，都可以用钱就把你打发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要让世人知道你孟航不是软柿子，让他们知道想要对你动手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孟航愣愣地听着这番话，他居然从系统的话语里听出了冷冷的肃杀之意。孟航完全没有想到一向不正经的系统居然也有这么一面。沉默良久，他突然展颜一笑。经过系统的劝解，孟航忽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看到孟航的笑容，屋子里所有人提着的心都放下了一点，还以为他是同意赔钱这个提议。张书元也是长长松了一口气，整理整理有些凌乱的衣服，刚才怯懦的样子瞬间荡然无存，又恢复一家家主的样子。从兜里拿出一根雪茄，示意旁边的人点上，美美的吸了一口。小兄弟，想要多少钱你尽管提，我张某绝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5000万怎么样？不够咱们再商量。还有我听说孟兄弟你被取消高考资格，以你的实力那个大学上不上也无所谓。这样吧，你来这里给我当保镖，我1个月给你300万的报酬，你看怎么样？哦对了，说到这，他好像想到了什么，从人群中拽出2个身材曼妙的女生。仔细一看，这2个少女竟然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姐妹花。这2人长相甜美，但是一颦一笑间又有着一股男人无法抵挡的魅惑之感。纯纯的纯欲天花板，一身的女仆装将2人完美的身材展露无遗。张书远露出一个男人都懂的笑容，看向孟航。小兄弟刚高中毕业，想必还没有体会过男女之乐吧？我这个做哥哥的，今天就自作主张，今晚就把他们俩送给弟弟，你开荤。他不愧是在社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狐狸，几句话就开始和孟航以兄弟相称。在他心里，只要是能用钱解决的事，那都不是事。这个叫孟航的小子，到底只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高中生，会像他的其他手下一样，拜服在自己的金钱和美色的攻势之下。听完这话，孟航笑得更开心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张家主出手可是真大方呢，说的小弟都心动了。可是为什么你非要派他们3个在中午的时候偷袭我呢？原本还侃侃而谈的张书远一愣，没明白孟航这话是什么意思，下意识地问道：什么意思？孟航笑容不变，但是此时众人却感觉他的笑从阳光变得阴森，整个屋里的温度都好像下降了好几度，因为早晚都得死啊。众人惊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孟航居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系统也惊了，惊呼道：卧槽，铁子，你这话算是说到头了，霸气侧漏啊。张书远身子一僵，手中的雪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落在地上，他的脸从得意洋洋又变得难看无比，是个人都能听出孟航这话里的意思。孟航，你可想清楚了，虽然你实力强悍，但是我前面这6个人可都是空阶后期的高手，就算是你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哦，那就试试咯。孟航无所谓的回道。眼见事情没法调和，张书远也不再说话，向后退去。孟航扫了一圈，看见屋内除了张书远还有很多无关的人。无关的人赶紧离开，一会要是误伤到你们，可别怪我。听到这话，张家原本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仆人如临大赦，纷纷向外跑去。没过一会，屋子里只剩下张书远和他从外面请来的6名保镖。眼看事情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6人中一个身材干瘦、面色阴冷的男人开口说道：小子，既然你不知好歹，拒绝张家主的提议，也别怪我们不讲江湖规矩，6个打1个。听到这个阴冷男人要以多欺少，孟航还是面色平静，竟然还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头。6打1，很公平。这话一出，把对面6人整迷糊了。可是下一刻，6人皆是脸色大变，面面相觑。引分身之术。只见孟航双手摆了一个奇怪的手势，棚顶明亮的灯光开始闪烁，将整个大厅照映得忽明忽暗。砰砰砰！下一刻，原本因为大部分人离开的客厅忽然变得人头攒动。这是什么鬼？6人惊恐地看着屋内诡异的多出的几十个人。更让他们毛骨悚然的是，这几十人竟然都和孟航长得一模一样。如此惊悚的场面将6人震慑得冷汗直流，而张书元早就瑟瑟发抖地靠在墙角。他早就趁乱想跑，奈何当初为了防止孟航偷袭，他把整个别墅的门窗都改成特制的，除了正门，其他的地方不管是从外面还是里面都打不开。他此时后悔不已，不但没防住孟航，还把自己困在这里。几十个孟航将6人各自围住，包括孟航本体，正好是6对1。36个孟航齐齐开口道：6对1，确实很公平。当初孟航在看到原著班面对无影的时候，说出这句话时候，顿时感觉热血沸腾，逼格极高。
他没想到自己能有一天也能装这个逼。被围住的6人哪见过如此诡异的异能，再加上被36双血红的眼睛盯着，让他们都方寸大乱。只有最开始的那个阴冷男人还能保持理智，大声喊道：别被他的异能吓着了。一下子分出这么多分身，那他的精神力一定是平均分配到每个人身上，他这么做无疑是自降实力，我们赢得机会更大。其他5人听见男人这么说，顿时都是精神一振，又有了底气。孟航眉头一挑，没想到这个人如此聪明，只是眨眼间就想通印分身之术其中的缺点。孟航当然也知道这点，但是他不在乎，只要招式帅就完事了。而且他们想通了又能怎么样呢？虽然孟航现在是空阶中期，但是他那恐怖的精神力可是堪比羽阶中期。羽阶和空阶虽然只是差了一个大境界，但是精神力的差距可是以倍数增长的。战斗一触即发，6人中1人戴着面罩的男人实在顶不住被6个孟航盯着的压力，率先出手。精神力发动，身前虚空扭动，一只巨大的爪子从黑洞中慢慢伸出。嗷！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响起，随后一只身长3米左右，散发着百兽之王威压的老虎凭空出现。3级妖兽雷星虎。孟航眉头一挑，没想此人竟是罕见的召唤系。虽然异能等级不可能有林落雪高，但是能召唤出3级妖兽，起码也会个 B 级异能。在云水城这种小地方，也可以说是罕见。兵对兵，将对将，孟航眨眼间就想到怎么对付眼前这个召唤系的对手。用牙齿在大拇指狠狠一咬，鲜血瞬间流出，将其他4个手指沾上鲜血，向地面猛然一拍，顿时地面出现无数繁杂的符文，形成一个法阵。砰！一阵烟雾升起，当烟雾消散后，一只身长1米，通体火红色，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扑闪扑闪，显得极为可爱的狐狸出现在众人眼前。面罩男面具下的眼角抽了抽，巨大的雷星虎也是低着头俯视着这个小狐狸，懵逼的歪了歪头。而此时的孟航看见自己的杰作，全身石化，眼睛都快瞪了出来。系统愤怒的大喊着：我说铁子，你敢不敢靠点谱？你是召唤宠物来养的吗？孟航缓过神来，尴尬的朝着面具男笑了笑。那个哥们不好意思，第一次用，手有点生，让你家大猫再等一下。雷星虎，你才是大猫，你全家都是大猫。这回围着面具男的6个孟航同时结印，砰砰砰，一共6声巨响，场间居然同时出现6只同样3米多长，却带着9条尾巴的9尾妖狐。卧槽！要说刚才面具男还没有反应过来，现在是真的惊了。你他妈到底是什么异能？不是分身异能吗？这怎么又变成召唤系异能了？而且你一下子召唤出6只通灵兽，是什么鬼？看着眼前这6只9尾，孟航眼神却有些奇怪地问向系统：童子哥，不对啊，我召唤的9尾怎么看起来不聪明的样子？他可是无比期待那高冷的9尾本尊，谁知道给他来的是残次品。系统冷哼一声，不屑地说道：不是我说铁子，你是癞蛤蟆扮青蛙，想得美，玩的花就是你本体想召唤真正的9尾都是痴人说梦，更别说只是分身召唤的。孟航，我操，你这些后语学得挺快啊。3阶雷星虎看着4周6只不知品种的妖狐，眼中露出无限的忌惮。在他的感知中，每只妖狐居然都有着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力量，更别说这一下出来6只。他的本能驱使着他想逃，奈何他要受到召唤自己来的能力者控制。面具男面色极为难看，他现在已经不敢奢望能战胜孟航，只想着能从包围中撕开一个裂口，让自己逃跑。雷星虎上！面具男手指一个方向，命令雷星虎发动攻击，而他也紧随其后，手中出现一把长刀，也向手指方向冲去。他想趁孟航不备，通过1人1虎的合作打开一条通道，但是孟航哪会给他机会，冷冷一笑，直接命令6只9尾同时发动攻击。9尾们张开大嘴，口前方有能量汇聚，形成一个密度极高的黑色球体，赫然就是传说中的尾兽玉。虽然只是一个阉割版的，但是威力也不可小觑。6颗尾兽玉瞬间形成，从6个方向齐齐射向被围在中间的1人1兽。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别墅内瞬间形成一个小型的蘑菇云，巨大的能量波将整个别墅瞬间夷为平地。当蘑菇云消散，原地只留下一个巨坑，面具男和雷星虎早已被炸得渣都不剩，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当爆炸声响起的时候，原本交手的其他6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向爆炸的方向看去。这就输了。5人面色惨白，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交手才过来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自己这面居然就损失1个人。阴冷男握了握拳，知道今天凶多吉少，也不再保留，一把精致的匕首出现在手中，身影瞬间化为残影，向着其中一个孟航刺去。包围他的6个孟航皆是微微一笑，低声道：
原来是个速度系的异能者呀！说罢，6个声音一步跨出，身影也同时消失在原地。这6个梦行竟然同时使出瞬步，叮叮当当的金铁交鸣之声不时响起。远处的张书远惊恐地盯着这面，他惊骇地发现自己只能听到武器碰撞的声音，却根本看不清二人不对是7人的身影。仅仅是又过了几秒，当二人再次站定的时候，6个梦行依然轻松无比，但是阴冷男子全身上下已经布满大大小小的刀伤。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为什么你还是个速度系的异能者？阴冷男面色狰狞，惊恐地向着梦行喊去。他此时从心底散发出阵阵寒气，产生了一股叫做绝望的东西。分身、召唤、速度，一个人怎么可能觉醒这么多的异能？梦行微微一笑，原本围住阴冷男的6道身影瞬间合一，变成一个梦行。他向前轻轻迈出一步，竟然瞬间从几米外的阴冷男的身边掠过。叮，收刀归鞘的声音响起，梦行将长刀收起，月光洒落一地的银灰，一道飞溅的鲜血和银灰交织在一起，显得另类的和谐。阴冷男不可置信地捂着脖子，无力地软倒在地。就在这边解决阴冷男之时，其他3处战场也同时解决战斗。当初仅凭身子便挡住1000斤重飞来的铁门的胖子，此时被6个梦行同时一拳击中身体。但是诡异的是，拳头仿佛砸在棉花上一样，缓缓陷入进去，没对他造成丝毫伤害。胖子得意地微微一笑，还不忘啃一口手中的鸡腿。6个梦行眉头一挑，直接开启8门遁甲的第3门，绿色能量出现，再次轰向胖子。巨大的力量灌入胖子的身体，还在吃着鸡腿的胖子动作一顿，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肥胖的身子竟然瞬间炸开，鲜血混合着内脏四处飞溅，崩了6个梦行全身。6个梦行同时嫌弃地看了眼身上的污秽之物，直接消失在原地，精神力回归本体。还有一个力量系的大汉，也在此时被6个包裹绿光的梦行一拳轰碎。此时场地上张书远的6名保镖只剩一个，也是6人中的唯一一个女人，只是呆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6个将她围住梦行眼中3勾玉血轮眼转头，这个女人竟然面无表情地将一把短剑缓缓刺入自己的胸口。她比其他5人还要惨，从开始到结束，她连异能都没有使用，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战斗来得快，去得也快，仅仅不到10分钟的时间，6个能力者竟在无一活口。张书远无力地跪在远处，被这血腥一幕幕刺激得狂吐不止。他也不是没见过能力者打架，私底下亲手杀的人也不少，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整个人都炸开的恐怖场景。此时在他的眼中，孟航不再是一个高中生，而是恶魔，一个无所不会的恶魔。怎么可能有人身上同时身怀这么多的异能，还能有那么多的精神力同时发动这些异能？别说一个空阶的能力者，就是地阶能力者，他也不相信能做到。将肚子里的东西全部吐完之后，张书远无力地跪倒在地，眼神已经变得呆滞。下一秒，一条胳膊搭在肩膀上，让他瞬间打了冷战。缓缓转过头，看见孟航正蹲在自己的身边，像是老朋友一样搂着自己的肩膀。孟航看向眼中尽是恐惧的张家家主，露出一个自以为和善的笑容，但殊不知这个笑容在张书远的眼里就像是一头恶鬼在狞笑。孟航对他说道：我聪明的张家主哟，你调的是这个分身秘术，还是这个召唤秘术，还是这个增加体质的秘术呢？张书远跪在孟航身边，泣不成声地求道：不要，我哪个都不要了。孟航，我错了，我不该打你身上秘术的主意。你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你放了我，我把我身上家底都给你。孟航站起身子，收起笑容，眼神变得阴冷。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下辈子做个好人吧。听见孟航这么说，张书远的眼中露出绝望之色，随后很快便被一抹狠辣取代。一颗晶莹剔透，里面还能看见能量流转的珠子出现在张书远的手中。当他拿出这颗珠子的时候，孟航浑身汗毛瞬间炸起，他居然从这颗珠子的上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仿佛这颗珠子要是炸开，就是自己也得命丧当场。张书远拿着珠子，狰狞地看着孟航。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知道做什么事情都要留一个后手，所以他没有将全部的希望都压在这6个人身上，还花大价钱从黑市买了这颗藏魂珠。藏魂珠传闻是还阶能力者在濒死前夕将全部精神力封印在珠子中形成的，只要在危机时刻将它捏爆，就会产生还阶强者自爆的威力，瞬间能将方圆数十里内化为炼狱。所以不到最后时刻，不会有人会使用藏魂珠，因为那将代表着自己和对手同归于尽。嘿嘿，既然你不放过我，那咱们俩就一起死吧。张书远病态地狂笑着，眼中尽是狠辣之色。说罢，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捏爆手中的藏魂珠。孟航瞳孔瞬间收缩成针尖大小，一股死亡的气息笼罩他的全身。神威！来不及多想，直接发动万花筒血轮眼，他的身子直接消失在原地。就在孟航进入异空间的同时，
一股毁天灭地般的能量瞬间向外席卷而去，顷刻间将以张家豪宅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夷为平地。那些还在逃跑的家丁听见身后传来的巨响，不禁停下脚步，回头望去。下一秒，热浪席卷而来，瞬间将众人吞噬在火海之中。自此，从张家出来的家丁竟没有一个生还。庆幸的是，张家豪宅建立在郊区，并且张叔远财大气粗，将周围几十里都买下来，附近再没有别的人家，所以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一声毁天灭地的巨响，将沉睡中的赵散庞瞬间惊醒，看见外面冲天火光将半边天照亮，他不禁面色狂变，这他妈是无声教又偷袭云水城了，敢不敢让老子清闲几天？赵散庞骂骂咧咧穿好衣服，一步踏出，消失在房间中。十几分钟后，赵散庞带着护城队站在张家废墟之上，面色都是难看无比。城主，这是什么级别的能力者出手，才能产生这么大的威力？刘兆良看着周围数十里尽皆化为焦土，脸色苍白地问道。赵散庞阴沉着脸，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道：怎么样，查到谁干的没有？周围有没有活口？刘兆良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么恐怖的威力，直接将所有东西都和平了，别说活人了，方圆10里就连只蚂蚁都找不到。听到这，赵散庞脸色更加阴沉，不用想，一定又是无声教干的。他们7人太甚，先是联合妖族攻打云水城，又在远古战场召唤5阶古妖，试图全灭考生，现在又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将方圆数十里都夷为平地。他们这是在作死，做大死。赵散庞咬着后槽牙，狠狠说道：走，我们先回去，将此事向上面汇报，这次一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说罢，大手一挥，转头就走。就在众人走了没多久，某处空间微微扭曲，孟航从中一步跨了出来，急忙关闭万花筒写轮眼，顺便将脸上的血泪抹去。看了眼周围的断壁残垣，他是一阵后怕，要不是自己反应快，再加上有着神威的这个 bug 神技，自己现在恐怕已经交代在这了。下一刻，孟航眼神一眯，眼中爆发出冷冷的杀意，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他身后的10几米处。一道紫色刀芒乍现，就像一个黑影砍去。黑影反应也是迅速，手中出现一把长剑，堪堪挡住这又快又狠的一刀。孟小子，别动手，是我。孟航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一愣，连忙将千刃收回。借着月光看去，正是去而复返的赵散庞。孟航面色有些尴尬，随即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哎，老赵，你也是听到爆炸声前来查看的。我跟你说，这一定是无声教的人干的。这群丧尽天良、不顾无辜人性命的魔教余孽，罪该万死。老赵，你作为云水城城主，云水城百姓的父母官，一定不能放过他们。他装作痛心疾首的样子，对赵散庞喋喋不休地说着。赵散庞也不答话，只等孟航说完，才似笑非笑地说道：忽悠，接着忽悠。本来还想继续侃侃而谈的孟航，顿时表情一僵。老赵，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哼，当初老子派人去山脉里寻你的时候，虽然没有找到你，但是在你附近却找到一堆被人扔下的东西，其中有的东西上带着张家的标记。本来这事我也没和你联想在一起，但是这种爆炸来的实在太过诡异。无声教不会闲着没事，在这么偏僻的地方释放这种威力巨大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张家的覆灭我就想到了你，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会不会是张家贪图你的秘术，所以派人去找你，最后被你反杀了，然后以你这小子眦牙必报的精神，就来找张家麻烦，所以才有了这场爆炸。再加上想到你那个变态的空间异能，我知道如果是你的话，在这场爆炸中绝对不会有事，所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这等了一会，没想到真的把你这小子等了出来。此时的孟航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赵散庞仅凭那点线索就能把事情猜得十有八九。孟航上下打量着赵散庞，从哪也没看出来这个身材臃肿、一对绿豆眼的胖子居然如此聪明毁谤。你这是毁谤？老赵，我可跟你说，没有证据的猜想全是耍流氓，你不能就靠着你这毫无根据的猜想就毁了一个祖国的花朵啊！呸！赵散庞装模作样的朝地上吐了口，才说道：连个大学的都没上的人，好意思在这说什么祖国的花朵？老赵，你这可就没意思了。打人不打脸，孟航还想狡辩不对辩解，赵散庞却摆了摆手，示意他不用再解释。张家这些年也干了不少丧尽天良的事情，只是我苦于没有证据，所以迟迟没有对他们下手。今天被灭也算是他们罪有应得，你这也算为云水城解决了一个祸害。听到这，孟航眼睛顿时一亮，那我这么做是不是还有奖赏？赵散庞额头青筋暴起，要不是他觉得打不过这小子，绝对直接给他一巴掌。小子，你别蹬鼻子上脸，这件事我不算在你身上就不错了，居然还想要奖励。
孟航只能讪讪一笑，不敢再多说。只是你这次做的确实有点过了，威力这么巨大的招式居然在城内使用，伤到无辜怎么办？下不为例。哎，老赵，这锅我可不背。孟航连忙解释道，这可是张书远在临死的时候捏爆了一颗古怪的珠子才爆炸的，也幸好我反应快，不然我今天也交代在这了。听到珠子2个字，赵散庞面色一变，向孟航问道，你说珠子是不是那种晶莹剔透，里面还有能量流转的珠子？孟航点了点头。好个张书远，竟敢在云水城内不顾无辜百姓的性命，使用葬魂珠，他死有余辜。赵散庞狠狠地说道，老赵，你好双标，不过我好喜欢。赵散庞，最后嘱咐你一遍，这件事你知我知，不要再跟别人说起，我会往上报告，就说这件事是无声教所为。我又不傻，这种有辱我清誉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还往外说？赵散庞瞥了他一眼，实在受不了孟航的死皮赖脸，转头就走。哎，这就走了呀？不再唠了，我明天可就走了，要不然咱们俩再叙叙旧。快滚吧！赵散庞骂了一句，也没有回头，身影消失在原地。孟航撇了撇嘴，也没有在意，而是有些惋惜的看向原来张家豪宅的地方。本来他还想解决张书远之后，去房间里翻一翻有没有之前的东西，这下好了，连根毛都没给自己剩下。他现在居然有些后悔没有答应张书远的提议。第二天，孟航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所谓的火车。这辆火车数十米长，通体漆黑，全身镶嵌着巨大倒刺，孟航甚至还看见了车身上长长的抓痕，想来是穿越山脉的途中被不知名的妖兽袭击而导致的。解决了张家的事之后，他在云水城便再没有什么留恋，索性第二天收拾好行李之后，跟邻居们打了声招呼，就前往火车站，准备前往帝都。一进站就看到这辆武装到牙齿的火车，孟航不禁看直了眼。他印象里的火车还是前世那种绿皮火车，但是亲眼看见才发现，两者的差距简直是天差地别，就像是拿高达和玩具车相比，简直没有可比性。不过想来也是，能在凶险无比的山脉中前行，绝对有它的独到之处。看着自己手上车票的座位号，孟航踏上了火车，也踏上了他人生的新篇章。与此同时，在龙国高层和4大高校的校长室都播放着一段视频。视频中，此时正播放着数十米的大佛巨大的手掌轰然落下，顷刻间将5阶古妖砸得灰飞烟灭的画面。此时看着视频的人都不禁倒吸了口凉气，不敢相信这是一个高中生可以做到的事情。龙国最高权力中心的某个简朴的房间中，正坐着一名老态龙钟的老人。这个老人脸上的皱纹已经耷拉下来，全身上下长满了老人斑，一眼便知道已经是行将朽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老人，身上隐隐散发的气息就压得身边前阶中年人喘不过气来。老人双手拄着拐杖，看着视频中的孟航，浑浊的眼里流露出一抹金光。老人将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看向窗外，喃喃自语道，好啊好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龙国年轻一辈有着这样的青年，我这种老不死的也能安然入土了。一听这话，原本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的段和顿时不干了，焦急地说道，孔老，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凭您的身体，就是再活100年也没有问题。被叫做孔老的老人呵呵一笑，摆了摆手，你也不用安慰我，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但是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我这把老骨头再坚持个几年还是没有问题的。随后他面色一板，对着段和说道，你去通知看过这段视频的所有人，不允许再将这个视频外传，否则以叛国罪处理。还有通知赵散庞那个小娃娃，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堵住云水城百姓的嘴，不允许将这个学生的战绩泄露出来。段和脸色变了变，没想到孔老居然如此看重这个学生，不禁面色一肃，敬了个军礼。是。说完转身离去，轻轻地将房间门关上。孔老躺在一把老旧的摇椅上，轻轻地晃动，自言自语着，小娃娃，我为你做的只有这么多了，至于能瞒多久，就看你的造化了，希望你能早点成长起来。一线天之所以被称作一线天，是因为一条一望无际、深不见底的沟壑将龙国与妖族隔绝在两边，这里也就是龙国百姓口中的前线，与妖族常年厮杀的地方。放眼望去，这里天空昏暗，风声常年呼啸，如同无数冤魂在哀嚎。这里的土地也与其他地方不同，竟然呈现的是深黑色，不时的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没错，就是血腥味。因为这里的土地就是因为经过无数年人类和妖族的鲜血浸泡，才成为这种深黑色。而就在这种地方，居然伫立着一个气势磅礴、凛冽万古存、屹立不倒的雄伟巨城。而这雄伟的城池的城头高悬着一个巨大牌匾，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3个大字：镇渊城。此时，镇渊城的一个阴暗房间内，正有一个棱角分明、面容坚毅的中年人在闭目打坐。就在这时，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中年男人淡淡的说了一句。进来的是一个身穿一身银亮色铠甲的年轻人，走路间虎虎生风，不时还透露出一股杀伐之气。只是这股气势在来到中年男子身边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像是羊入狼群，大气都不敢出。城主，这里刚收到一个视频，您要不要看一下？中年男人眉头微微一皱，他除了修炼和斩杀妖族，对其他的事情不感兴趣。手下们也知道他的脾气，所以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不会轻易来打扰他。拿来看看吧。当中年人看到孟航出手时，眼中一道金光迸发而出，脸上露出惊讶之色。云水城的，还是今年的考生？青年点了点头，脸上也全是震惊。打电话问问老二，今年他报考的是哪所大学？算了，不用查了，直接派人去给那小子绑过来。这么好的苗子上什么大学？不在军中历练可惜了。青年人嘴角抽了抽，心想谁能像你一样心这么大，直接拒绝龙国4大顶级高校的邀请，跑过来当兵。他心里是这么想，但是嘴上他可不敢这么说。城主已经跟那位确认过了，这小子叫孟航，由于在山脉中猎杀妖兽而错过高考时间，所以被取消高考资格。哦。中年人先是一愣，随后冷峻的面容上竟然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好小子，有老子当年的风范。被取消高考正好，你直接去云水城跟赵老二要人，就说这个孟航我要了。还有，视频不能外露，别被其他4个城的老家伙知道，在半路截胡把人抢跑了。同样的事情还在龙国4大高校的校长办公室里上演着。什么？这小子被取消高考资格了？快，事不宜迟，你现在立即就出发，不管出什么条件，一定要把那小子招到咱们学校，速度一定要快。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件事的主角已经踏上前往帝都的火车上。此时孟航正坐在座位上，一脸懵逼地看着旁边一个头顶戒疤的大和尚的手机。倒也不是他想故意偷看人家手机隐私，只是这和尚从上车开始就拿着手机看，不时地露出一脸痴汉笑。这让孟航有些好奇，所以有些好奇的瞟了一眼，就是这一眼就让直接石化在当场。只见这个大和尚打开某音，飞快地向下滑动着。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他滑动的每个短视频都是身穿暴露衣服的美女，正在屏幕前跳着热辣的劲舞。好家伙，这个号是被这个和尚养成了。孟航有些无语地想到。就在这时，孟航对面的座位上传来一阵悠悠的声音：大师，您每天是不是有3宿啊？孟航抬眼望去，对面坐着的是一个白白胖胖有些可爱的小胖子。只是这小胖子这时也是直勾勾地看着对面和尚的手机，哈喇子都快淌了出来。看美女正入神的和尚闻言一愣，将手机锁屏，对着小胖子双手合十，打了个佛号。阿弥陀佛，贫僧多年钻研佛法，竟然没听说过3宿，不知小施主口中的3宿何解？看见和尚将手机收起，小胖子也收回眼光，擦了擦嘴角的口水。大师有所不知，我也是看到您才有感而发。这3素便是素食、素菜、素人。在一旁饶有兴趣听着的孟航，听见这话嘴角一抽，素人可还行不过，确实符合和尚刚才的形象。大和尚此时也是一头黑线，知道自己刚才刷美女视频被人看见，不过他脸皮也是厚，立刻又变成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小施主这就有所不知，我修炼的是佛家的红尘道，贫僧的修炼不在山上，而是在红尘中，看遍红尘万千诱惑，我自岿然不动，最后才能修成正果。要不是刚才看你那痴汉表情，老子差点就信了。孟航暗暗想着，我刚才看见小施主，你刚才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手机，被里面的诱惑迷了眼，不知道小施主单身了多少年？光头和尚反问道。啊，我18岁，还有1个月就19岁了。和尚和孟航都是一呆，没明白小胖子这所答非所问是什么意思。施主，我是问您多大岁数？光头和尚又重复了一遍。对啊，我母胎 solo， 从小到大都没有处过女朋友，岁数就是我单身的年数。小胖子双眼望天，眼中尽显落寞，长叹一声继续说道。我可没有大师您那思想高度，你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吗？点点滴滴落在地，子子孙孙化作泥。光头和尚眼中竟然露出一抹金光，脱口而出。若将左手换右手，犹如休妻再娶妻。两人互相惊讶地对望着，双眼中皆是发出一种外人看不懂的光芒，这种光芒就叫做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孟航已经在旁边听妈了，眼角不停地抽搐，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坐个火车居然同时能遇见卧龙、凤雏二人。哦，对了，是你。就在这时，孟航一拍大腿，指向光头和尚。他这个突然的动作吓得另外2人一激灵。光头和尚有些胆怯地试探问道：这位小施主认得我？孟航呵呵一笑说道：卧龙啊，不对，大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您忘了当初还跟我说要凑钱给自己寺庙的佛祖重塑金身。
大和尚回忆了一下，随后也是一拍大腿：“你是那个把18000元的匕首活生生讲到20元的那个小子？”随后捂了捂手中的背包，戒备地看向孟航：“施主，我可跟你说，赌灵气这种事都是买定离手，可没有退货一说。”孟航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说道：“大师说的是哪里的话？用20块钱就开到一把低阶灵气，我感谢您还来不及，怎么可能退货？”“什么？你居然从那个垃圾里开出灵气了？”大和尚此时呆若木鸡，一脸的生无可恋。看见他这个样子，孟航笑了笑，没有在雪上加霜，而是岔开话题：“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孟航。大师您不在鬼市摆摊赚钱给佛祖重塑金身，这是要去哪里？”听见孟航这么问，原本还痛心疾首的表情瞬间一变，居然露出了一丝兴奋：“我弥陀佛，贫僧法号了善。孟施主有所不知，江陵城姚家前几日发现了一个远古战场，钱家倾巢出动进去探查，就连姚家的掌上明珠姚玉树都跟了进去。谁知在里面出了意外，这个远古战场竟然有异族存在，姚玉树一时大意，被异族偷袭，身受重伤。姚家费尽千辛万苦才查到，远古战场中有一种叫做涅槃草的天才地宝，可以治疗他的伤势。奈何涅槃草太过稀少，姚家倾尽家族之力也没有找到，所以姚家发布悬赏，邀请各地能力者进入远古战场寻找，最后找到涅槃草的人，姚家将出500颗金盒作为奖励。不但如此，姚家家主姚天胜亲口说了，只要能救得了他女儿，便招他为姚家的乘龙快婿。姚家可就姚玉树这么一个女儿，谁要是能娶了她，不但能抱得美人归，最后还能继承姚家庞大家产。此消息一出，整个龙国能力者都轰动了，尽皆向姚家赶去。所以贫僧也想去凑个热闹。姚玉树就是那个觉醒 SSS 级异能，号称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和云水城林落雪并称为并蒂莲的姚玉树。小胖子一声惊呼，眼中异彩连连，尽是仰慕之色。乐善和尚点了点头：“没错，就是他。我擦，带我一个！如果我能娶到姚玉树，我死也无憾了。”小胖子已经兴奋得不能自已，恨不得长了双翅膀，现在就飞到姚家去。此时的孟航也是兴奋得直搓双手，他倒不是因为有机会迎娶美人才兴奋，而是因为那500颗金盒。他一直为昨晚空手而归懊悔不已，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他自然不能放过。三人一番商量，最后一拍即合，一起前往姚家。经过交谈，孟航得知小胖子名叫倪浩，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却是马上进入帝都大学的学生。孟航和了善和尚在得知他居然是帝都大学的学生之后，惊讶不已，没想到随便坐个车都能遇到这种天之骄子。倪浩无所谓的摆了摆手，说道：“今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各地妖孽犹如雨后春笋，一个一个都冒出头，我也就是个垫底的存在。林落雪和姚玉树这2位先不提，帝都第一世家叶家出了一位 SSS 级的炎灵能力者，号称言出法随，一言可定人生死。岭南萧家一对双胞胎，号称黑白无常 SSS 级能力勾魂，阎王要你3更死，谁敢留人到5更。北方10家的实验，右手春秋笔，左手黑白砚，春秋笔上写春秋，黑白砚上变黑白，大笔一挥，以天地作画，好不潇洒。还有西北的林家林业，以空阶境界就可以用精神力御数百飞剑，一句剑来天下惊。当然这些都是现在已经知道的顶级妖孽，还有多少是没有暴露出来的，那就不知道了。现在4大高校都快要忙疯了，全国各地的去抢人，生怕晚了一步，这些天才就被别的学校给抢了。倪浩洋洋洒洒讲了将近半个小时，听得孟航和了善和尚头皮发麻，尤其是孟航现在已经是口干舌燥，手心出汗。好家伙，萧、石、叶最不能惹的4大姓氏居然都给凑全了，老子还放言要挑翻4大学府，怎么突然出来这么多妖孽？孟航现在想想要和这些妖孽比试，头皮就有些发麻。那个，这里面有没有是什么父母双亡的，废柴被退婚的那种？孟航弱弱地问道。小胖子倪浩有些奇怪，看了眼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问。这倒是没听说过。孟航拍了拍胸口，长舒了口气，没有就好，看来自己还是主角，不会被所谓的气运之子坑的阴沟里翻船。老子有系统，老子有外挂，老子怕谁？系统？呵呵，小子，现在想起我的好来了。3人又聊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中途又换乘其他班次火车，足足用了1天1夜才赶到江陵城。火车到站时，天光已经大亮，3人伸了伸疲惫的身体，直接打了台车前往姚家。当孟航3人下车时，顿时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只见姚家大门前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一个管家打扮的人正接待着人群陆续往里走去。幸好姚家够大，不然大门说不好都得被人群踩塌了。此次慕名而来的人居然达到了上百人，足以看出姚家的影响力。
当众人在前院的花园站定，一个40岁左右、9座高位的上位者，气息扑面而来的中年人走到众人面前，想来就是姚家家主姚天胜。姚天胜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众人安静下来。首先感谢大家的到来。小女的事情想必大家也听说了，时间紧迫，我姚某就不在这里再跟大家啰嗦，摆了摆手。2位姚家御用法阵师在一片空地上刻画出一个庞大且繁杂的法阵，随后2人从空间戒指中拿出几十枚金盒，按照某种顺序放在法阵的各个节点上。当金盒全都放好之后，法阵突然泛起一阵刺眼的光芒。好了，事不宜迟，各位进去吧。这里能力者不乏经常出没远古战场的，所以对这个场景也见怪不怪，三三两两的踏入发展之中。可是土包子孟航可就不一样了，他来这个世界这么长时间，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除了异能者，居然还有这种法阵师。我靠，好帅！此时的他张大了嘴巴，惊呼了一声，用一种看偶像的眼光死死盯着那2人，只把那2人盯得浑身不自在。众人也像是看2B一样，朝这面投来鄙视的眼光。乐善和尚和倪浩掩着面往边上靠了靠，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和孟航认识。待到众人陆陆续续都走进传送阵，孟航还在那里恋恋不舍地盯着那2名阵法师，2人这才无奈地将孟航硬拖着踏进传送阵。原本还嘈杂的场间顿时变得安静无比，只剩下管家和姚天胜2人。看见再没有外人，姚天胜的脸瞬间变得冷酷起来，嘴角甚至出现一抹冷笑。就在此时，他的身边空间一阵波动，一个身穿藕色纱衫的女子一步踏出。女子身形苗条，长发被一根银色丝带轻轻挽住，一眼望去，只觉得这女子身旁似有烟霞青龙，非凡尘中人，更像是天上仙子。此人正是与林若雪并称为并蒂莲的姚玉树。此时的他哪有一丝传闻中身受重伤，即将潇湘玉殒的样子。姚天胜见到他出现，也没有表现出父亲对女儿慈爱的态度，而是一脸的恭敬。圣女，属下还是觉得此事太过莽撞。龙国现在正全力围剿圣教，现在又做出这样的事，不但会暴露这个重要的据点，还会让龙国高层更加愤怒，加大围剿圣教的力度，属实弊大于利。被称为圣女的姚玉树俏皮地眨了眨眼睛，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难道我不这么做，龙国就不会对我们斩尽杀绝吗？再说神使降临需要大量的祭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据点和身份暴露了可以再换，但是神使的事情不容有失，所以这些人必须都得死。说到最后，他脸上的笑容不在，只剩下让人心寒的杀意。姚天胜面色一凛，不敢再多言。当孟航踏出传送阵的时候，发现另外2人已经不见踪影，比他们先进去的人也是一个没有看见。想来这个传送阵是随机传送，每个人传送的地方都不一样。抬眼望去，漫无边际的黄沙之上是无尽的骸骨，也不知道这些骸骨在这里存在了多少万年，大部分已经风化的不成样子。天边被无尽的血色笼罩，漫天的乌鸦在空中盘旋，占据了大半边天。孟航看着这如世界末日的场景，不禁感慨，还没有被开发的远古战场和高考进入的完全不是一个等级。高考中的远古战场简直就像是给孩子娱乐的游乐场。不敢大意，孟航将千刃握在手中，向前走去。没走几步，他只感觉脚脖子一紧，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握住。低头一看，竟然是只白森森的手骨。没有犹豫，刀光一闪，直接将手臂连着胳膊砍了下来。咔嚓咔嚓，一阵清脆的声音响起，被砍断手臂的骷髅竟然缓缓站了起来，赫然是一头2阶古妖。虽然左手被砍断，但是右手却拿着一把古刀，看样子失去一条胳膊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孟航面色不变，5阶古妖他都杀过，更别提这头仅仅2阶的古妖。顺步发动，一步便来到古妖面前，一刀横斩，直接将他拦腰斩断。下一刻，孟航眉头一皱，已经仅剩半截身子的古妖居然并没有死去，居然靠着一条胳膊还向孟航爬来。孟航刀出如龙，再一次将他的脖子斩断。这回古妖没有再爬起来，眼中的鬼火闪烁了2下，彻底消散。孟航眼睛眯了眯，没想到一头2阶古妖就这么难以对付，这要是眼前这密密麻麻的骷髅都复活了还得了。咔嚓咔嚓，刚想到这，骨头摩擦的声音再次传来。不是吧，还来？孟航双眼一瞪，有些不敢相信地向传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头身高将近5米，身上还披着一副破烂铠甲的巨大骷髅慢慢爬了起来。孟航面色难看，这还有完没完了？刚杀了一头2阶古妖，这就来了头4阶古妖。咋的？我杀的是你儿子，打了小的，再来个老的，别说老的，今天就是你把一家人都叫来，今天老子也让你们一家人整整齐齐，把骨灰都给你扬了，看你们还怎么闹腾。眼中露出一丝狠辣，孟航举刀便要向他冲去，而这头复活的5阶古妖就好像没看见孟航一般，
抬头对着天发出一声无声的嘶吼。虽然孟航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但是却看见一层层波纹以古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孟航眉头微微皱起，虽然不明白他此举为何，但是心里却生出不好的预感。咔嚓咔嚓咔嚓，身边接二连三地发出这种响声。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孟航头皮发麻，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只见原本一地的白骨在此时就好像是在沉睡中被人喊醒，密密麻麻的骷髅大军站了起来。孟航甚至还看见有的四肢不全的骷髅从地下的断肢残骸中捡起一截安在自己身上。此时的他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真是乌鸦嘴。现在好了，人家不但是一家人都来了，这是祖宗18代都被叫了出来。不敢停留，孟航转头就跑。如果只是数十只甚至上百只，孟航也能在骷髅堆杀个7进7出，但是现在可是能有成千上万只，他们就是一人一口吐沫也能把孟航淹死。当然前提是他们还能吐出来远古战场出现了壮观的一幕，一人在前面跑，数不清的骷髅浪潮在后面追着，而天上如乌云一般的乌鸦贪婪地俯视着下方，好像在等待孟航的死亡，他们就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荒漠上一胖一瘦2名能力者正合伙将一只3阶风纹蝎击杀。高瘦男人抹了抹头上汗水，对着旁边说道：这么半天连一组影子都没见到，却碰见这玩意，要是被他的毒针折到，就是大罗神仙来也救不了咱们。胖子也心有余悸的点了点头，还好咱们俩会合得早，不然还真不好对付这只畜生。就在二人坐在地上的休息的时候，突然看见远方有个人影朝这面飞快地跑来。哎，瘦子，你看那是不是有个人朝咱们这跑呢？估计是被什么妖兽追杀，现在什么人都敢进远古战场，简直是不知死活。哼，还不是因为姚家给的太多了，有多少人不是想碰碰运气？卧槽，后面那是什么？快跑！二人原本还在那幸灾乐祸，嘲笑孟航不自量力，可下一刻，当他们看见孟航身后如潮水一般的白色洪流，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小子，我警告你，不许再往我们这跑了，否则我跟你没完！二人对着孟航的方向大吼，并且拔腿就向远方拼了命的逃跑。孟航可不管这一套，径直就向这面奔来。俗话说得好，森林中遇见熊不需要比他跑得快，只需要比旁边的人跑得快就行。哥们，实在对不住了。说完，孟航直接开启8门遁甲，全速冲刺。正在全速奔跑的二人只感觉一道绿光从身边飘过，当回过神的时候，竟然发现那个小子居然已经跑到自己前面，不禁开口大骂：小混蛋，别让我们哥俩再遇到你，否则跟你不死不休！看着连头都没有回的孟航，又看见后面紧追不舍的骷髅大军，二人对视了一眼，皆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决绝，只能用那招了。下一刻，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一胖一瘦二人竟然合为一体，变成一只4鹿飞鹿、4马飞马，头上还长着牛角的4不像。二人虽然嘴里一直念叨着好羞耻好羞耻，但是脚下速度可一点不慢。四蹄一股清风拂起，眨眼间就是几10米外，不一会便将骷髅大军落在远处，再无身影。而将二人坑了的孟航此时站在一片树林前，踌躇不前。说是森林，可是这里的树木却是通体发黑，干枯的树皮如老人消瘦的手一般，格外瘆人。而且树枝上没有一片叶子，仅剩空落落的树枝向上肆无忌惮地生长着。让孟航踌躇不前的不是这些诡异的树木，而是树上的东西。他放眼望去，每棵树上都栖息着数百只浑身漆黑、双眼血红的乌鸦，都不怀好意地盯着他，仿佛只要他敢再向前踏出一步，这些乌鸦就会与他不死不休。孟航大概估算了一下，这片树林起码有上百公顷，那就代表着起码在这片树林中起码栖息着数十万的这种乌鸦。望着占据半边天的乌鸦，再瞅瞅树林中这些，他深深咽了口口水，自言自语道：这他娘的哪是什么远古战场，干脆叫乌鸦世界得了，老子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说罢，转头就要向另外的方向走去。叮，系统开启。哎，我说童子哥，咱们都这么熟了，没必要还这么客气吧？嗨嗨，流程该走还得走。系统有些尴尬地说道。那你能不走流程吗？孟航有些不祥的预感，系统在这时候出来绝对没有好事。不能得，那你说吧。孟航翻了个白眼，无奈地说道。成功夺走暗夜鸭皇的卵，奖励宿主筑奸细胞；失败，剥夺万花筒写轮眼。孟航看着这个任务长大了嘴巴，眼中尽是震惊之色，这就把筑奸细胞奖励给自己了。孟航原本还在愁何年何月才能攒出5万杀戮积分，没想到系统直接发布到任务里。可是当他看到要做的任务时，原本兴奋的脸当即就垮了下来。虽然不知道暗夜鸭皇是什么，但是就看着眼前这漫天的乌鸦，就知道那个什么卵绝对不好夺到手。咬了咬牙，孟航面露狠辣之色。他对别人狠，
对自己也狠。为了筑间细胞，这次拼了，不再犹豫，瞬步发动，直接化为一道残影向树林内冲去。原本正在树枝上栖息的乌鸦见到这一幕，眼中红光大盛，瞬间整个森林像是蒸腾起一股黑烟。原本在天空盘旋的那一群也仿佛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不要命的向孟航冲来，不死不休。卧槽，世界末日了！有人看见这一幕，吓得双腿发软，惊呼出来。刹那间，进入到远古战场的能力者都见到了这恐怖的一幕，纷纷远离乌鸦俯冲的地方。在远古战场的某个角落，姚天胜和所谓的姚玉树惊愕地看着天边。姚玉树喃喃自语道：从来不主动发起攻击的暗夜恶鸦，今天怎么突然狂暴起来了？一旁的姚天胜说道：圣女，要不要属下前去查看？你嫌自己命长？姚玉树冷冷地说道：单只暗夜恶鸦不算什么，但是这接近数十万只一起发动攻击，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你别忘了，这群畜生还有一个暗属性天赋技能暗黑吞噬，真把他们惹急眼了，就是一线天的那5位来了也得跑吗？那就让这群畜生这么闹。姚天胜有些焦急地问道：只要不影响圣子降临，就是他们把整个空间都给毁了又能怎样？乌泱泱的乌鸦不要命地向孟航冲来，而且每只乌鸦周身都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化不开的黑暗，连在一起直接形成一片乌云，并且乌云所过之处，所有东西都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冲入森林的孟航脸色惨白地看着这一幕，知道这回事真的捅了马蜂窝。神威也顾不上什么副作用，他直接发动万花筒写轮眼，用视线直接标记眼睛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一步踏出，直接步入异空间之中。而就在他消失的同时，数不胜数的乌鸦冲向他之前的位置。当乌鸦群飞过的时候，他所站的位置的树木就如同被人拿橡皮擦过一样，消失的没有一点痕迹。当孟航再次踏出，正站在写轮眼之前标记的位置，看着掉头飞回的鸦群，他又是一步踏出，再次进入异空间之中。卧槽，童子，你到底有没有点准？你说的那个什么卵到底有没有？异空间中的孟航将眼中流出的血泪擦掉，又连着灌下3瓶回神液，才气喘吁吁地向系统问道：信你童子哥得永生，你就放心好了。行，反正我要是有什么事嘛，咱俩也是一起玩，我就相信你一次。说罢，再次返回现实空间。这次孟航从异空间中走出来的时候，眼睛突然一亮，盯着远处一棵巨大树木的枝头。只见这棵枯树10树人人环抱粗细，高耸入云，其上正有一个巨大的鸟巢，而鸟巢中正有一只眼睛血红，和其他乌鸦比，要不知大出多少倍的恶鸦在冷冷地盯着孟航这个不速之客。而他的周身成千上万只暗夜恶鸦在盘旋，就像是忠实的护卫，防止外来人的侵犯。虽然鸦皇的眼神冰冷，但是却没有起身攻击孟航的意思，依然在巢穴中一动不动。孟航眼睛一眯，发现他的身下赫然有一颗颜色漆黑的巨蛋，想必这就是系统任务中说的暗夜鸦皇的卵。而这群畜生对于他进入树林反应那么巨大，看来也是为了保护这颗蛋。鸦皇看着孟航冰冷的眼神中全是杀意，自己产下的这颗蛋居然产生了一丝变异，还没有出生就让自己这个鸦皇感到瑟瑟发抖。所以为了确保自己孩子的万无一失，不管眼前这个人类为了什么，只要擅闯自己的领地都得死。随后他的眼中又浮现一丝不屑，被自己这数十万的子民包围，这个人类就是真的想抢夺自己的蛋又能如何，只有找死的份。此时后面的追赶自己的鸦群已经距离孟航越来越近，可是这回的他再没有一丝焦急之色，反而嘴角勾起一丝弧度。神威，只是这次攻击并不是对着鸦皇发动，而是将目光聚焦在他身下的巨蛋之上。下一刻，暗夜鸦皇的身下空间出现扭曲，暗夜鸦皇只觉得身下一空，等他低头看去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下正在孵化的蛋已经没有了踪迹。没了，这就没了。他此时有些懵逼，不明白好好的蛋怎么说没就没了。嘎！一声响彻天地的怒吼，一定是眼前这个人类搞的鬼。暗夜鸦皇扑扇着巨大的翅膀缓缓飞了起来，周身弥漫出无尽的黑暗，大暗黑天一般的向孟航涌去。这个远古战场的恶鸦在此时都变得疯狂起来，不要命的向孟航冲去。眼看那颗蛋已经被自己吸收，孟航也不顾因为万花筒写轮眼使用过度，已经看不清东西的眼睛再次使用出神威。就在无尽的黑暗已经将他包围，鸦群也即将碰触到他的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身影蓦然的消失在原地。当孟航进入异空间的同时，他终于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睛中的血泪不住的向下流淌着。此时的他只感觉有一丝光亮照射进来，但是却什么也看不见。孟航苦涩一笑，知道这双眼睛因为过度使用万花筒写轮眼快要不保了。虽然如此，但是孟航微微一笑，根本不慌。童子哥，这暗夜鸦皇的蛋已经到手了，可以把奖励给我了吧？
得嘞，铁子。叮，任务完成，奖励宿主筑间细胞。孟航只感觉全身一阵酥麻，本来已经接近失明的眼睛又重新变得明亮起来。我擦，这么神奇吗？他眨巴着双眼，不可思议地向四周望去。孟航兴奋地搓了搓手，这可是传说中的筑间细胞，有了它那自己岂不是无敌了？想罢，双手一拍，木盾，木人之术。顷刻间，一尊数十米的大佛凭空出现。孟航站在大佛之上，脸上尽是掩饰不住的兴奋之色。随后，他仿佛想到了什么，眼中万花筒写轮眼开启。顷刻间，大佛的被淡蓝色的能量包裹，形成一层蓝色盔甲，身披铠甲的木人右手虚空一握，一把淡蓝色长剑便出现在手中，向前轻轻一挥，空间竟然开始扭曲，正是神威的空间能力。此时的孟航欣喜若狂，高兴的都合不拢腿。有了筑间细胞的强大修复力，我的万花筒写轮眼也可以无限制的使用了。你在想屁吃呢，铁子？就在孟航兴奋的不能自已的时候，系统的话如一盆凉水浇在他的头上。就算拥有了筑间细胞，但是万花筒写轮眼终究不是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发动神威还是对你眼睛有着伤害，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而已。以现在的你，也只能无间断使用5分钟的时间。什么？只能使用5分钟？孟航本来以为这本书已经可以大结局，自己已经站在人类金字塔顶端，没想到系统居然给他来这么一出。那凭啥原著中带土能无限使用，我就只能使用5分钟？孟航反驳道。那你怎么不说人家带土的神威的能力只能使用5分钟？孟航撇了撇嘴，竟然无力反驳。被系统这一盆冷水浇下来，他的兴奋已经没了大半，也不再继续实验自己获得的新能力。将写轮眼与木人之术解除，孟航走到这枚通体漆黑的蛋之前。当他走近才发现，这颗蛋虽然蛋壳如墨一般，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其上竟然有一丝金黄色的竖纹。孟航的心情又开始有些蠢蠢欲动，兴奋地向系统问道：童子哥，这是给我送的宠物？乌鸦在世人眼中都是不祥的代表，但是孟航受到鼬的影响，不但不讨厌乌鸦，甚至对这个宠物还很是满意。我说铁子，咱们能不能有点前途？我这让你费尽千险万苦把它搞来，怎么可能只是让你抓宝宝的？系统无奈地说道。那你让我把它抢来干什么？唉，系统长叹一声，语重心长地向他解释道：虽然你现在手段很多，但是都是依赖在我的帮助之下。你仔细想想，你当初在觉醒仪式上觉醒过异能吗？孟航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是终究没有说出来。我也没有想到在这个空间会出现鳄鸦这种稀有的种群，而且居然还产生了一个蛋里的异种。只要你吸收蛋里的精华，就可以觉醒属于你的异能，而不是靠我给你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起码你不会因此没有自保的手段。听到这话，孟航眉头皱成一个川字。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出了什么变故？你要放你小子的屁？老子好好的，只是说可能。可能懂不懂？听到系统的否认，孟航这才将提着的心稍稍放下。虽然这段时间里系统没少坑他，但是他能走到今天全靠系统的帮助，所以他已经将系统当成有血有肉的朋友，而不是一个冷冰冰金手指。将注意力又放回这枚蛋上，孟航有些好奇地问道：这玩意我该怎么吸收？是不是像传闻中的将双手放在蛋壳上，什么催动内力得？你都是在哪听说这些不靠谱的东西？系统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讲话。没有那么多讲究，直接吃了就行。吃了？孟航睁大了眼睛。怎么吃？煎着吃还是煮着吃吗？你他娘的直接生吃！这次系统彻底被孟航弄无语了。孟航尴尬一下，挠了挠头，不再耽误，一拳便向蛋壳轰去。砰！一声巨大的响动，孟航懵逼地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又看了看依然完好无损的蛋，有些不敢置信。虽然他没有用全力，但是这一拳一般的2阶妖兽都承受不住，眼前的这枚蛋居然什么事也没有。老子今天还就不信了。说罢，使出全身力气再一次轰出。咔嚓咔嚓，蛋壳这次终于承受不住孟航那巨大的力量，开始寸寸裂开，透明的蛋清从中溢了出来。孟航一看，哪舍得浪费，连忙凑上前就开始疯狂吸吮，瞬间一股腥甜的味道充斥他的嘴里。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孟航拍了拍已经被胀得滚圆的肚子，站了起来，并且打了个饱嗝。我说童子哥，不是我吹，这么大个蛋也就是我能一口气吃完，你要放到别人身上吃2口就得被噎着，这些精华可都浪费了，还提什么吸收精华？听着孟航在这自吹自擂，系统不屑地呵呵一笑。谁告诉你需要全给吃了的？这里面有一缕黑色精华，那才是整个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获得异能的关键，所以只要挑出那一缕黑色精华吃了就行。一听这话，孟航瞬间狂怒起来。尼玛，你怎么不早说？你也没问我呀。你就是想想坑老。还没等孟航骂完，下一刻他的脸色狂变，
身体不自觉地弓了起来，最后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此时的孟航只感觉全身传来一阵无法形容的剧痛，就仿佛有人拿着刀片一片一片将他的肉切下来，完事之后再将骨头上残留的血肉再一点点剔除。而且这个过程中他全程都是清醒的。孟航双手环抱，蜷缩在地上，他现在连问系统到底是什么情况的余力都没有，只能死死咬着牙硬撑。而就在他在异空间中要死要活的时候，外面众人也找到了涅槃草生长的地方。在荒漠中有一个建造奇特的村庄，村庄内房屋皆是用巨大的石块垒成，而此时的村庄中喊杀声震天，五彩流离的能量像不要钱一般向外施展着。而双方交战的人马，一面是进入这里的数百能力者，而另一边却是身有双头、青面獠牙的怪物。虽然这些怪物数量上没有能力者多，但是个个力大无穷，身体坚硬无比，普通的异能根本无法伤害到他们。大家加把劲，把这群双头青焰给屠了，就可以得到涅槃草了。有人一边释放着自己的异能，一边说着：“你说的倒是轻松，这帮怪物每只都有着2阶以上实力，哪是那么轻松就可以对付的？”一名堪堪躲过攻击的异能者狼狈地说道。就在这时，一道锋刃斩过，直接把说话这人眼前的这头2阶双头青焰魔斩成2半。随后一个冷酷青年走了出来，不屑地瞥了一眼身边的男子，冷哼一声说道：“哼，一群废物，连一群2阶的异族都打不过，还敢来这里抢夺涅槃草，别到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说完便不再理会那个人，又是一道锋刃斩出，向着其他异族攻去。被冷酷青年嘲讽的人脸色青一阵紫一阵，想开口反驳，但是又不敢张口。那个冷酷青年明显就是空阶的能力者，不是他一个地阶可以对付的。而且这里可没有什么不能乱杀无辜，一旦那个青年一不小心手滑，一道锋刃把自己给斩了，那自己真没地方说理去。战斗如火如荼，但是并没有人发现，不管是哪方有人惨死，其身上都有一股淡淡的黑雾飘出，向某个方向飘去。战争越来越惨烈，人类方仗着人多的优势，很快就将双头青焰魔一族基本上屠戮的消失殆尽。而在一个小山丘后面，一个头顶戒疤的和尚和一个白白胖胖的小胖子正探着头偷偷观望着。我说了，单大师，咱们再不上场，一会可就连汤都喝不上了。倪浩焦急地说道。他来这里可不是游山玩水，他可还幻想着得到涅槃草，抱得美人归。了善和尚咂巴嘴，摇了摇头，不妥不妥，不知为何，贫僧心里总是不踏实，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还是再等等看看吧。听见他这么说，倪浩也是没办法，只能猫着头再等一等。场间这时只剩下不到10头的双头青焰魔，众人将他们围在中间，眼中没有丝毫怜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付异族和妖兽，只有斩尽杀绝。被围在中间的10头双头青焰魔知道逃不出去，嘴里愤怒地嘀咕着周围人听不懂的语言，随后一起仰天大吼：“这帮畜生在说什么呢？”有人奇怪地问道：“管他呢，赶紧解决了他们，好进去找涅槃草。”众人听罢也不再耽误，纷纷使出自己的拿手绝技，向这群异族轰去，溅起一阵烟尘。没多时，当烟雾消散，地面只剩下一堆肉泥。当解决这几只异族后，众人并没有着急进村寻找涅槃草，而是站在原地互相戒备地对望着。姚家只需要1株涅槃草，而这里却有这么多的人，只有1个人能拿到涅槃草。场间的气氛变得微妙无比，谁也不敢第一个行动，生怕被人偷袭。咚咚咚！而就在众人各怀的心思的时候，远处传来巨大的脚步声，地面也开始随之震动起来。原本还剑拔弩张的众人面色狂变，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头身高将近30米、双头4臂、外表和双头青焰魔相同，只是多出了2条手臂的怪物走了出来。众人一见这个怪物，无不骇然变色。5阶4臂青焰魔，有人认出此怪物，惊恐地喊道，也不再找什么涅槃草，转头就要跑。4臂青焰魔看着眼前惨死的族人，眼睛中浮现暴虐之色：“杀我族人，你们都该死！”这头怪物竟然口吐人言，4臂中的一只手对着转身逃跑的人虚空一捏，只见那个还没跑出几步的人脚步一顿，一声惨叫都没有喊出，当即化成血雾。跑啊！这一幕看得在场众人头皮发麻，不知道人群中谁大喊了一声，众人四散向各个方向跑去。4臂青焰魔看着如鸟兽散的众人，眼中露出无尽的杀机。4只巨大手臂各掐出一道法印，其中一个头颅口中竟然吐出熊熊青色火焰。这滔滔的青色火焰炽热的高温仿若无物不焚，整个空间都开始扭曲起来。众人本来是四散逃跑，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这头4臂青焰魔会追杀其他方向的人，但是感受到身后传来的高温，他们知道这头畜生是一个也不想放走。有些心思通透的人知道再逃下去只有被这火焰吞噬的份，索性不再逃。都别跑了，再这么跑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一个长相干练的男人说道。其他人一听这话，犹豫了一下，纷纷停下身子。他们也不傻，知道这种情况下一起联手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有没有土系或者水系能力者先施展防护罩，保证其他人能全力施展异能？有，我也可以。有10几人向前踏出一步，说道。土系在外，水系在内，一定要挡住这火焰。精干中年人高声喊道，俨然已经成为众人的首领。这几人也不犹豫，其中的水系异能者先调动精神力，在几人的联手下，一道巨大的水墙瞬间出现在众人的身前。土系上！精干中年人再次高声喊道。话音刚落，一道巨大的土墙出现在水墙之前。看到2道防御屏障已经形成，中年男人稍稍松了一口气。兄弟们，今天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就看现在了，千万别留手，把自己的看家本事都使出来。下一刻，漫天的冰锥、火球、风刃如雨点般落下，向远处的4臂青焰魔轰去。巨大的4臂青焰魔看着向自己而来的攻击，眼中露出一丝不屑，竟然连躲也不躲。轰轰轰，爆炸声在他的身上炸开，升腾起片小型蘑菇云。众人看着被烟雾笼罩的怪物，眼中都露出希冀之色。可是下一秒，他们眼中的希冀之色变成绝望。只见4臂青焰魔完好无损地从烟尘中走了出来，身上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与此同时，青色火焰也弥漫到土墙之前。当熊熊火焰接触到土墙时，这将近2米厚的土墙竟然像液体一般融化，这一幕看得众人又是脸色大变。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火焰继续向前席卷去。无尽高温的炙烤下，第2道防御水墙也瞬间蒸发，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众人一见这么多人联手制造的屏障居然如此轻易地被破开，哪还有一丝反抗的想法？刚鼓起的士气瞬间荡然无存，再一次化作鸟兽散。可惜现在还想跑，已经为时已晚。4臂青焰魔另一个头颅深吸一口气，再使劲吐出，周围瞬间狂风大作，青色火焰借着风势燃烧得更旺。跑在最后的能力者顷刻间便被火海吞噬，一声惨叫之后再没有了声音。与此同时，一粒青色火星溅起，崩在前方一个拼命逃跑的能力者身上。下一刻，火星如同落在干草堆上，直接燃起火焰。这个能力者面色大变，拼命在身上拍打，可惜毫无用处，火势越来越大，并向这个身上蔓延。此时这个能力者已经慌了神，一把拽住他前面的人，祈求地喊道：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前面被拽住的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连自己都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其他人？松手，你给我松手！见到火焰马上蔓延到自己身上，这个人面目扭曲，狠辣之色浮现，一把长刀出现在他的手中，一刀便斩向拽着自己的胳膊。咔嚓，手臂应声而断。可惜还是晚了一步，青色火焰已经顺着手臂蔓延至他的身上，瞬间将此人也化为灰烬。不过数分钟的时间，原本惨叫声掺杂着呼救声的火焰中变得一片死寂。这近百的能力者就这样全部葬身火海。青色火焰还在燃烧着，一道道黑雾从里面飘出，随后向着某处汇聚而去。而藏在远处小山丘后的2人早已吓得亡魂皆冒，躲在山丘后面，大气也不敢出，生怕被4臂青焰魔发现。远古战场，一个巨大的祭坛前，姚天胜和姚玉树面色凝重地盯着祭坛，只见无数黑雾汇聚到祭坛前的法阵中。姚天胜开口说道：圣女，我们已经祭献了数百能力者的灵魂，这法阵为何还是没有动静？是不是圣教典籍中记载的有误？姚玉树也是皱起了好看的眉头，刚想说话，下一刻眼睛一亮，将目光投向祭坛之上。姚天胜看到他的动作，也连忙将注意力转回祭坛。只见祭坛上的阵法在吸收完这数百人的灵魂之力后，一个一头银发、眉心生有晶莹玉角、面容极为俊美的青年虚影缓缓出现。随着越来越多的灵魂之力被吸收，这道身影逐渐变得凝凝实，到最后整个肉体降临在这个空间。而随着他的降临，一股威压席卷而来，压得不远处姚天胜、姚玉树2人抬不起头。银发青年缓缓睁开眼睛，打量了一圈漫无边际的荒漠，眉头皱了起来。没想到传说中的祖星竟然是这么一个荒芜的世界，随后握了握拳头，又是嫌弃的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这里的规则之力竟然压制我的实力，只能使出1/3的实力，拜见神使。不远处的姚天胜、姚玉树2人单膝下跪，恭恭敬敬地向眼前青年深深一礼。这时银发青年才注意到2人，瞥向2人的眼神中尽是淡漠。就是你们将本座召唤而来？禀神使，我2人是无声教之人，特意召唤神使下界。属下是无声神教舵主姚天胜，而属下旁边的正是神教圣女伊灵轩。哦，银发青年轻咦一声，并没有在意什么无声教舵主，而是将目光投向伊灵轩。
你就是这代圣女。伊林轩抬起洁白无瑕的玉颈，看向银发青年，浅然一笑。回神时，小女子便是当代圣女。她这一笑，绝美清秀的脸蛋上露出丝丝妩媚，似误落凡间沾染了丝丝尘缘的仙子，就连看向她的银发青年都为之一呆。银发青年眼中有一抹异光闪动，但是下一刻像是想到了什么，表情又变得庄重起来。既然你为当代圣女，就不必对我行此大礼，快起来。说罢，他右手轻轻一扶，一股无形的力量便将伊林轩扶了起来。一旁还在跪着的姚天胜看见神使已经把圣女扶起，将手也向前伸了伸，等待着银发青年也把他扶起来。可谁知银发青年却是双手向后一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这下姚天胜直接呆愣原地，尴尬无比，站也不是，跪也不是。背负双手的银发青年根本没有管尴尬无比的姚天胜，在他眼里，这个世界除了身份特殊的圣女，其他都是蝼蚁，根本不值得他投入精力。他眼神望向远方，感受到了五阶四壁青焰魔恐怖的气息，嘴角微微勾起。哦，还有一个还算是比较强大的蝼蚁，正好能让我试验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说罢，一步踏出，消失在原地。看见神使已经离去，姚天胜这才站起身子，有些没好气地说道：圣女，这神使根本没把咱们圣教当一回事，真的能帮助咱们壮大圣教吗？伊林轩招了招手，示意他附耳过来。其实姚天胜只感觉耳边一股温热的气息传来，感受着圣女吐气如兰的气息，此时的他有些心猿意马。虽然表面上两人一直是以父女示人，但其实二人只是上下级关系，哪一个男人能对他这种时而清纯时而妩媚的妖精不动心？他虽然表面上对伊林轩恭敬无比，但是私下里已经无数次幻想将这个高高在上的圣女骑在胯下的场景。臭婊子，总有一天老子一定会把你得到手。姚天胜暗暗想到。其实啊，你可以死了。姚天胜愣了一下，随即面色大变，噗嗤。下一刻，一双晶莹剔透、柔弱无骨的纤纤玉手已经插进他的心脏。当伊林轩的右手再次拿出来的时候，手里赫然已经多了一颗砰砰直跳的心脏。姚天胜捂着心口的伤口，双目圆睁，尽是不敢置信之色。为什么？哥，伊林轩用另一只手在这颗血淋淋的心脏上微微沾了点血，然后轻轻点在自己的朱唇之上，原本清秀的面容顿时泛起一丝诡异的妖艳。随后他才娇笑一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永远不知道为他人做嫁衣是什么滋味，所以我要不顾一切的变强，而挡在我面前的人都得死。说到这，他媚眼如丝的眼中一丝无奈一闪而过。臭婊子，我要扑通一声，还想再说些什么的，姚天胜就这样不声不息地死在这里。伊林轩将手中已经不再跳动的心脏扔掉，舔了舔嘴唇上那一抹血迹，看向银发青年消失的方向，嘴角露出一抹耐人回味的微笑。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他一步踏出，身形也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空间一阵扭动，再次出现的银发青年已经来到四壁青焰魔身前。看到居然是一头双头四壁的怪物，银发青年眉头一挑。哦，没想到祖星还有108神柱中排名98的青焰魔一族的遗种。四壁青焰魔此时也发现了眼前的银发青年，暴虐的眼睛中竟然露出一丝忌惮。不知为何，他从对方的气息中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压迫感。银发青年看着四壁青焰魔居然俯视自己，面上露出不悦之色，但还是淡淡说道：念在你为青焰族后裔，现在给你一个选择，臣服或者死亡。一听这话，原本还有些忌惮的四壁青焰魔再次暴怒起来。除了那帮代表着不祥的乌鸦，他是这个空间的主人，眼前的蝼蚁竟然敢威胁自己，蝼蚁不自量力。四壁青焰魔瓮声瓮气地说道，并且四壁同时发动，向着银发青年拍来。哼，找死！银发青年冷哼一声，淡漠的眼睛中浮现一抹怒色。自己作为108神柱中的王族，屈尊收服一个排名垫底的四壁青焰魔，对方竟然不识好歹，竟然还敢对自己出手。看着泛着青焰的四只巨大手臂向自己拍来，银发青年一步跨出，直接凌空站立在四壁青焰魔的面前，一指点在他的眉心。与四壁青焰魔比起来，银发青年的体型还不如他的一根手指头。但就是当如此渺小的银发青年一指点在他的额头时候，四壁青焰魔的拍出的4条手臂一顿，整个人呆愣在原地。银发青年收回右手，缓缓落在地上。当他落在地上的同时，四壁青焰魔巨大的身子竟然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寸寸碎裂，下一秒直接爆开，血肉向四周飞溅，化成血雨落下。而银发青年就站在原地，身上竟然没有沾上一丝血迹。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银发青年冷笑一声，淡淡的说道。就在他转身就要离开的时候，脚步又突然收回，看向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的小山丘的背面，了善和尚和倪浩正用手捂着嘴巴，大气都不敢出。哦，居然还藏着2个蝼蚁。
银发青年身形一闪，便直接来到这二人面前，饶有兴趣地盯着他们。哈哈，小胖子，你看这今晚这月色，让我不禁想吟诗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触景生情，触景生情，贫僧居然有些想家了。不如我们这就回家吧。了善和尚装作没看到银发青年，摇头晃脑地背了2句诗，随后对小胖子说道。小胖子抬头望天，做沉思状。大师说的在理，月是故乡明，这里月亮再美，也没有家乡的美。咱们还是赶紧出去，回家赏月吧。说罢，二人转身就要走。来了就别走了，还是下去陪那头4臂青焰魔吧。银发青年眼中古井无波，对转身要走的二人说道。小胖子，动手！知道糊弄不过去，了善和尚对着倪浩大喊一声，而自己却往边上跑去。相比而言，倪浩能考上帝都大学，空阶中期实力加上 SS 级的异能，还是有真本事在身上的。而他自己仅仅只是一个地阶的1级能力者，上去也只能添乱，所以还不如待在一旁，看看有没有时机偷袭。倪浩生死关头也不犹豫， SS 异能龙化发动，全身布满鳞甲，原本白白胖胖有些可爱的脸蛋也向前突出，嘴里长出一嘴锋利的牙齿，俨然成为了龙首人身的霸王龙样子。变身后的倪浩力量和速度全部暴增几倍，脚下一用力，如炮弹一般向银发青年冲去。银发青年挑了挑眉，显然对倪浩的变身有些惊讶，喃喃自语说道：哦，体内有上古妖兽血脉，所以就能变身吗？可惜血脉之力太过稀薄，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说罢，又是伸出右手向倪浩轻飘飘的点去。虽然他这随手一击看起来软弱无力，但是前冲的倪浩只感觉一阵毛骨悚然。变身后的野兽直觉告诉他，如果被这一指点中，自己绝对会陨落在此。当下不敢犹豫，身形一个急停，就迅速向后退去，试图躲开这一击。但是让他头皮发麻的是，不管自己怎样退，那轻飘飘的一指就如枯骨之躯，在自己眼前迅速靠近，直到马上点在自己的额头。完了！倪浩额头冷汗瞬间流出，知道今天要在劫难逃。话分两头，孟航迷迷糊糊醒来，短暂的失忆过后，才想起来之前发生了什么，张口对着系统就开始大骂：施主，你这是要施主？载主，你出来直视我，老子跟你不死不休！哎，铁子，你可不能光屁股看天，有眼无珠啊！我千方百计让你觉醒异能，到头来却换来你一顿骂。你快拉倒吧！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觉醒这个什么异能这么危险？老子刚才差点挂掉。孟航没好气地说道。安啦安啦，作为伟大而又无所不能的系统，怎么可能将宿主置于死地？系统不慌不忙地解释道。你以为我为啥这次的奖励是筑间细胞？还不是因为他那变态的修复能力。如果没有筑间细胞的木属性之力，我也不敢让你吞噬暗夜压黄卵。它其中蕴含的暗属性能量会将你体内的细胞吞噬得一干二净。但是有了筑间细胞就不同了，在暗属性破坏细胞的同时，木属性也会修复你的细胞。所以我有50%，不对，80%的信心你会安然无恙。听见50%，孟航额头青筋暴起，知道系统又坑自己。不过他没有再说什么，内心对系统隐隐还有感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一半的几率已经可以让人打破脑袋去拼一把。伸了伸胳膊，没有刚才那种令人永生难忘的疼痛，孟航这才放下心来。但是看到自己一身黑袍的时候，他一愣。他记得自己明明是穿着一套运动服，这一会的时间怎么变成黑袍了？孟航本来是想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面镜子照一照，但是灵光一闪，有了更好的想法。双手结印，引分身之术，一个与孟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出现。二人大眼瞪小眼，上下打量着对方，望着对面的自己，一身黑袍，一头细碎的头发变得黑亮，面貌没有什么改变，棱角分明，鼻梁高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配上这身黑袍，总感觉自己有一股阴郁的气质，像一个反派。唉，反派就反派吧，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当个祸害也挺好。他自我安慰道。随后看着对面的自己，嘴角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哎，童子哥，色诱之术多少杀戮积分啊？系统，滚一边去！你小子玩的挺变态啊！咱们走的可是小清新路线。孟航一笑，也没有在意，本来他也只是开个玩笑。童子哥，打开人物属性。宿主，孟航异能，万花筒写轮眼双神威 SS 级，暗夜恶压 SSS 级，血之限界木盾 SSS 级，精神力520585，空阶中级，力量354，敏捷398，体质405。孟航满意的点了点头，不但获得了筑间细胞，还觉醒了自己本身的异能。这次远古战场之行可以说是收获巨大。也该出去了，也不知道了善和尚和小胖子怎么样了。
他喃喃自语，眼中万花筒写轮眼出现，一步踏出异空间。丢失自己的蛋的暗夜鸭皇正带领着鸭群发了疯一般在树林中寻找孟航的踪迹，奈何找了一圈又一圈，还是一点影子没找到。暗夜鸭皇不信偷了他的蛋的人还能跑出这个空间，就在他准备带着自己的子民扩大范围，在整个远古战场中寻找的时候，森林的某处空间扭曲，一身黑袍的孟航走了出来。正带着鸭群在上空盘旋的暗夜鸭皇血红的瞳孔猛然一缩，看向孟航出现的地方。嘎！一声愤怒的咆哮，命令数十万的鸭群就向孟航俯冲而去。听见这一声怒吼，刚走出来的孟航吓得一激灵，抬头望去，乌泱泱的暗夜恶鸭向他俯冲而来。这次孟航不再惊慌，心随意动，血红色的血轮眼中出现一道金色树瞳。与此同时，他的身后有黑暗弥漫，向四周扩散。黑暗所过之处，一切物体尽皆被吞噬得无影无踪。全速俯冲的恶鸭群一顿，不知为何，他们从眼前的人类身上竟然感受到了血脉的压制力，让他们不敢再继续进攻。天空中盘旋的暗夜鸭皇也感受到了这股血脉压制，眼中出现惊慌之色，随后是无尽的暴怒。他瞬间便明白了，眼前这个人类是将自己后代吸收，获得了那一丝返祖之力。嘎嘎！暗夜鸭皇既愤怒又焦急地催促着鸭群继续攻击，可是不管他怎样催促，鸭群始终都是在半空中盘旋，不敢再向前一步。看着天空的鸭群，孟航福至心灵，大喝一声：“过来！”一股血脉中不可抗拒的力量笼罩鸭群，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冲向孟航。孟航站在原地未动，任凭这数十万的暗夜恶鸭朝自己冲来。天空的暗夜鸭皇看着他这取死之道，心中发出一声冷笑。可惜下一刻，他就愣在原地。当鸭群碰触到孟航身体的时候，就像是水滴滴落湖水之中，江河汇入大海之中，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融入他的身体内。此时孟航的身体就像是一个黑洞，面对数十万只鸭群形成的洪流，来者不拒，统统融入自己的体内。天空中的暗夜鸭皇看见自己的子民不要命般地融入那个人类的身体时，彻底慌了。他对着鸭群拼命地叫着，发出命令，想要召回自己的子民，可是毫无用处，仿佛孟航现在才是恶鸭群至高无上的存在，他的命令可以让他们奋不顾身地赴死。暗夜鸭皇想上前阻止，可是每当他想靠近孟航，血脉中一种力量都促使他也融入孟航的身体中，所以他不敢靠近，只能在天空焦急地徘徊。黑色浪潮不断向孟航身体涌去，足足过了5分钟，天空中除了暗夜鸭皇，再也见不到一只恶鸭。此时的孟航一袭黑袍，背后丝丝黑暗涌动，周身的气息更加阴冷。他看着天空盘旋的鸭皇，淡淡说道：“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所以你也进来吧。”说罢，眼中红光大盛，万花筒谢轮眼开启，标记空中鸭皇前方。只见他身子一个闪烁，如瞬移一般来到空中，背后竟然伸展出一对如同恶魔之翼一般的黑色翅膀。翅膀缓缓扇动，孟航就这样漂浮在空中。暗夜鸭皇看到这个人类居然来到自己身边，身为5阶妖兽的他，第一时间居然没有想着攻击，而是转头就要跑。孟航冷哼一声：“哼，还想跑？”他身后黑暗迅速弥漫出来，如一个巨大黑网，向着暗夜鸭皇罩去。只是眨眼间，刚扇动2下翅膀的他，瞬间被无尽的黑暗笼罩，并向着孟航身体里拖去。此时孟航的身体就仿如饕餮一般，来者不拒，巨大的暗夜鸭皇越靠近他的身体变得越小，直至被他的身体完全吞噬。天地再次变得一片清明，那能吞噬一切的黑暗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孟航悬浮在半空中，自言自语道：“也是时候去看看了单和尚和小胖子怎么样了。”说罢，挺拔的身躯竟然突然炸开，化成漫天的乌鸦向远处飞去。与之前不同的是，孟航所画的恶鸦群虽然也是双目血红，但是每只恶鸦的瞳孔中却多出了一道符印，正是万花筒写轮眼。银发青年一指点出，眼看就要点在小胖子眉心。就在这时，天色忽然变得暗淡下来，仿佛是有一道乌云将天空遮盖。嘎嘎嘎嘎，天色变暗的同时，天空中响起了无数乌鸦的叫声。银发青年眉头一皱，被这些聒噪的叫声吵得有些心烦。当下点出的手指一顿，抬头看向天空，只见这时的天空盘旋着密密麻麻的乌鸦，将这个天空都遮蔽住。银发青年的面色当即一变，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这里怎么还会有这种早应该灭绝的东西？”不过随后又放下心来，这群畜生只要不招惹他们，他们是不会主动攻击自己。倪浩看见银发青年的注意力被天空的鸦群吸引，神色一喜，转身就要向后逃去。蝼蚁，你能跑到哪去？耳边突然又传来银发青年冷酷的声音，并伴随着一股破空之声。小胖子，小心！远处的了善和尚看到这一幕，面色大变，高声提醒道。可惜他的提醒还是晚了一步，
银发青年的速度太过恐怖，只是眨眼间就追赶上倪浩，眼看着一指就要洞穿他的后脑，乐善明知已经来不及，但还是不顾性命向这边冲来。而就在这时，天空中鳄鸭眼中的万花筒血轮眼微微转动，已经面露绝望的小胖子竟然诡异地消失在原地。咦？一指落空的银发青年轻咦一声，有些疑惑地向四周打量，但是除了看见也一脸懵逼的了善和尚，并没有看见他的身影。随后他看向了善，饶有兴趣地说道：没想到本座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你居然还有如此手段。说罢，虚空就向了善和尚一把抓去。此时的了善和尚也愣在当场，不明白到底什么状况。听见银发青年的话，连忙摆了摆手。只是还没等他开口解释，一道巨大的吸力便从银发青年手中传来，让他不由自主地向银发青年身前走去。就在这时，天空中无数暗夜鳄鸭再一次鸣叫起来，并且化成一道黑色洪流，向银发青年和了善和尚中间俯冲而下。当鸭群落地的同时，竟然凝聚成一个黑袍青年，正是孟航的模样。只不过这次和以往运用血轮眼制造的幻术不同，这次他的身体是真真切切的由鸭群凝聚而成。这诡异的一幕直接吓得惊得了善一屁股坐在地上，而银发青年淡漠的眼神中也出现一抹诧异。黑袍孟航站在银发青年不远处，一股阴冷的气息飘散而出，同样用一种淡漠的眼神盯着银发青年。瘫坐在地的乐善和尚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盯着眼前的黑袍青年。明明是孟航的长相，但是气质却是完全不一样。不知为何，眼前的黑袍青年给他的一种心寒的感觉，所以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有些不确定地问道：孟降施主，爷爷在此。乐善和尚脸色一黑，只觉得这一句话让气质阴冷的孟航瞬间破功，又变回那个吊儿郎当的小子。他有些没好气的想回怼一句，但是想到现在的处境，脸色又变得难看。孟施主，你怎么来了？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现在倪浩施主不知所踪，眼前这个人也不是咱们能够对付的。我亲眼看见他秒杀了一头5阶的4臂青焰魔。哦，对了，得把那小胖子放出来。孟航恍然的点了点头。了善和尚身旁空间扭动，已经恢复人身的倪浩一屁股摔在地上。他双眼迷茫的环顾周围，刚才就在千钧一发的关头，倪浩眼睛一花，发现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空间。本来他还以为是来到阴曹地府，可是还没等他反过神来，居然又回到现实世界。这是怎么回事？倪浩望着身旁正睁大眼睛的盯着自己的乐善问道。他乐善和尚被消失又突然出现的胖子惊得口不择言，一会指自己，一会又指向他，最后又指了指孟航，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孟航没有回头看倪浩，而是眉头一挑，饶有兴趣地看向银发青年。虽然不知道4臂青焰魔是什么东西，但是能够秒杀5阶的存在，其实力必定很强大。看着银发青年眉心的玉角，孟航歪了歪头，有些好奇地问道：好家伙，你是什么物种？头上还长角？难道是人类和牛的杂交？银发青年听到这话，气得全身青筋暴起，脸上也没有了淡漠，变得无比狰狞。卑微的人类，本座可是108神族中的王族玉角族，你一个卑微的人类，居然敢如此羞辱本座！玉角族？什么鬼？孟航只听说过妖族，可没听说过什么玉角族。看见他迷茫的样子，银发青年不屑一笑：你一个卑微的人类，当然没听说过108神柱。很快了，当108神柱降临祖星的时候，你们就会拜伏在我们的荣光之下。说到这，他顿了顿，随后才继续说道：可惜你看不到那时候的场景了。孟航没管银发青年话语中的凛凛杀意，反而转过头看向身后二人：你们听说过什么牛角族，什么108神柱吗？二人同时迷茫地摇了摇头。银发青年看见与自己对峙的孟航竟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露出这么大的一个破绽在自己面前，眼中顿时有寒光闪过。不管这个黑袍青年是艺高人胆大还是真的傻，既然敢无视他，那就别怪他手下无情。其实银发青年内心不愿意承认的是，自从孟航出现，他心里居然隐隐有一丝畏惧之感，但是他的高傲不允许他承认心内的软弱。死吧！银发青年故技重施，一指点向孟航的胸口。小心！乐善和倪浩二人见到此景，顿时面色大变，同时惊呼出来。可惜还是晚了一步，银发青年的手指连带着手臂直接贯穿孟航的胸口。他二人面露绝望之色，闭上眼，不忍再去看孟航惨死的场景。哼，终究还是蝼蚁。银发青年不屑地冷哼一声，心中那一丝忌惮瞬间也消失不见。只是一句话还没说完，下一刻他就瞠目结舌地待在原地。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穿过孟航的手臂竟然连一丝血迹都没有，仿佛是穿过空气一般。乐善二人这时也发现了不对劲，惊愕地看着孟航。孟航缓缓转过头，嘴角上扬，露出一嘴白森森的牙齿。蝼蚁，你是在说我吗？此时银发青年眼神已经不再淡漠，
反而是露出一丝惊慌，但是嘴上依然说着狠话。哼，装神弄鬼！迅速将手臂抽了出来，五指如钩，散发着淡淡荧光，再一次掏向孟航的心脏。孟航站在原地，表情不变，就这样看着一条手臂硬生生地掏向自己的心脏。下一刻，泛着荧光的手臂再次穿透他的身躯，没对他造成一丝伤害。银发青年心性大乱，身形暴退，瞬间来到距离孟航几十米开完，一脸不可置信风看着他。小子，你这是什么能力？孟航嘴角上扬，明明是在笑，却给银发青年一种阴森的感觉。下去问阎王吧。孟航一直贯彻反派死于话多的准则，虽然现在他外表已经像一个十足的反派，但是他可不想结局也像反派一样。神威！万花筒写轮眼发动，直视银发青年的脑袋。随着空间微微扭曲，银发青年瞳孔猛然收缩，一股死亡气息笼罩他的全身，让他全身汗毛炸起。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他额头的玉角忽然亮起璀璨光芒。银发青年如同被醍醐灌顶，瞬间反应过来，头颅猛然后仰。就在他头颅后仰的同时，神威效果也发动，银发青年的面前空间扭曲，而他就这样堪堪躲过神威的攻击。看到银发青年居然躲过神威的攻击，孟航眼神一凝，面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从获得万花筒写轮眼开始，神威这一招可以说是无往不利，从来没有人能躲开这一击，没想到今天却在这个银发青年人的身上吃瘪。玉角族吗？孟航在心里暗暗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真是开始重视起来银发青年所说的什么王族。躲过这一击的银发青年浑身冷汗直流，要不是自己的种族天赋，自己差点就阴沟里翻船陨落在此。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仿佛一切尽在掌握。原来是稀少的空间系异能吗？想必你刚才的身体虚化也是运用了这个空间异能，将自己被攻击的部分传送到异空间，所以才没有受到伤害吧。而那个小胖子也是你发动了异能，将他传送到异空间中，才救了他一命。听到银发青年这么说，孟航有些惊讶，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孟航还没说什么，却把他身后的二人听麻了。我去，这是什么变态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岂不是无敌了？小胖子一脸震惊地说道。乐善和尚也是装模作样的双手合十，没想到孟施主这么深藏不露，什么时代了，还喜欢扮猪吃老虎。孟航在前面听的额头出现一串黑线，老子什么时候扮猪吃老虎了？只是没有机会出手而已。他看着眼前有些得意洋洋的银发青年，口中冷哼一声，有些不信邪的再次发动神威。银发青年的面前空间再次扭曲，而这次他却从容了许多。在额头玉角发出警示的同时，他的身子就化成一道残影，轻松地躲过神威的一击。见到此景的孟航有些好奇地盯着银发青年的额头玉角，心中暗叹一声，有了这奇怪玉角的预警，自己的神威攻击算是废了。银发青年仿佛是看穿了孟航心中所想，不禁冷笑一声。卑微的人类，这可是具有高贵的玉角族血脉的人才能拥有的标志，其中的威能岂是你能够理解的？今天就让你看看高贵的王族和你们这种卑贱血脉的差距。说罢，玉角光芒大作，他的气势也是一升再升，压得孟航身后二人面色通红，喘不过气来。银发青年脚下一动，身形直接呼啸着冲了出去，速度竟然比之前要快了数倍。见到他向自己冲来，孟航也下意识的一拳轰出，可是他没想到有玉角加成的银发青年速度居然这么快，竟然眨眼来到他的身前，一拳便轰在自己的身体上。银发青年这一拳是大力沉，拳风产生的气劲堪堪掠过了单和倪浩的头顶，连带着他们身后的小山丘，直接轰出一道近100米的沟壑。他二人脖子一缩，缓缓转头向后看去。当他们看到后面的场景时，顿时脸色惨白，倒吸了一口冷气。卧槽，好家伙，幸好咱们俩命大，再矮一点咱们都得一起去喝孟婆汤了。倪浩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后怕的跟身旁的乐善说道。乐善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说道：施主此言差矣，贫僧就是真死了，也是去西天拜见如来佛祖。说着他还不忘摸摸自己的头顶。下一刻他一声惨叫，完了，老子头发被轰没了。这一叫吓得旁边的倪浩一激灵，随后反应过来，气急败坏地说道：你脑子是不是被吓坏了？你一个和尚哪来的头发？原来如此，有了这次教训，他们二人再也不敢待在孟航身后，一溜烟地跑出100米开外。孟航盯着被手臂穿透的身体，心中一阵后怕。他没想到对方的速度如此之快，在他遇到这么多的敌人中，平生仅见，让他都没有反应过来。还好他的神威是被动技能，受到攻击时会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一部分转移到神威空间。与此同时，他递出的拳头这时候才刚刚轰在银发青年脸上，并穿透而过。两人就这样擦身而过，再次面对面里。银发青年并没有因为攻击再次失手而恼羞成怒，
反而是脸上笑容更加灿烂。哈哈，小子，我终于知道你异能的弱点。只要你想要进攻或者吸收和释放其他物体的时候，你的身体必须为实体，不能虚化。见到自己的神威完全被看破，孟航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看穿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一样伤不到我。银发青年也不恼，说道：哼，我就不信你的异能可以无限制使用。说罢，浑身光芒大作，天空方圆100米出现光雨，将孟航笼罩在下面，并且轰然砸下。感受着这毁天灭地的力量，倪浩额头冷汗渗出，不敢怠慢，直接龙化，拽着还在发呆的大和尚转头玩命的跑。轰轰轰，光雨落下，地面轰然作响，不给孟航一丝喘息的机会。银发青年凌空站立，如胜利者一般俯视着被光雨穿透的孟航。蝼蚁就是蝼蚁，就算能力逆天，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只有做一个缩头乌龟，被动挨打的份。孟航仰着头看着居高临下俯视自己的银发青年，浑身阴冷气息散发，不爽地说道：上一个敢用这个口气跟我说话的，已经跪下来跟我道歉了。又是谁给你的勇气，敢这么和我说话的？空中银发青年听到这话，怒极反笑，讥讽道：死到临头了，居然嘴还这么硬！一会等你能力失效，把你打成筛子后，我一定要把你嘴切下来看看，是不是还这么硬哦？那咱们就看看，一会谁把谁嘴给切下来。孟航淡淡说道，随后双手一拍，木遁木人之术，大地剧烈颤抖，一尊巨大的大佛从地底缓缓升起。已经跑到数百米开外的倪浩看着这尊巨佛，心里的千言万语最后都会成了一句话：卧槽！孟航到底是从哪蹦出来的变态？一旁的了善和尚震惊不比他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合十，虔诚地说道：主持师兄，没想到我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真佛。随后咬了咬牙，低声说道：还给佛祖镀什么金身，直接把这尊大佛请回去，多有面子。大佛轻轻右手轻轻一挥，漫天的光雨倒飞而回，纷纷轰向空中的银发青年。银发青年面色大变，从玉脚中发出一道光芒，形成一个能量罩，将他笼罩其中。漫天的光雨轰在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却始终没有将能量罩击碎。形势变化的太快，上一刻还是银发青年俯视孟航，下一秒变成了孟航俯视着他。看着银发青年自食其果，被自己的攻击包围，孟航淡淡的说道：小伙子，告诉你了，不要这么跟我说话，这里的水太深，你把握不住，这样装逼的事情还得是我来。数分钟过后，如雨点般的光雨才缓缓消散，这时的银发青年才有功夫仰头看向近50米高的牧人，眼睛中尽是说不出的震惊。你一个空间系的能力的人类，为什么还会使用木系异能？还有你那木系异能为什么会这么强？就是从草木精华中诞生的青木族，大多数也不可能施展出这么恐怖的木系能力。回过神来的银发青年对着孟航喋喋不休地问着，哪还有当初的高冷风范？孟航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淡淡说道：开挂的人生不需要解释。说罢，控制着牧人一巴掌扇出，巨大手掌带起呼啸飓风，使得周围黄沙漫天。银发青年就如同棒球一般，直接被拍出100米开外，狠狠砸在地上。一声巨响，地面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乐善和倪浩二人看着眼前已经超越他们认知的战斗，已经呆若木鸡。倪浩当初自谦地说他 SS 异能不值一提，是垫底的存在，但是那是相对那些妖孽说的。其实他内心还是有着一丝傲气。龙国数百亿人口，又有多少能觉醒 SS 的异能，又有几个能考上帝都大学？只是今天看到和他岁数差不多的孟航，他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妖孽，已经不能用常理来揣测了。说了你把握不住，你还不信？孟航眺望着烟尘四起的深坑，淡淡说道：嗨嗨，看来我真的是被小看了呀。烟尘中，银发青年缓缓走出，一头飘逸的银发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完美无缺的容颜上也出现了丝丝血迹。他用手抹了一下嘴角，看到手上的血迹，眉头皱起，继续说道：如果不是这个世界规则之力对我的镇压，岂是你一个卑贱的人类可以伤得了的？哎呦，现在吹牛逼都不用打草稿了吗？有了孟航在，胖子心中也有底气。见到已经如此狼狈却依然逼格满满的银发青年，终于看不下去，开口嘲讽道：哼，井底之蛙。本来不想施展那一招的，变身之后的形象太过丑陋，但是也没关系，只要你们都死了，又有谁知道呢？银发青年冷哼一声，随后看向孟航：我承认在人类中你很强，但是在高贵的血脉之前，你依旧还是蝼蚁。说罢，也不看孟航的反应，额头玉角射出一道光线，直冲天际。光线仿佛是一把钥匙，将连通2个空间的大门打开。天空开始扭曲，一个如黑洞一般的空间隧道显现。银发青年脸上露出兴奋之色，双手张开，好像要拥抱什么。下一刻，
黑洞中直接投下一道巨大的光柱，将他笼罩其中。当光柱笼罩他时，他额头的玉角开始变大，银发青年的整个身子也开始膨胀起来。顷刻间，牧人面前出现一个与他体型相同的怪物。这个怪物头有独角，四肢粗壮，身上还披着一层厚厚的鳞甲，就像一头披了鳄鱼皮的巨大犀牛。孟航右手摩挲着下巴，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的怪物。原来不是和牛的杂交，而是犀牛的杂交啊！本来还在喋喋不休嘲讽他的胖子惊恐地捂住嘴巴，喃喃自语道：现在都开始流行开高达了吗？孟航也不再多言，虽然表情略有玩味，但是心中却警惕之心大作。他居然从这个怪物身上感受到了一丝威胁。牧人做金刚罗汉状，一拳便向对面的头生独角的怪物轰去。对面犀牛一般的怪物也是蹬了2下前体，向着牧人冲来。下一刻，牧人与犀牛前脚碰撞在一起，两个庞然大物产生的巨大力量让地面寸寸碎裂，开始下沉。犀牛式的怪物只是向后退了2步，而反观孟航召唤的牧人，整个手臂被一股不可名状的力量震得直接炸开。远处看到这一幕的2人瞬间脸色苍白，他们本来以为孟航的牧人已经够变态了，却没想到在银发青年所化的怪物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退后2步的怪物这时口吐人言，传来了银发青年的声音：哼，蝼蚁，在绝对力量面前，任你手段再多，也是这么不堪一击。现在给你一个选择，臣服于我，臣服伟大的玉角族。当108神柱降临时，我赐你永生。此时他的话语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味道，仿佛是上位者赐给路边乞丐一个珍贵的机会。孟航并没有因为牧人落入下风而惊慌，反而是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跟你说了，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你怎么就不听呢？说罢，牧人齐臂而断的地方，无数藤蔓争先恐后的伸出，如蛇群一般相互缠绕生长，最后形成一条焕然一新的手臂。犀牛怪物见到此景，眼睛一眯，随后冷笑一声，不愧是木系异能，恢复是如此之快，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无谓挣扎罢了。聒噪！孟航已经彻底失去耐心，不愿再跟这个感觉自我良好的中二青年墨迹。双眼万花筒写轮眼同时转动，下一刻，通体绿色的牧人双脚泛起蓝色光芒，并迅速向上窜去。眨眼间，近50米的牧人被蓝光笼罩，形成一套蓝色铠甲，其手上还出现一把蓝色长刀。穿上铠甲的牧人气势节节上升，一股凶悍气息席卷当场。来，这回咱俩再试试。孟航似笑非笑地说道。感受着牧人传来的恐怖气息，银发青年所化的怪物终于不再淡定，气急败坏地吼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还有底牌？我堂堂王族都没有这么多手段，你一个卑微的人类凭什么这么多逆天能力？听见他这么说，孟航看着他的眼神居然有些怜悯。可怜的孩子，谁让你遇见我了呢？管你是什么狗屁王族，再厉害还能有我这个挂比厉害？当然，这话只能心里想想，不可能当着银发青年的面说出来。不再管银发青年的震惊，牧人手握湛蓝色长刀，一刀劈下，目标正是犀牛怪物那巨大的玉角。就像银发青年看出孟航的破绽一样，孟航也看出了他一身威力全靠这根玉角，所以孟航就是要断其根本，看他还怎么蹦跶。本来还有些惊慌失措的银发青年，看见孟航攻击的地方居然是自己最引以为傲的玉角，顿时大喜。玉角族之所以能成为王族，可以说全靠他头顶玉角的天赋之力。玉角不但赐予他无穷力量，其本身也是坚固无比。他还没看见过有什么攻击能破坏自己的玉角。巨大蓝色刀芒闪过，湛蓝色刀芒所过之处，空间开始扭曲。下一刻，长刀与玉角碰撞，没有想象中惊天动地的威力，也没有震耳欲聋的声响，长刀就像是切过薄纸片一般，随后被套着须佐能乎的牧人慢慢收回。银发青年所化的怪物前冲之势蓦然一停，呆愣在原地一动不动。孟航现在牧人头顶面无表情。乐善、倪浩2人呆愣在原地，张大了嘴巴盯着前方，也不知道看到了什么。此时时间仿佛静止一般，场间万籁俱静，没有一丝声音。扑通，一颗巨大的玉角高高抛起，随后重重落到地上。这一声巨响将场间寂静的气氛打破，大风起，西云飞扬，一阵狂风呼啸而过，卷起漫天黄沙。啊！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犀牛式的怪物拼命地晃着脑袋，身上泛起无数光芒，向天空飘散，光芒漂浮在空中，如白日烟火，煞是好看。当光芒散尽，巨大的犀牛怪物瞬间缩小，再次变成银发青年模样。银发青年全身无力地瘫软在地上，全身力量都被抽空，一头银亮的头发变成了枯败的白色，帅气的脸上也出现了无数皱纹。只不过是眨眼间，他便从一个青年变成了垂垂老矣的老人。银发青年倒在地上，脸上迷茫、震惊、惊恐之色相互变化，
最后化成了一句不可置信的嘶吼：“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输在你一个卑微的人类手里？”孟航呵呵一笑，身后一对恶魔之翼展开，黑色翅膀微微一扇，黑色衣袍飘动，化成一道黑色残影，从牧人头顶直接闪身到银发青年的面前。死到临头了，还在这狗叫！孟航用长刀轻轻挑起他的额头，锋利的刀尖直接划破银发青年脖子，有嫣红的鲜血流出。感受着脖子传来的隐隐疼痛，银发青年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成为丧家之犬，眼睛露出惊恐之色。你不能杀我！我是玉角族的神子，如果你杀了我，以后玉角族不会放过你的。只要你放了我，我承诺今天的事我既往不咎，以后还会给你无尽好处。孟航撇了撇嘴，眼中尽是不屑之色。他最烦这种一到这种时候就搬出背后势力来压人的人。之前那个华少说自己是什么帝都华家的二公子，现在又出来个什么玉角族少主。他觉得既然双方生死搏斗，那就听天由命，最后就是败在对方手里也无怨无悔。就算有一天他孟航败在别人手下，技不如人，死在别人手下也没有什么怨言。你还是下去跟阎王装逼去吧，让他下辈子再给你投个好胎。眼中杀意四起，举起长刀就向银发青年脖子砍去。就在这时，孟航神色猛地收缩，他竟然发现银发青年周围的空气竟然开始扭曲，就好像是自己施展神威时的效果。这一幕直接看得他全身汗毛炸起，挥刀的动作也是微微一顿。而就在他犹豫的半秒时间内，银发青年的身影瞬间消失。下一刻，一个倾国倾城，外表青涩动人，但是仔细看去又从骨子里透出媚态，身穿薄纱的绝色美女缓缓出现，而银发青年也出现在他的身旁。远处的小胖子看到这个女人出现，两眼瞬间发直，口水都不自觉地流出，就连了善和尚都是嘴中不停念着佛号，一双眼睛半闭半睁，偷偷瞟着他。此时的孟航心中翻起惊涛骇浪，差点失声叫了出来。倒不是他也震惊于此女惊为天人的长相，而是震惊于她的异能。空间系异能？怎么可能？孟强暗暗惊呼着，这个女人的异能居然和神威如此之像。他双目瞬间变得阴狠，死死盯着眼前来历不明的女人，问道：“你是谁？”对面女人妩媚一笑，说道：“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一个拥有空间系和木系双系异能者。”她虽然表面上平淡无波，但是心里的惊骇不比孟航小。她的异能是 SSS 级的空间系异能，本来她以为自己的空间系异能已经够变态和强大，没想到今天遇到一个不但拥有空间系能，连辅助系的木系也运用得如此恐怖的人。拥有如此变态能力的人，他之前居然没有听说过，这让他心惊不已。自从银发青年和孟航交手的时候，他就用秘法隐藏在附近偷看。伊林轩有预感，这个男人不除，以后对于圣教必定是心腹大患。银发青年见到来人是伊林轩，顿时大喜，喊道：“我以无声教神使的身份命令你，马上带我走。”他已经不奢望这个所谓的圣女可以击败孟航，他只希望能赶紧逃离这里。伊林轩媚然一笑：“好的，神使，奴家这就送你上路。”说罢，他那纤纤玉手直接贯穿银发青年的胸膛。银发青年低头看着自己被洞穿的胸口，又抬头看看眼前的女人，不可置信道：“你以后地位会高贵无比，为什么要这样做？到那时候我还是我吗？”说完，右手掏出，连带着一滴泛着金色光芒的血液凝聚在他的指尖。见到这幕，银发青年终于知道他的目的，怒吼道：“你竟然是为了我身上的王族血脉！”还没等他说完，伊林轩直接将他脖子扭断。在场众人皆是一惊，没想到眼前这个女人手段如此狠辣。孟航也是咂舌不已，感慨最毒妇人心，越漂亮的女人越是如此。可是他下一刻想到了什么，瞬间暴怒起来，怒声道：“臭女人，你敢抢老子积分！”他可不管伊林轩是什么倾国倾城的大美女，敢抢自己人头，那就不能放过他。牧人金刚怒目地盯着伊林轩，长刀已经对着他高高举起。见到此景，伊林轩微微变色，他刚才可是见到巨大牧人一击的威力。公子，杀了小女子，你们可是出不去了哦。孟航眉头微微皱起，身后的牧人也随之停下动作。伊林轩见到孟航没有再继续出手，心中暗暗松了口气，继续说道：“这样吧，只要公子答应放小女子一条生路，并保证出去之后也不对我动手，我就带3位走出这个远古战场，怎么样？”孟航思忖片刻，随即微微一笑，露出一嘴的白牙：“行啊，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只要你送我们出去，我绝对不会动你一根汗毛。但是你得告诉我，这滴金色精血有什么用？”“好，公子爽快，小女子相信你的为人。这滴金色精血是玉角族一身血脉的精华，只要将这滴精血炼化，我便可以获得玉角族的血脉。”“哦，没想到这个世界还有如此诡异的能力。”孟航眉头一挑，有些惊讶地说道。随后两人相视一笑，
默契的都没有提刚才银发青年所说的什么无声叫一切尽在不言中。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孟航问道。小女子名叫伊凌轩，公子这厢有礼了。伊凌轩微微欠身，向孟航说道。孟航也对着他点了点头，表面上虽然在微笑，心中却对这个女人又戒备了几分。眼前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拥有神威的她自然知道空间系异能的恐怖，而且她面不改色杀死银发青年的那一幕，孟航可是都清楚看在眼里。这绝逼是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伊凌轩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一个精致的玉瓶，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金色血液放入其中。孟航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又想到了什么，有些好奇地问道：对了，玉角族到底是什么来历？那个什么所谓的108神柱又是什么东西？孟公子，奴家连自己此行的秘密都告诉你了，你就不能给人家留点秘密？他那楚楚可怜又带有一丝幽怨的眼神，如果是其他男人，活儿都能被这一眼给勾出来。孟强微微一笑，也不深究，毕竟他对死人的秘密没有兴趣。两人说定后，伊凌雪便开始在地上刻画法阵，而孟航走向还在发愣的了善和尚和倪浩面前，看着两眼发直二人，孟航用手在他们面前晃了晃，啪叽一声脆响，孟航惊愕地看着一巴掌拍在了善和尚后脑勺的小胖子，怀疑他是不是被吓傻了。哎呦喂！还在发呆的了善被这一巴掌拍得痛呼起来，开口便骂道：小兔崽子，你拍我干什么？疼吗？你他娘的废话，老子拍你一巴掌，看你疼不疼？疼啊，那就说明不是在做梦。小胖子使劲揉了揉自己肉嘟嘟的脸，还是有些接受不了刚才看见的一幕幕。他这句话把了善气的七窍生烟，质问道：你想知道你是不是在做梦？为什么不掐你自己，打老子干啥？我怕疼啊。小胖子理所当然地回道。孟航、乐善虽然在和二人说着话，但是孟航注意力还是在伊凌轩那边。见到他已经将法阵刻画完成，正在向法阵上镶嵌金盒，孟航便带着他们二人来到近前。胖子刚才只顾着吃惊，这才想起来还有一个绝世美女在这，屁颠屁颠的跑到伊凌轩面前。这位仙子你好，我叫倪浩，不知道你怎么称呼？伊人凌轩捂嘴娇笑说道：这位哥哥，小女子可当不起仙子的称呼，你叫我轩儿就行。哎，好的，轩儿。倪浩被他这一声轩儿叫的双眼上翻，一副欲仙欲死的模样。旁边孟航看见胖子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无奈的摇了摇头，感慨了善不愧是和尚，定力还是强，没有也像只发了情的泰迪，见到美女就往上冲。只是当他转过头去看了善的时候，孟航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只见了善口直勾勾的盯着伊凌轩，口水已经连成串的向下滴落。伊凌轩刻画法阵的手法无比熟练，没多一会，一个完整的法阵便已经成型。光芒大作，四人踏进法阵之中，消失在这个空间。一阵眩晕过后，孟航只感觉脚下一沉，知道已经传送出来。孟航也不废话，长刀直接出现在手中，一刀便向伊凌轩的位置砍去。这一刀果决狠辣无比，直取他的要害。什么？孟航发誓用人格担保，他有那玩意儿吗？孟航从刚才的银发青年喊叫中得知，他是无声教中的人，而且地位绝对不低，甚至还牵扯到那什么玉角族。这个女人手段狠辣，能力古怪，这次不除了她，以后还说不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孟航可没有放虎归山的习惯，能尽早解决，绝对不等明天。现在法阵光芒还没有消散，他这个老六自然不会错过这个绝佳时机。而与此同时，伊凌轩在双脚碰触到地面的同时，一张外表朴实无华的符纸出现在他的手中，没有一丝犹豫，精神力灌注其中，他的身影直接化为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卧槽，这么快！孟航有些懵逼，自己的刀还没到，那个娘们就跑了。这时天边传来了伊凌轩呢喃软语：公子你好不讲究，说出的话居然出尔反尔，对奴家这么一个弱女子都能狠下杀手，说好的以人格担保呢？奴家总有一天会再来找公子您秉烛夜谈，公子您一定要等着我哟，这是盯上我了吗？孟航咂了咂嘴，喃喃自语，也没把失手的事情太放在心上，只要他不要命敢再来挑逗他，能跑得了一次，可跑不了第二次。传送阵的光芒这时才刚刚消散，胖子和善二人才从传送的眩晕中缓过神来。小胖子看着化成一道流光的伊凌轩，惊呼道：流光千里符！见到胖子居然认识这个东西，孟航连忙问道：流光千里符，这是什么东西？胖子像是看乡巴佬一样看着孟航，终于在他身上找回点自信，得意洋洋地说道：这你都不知道？流光千里符是一种一次性的保命符纸，只要将精神力灌注其中，就可以瞬间化成一道流光，眨眼间便出现在千里之外，可以说是保命必备好东西。只可惜这东西是一次性消耗品，价格还贵得离谱。
一张流光千里符就卖到800金盒，普通人根本买不起，而且还是有市无价，就连我也没弄到一张。孟航掐指一算，800颗金盒就是8000万，不禁瞠目结舌。这哪是用符纸保命，分明是砸钱保命。随后反应过来，眼冒金光的看向胖子：“你家很有钱吗？”看着像是要吃人的孟航，胖子吓得连忙后退了几步：“一般一般。”三人看着偌大的姚家，现在空无一人，三人不禁都是一阵沉默。来时还是数百人熙熙攘攘，现在就只剩他们三人活着出来。商量一番，倪浩也没心思再逛下去，准备直接去帝都准备开学。孟航也没捞到好处，有些兴致缺缺，也准备动身继续前往帝都。不知为何，从远古现场出来以后，他总感觉了善和尚看自己的眼神特别暧昧，就像知道胖子家有钱，他看胖子的眼神一般，看得他浑身起鸡皮疙瘩。阿弥陀佛，贫僧索性没有事，也随二位去帝都看看去吧。孟航有些奇怪地问道：“大师，你不凑钱为你寺庙佛祖重塑金身了？”“呵呵，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乐善微微一笑，用一种孟航看不懂的眼神对他说道：“自从进入远古战场，我观孟施主天生有慧根，不如皈依我佛怎么样？”听到这话，孟航一脑门黑线，连忙拒绝：“开玩笑，他还没有处过女朋友，人生的美好还没感受过，怎么可能去当和尚？呵呵，还是算了吧，我还是继续当个俗人吧。”乐善听见孟航这么说，也没再过多纠缠，只是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他。就这样，三人再次登上前往帝都的火车。帝都华家，华秋畏畏缩缩地跪在地上，不敢直视坐在他面前的中年男人。在他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外表50岁左右，身穿一身昂贵西装，头发一丝不苟梳在后面的中年男人。此人正是帝都除了3大世家以外，再很少能有与之抗衡的华家家主华洪振。听说你在云水城给人下跪了。华洪振的语气虽然波澜不惊，但是跪在地上的华秋却像是受到了什么恐怖的惊吓，浑身颤抖得更加厉害。爸，你听我解释。啪！还没等他开口解释，一记响亮的巴掌已经扇在他的脸上。华洪振突然狂暴起来，浑身青筋暴起，愤怒地盯着眼前不争气的儿子。作为堂堂华家子孙，你居然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子吓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下跪，华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华洪振的声音的咆哮声在偌大的别墅中回荡着，家中的仆人都是瑟瑟发抖地站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可是爸，如果我当时不跪下，他真的可能会杀了我。华秋拼命地辩解道。一听这话，华洪振更加的生气，已经放下的右手再次抬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和华秋长得有7分相似，但是神情要比他稳重许多的年轻人竟然在这个时候走了出来。他仿佛没有看到一脸愤怒的华洪振，而是直接看向华秋，冷冷地说道：“我愚蠢的弟弟啊，你起码也是 S 级的能力者，居然会败在一个3线城市的学生手中。这些年华家对你的培养，难道都培养到狗肚子里了吗？”一听这话，华秋原本面对华洪振恐惧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华阳，你不用在这吹冷风，我敢保证，就算是你遇到了他，能不能赢得了他还不一定呢。他自然没有见过孟航在高考时候秒杀古妖的场景，但此时为了面子，他现在也只能这样说。哼，那我到时候一定要好好领教一下，能把你吓到跪下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华阳冷笑一声，故意在跪下2个字上加重语气。你好了，成何体统？见到2个儿子针锋相对，华洪振怒喝一声，打断2人的交谈。你们都先下去吧。平退众人，他脸色难看地坐在沙发上。尹三。当众人全部退走后，华洪振对着寂静的房间叫道。与此同时，一个黑影来到他的面前，单膝下跪。家主。华洪振面带杀意，向黑影说道：“你去云水城去查一下那个叫孟航的小子，敢羞辱华家，我以后不想再听到这个人的名字。”是。黑影轻轻回答一声，刚要退走，却又被他叫住。对了，解决那小子之后，将他的头颅挂在云水城的城头，华家的耻辱必须用鲜血来偿还。明白了，家主。听见华洪振血淋淋的话，这个叫尹三的人没有半点吃惊，依旧是平淡的回答，随后消失在房间之中。看着消失的黑影，华洪振轻轻的点了点头。一个家族要想在帝都这种地方站住脚，自然有他们龌龊的一面，而刚才这个黑影就是华家从小培养的死士之一，专门解决家族见不得光的事情。对于一个高中生，他自认为派出死士中排名第3尹三已经是很给那小子面子了。而与此同时，作为为数不多在帝都可以与华家抗衡的阮家，阮素正梨花带雨的趴在一位一头银发的老者身上哭诉着：“爷爷，当时如果不是云水城那个城主拦着，那个混蛋真的想一刀把我杀了。爷爷，您得为我做主啊！”阮红听完阮素的哭诉，
搂着他的身子都开始浑身颤抖，后怕不已。阮素作为阮家的掌上明珠，从小到大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就连自己都不舍得骂他一句，现在居然差点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给杀了，这让他怎能不气愤？阮雄！阮红怒吼一声，如一头发了狂的怒狮。一个虎背熊腰、铁塔般的大汉走了出来，来到他的身边。去云水城，把那个小子的头给我提回来，还要把那个小畜生祖上18代的关系都给我查出来，一个不留。一听这话，名叫阮雄的壮汉犹豫了一下，说道：老爷子罪不及家人，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妥？放屁！阮红须发怒张，愤怒地看着他，他居然敢动我阮家的掌上明珠，要是素儿真有一点闪失，我让当时在场的人都为他陪葬。现在只是让那小子一家陪葬，已经是我心慈手软了。阮雄暗暗叹了口气，也不再说话，默默退下。见到阮雄退下，阮红又变回一副慈祥的样子，对着怀里的孙女说道：好了，素儿，别哭了，我已经派人去替你出气了。我就知道爷爷最好了。阮素趴在阮雄怀里不再抽泣，反而是脸上露出一丝得意。此时孟航还不知道阮华两家已经派高手去云水城找自己的麻烦，他此时正与了善倪浩二人在火车上大眼瞪小眼。我说二位，你们能不能不要用这种看怪物的眼神看我？孟航有些无奈地说道。这二人仿佛没听见他的话，依然眼神复杂地盯着孟航。由于在远古战场里的事情实在是太过突然，让他们一时还没有从震惊反应过来。现在回过神的二人越想越是心惊，仿佛是在做梦一般。孟航，你从实招来，你今年到底多大？你究竟是不是什么千年老怪物幻化而成的？孟航一脸无辜地回道。什么跟什么，我今年才18，和你一样，今年刚高中毕业。你放屁！一听这话，倪浩更加激动。以你这变态的实力，高考成绩一定逆天，我怎么没在榜单上见到你？我因为一些事记错高考时间，没赶上考试，被取消考试资格了。孟航说到这，脸色变得有些尴尬。什么？倪浩、乐善二人同时一声惊呼。高考这么大的事，你都能给忘了？震惊过后，轮到了善开口。这就是天才嘛，连高考都不屑参加。孟航嘴角一抽，心想明明自己说的是记错时间，怎么就变成不屑参加高考了？单和尚继续说道。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人们都说天才都是逼出来的，也不知道孟施主你经历了什么。倪浩摇了摇头，那也不一定，我就是剖腹产。孟航听到这话，心里无数草泥马狂奔，连忙制止。停，胖子，这话可不兴说啊。胖子这时也反应了过来，连忙摆了摆手，讪笑道：口误，口误。其实我很赞同了单大师的话，其实我能觉醒 SS 级异能也是被逼出来的。一听这话，孟航、乐善二人眼中都露出感兴趣的神色，连忙追问。胖子看向窗外，开始回忆道：当年我只有8、9岁的时候，三就带我去山脉里闯荡，谁知就在我们俩追赶一头2阶灵鹿的时候，却突然冒出一头4阶的嗜血暴熊，当时可把我们俩吓得亡魂皆冒。我三就只是一个空阶能力者，而我更是一个没有觉醒异能的孩子。那你们最后怎么跑出来的？了善和尚双眼冒出金光，显然对此事很感兴趣。靠我手中的剑。胖子掷地有声的回答。好，没想到倪施主当时小年纪就有如此本事，仅靠一把弓弩就能射杀4阶妖兽，英雄出少年啊！乐善和尚拍案叫绝，激动的有些不能自已，这话却把一旁的孟航听得汗颜不已。他怀疑了善和尚是不是还没有从远古战场的惊吓里缓过神，这种话他也信。快说说具体过程。乐善和尚迫不及待地催促胖子继续往下说。胖子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我最后倒是跑了出来，就是可惜了我那个膝盖中了2箭的三就沉默，是在别的。康桥原本一脸激动的乐善面色变得无比难看，脱下鞋就往胖子脸上呼去。他此时要是还不知道胖子在逗他玩，那他真就是个傻子了。胖子赶紧双手抱头求饶：别打了大师，我就是想缓解一下气氛，一路无话。经过了1天的路程，3人终于抵达帝都。下车后已经是晚上，看着高楼林立、霓虹灯将这个城市装点得无比璀璨的帝都，孟航啧舌不已。不愧是帝都，繁华程度确实不是云水城能比的。叫了个车，孟航二人跟着倪浩来到一片别墅区。早在火车上的时候，孟航便已经知道胖子是个狗大户，能在帝都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一套别墅，可想而知胖子家的家境绝对不一般。别墅上下共3层，外面还带着一个小花园。当孟航走进来的时候，发现虽然屋子里空无一人，但是里面的家具收拾的却是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灰尘。胖子，这么晚了怎么没看见你的家人？孟航有些奇怪地问道。这个房子就是个备用，如果家里有谁来帝都办事，也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胖子无所谓的说道。孟航摇了摇头，有钱人的世界他是不懂，为了办事有地方住，居然直接买了一套别墅。看着这栋装修华丽的大别野，孟航不禁问道：这套别墅得有个几百万吧？多少？胖子有些不敢置信地盯着他。兄弟，我给你5000万，你看能不能在帝都给我买一套这样的别墅？一听这话，孟航两眼直接放光。胖子，如果我现在绑架你，你家能拿多少钱来赎你？哥，咱们不带这么开玩笑的。胖子此时真的有点怕了，以孟航的实力，真的想要绑架自己，他觉得自己在孟航手里一招都坚持不下来。跟胖子开了回玩笑，最后真把他吓得六神无主，连连求饶。孟航这才满意的挑了一间屋子休息，舒服的洗了个澡。孟航在床上盘腿修炼，可惜只过了半个时辰，他又无奈的睁开了眼睛。姚家一行，他连半块金核都没捞着，这让他很是不甘心。没有了金核提供精神力，他只感觉现在的修炼仿佛是乌龟爬，提升的太过缓慢。马无夜草不肥。孟航摩挲着下巴，思考怎样才能赚到金核。思考良久，他突然双手兴奋的一拍，眼中金光大盛。怎么把这个能力给忘了？想到这，他也不再修炼，而是倒头就睡。第二天一大早，孟航早早就来，跟二人打声招呼，就向外走去师傅去天府商行。在路上叫了个车，孟航直奔天府商行。没错，昨晚他想出来的方法就是薅一次天府商行的羊毛。第一次去那的时候，因为孟航是刚觉醒异能，手头拮据，就算是没开封的灵气，也不是他能买得起的。虽然他现在手里还是拮据，但是起码空间戒指中还有当初在山脉中捡尸偷袭自己那3个人的50万。50万虽然不多，但是应该也足够买一件没有解封的灵器。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孟航也没想到别墅距离天府商行这么远，出租车行驶了快1个小时才到地方。他肉疼地递给司机师傅200元，才向天府商行走去。不愧是帝都的天府商行，装修的档次不知道高了云水城的几个档次。只是孟航都走到大门口了，居然还是没有人前来接待自己，这让他眉头微微皱起。自动感应门开启，孟航只见5、6个身穿职业装的美女店员正围在一个一身名牌、打扮十分前卫的青年面前。段少，您看今天刚开出的困龙剑怎么样？这可是把终极灵气，能完美传导精神力，100%的发挥您的异能威力，而且也不贵，只要800万。对于段少您来说，还不是9牛1毛。青年不屑地摇了摇头，嗤笑一声。终极灵气，你打听打听，我段您什么时候买过终极灵气这种垃圾货色？旁边另一个店员连忙上前对青年说道：段少，他是刚来的，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看看这件金丝内甲怎么样？这可是由4阶天凤玄旺蚕吐出的丝织成，水火不侵。最关键的是，只要穿上它，就可以抵挡住4阶高手全力一击。要不是段少您今天来，我都不舍得拿出来呢。哦，这件金丝内甲倒是挺有意思，多少钱？2000万，只要2000万。行，给我收起来吧。段宁淡淡说道，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段少，您看看我手里这把灵器。段少，我这可是能增加体质的丹药。其他几个前台见此，顿时兴奋起来，争先恐后的向他推销自己手里的东西。他们心里都清楚，只要能在这位公子哥手里推销出一件东西，那自己的下半生都不用愁了。那个我想买东西。孟航在门口足足站了将近5分钟，看见还是没有人搭理自己，他只能开口说道。众人一愣，转头看向孟航。这时他们才发现门口还站着一位长相帅气，但是气质却有些阴冷的黑袍少年。他们看到孟航的装扮时，眼神中都是露出一丝不屑。他们既然能在天府商行里工作，眼光自然独到，上下打量一番，就能从服装、气质等方面大概看出来人的家境状况。都什么年代了，眼前这个少年还穿着这种老土的服装，而且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名牌。气质方面，众人看见孟航两眼冒光的看着柜台里展示的各种宝物，就知道是一个乡巴佬。如果是放在平常，他们还会强颜欢笑的上前应付一番，但是今天难得来一位财神爷，他们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去应付那个乡巴佬？其中一个店员冷冷地说道：你先看看吧，看好哪个我再给你报价。哎，好。孟航呵呵一笑，也不生气。本来他也不是什么阔少爷，自己先随便看看也好。他也没看那些已经解封的灵气，这些动辄就是上百万、数千万，不是他现在能买得起的。径直来到未解封的灵气柜区域，柜台上林林总总居然摆了近100件灵气。孟航暗叹一声，不愧是天府商行。之前他在云水城鬼市转了一圈，大部分都是仿造的产物，而这里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未解封的灵气。而能不能开出完好的灵气，那就看每个人的运气了。当然，孟航来这里可不是来赌运气的，他的血轮眼可是能看见灵气中的灵力。瞳孔由黑转红，3勾玉慢慢浮现。
孟航运用写轮眼在一堆灵气中瞄了一眼，顿时就看到几件闪烁着微光的灵气。有了，他眉头一挑，知道打车的200块钱不会白花了。拿起其中一件被晶体包裹的长剑，向还围在段宁身边的店员问道：“这把剑怎么卖啊？”瞥了这里一眼，其中一个店员不耐烦地回道：“50万，50万。”孟航惊呼一声，想当年他可是从了善和尚手中以20元的巨款就买到一把低阶灵器，没想到到了这里，一件还没有解封的灵器就卖得这么贵。那个能不能便宜点？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他还想留点钱打车回去。噗嗤，传来一声讥笑。哪里来的要饭的？现在天府商行都这么低端了吗？这种要饭的也能放进来？孟航眉头一挑，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被众星拱月围在中间的段宁正一脸讥讽地看向他。其他店员有些尴尬，本来不想插话，毕竟来者是客，而他们是这里的店员，如果也开口嘲讽，被上面知道了，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但是又想到，只要讨好了眼前的段少，随便在自己手里买一件东西，那自己被辞退也认了。再说了，只要赶紧打发走，也不一定会被上面的人发现。所以有人赶紧迎合着段宁向孟航说道：“我说这位顾客，这里是天府商行，你当是外面摆地摊的呢，还讲价？这里你要是买不起的话，出门左拐，帝都最有名的鬼市就在那里，那里和你的身份比较匹配。”听到这话，孟航眉头微皱，泥菩萨还有3分火气，更何况是他孟航。一股阴冷的气息向着远处几人蔓延而去。本来还面带鄙夷之色的众人只感觉浑身一凉，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段宁也是打了个寒战，眼中的嘲讽也变成恐惧，但还是色厉内荏的朝孟航说道：“小子，你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我是帝都段家的人，你可不要乱来。”听到这话，孟航无奈的摇了摇头，感慨帝都别的不多，这世家可是真不少。就在他想教育教育这个什么段少怎么说话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今天来的目的，又把跨出的脚收了回来。以和为贵，以和为贵。他心里默念着，脸上阴冷的表情也变成了讪笑。段宁看到孟航表情的变化，还以为是他畏惧自己家族实力，顿时又变得趾高气昂起来。小子，就你这种想靠运气一夜暴富的我看多了，你今天要是能开出完好的灵气，你开出多少，本少爷买多少，而且还是市场价的2倍。真的？孟航眼睛一亮，有些兴奋地说道：“哼，本少爷什么都差，就是不差钱。但是我也跟你说好了，今天你要开不出来，以后你只要在帝都遇见我，就得绕道走，别因为你碍了老子的心情。”呵呵，孟航抿了抿嘴，冷笑一声：“这样吧，段少，我也不需要你付2倍价钱，只要我连着挑选2件未解封的灵气，如果都能开出完整灵气，你原价收购就行。但是以后在帝都见到了我，每见到一次都得说一次爷，你来了。你个臭乞丐也配让本少爷叫爷？”段宁有些生气地吼道：“怎么，你不敢？放屁，还没有本少爷不敢的事情。”段宁梗梗着脖子，直接就钻进孟航的激将法之中。眼见事情有些闹大，一旁的店员连忙都过来劝架：“段少，您身份显贵，何必跟他计较？就是跟他打赌，这不到您的身价吗？”听到众人的劝说，段宁也是有些冷静下来。这赢了没什么好处，但是真要是输了，钱倒是好说，但是这面子丢了可是大事。不知道谁传出来的，华家的2少爷被一个3线城市的高中生给吓得当场下跪，已经成为帝都世家圈子里的笑柄。孟航一见段宁犹豫，暗道一声不好，连忙添油加醋的继续嘲讽道：“段家的少爷就这点气魄，连个赌都不敢打。”果然被他这么一击，段宁的脸瞬间变得涨红。别看他外表像是被激怒，其实他也不傻，连着2次都能开出完整的灵气，这就像普通人连着2次中500万彩票一样，概率基本是0，不然他也不可能接受孟航的条件。小子，你不用激我，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这个赌也得打。好！孟航高喝一声，直接将手中拿着的被晶体包裹住的长剑扔了出去，稳稳地落在一位店员手中。我就选这件，去给我开了吧。说着，又把空间戒指中的50万也扔了过去。接到长剑的店员面色难看，但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将长剑拿到专业分解晶体的机器前，小心翼翼地将外面的晶体一层层切掉。没多时，一把泛着森森寒光的长剑便已经出现。我来试试。段宁一把夺过店员手中的长剑，直接将精神力灌注其中。下一刻，长剑上光芒大作，剑身上瞬间附着上一层淡淡的精神力。低阶灵气！众人一声惊呼，不可思议地盯着孟航。低阶灵气在天府商行倒不是多稀有的东西，但是只挑选1件就能开出完整的灵气，却是很少见。段宁脸色难看地说道：“小子，你别得意，这次只是运气好，别忘了
咱们赌的是连着2把都能开出灵气。那个段少爷，你先把这把低阶灵气的钱先给我再说呗。一听这话，段宁不屑地冷哼一声，一会一起算，区区一把低阶灵气，我段宁还不放在眼里。你不差钱我差啊，我兜里就50万，你不给我钱我没法继续买了。孟航双手一摊，无奈地说道。你……段宁气得七窍生烟，感情这是把自己当作提款机呢。一把低阶灵气多少钱？他向旁边的店员问道。平常的他对于这种垃圾看都不看，自然也不了解低阶灵气的价格。段少，低阶灵气100万就够了。一位店员颤颤巍巍地说道。段宁冷笑一声，随手便扔了100万给孟航。孟航接过钱，又随后将其中的50万扔给店员，随后转头继续挑选。他眼中红芒再次一闪，看向那一堆没解封的灵气。刚开始来的时候，孟航还想低调点，细水长流，不能一次把羊毛薅光了。但是事已至此，他也不准备给天府商行留什么面子，直接从里面挑选了一件光芒最盛的灵器。这回他挑选的是一把里面锈迹斑斑的铁棒，其上雕刻的花纹都已经看不清。段宁看到孟航递过来的铁棒，终于放心的笑了。哈哈，我就说你第一次只是运气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虽然被封印的灵气是没办法从外表看出是否还存有灵性，但是这么多年来，赌灵气的人还是总结出一条规律，外表越是完好的灵气，开出有灵性的几率越大。你看看你挑的这把铁棒，给人家烧火，人家都嫌沉。听完他这一番长篇大论，孟航不耐烦地扣了扣耳朵，说道：哪那么多废话，是骡子是马开出来不就知道了。哼，不撞南墙不回头。段宁冷哼一声，直接将铁棍递给店员。店员看到这个锈迹斑斑的铁棒，面色也是一喜，知道这种垃圾货色根本不可能开出完整的灵气。没多时，他便将切割好的铁棒递给段宁。段宁接过铁棒，幸灾乐祸地盯着孟航：小子，以后你见到我就得绕道走了，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孟航终于忍不了他的墨迹，大声呵斥道。他这一声呵斥，身上的气势不怒自威，吓得段宁拿着铁棒的手都是一颤。你今天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段宁脸色苍白，真的不敢再墨迹，撂下一句狠话，就将精神力灌注到铁棒之中。刹那间，整个屋子光华流转，铁棒上的锈迹也开始掉落，露出被尘封千年的阵容。铁棒通体漆黑，一条栩栩如生的五爪金龙盘旋其上，仿佛下一刻就要飞出来。高阶灵气。感受着铁棒上传来的灵压，一位店员捂着嘴巴，不可思议地惊呼道：怎么可能？这时的段宁脸色更加苍白，眼中也尽是不可思议之色。他不相信有人能连续2次都能开出完整的灵气，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一定是运气好，有本事你再选一个！段宁歇斯底里地喊着。孟航也没想到，居然自己能开出高阶灵气，脸上的兴奋之色都有些控制不住。美女，不知道高阶灵气多少钱啊？这回不用段宁问，他两眼冒光的向着店员问着。高阶灵气在5000万左右。一听钱数，孟航直接瞪大了双眼，对着段宁迫不及待地说道：你先把这钱给我，再说其他的。他现在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钱只有到了自己手里才踏实。段宁咬了咬牙，这回没有直接给现金，而是扔给孟航一张银行卡，里面有5000万，有本事你再开，如果你还能开出来，我还收好嘞。段公子大气。5000万到手，孟航顿时喜笑颜开，说话的语气都好了许多。不多时，他又挑出来一面古朴的铜镜，这次他也懒得浪费时间让店员去切，右手发力，直接将铜镜外面的晶体捏碎，随后将精神力灌入其中。房间里再次光芒四射。中阶灵气。段宁的声音都有些破声，声音里充满了不可思议。你能找出封印灵气里哪些是有灵性的？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能力？一次甚至2次开出完整的灵气，或许还可以说是运气，但是第3次还能开出来，就算再白痴的人也知道里面绝对有猫腻。好好，今天我认栽。说罢，转身就要走。他现在一刻也不想留下，只想赶紧回家，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家里长辈。能认出没解封灵气中还存有灵性的变态能力，如果能被他们段家招揽，段家一定会更上一层楼。他现在已经想象他的父亲夸奖自己的情形了。等会，一看段宁就要走，孟航连忙叫住他：这钱你还没给呢，就想走？我差你这点钱。段宁说完就向旁边的店员看去。中阶灵气800万，这个店员都要哭了，知道今天是惹祸了。我手里现在没那么多钱，给你金盒行不行？段宁翻了一下空间戒指，发现今天出门没有带那么多钱，只能硬着头皮地问孟航。孟航连忙点头答应。他来这里本来就是奔着金盒来的，能直接给金盒当然更好。接过段宁递过来的8颗金盒，并将这枚铜镜交给他，孟航淡淡说道：以后在路上遇见了我，知道怎么叫我吧。
段宁现在还期望能将孟航招揽到自己的家族，不想把关系闹得太僵，只能尴尬一笑，也不说话，转头就走。段少，您刚才答应我买的那个金丝内甲还没买呢。这时候，一个店员焦急地跑到门口，拽住段宁哭诉着。他现在知道这件事一定会闹大，只希望赚到这次提成，这样下半辈子也不用愁了。段宁眉毛一立，直接给了他一巴掌，将他打倒在地。老子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还用你在这里提醒老子？说完，也不顾趴在地上大哭的店员，转头就走。孟航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没有一丝上前阻拦的意思。他不鄙视势利眼的人，毕竟有谁不喜欢钱呢？但是作为天府商行的店员，对顾客居然不能一视同仁，这让孟航很看不惯。所以一向自认为小心眼的他，还是很乐意看到店员受到点教训。好了，跟他的事情了结了，那我要继续挑了。一听到孟航这话，原本还蹲在地上安抚正哭的梨花带雨的其他人顿时愣在原地，不敢置信地抬头盯着孟航。公子，您还要开？怎么，天府商行还有规矩赌灵器，还有数量限制？没有，只是现在这件事情我们做不了主，我需要请示我们的主管。他们知道现在事情已经闹大，瞒是瞒不住，只能请出去办事的主管回来。行，我继续挑我的，你们该打电话就打电话。说完，孟航便又开始挑了起来。既然已经撕破脸，那就把事情做绝，一次性赚个够。几位店员看到他是铁了心还要挑，也不敢耽误，匆匆前往后台给主管打电话。而这时，倪浩的别墅中，一个50岁左右的老者正对着倪浩点头哈腰。少爷，您来帝都了，怎么也不通知一声，我好派车去接您，再给您接个风啊。倪浩无所谓的摆了摆手，无所谓的说道，不需要那么麻烦李老，我这次是和朋友一起来的，下车已经太晚了，我就没通知你。被叫做李老的人还想说什么，却被兜里的手机铃声打断。他走到一旁，小心翼翼地接起手机，好像生怕打扰到倪浩。只是听了2句，李老面色一变，声音也不受控制地大了几分。有人敢在天府商行闹事？什么？居然有人能看透被封印的灵气里面的灵性？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将他奉为上宾，他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我马上回去。李老额头急得有汗流出，他深知如果能将这样一位奇才留在天府商行，这会对他们带来多大的影响。电话那头，一名店员忐忑地挂掉电话，心里默默祈祷，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穿帮。他只跟主管提了孟航的特殊异能和不停购买灵气的事情，对于他们嘲讽客人的事儿只字未提。刘老，怎么了？看到刘老将电话挂掉，倪浩饶有兴趣问道。少爷，店里的店员打来电话，说有个年轻人居然能看破没解封的灵气，现在靠着这个异能在店里大肆收刮灵气呢。这个人的异能对家族来说非同小可，只要能把他招揽过来，以后在远古战场和其他商行争夺中，我们会占据绝对优势。我现在就回去见见那个少年。倪浩听完之后，眼中放出一抹异彩，还有这样的能力？走，我也去看看。自从发现灵气以来，他还没有听说有人能看透被封印的灵气，这让他无比好奇，所以也打算去看看。就在两人往外走的时候，一直在旁边听着他们谈话的了善和尚终于坐不住了。天府商行作为龙国最大的商行，可以说是富可敌国，眼前这小胖子居然是天府商行的少主，打死他也不相信。将胖子拽到一旁，结结巴巴地问道：你是天府商行的少主？对啊。倪浩理所当然地点点头。那你怎么不早说？我没有说过吗？你说过吗？那我可能是忘了。倪浩挠挠头，敷衍地说道。僵持了一会，了善和尚终于接受了他是天府商行的少东家这个事实。对了，你们刚才说有人能看破没有解封的灵气。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的他，这时才发现还有一件更震惊的事。他当初也在鬼市卖过没解封的灵气，深知那玩意可以屏蔽精神力的探查，想要透过外面的晶体直接探查里面的灵气，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帝都还真是卧虎藏龙啊！了善和尚感慨一声，收拾了一下，也跟着倪浩前去看看，到底是哪路神仙有这样的能力。孟航翘着二郎腿，大刀阔斧地坐在沙发上，喝着店员给他沏的上好龙井。他前面的桌子上摆放着已经切出来的5把灵器，经检查全部都是中阶灵器。几个店员六神无主地站在旁边，孟航递过来的5把灵气的钱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他们想对孟航说些什么，但是看见他老神在在地喝着茶，根本不搭理他们，知道孟航还在为先前的事耿耿于怀。没错，孟航就是这么小心眼。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声急刹车的声音，随后一个身影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孟航眉头一挑，知道这里的管事来了，他也不再故意拿捏姿态，站了起来。只是当他看到来人身后跟着的2人，刚想说的话又硬生生憋了回去。你们怎么也来了？倪浩、了善和尚看见屋子里的孟航，也是一脸的懵逼，异口同声地问道：孟航，你怎么也在这里？
随后想到了什么，倪浩不可置信地问道：“孟哥儿，你别告诉我，就是你仗着能看破梅解封的灵气的异能，在这大肆搜刮？”被朋友当众戳穿，孟航有些尴尬，但是他更是好奇，这小胖子和了善和尚为什么会来这里，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事情的？最近手头有点紧，就准备来这赚点钱。你这赚钱都赚到倪施主家里来了。了善和尚幸灾乐祸的在旁边说着：“什么玩意？天府商行是你家的？”孟航这回是真的惊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常的胖子，居然是天府商行的少东家。胖子，没想到你隐藏的挺深啊。呵呵，彼此彼此。孟哥儿，你也隐藏的挺深的，没想到你不但实力这么强，还有这种变态能力。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不会的？哈，就是混口饭吃，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能力。孟航哈哈一笑，打着马虎眼。从进来就没有插上话的刘老，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震惊到满脸的惊喜，这时终于开口说话：“哈哈，今天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没想到小友居然和我家少主是好朋友，那可是太好了。听说小友手头拮据，正好我们天府商行还缺一个大掌柜的，您看您有没有兴趣到我们这里工作？价钱什么的都好说，每月100金盒，您看怎么样？如果不够的话，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孟航瞥了一眼早已经面如死灰的店员，他冷笑一声：“天府商行家大业大，我这个乡巴佬可是高攀不起。”听见这话，倪浩和刘老眉头一皱，都是听出了他话中有话。刘老冷冷地看向一旁的店员，怒斥道：“到底怎么事？赶紧给我说清楚！”几名店员被刘老吼得浑身一哆嗦，再也不敢隐瞒，将孟航从进门开始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等他们讲完，不光是刘老脸色难看无比，就连倪浩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来。此时的倪浩气质一变，没有了平常随和的样子，变得严肃无比。“刘老，我倪家将帝都的商行放心交给你管理，你就培养出这种店员，这种事要是再发生几次，我天府商行的名声在帝都岂不就臭了？”随后他冷冷地对着几位店员说道：“你们几个马上卷铺盖滚蛋，别让本少爷再看见你们几个。”刘老低着头没有辩驳，歉然地看向孟航：“这件事确实是我管教手下无方，还望孟公子不要计较。对于加入天府商行的事，还请您考虑考虑，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孟航摆了摆手说道：“感谢刘老的赏识，我来帝都是有事情要办，不可能长留，所以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吧。”听到孟航这么说，刘老还要再说些什么，却被一旁的倪浩打断：“好了，刘老，既然孟哥不愿意，那我们也不要勉强。”他知道孟航年纪轻轻就有那恐怖的实力，再加上这本事，绝对不会甘心一直在一个地方待着，所有说再多也是没用。这时倪浩瞥见桌子上摆放的5把灵器，有些好奇地说道：“孟哥儿，这就是你凭借能力挑出来的灵器？”孟航有些尴尬，坑人坑到自家兄弟头上，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他讪讪一笑说道：“那堆灵器中也就这几把还存有完整的灵性，既然是你家的产业，我就不要了。”“别啊，你这不是打我脸吗？”倪浩赶紧说道：“天府商行卖出的东西还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你该买哪个就买哪个，今天都算在我头上，就算为了今天的事给孟哥赔罪。”孟航摇了摇头表示拒绝。亲兄弟明算账，虽然他贪财，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倪浩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孟航打断：“胖子，不用说了，如果你执意要请我，那我只能一个不买了。”见到孟航态度如此坚决，倪浩也只能作罢。这时一旁的了善和尚终于反过味来，一脸不善地盯着孟航：“孟小子，你老实跟我说，当初你是不是也用这个能力才去我摊位上挑的那把匕首？”唉，孟航眉头一歪，没想到了善和尚会突然问起这个事。一见他的表情，了善当即便明白了原委，伸出双手愤怒地掐住孟航的脖子：“小混蛋，你把坑老子的钱给吐出来！”孟航将这5把中阶灵器交给刘老，又补上250万的本钱。他粗略一算，加上之前卖给段宁的，自己今天的净收入是9500万。孟航拿着全部换成金盒的950颗金盒，手都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唯一可惜的，以后天府商行不能再来了，不然分分钟就能靠着金盒顶到地阶。将金盒系小心翼翼地收好，孟航便和倪浩、了善2人乘车返回别墅。与此同时，段宁兴冲冲地赶回家，连门都没有敲，就径直闯进段若海的房间。“爸，我跟你说，我今天有一个重大发现。”坐在椅子上正看报纸的段若海看着冒冒失失的儿子，眉头一皱，严厉地教训道：“作为段家子弟，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稳重点？你天天在外面游手好闲，花钱如流水，能有什么发现？”段宁还没等说话，就莫名其妙地被骂了一顿，有些委屈地说道：“
可是我今天真的是有重大发现。段若海瞥了一眼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冷哼一声，说道：“我倒是要听听你能有什么发现。”段宁双眼冒光，将今天在天府商行的事情说了一遍。当段若海听到他居然跟人打赌，输给人家要叫爷的时候，额头青筋暴起，差点一巴掌呼了上去。但是最后他还是控制住内心的怒火，打算听完再决定怎么教训这个不成器的逆子。当听到那个小子挑的第一件没解封的灵器就有灵性的时候，他也是微微一怔，但是没有太过惊讶，毕竟运气好的还是大有人在。可是在听到连续2次开出完整灵气时，他的神情终于变得有些郑重。在听到连续3次都成功后，段若海的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惊愕，将手中的报纸握得粉碎。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能力者！好，宁儿，你不愧是我段若海的儿子，好啊！段若海欣喜若狂，如果段宁没有说谎，只要把那小子招进段家，那在今年的赌气大会中，段家一定可以获得头筹，从而灵宝秘境产出的灵气，他们段家可以占大头。见到父亲竟然如此夸奖自己，段宁感动的都要哭了。从小到大，自己做的事没有一件能让他满意，今天是第一如此夸奖自己。段若海拿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号码，面色凝重的说道：“给我查一下，1个小时之前出入天府商行一个18、19岁左右的少年，我要尽快知道他现在的行踪。”好的，段家主。电话那头淡淡回了一句，便把电话挂掉。段若海示意儿子坐下，两人就在这等着那边传回来消息。他眼观鼻，鼻观心，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只不过右手不时的轻扣椅子把手，表现出他的内心并没有表面这么淡定。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房间里寂静的可怕。将近过了10分钟，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段若海豁然睁开眼睛，寻思拿起手机接了起来。怎么样？他迫不及待地问道。查到了，那个小子走出天府商行之后，跟2个朋友回到郊区的别墅，而他的2个朋友中的一人就是天府商行的少东家。电话那头的人说道，这点到为止，没有再说下去。段若海眼睛一眯，大脑飞速运转，这么多年的经历让他品出一丝不对劲，能看出没解封灵气的异能，天府商行，段家。想到这，他豁然开朗，这不就是天府商行找人做局，想联手坑他们段家吗？看着旁边还在一脸期待等着消息的段宁，段若海气不打一处来，一巴掌扇了过去。啪！这一巴掌直接将段宁打懵了。爸，你这是干什么？段若海气愤地说道。你还好意思说干什么？被人卖了，还在这替人数钱，要不是我多留了个心眼，找人查一下，我也得被你带进去。这件事以后不用再提了。回到房间，孟航跟2人打了声招呼，便一头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将空间戒指中的所有晶核拿出来，运转呼吸法，丝丝缕缕的雾气从他的鼻子中钻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孟航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外面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长舒了口气，靠着这950颗晶核，他终于突破到了空阶后期。咕噜咕噜，感受着腹中饥饿，孟航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居然下半夜12点左右，苦笑一声，已经这么晚了，难怪自己会饿。本来他想去冰箱里找点东西吃，但是发现餐桌上居然给他留了饭，孟航淡淡一笑，心里一股暖流流过，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而此时云水城，夜黑风高，众人已经进入梦乡。孟航那破旧的房子楼下，一道黑影一闪而过，轻而易举地跃到3楼窗台上，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轻轻将锁好的窗户推开。尹三如幽灵一般悄无声息地摸进房间内，并随手又把窗户关好。房间内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他并不在意。常年从事暗杀的他，其实并不喜欢阳光，黑暗才是他的主场。当他打开孟航卧室门的时候，眉头一皱，床上的被子整整齐齐地叠好，仿佛是很久都没有人睡过一般。这么晚了能去啊？尹三皱着眉头想到。而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门被慢慢推开的声音，双眼寒光闪过，还以为是孟航回来了。这小畜生这么晚才回来，一定是去奶浪了。阮雄轻轻地将门推开，眼前这扇破门自然不可能挡住他。别看他虎背熊腰，但是走在老旧的地板上居然没有发出一丝声音。阮雄呼吸均匀，他为阮家做过太多这样的事了，这次只是杀一名籍籍无名的高中生，所以此时的他心里点压力没有。同样悄悄推开卧室的门，阮雄眼中杀意尽显，心里默默说道：小子，谁叫你惹了你惹不起的人，下辈子注意点。可就在这时，一道寒光闪过，径直向他的脖子抹来。阮雄双眼瞳孔一缩，迅速向后退去。可惜尽管他反应够快，但是他的脖子还是被划出一道血线。有埋伏！阮雄心中大震，瞬间发动异能，通体变得漆黑，仿佛金铁一般。此时对面的尹三心中也是惊讶不已，自己可是暗杀高手吗？在这种环境下竟然能躲过自己的必杀一击，这小子绝对不简单。想至此，两人心中都是杀意凛然。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那就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两人几乎是同时出手，尹三身形如鬼魅，身子左右一晃，竟然幻化成3道黑影，分别从3个方向冲向阮雄。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他之所以被叫做尹三，就是因为他如影子一般行走于黑暗之中，并可以幻化出3个相同的自己。阮雄面露凝重，知道来人不好对付，右手化掌为爪，其上还闪着金属光泽，向着其中一道黑影抓去。当他右手捏住黑影头颅的时候，这道黑影竟然瞬间消散。与此同时，剩下的2道黑影中，其中一个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匕首刺出，直指阮雄后心。叮！当匕首碰到他的身体，竟然发出金铁交鸣之声。尹三见一击无效，没有继续进攻，而是分身后退。两人站定后，四目相对。由于房间里太过黑暗，看不清对方表情，但是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凝重。这时尹三也知道，来人绝对不是孟航，而是另有他人，而且和自己一样，都是羽阶高手。房间实在太小，出手束手束脚，生怕一不小心就将整座楼拆了，到时候再将云水城城主引来。其实同为羽阶高手，他们倒是不怕赵散庞，但是要是因此泄露了身份，那会对背后的家族产生影响。毕竟赵散庞代表的是龙国。二人互望一眼，皆是明白对方心意，也不废话，都是一步踏出，御空飞行，朝着云水城外的山脉赶去。以两人的速度，不过是数分钟的时间，便来到山脉一片树林中。从二人见面到此时，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深知多说无益，说多了可能还会泄露自己的身份，不如手底下见真章，最后赢的人会有办法让倒在地上的开口说话。虽然如此，但是他们心中还是暗暗有些震惊，没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中生背后会有羽阶高手保护。这个学生没有想象中的简单。眼见再没有顾忌，二人气势大盛，作为羽阶能力者的气势展露无遗。尹三再次一分为3，其手中的匕首上也有丝丝黑雾缭绕，他竟然是一个暗属性的能力者。阮雄也不再隐藏实力，在月亮余晖的照映下，通体泛起金属光泽，双臂向两边一挥，他的2条胳膊竟然变成了2把泛着森森寒光的砍刀，看着对面的黑衣人化成3道残影向自己冲来。阮雄知道在速度方面比不过他，索性原地不动，以不变应万变。看见对面的壮汉居然想硬抗自己的攻击，尹三心中一声冷笑，3道黑影同时出手，手中的匕首化成3条毒蛇向阮雄刺去。阮雄看见又是同样的招数，不禁冷哼一声：你手段再阴毒，但是破不开自己的防御又有什么用？哈！大喝一声，阮雄身体中居然伸出3把长刀，直刺3个方向的黑影。原来双臂的砍刀只是障眼法，其实他的全身都能伸出长刀。他已经不知道用这招坑死了多少高手。尹三也没有想到眼前的壮汉还有这种手段，一时反应不过来，直接被长刀贯穿身体。而与此同时，他手中有黑雾弥漫的匕首也不像之前一般受到阻力。有了暗属性的加成，阮雄金铁式的身体被轻易洞穿，而且是3个黑影同时洞穿。这次尹三所画的3道黑影竟然都是实体。瞬息之间，二人同时身受重伤，嘴中有鲜血喷出。两人身影同时分开，都是震惊地盯着对方。他们都以为可以拿下对方，但是没想到对方手段如此诡异，竟然能将自己伤得如此之重。二人都知道今天再打也没有意义，忌惮地瞅了对方一眼，各自转头消失在黑暗之中。至始至终，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尹三在林间高速移动，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颗碧绿色的药丸，急忙吞下后，苍白的脸色才有所好转。最后在一棵树上停下，环顾四周发现并没有危险，才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部特制的电话打了起来。电话接通，那边传来华洪镇低沉的声音：事情解决了，对不起家主，这次我失手了。华洪镇顿时一愣，这么多年我交代你的事情很少有失手的时候，这次对付一个高中生居然失手了。尹三虚弱地回道：那小子身份不简单，背后有高手保护，就连我也被他身后的高手所伤。电话那头的华洪镇面色凝重，思考了一番才说道：此事有蹊跷，你先回来，不要再出手了，以免打草惊蛇。是。尹三干脆利落的回答后挂断手机，身影消失在森林中。而另一边的阮雄也停在一棵树上，虚弱的拨通阮红的电话：老爷子，失手了，那小子身份不简单，居然派出羽阶高手埋伏在自己家中，而且这个羽阶能力者手段诡异，不是一般家族能培养出来的能力者。电话那头的阮红沉默良久，才开口说道：我知道了，你先回来吧，此事从长计议。两家派出高手刺杀孟航，竟然就这样戏剧性的一幕结束。当孟航再次睁开眼睛后，已经天光大亮。胖子和了善和尚二人正在桌子上吃着饭，见到孟航出来，便招呼他一起来吃泥号，有些愤愤地说道：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我早上6点就开始起来修炼，
这都快9点了，你才起来，为什么咱们俩之间的实力差距这么大呢？孟强微微一笑，也不解释，毕竟开挂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当3人吃完饭后，倪浩突然想起了什么，对孟航和了善和尚说道：今晚帝都的公子哥们在帝都大酒店举行聚会，也邀请了我参加，你们俩也跟我去吧。了善和尚摆了摆手拒绝道：那种地方贫僧可去不习惯，还是在家里老实打坐念经吧。孟航也摇了摇头表示拒绝。虽然富二代中也不乏倪浩这种平易近人的，但是他遇到的更多的还是像华秋、段宁那种高高在上的公子哥，所以他实在懒得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打交道。胖子见2人都不去，连忙对孟航说道：我也不经常来帝都，那些人我也不熟，但是没办法，我这种家族子弟总得应酬，逢场作戏一番。了善大师不去就不去，孟哥儿今天你得陪我去一趟。再说了，凭你这身本事没有考上大学，趁此机会也可以多结交一些家族里的人，对以后也有帮助。孟航本来还想拒绝，但是架不住胖子软磨硬泡，最后只能无奈同意。下午4点左右，收拾好的胖子叫孟航一起出门。当孟航穿着他那一身黑袍出来的时候，胖子有些无奈地说道：孟哥儿，咱们这次去的地方都是帝都顶级家族的富二代，你就穿着身去啊。孟航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自从莫名其妙穿上这身不知道什么材料的黑袍开始，他发现这身黑袍水火不侵，光滑的质地还不落一丝灰尘，也免去了他洗的麻烦，所以他现在也习惯了走哪都穿着。胖子，你要觉得这身衣服给你丢脸了，那我就不去了。胖子听见这话赶忙解释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胖子是那种势利眼的人吗？当2人走出别墅，门口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已经等候多时。孟航看见这辆价值1000万的豪车，不禁开玩笑道：狗大户，当初真应该给你绑了。胖子也知道他在开玩笑，干笑了2声回道：再有钱有啥用，也不是我自己赚的。2人相视一笑，坐上车前往帝都酒店。帝都酒店坐落于帝都市中心，共80多层，高300多米，从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帝都，能来这里消费的都是顶尖富豪。一下车的孟航看见进进出出的人都是一身名牌打扮，终于知道胖子为什么要让自己换身衣服。当孟航和倪浩2人向里走的时候，来往的人都眼神古怪地看着一身黑袍打扮的孟航，眼里不自觉地流露出鄙夷、轻蔑，不明白这样的人为什么也能进入帝都酒店。胖子也发现了周围人眼中露出的鄙夷，对孟航安慰道：狗眼看人低，孟哥儿，别在意他们的眼光。孟航笑着摇了摇头，他们愿意看就让他们看去，我又不少一块肉。乘坐电梯来到顶层一间装饰豪华的包间，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有说有笑。当服务员推开门将2人请进来之后，屋里的声音顿时一停，眼光都向门口望了过来。见到走在前面的倪浩，一个一头黄毛的青年笑着站了起来，他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也是这里唯一与倪浩相识的人。哈哈，倪少，你可算来了，可让我好等啊，今天你必须得自罚3杯。黄毛一边说着，一边走到门口，热情地揽住胖子的肩膀，并向一个空位拽去。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天府商行的少东家，倪浩。众人一听居然是天府商行的少东家，脸上纷纷洋溢出热情的笑容，向他打着招呼，都好像没有看见他身后的孟航。就在这时，黄毛终于察觉到身后跟过来的孟航，冷声说道：保镖就在外面等着，怎么还想上桌？听到这话，孟航还没有什么反应，胖子先是脸色一肃：蒋兄误会了，这是我的好兄弟，不是什么保镖。哟，我说倪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今天蒋少请的可都是帝都里有名有姓的人物，你带着这个穿得像土包子一样的人来，不是诚心打我们脸吗？开口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昨天在天府商行和孟航有一面之缘的段宁。他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遇到倪浩和孟航。自从听他爹说昨天的事是天府商行和孟行联手坑他之后，他一直怀恨在心，没想到冤家路窄，今天就再次遇到。而且在听见胖子亲口承认孟航是他朋友之后，他更加确定这是2人合伙坑自己，所以这才开口讥讽2人。听到段宁这么说，剩余的人也是纷纷附和。段少这话说的在理，咱们都是什么身份？他一个穿得像 cosplay 一样的人就来了，有什么资格跟咱们坐在一起？就是，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穿着一身黑袍，在这演反派呢？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桀的笑。哈哈，桌子上顿时传来众人讥讽的笑声。胖子听见他们的嘲笑，脸色顿时便沉了下来。虽然他平时一脸的人畜无害，可是别忘了他可是天府商行的少东家，也是自小娇生惯养，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也有着纨绔子弟的一面。也不看最开始说话的是谁，指着那个方向就开始骂道：放你娘的屁，老子的朋友还轮不到你在这嘲讽。孟航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只是抬了抬眼皮朝说话的人看去。
当看到说话的人是段宁时，眉头一挑，笑着说道：“没想到帝都这么小，在这里还能遇见你，你是不是忘了昨天咱们的约定？”在场众人都是一愣，没想到眼前的乡巴佬居然还认识段宁，不禁向段宁投去疑惑的眼光。听见孟航这么说，段宁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哼，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昨天的事是你和倪浩合伙坑老子。孟航眉头一皱，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但随后稍微一想，便明白了其中的关键。这是看自己和胖子走得太近，胖子又是天府商行的少东家，难怪会让段宁以为是他和胖子联手坑他。胖子自然已经知道昨天孟航和段宁在天府商行的赌约，也明白了他此时的意思，不禁大怒道：“老子家产富可敌国，稀罕坑你那两个破钱！”段宁此时也怒了，呛声道：“不是你们两个做局坑，那这个小子怎么可能连着3次都能切出完整的灵气来？”听到这儿，旁边看戏的人皆是一愣，有人能看透未解封灵气中的灵性，这怎么可能？身处金字塔顶端的他们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但是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有这样变态的能力，所以他们都认为连切出3把完整的灵气是幕后有人策划。黄毛替段宁打抱不平道：“不是我说，倪少，你也可谓是家大业大，何必去联手他人坑段少呢？”此时的倪浩就仿佛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整个脸都憋得涨红。但是当他看到孟航的时候，眼睛一亮，想到了办法，是不是我们联手坑他，再让孟航试一次不就知道了？而就在众人饶有兴趣的看着事情发展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却显得格格不入。自从孟航走进来的时候，他的目光就没有从孟航身上移开。倪浩带过来的这个人的脸和让那个他名声扫地的人的脸渐渐融合，明明是一张脸，但是气质却相差格外之大，这让他一时分不清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难道天底下真的有长得这么像的两个人？所以就在别人看热闹的时候，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孟航身上。而就在倪浩叫出孟航这2个字的时候，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云水城的那一幕幕又仿如昨日浮现在眼前，那个拥有血红瞳孔的少年，那个只凭满身杀机就吓得自己跪下来的少年，那个让自己身败名裂的少年，那个已经成为自己心理阴影的少年，是他，真的是他。华秋控制不住的全身颤抖，心里不住的呐喊：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扑通一声巨响，将众人的注意力汇聚到这面。众人只见不知何时，华家2少爷华秋面色苍白，满头冷汗的跌坐在地，一脸惊恐的看着孟航。这时孟航也被声音吸引过来，当他看到坐在地上的人的样貌时候，也不禁笑着说道：真是冤家路窄，今天不但碰见了段少，居然还能碰见你。本来就被华秋的举动弄得一脸迷茫的众人，听见孟航的话更加迷惑，这个打扮怪里怪气的青年到底是什么人？不但认识2位顶尖家族的少爷，看这情况，其中还有着他们不为人知的事情。华秋脸上满是惊恐地指着孟航，颤颤巍巍地说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当初在高考外我也道歉了，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哗！全场哗然。华秋在高考中给人下跪的事情，已经在帝都富二代的圈子不胫而走，再加上他此时对孟航所说的话，众人不难猜出，孟航就是当时让他下跪的人。卧槽，这小子就是当初逼得华少下跪的那个人，我还以为那小子是什么3头6臂呢，现在一看也不过如此嘛。华少好歹也是 S 级异能，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想的，居然给他下跪。而且当初意气风发的华少，现在看见他怎么像老鼠看见猫，给吓成这样。孟航也没想到自己会给这位高高在上华少留下这么严重的心理阴影，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见到自己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反应。就在这时，一个身穿一身昂贵西装，皮鞋擦得锃亮，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走到华秋身边，轻轻地将他扶到座位上，随后看向孟航，笑盈盈地说道：按道理说这件事情是华家内部的事情，我不应该插手，但是你逼华秋下跪的事情，不但打了他的脸，打了华家的脸，也打了我们整个帝都家族子弟圈子的脸。现在其他城市的人都说我们帝都出来的家族子弟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如果你老老实实待在那个云水城的3线小城市里，我可能还不会特意去找你麻烦，但是今天你既然敢来到帝都，那就别怪我出手教训你。听到眼镜男这么说，这场饭局的组织者黄毛连忙出来打圆场。他倒不是因为好心想替孟航说情，而是帝都饭店背后的老板背景颇大，如果真在这里动手把饭店给砸了，他这个组织者也难辞其咎。而且这个眼镜男是帝都3大家族叶家子弟，虽然只是旁系，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孟航真的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再把眼镜男给伤了，他也没法推脱。叶少，这里毕竟是那位开的酒店，如果把这里砸了，恐怕我们都不好交代啊。被叫做叶少的眼镜男微微一笑，说道：我当然知道这里是那位开的，
就算是我也不敢在这里太过放肆。但是你别忘了我的能力，对付他我还需要出手吗？黄毛一听这话顿时恍然，一拍大腿激动地说道：我怎么把你的能力给忘了？叶云一脸淡然地盯着孟航说道：小子，今天我明白告诉你，你是接受挑战也得接，不接也得接。倪少是天府商行少掌柜，我确实留不住，但是你如果不接受的话，今天我敢保证你走不出这个门。听他这么说，孟航笑了，而且笑得很灿烂。在他记忆中，敢威胁自己的好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当初那头威胁自己的5阶赤血妖王，现在说不好已经转世当一条泥鳅了。还有眼前这位华少正坐在椅子上，不敢直视自己。孟航刚要开口答应，胖子踏出一步，把他挡在身前，冷冷看着叶云：我不管你是哪家的少爷，你是不是有点不把我天府商行看在眼里，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威胁我的朋友？叶云抬了抬自己的金丝眼镜，毫不示弱地回道：我姓叶，在帝都姓叶的家族，我不用说，想必倪兄也知道。虽然我不是叶家直系子弟，但是你也别忘了，这里是帝都，不是在你的大本营。听到此人是叶家的人，倪浩面露一丝凝重，但是并没有退缩之意。就在这时，一只大手拍了拍了他的肩膀，将他拉到后面。孟航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淡淡地说道：我同意比试，但是最好还是换一个地方，在这里把人家的东西砸坏了，可就不好了。叶云摇了摇头，不屑地说道：没有必要，对付你我还是有信心不破坏这里的东西的。孟航笑了，不光是笑眼前这位叶少的自大，也笑此时童子哥在他脑子里说的话。卧槽，他真是茅坑里跳远，过分了，我还没见过这么装逼的人呢。铁子，你不打他个满脸桃花开，别说我认识你。好嘞，童子哥，您瞧好吧。两人站定，其余人向后退去，给他们留出足够的地方。孟航也没有客气，血轮眼直接开启。看到孟航眼中的血红，叶云眉头一挑，冷哼一声，也没有看见他有什么动作。孟航只觉脑袋一沉，好像意识里多出了一道声音，这道声音如洪钟大吕，震得孟航脑袋嗡嗡直响。一旁的人看见孟航表情，眼中都露出一丝兴奋，窃窃私语道：嘿嘿，他这么快就中招了。叶少的 S 级技能精神控制可不是那么好防御的，任你能力再牛逼，精神被控制住，也只能乖乖听他命令。此时的胖子眼中也流露出一丝焦虑，本来他对孟航极为有信心，认为打败这个所谓的叶少只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没想到叶云的能力居然能力如此诡异，竟然直接进攻孟航的精神世界。叶云如帝王一般看着孟航，嘴中厉喝一声：跪下！声音传出，孟航只觉得脑中出现了一道如宛如神之般的声音，并在里面回响着：跪下，跪下，跪下！孟航眼睛开始迷茫，双腿也不由得开始弯曲。见到孟航这么快就中招，旁边不屑之声四起：什么嘛，亏我还期待他有什么底牌，居然在叶少手底下一招都顶不住。我是真想不通，就他这种货色，华少当初是怎么输给他的？此时的华秋也是一脸懵逼，这就要输了。其实他的内心还是有点小小期待，期待着孟航当众把叶云玩虐有了对比，这样自己的当初丢的脸也不是太过难看。但是现在他彻底绝望了，如果孟航输得如此干脆，那真的只能代表他只是废物一个。外人对他的嘲讽不但不会消散，反而会与日俱增。叶云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只要他能让孟航当众给自己跪下，替京都家族子弟的圈子找回面子，那他在众人间的地位会大涨，就算不靠叶家，他也能名扬帝都。就在这时，已经弯曲下一半身子的孟航突然一顿，他的头慢慢抬起，讥讽地看着叶云：开心吗？逗你玩的。其实当叶云的那一道精神攻击冲进孟航的精神世界的时候，仅仅对他产生了一瞬间的影响。对于孟航那无边无际的精神力世界来说，这一道冲击简直如海边的一颗沙粒，瞬间就被他精神力的浪潮吞没。叶云看到孟航的样子，瞬间便知道他其实一直是装的，并没有受到自己的精神控制，脸色微微一变，就想再次发动精神控制。可惜为时已晚，孟航怎么可能会在同一个位置摔倒2次？他看向叶云的血轮眼中的勾玉微微转动，叶云瞬间便僵直在原地，双眼空洞。这回变成孟航如帝王般俯视着他，嘴里威严地说道：跪下！此时的叶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扭曲，让他脚下不稳。耳边传来无数纷杂的呓语，如地狱的恶魔在耳边诱惑着他，又如高高在上的天神威严地命令着他：跪下！跪下！扑通！没有一丝犹豫，叶云就直挺挺地跪在孟航身前。场间一片寂静，落针可闻。众人睁大了眼睛，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不应该是那个穿着黑袍的小子跪下吗？叶云怎么跪下了？这小子有古怪。倪浩此时也是一脸的呆滞。孟哥儿，你不是告诉我你是空间系和木系双系异能者吗？这个精神系又是什么鬼？
全场只有一个人表情和众人不同，自然还是华秋。华秋低着头，肩膀不停地耸动着，阴影下是一张已经笑到扭曲的脸。他在心中疯狂地呐喊：看吧，看吧，你也给他跪下了吧，以后看你们谁还敢嘲笑老子。同时他也在嘲笑孟航，你当这是在你那3线小县城？在这里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在座的哪一个不是非富即贵，背景深厚？你居然敢当众让叶家子弟下跪，那帝都哪还有你的立足之地？此时的叶云已经清醒过来，但是依然愣愣地跪在原地，眼中尽是不可置信之色。他不相信自己竟然会输在他最擅长的精神控制方面。叶云满脸涨红，额头青筋暴起，不顾一切地怒吼道：给我灭了他！此话一出，屋内空气变得凝固，在场众世家子弟都不怀好意地盯着孟航。虽然他们的保镖都在楼下等着，但是从小被家族培养了他们，实力也不是普通人能比的。看着周围富家子弟一个个不怀好意，准备动手的样子，孟航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他的黑袍无风自动，一股的阴冷的气息从他的身上弥漫出来，笼罩整个房间，让在场众人不禁打了个冷战。他环视一圈，冷冷地说道：既然都不想走了，那全留下来吧。胖子满头大汗地走了过来，面上浮现担忧之色。只不过此时他担心的不是孟航，而是担心准备向孟航动手的那一群人。胖子一把握住他的胳膊，在耳边悄声地说道：孟哥儿，你可得手下留情，不然这整个大楼不得让你给拆了。场间气氛变得凝重无比，双方都是一触即发。就在这时，一个慵懒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哟，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是谁家的公子哥，这么大的排场，居然在我的酒店捣乱。听见这个声音，在场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变，纷纷将自己的气势收起。孟航看见众人的表情，极为好奇来人是谁，能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转过头去，发现是一位身材高挑、身穿旗袍的女人。虽然化着淡妆，但是一颦一笑都显得极为雍容华贵，一眼看上去也就30岁左右，但是眼角的皱纹暴露出她的真实年龄。黄毛来到这个女人面前，满脸堆笑地说道：云姨，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被称作云姨的女人瞥了他一眼，说道：我这要再不来，我这小店都要被各位小祖宗给拆了。黄毛连忙解释道：云姨瞧您说的，我们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切磋，借我们2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在您这儿动手啊，你们说是不是啊？说完还不忘向众人使了使眼色。众人纷纷附和起来：没错没错，只是切磋而已。云姨冷哼一声：最好是。行了，既然没事了，就收拾收拾，赶紧走吧。听见他这么说，叶云一句话没有说，阴沉着脸就往外走去。走到孟航旁边，他还不忘冷冷地瞅孟航一眼。其他人看见叶少都走了，便也默不作声地跟着离开。当众人全部离开，孟航看见饭桌上的菜一口还没有动，不禁惋惜地摇了摇头。正好自己还没有吃饭，也不在意旁边那个云姨，随便找了个凳子坐下来，就开始大快朵颐。咯，身后传来一声轻笑。被叫做云姨的女人坐到孟航的身边，看着他说道：这菜都凉了，我让厨房再给弟弟做一份。孟航一边大口地吃着，一边无所谓地摆了摆手：不用麻烦了，我对付2口就行。随后孟航有些奇怪地看向他，问道：您是这里的这间酒店的老板？云姨笑而不语，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见到他承认，孟航顿时眼睛一亮：咦，要不然你给我换碗粥吧，我天生胃不好，只能吃软饭卧槽。身后的胖子看见孟航居然当众调戏起这位姑奶奶来，吓得整个身子都麻了，一步上前，连忙用手捂住孟航被食物塞得满满的嘴。不是我说孟哥儿，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云姨用她纤细的手指轻轻地在孟航的额头点了，娇嗔道：你这个小不正经，不过你这个样子和当年那个负心汉简直一模一样。当年他也是横刀立马，一人面对众多家族子弟，没有一丝退却。想到这儿，他本来笑盈盈的眼睛变得哀伤起来，也没有了再聊下去的心思。云姨站起对孟航2人说道：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以后你们没事就来这多坐坐，姨请你们吃饭。哎，好嘞。2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叶云一行人来到楼下，准备乘坐自家的豪车离开。上车之前，叶云冷冷地转过头，对着众人说道：今天的事情我不希望一个字漏出去，你们也知道叶家的手段，尤其这件事要是被叶哥知道了，咱们都没有好果子吃。众人一听叶哥2字，面色都是齐齐一变，居然比听见叶家还恐惧3分。待到孟航吃饱喝足，2人也乘车离去。车上孟航有些好奇地问道：胖子那个云姨到底是什么身份，能让那一帮嚣张跋扈的公子哥如此忌惮？胖子长叹一声，眼神幽怨地看着孟航：你连人家什么身份都不知道，你就敢调戏人家？她可是帝都3大家族之一的云家上一辈千金大小姐，
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他还是镇渊城的那位的老相好。卧槽！孟航听完之后整个人都是一酥，连忙坐直了身子看向胖子。你不要告诉我，你口中的镇渊城的那位就是镇渊城的城主赵山河。胖子无奈的点了点头。孟航只感觉整个人都麻了，他居然调戏了武帝赵山河的老相好，这要让人家知道了，还不得把自己大卸八块。孟航连忙拉住胖子，八卦的说道：快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事情。其实吧，这件事情在帝都也不是秘密。胖子摇头晃脑的开始跟孟航叙述起来。当初赵山在帝都大学堵校门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各个家族也坐不住了，便派刺客去暗杀他，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直到有一次，一名刺客趁着赵山河一时大意将他重创，最后是云姨偷偷救了他，两人便结下了一段感情，最后两人结婚了。孟航八卦地问道。胖子摇了摇头回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当时倾国倾城的云姨非他不嫁，但是那位却已经有了意中人，所以自那时起，云姨就守着这帝都酒店，一直未嫁。虽然两人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各世家还是忌惮赵山河的存在，所以从来没有人敢轻易招惹云姨。孟航恍然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位传说中的武帝赵山河居然还是一个大情圣。远在一线天镇渊城的城主府之内，正对着沙盘研究的赵山河突然打了个喷嚏。TND， 哪个混蛋敢在背后说我坏话？叶云回到家直接将自己反锁在房间中。这件事过后，他也会像华秋一样身败名裂，成为帝都富家子弟中的笑话，但是他还不敢跟家族报告。人家华秋起码是华家的直系子弟，华家不会对他怎么样。但是他叶云不一样，他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旁系。别看他在外面狐假虎威，混得风生水起，可是在家族内，他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而已。如果此事被家族里的人知道，他极有可能被赶出家族。叶云双拳紧握，指甲都深深嵌入到肉中，表情极为狰狞。孟航，你必须得死。说罢打开电脑，在网页中输入一串复杂的网址。当登录上这个网址后，页面出现一个深黑色的背景，暗格两个大字赫然其上。这是暗格接任务用的暗网。暗格作为龙国第一大杀手组织，极其神秘，他们行踪诡秘，从不线下接受任务。如果有人想发布悬赏，只能登录暗网来操作。暗格会根据悬赏的金额派遣相应的杀手前去执行任务。龙国这么多年来一直想根据暗网的 IP 查到暗格的信息，可惜都是一无所获。叶云操作电脑，将孟航的住址外貌详细写上，最后一咬牙标注悬赏金额8000万，点击发布。不过数秒的时间，叶云就发现自己发布的任务已经被接取。他冷冷一笑，面色狰狞的自言自语：孟航，这回你死定了。暗格只要接受任务就是不死不休。一路无话，孟航和倪浩二人回到家中，便各自回到房间修炼。夜深人静，将近1点左右，胖子别墅外有2个神秘人影在低声交谈着。老爷居然派出咱们2个羽阶高手保护少爷，有一点大材小用了吧？话不能这么说，之前保护少爷的那个人在远古现场莫名其妙失踪，这可给老爷吓坏了。现在世道越来越乱，老爷也怕少爷有个闪失。而就在这2人谈话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黑暗中一个身影正悄悄靠近他们，而这个身影也没有发现，在别墅的房顶正有一只瞳孔血红，其内有勾玉的乌鸦也在冷冷地盯着他。当黑影出现时，正在房间内盘腿修炼的孟航眉头一挑，将眼睛睁开。孟航也不傻，在帝都这种地方得罪了那么多家族子弟，他怎么可能没有防范？所以他从身上分化出一只乌鸦，日夜在房顶观察着附近的一举一动。其实先前说话的2人在孟航来这里的第1天晚上就已经发现，在弄清这2人是胖子的保镖后，也就不再多留意，直到今晚，这个行踪诡异的身影引起了孟航的注意。睁开眼的孟航冷笑一声，喃喃说道：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这个杀手也不知道是华家还是叶家那个叶云找来的，不过不管是哪方派来的无所谓，来一个就让他死一个。孟航眼中杀意四起，黑影如鬼魅一般靠近别墅外的2个保镖，他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心跳慢慢平静，呼吸慢慢减弱，没有泄露出一丝杀意。直到他与2个保镖距离有5米的时候才停下脚步。黑影抬起右手，手指微动，2根肉眼不可察的银丝从他指尖出现，并且如游蛇一般向着2个保镖的脖颈勒去。而就在银丝马上将他们2个的头颅割下的时候，房顶上恶鸦眼中的万花筒血轮眼微微转动，这个杀手身边的空间开始扭曲，连带着他手中的银丝突然消失在原地。房间内的梦行也是冷笑一声，消失在房间中。哎，你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有什么东西朝咱们俩过来？一个察觉到异常，向另一个人问道。另一个保镖顿时警惕起来，向四周环顾一圈，发现并没有异常，才说道：
你别大惊小怪的，凭咱们2个羽阶能力者，怎么可能有东西靠近都不知道？魏惊恐地看着周围的环境，不明白前一秒自己还在别墅外面执行刺杀任务，为什么下一秒就会来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暗阁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将杀手等级划分为10天干12地支，根据每次击杀成功后的积分来进行排名。他现在的排名是12地支中的魏，只要他再做几个任务，排名就会晋升为5，而原本的杀手5就会降级到魏。晚上的时候，魏正在暗网寻找合适的任务，直到看到叶云发布的任务，顿时眼睛一亮。被悬赏的人正好在帝都，而且8000万的高额悬赏也让他激动不已，所以他毫不犹豫的便接下了这个任务。但是此时被莫名其妙传送到这个空间的他真的有些慌了。就在这时，一个身黑袍、瞳孔血红的少年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魏眼睛顿时一亮，他已经看出这个少年就是任务中被悬赏的人。小子，这是你搞的鬼？魏冷冷问道。我说你有没有点礼貌，跑到别人家门前，不知道先自报名号吗？孟航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回呛道。魏冷冷一笑，我跟死人没有什么好说的。说罢，一根银丝骤然向孟航射出。孟航瞳孔一缩，写轮眼的动态视力这时是发挥了作用，他只看见一条比鱼线还要细了数倍的银丝正以高速朝自己脖子袭来。长刀出现在孟航手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银丝砍去。叮！孟航将长刀收回，而银丝也被弹到了一边。他眉头微蹙，没想到这么细的一根银丝居然如此结实，就连千仞也没办法砍断。而此时对面的魏更加惊愕，他手中的银丝攻击速度极快，再加上本身肉眼不可察，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察觉。可以说他能在暗阁混到今天这个地位，全靠了他这个异能。小子你别得意，这才刚刚开始。魏有些恼羞成怒地大吼着，随后无数银丝化成银光从他身前迸发而出，向着孟航刺去。他有信心，只要有一根银丝孟航没有挡住，银丝就能将其脖子割掉。孟航脸色不变，手中的长刀已经被他挥舞得密不透风。凭借着写轮眼变态的动态视力，他可以预判到每根银丝袭来的位置，并将其一根根挑飞。数分钟之后，魏终于不再出手，而是一脸惊恐地看着对面的少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将我的天蚕丝一根不落地挡下？孟航并没有回答他，只是古井无波地说道。既然没有别的手段，那就该我出手了。说罢，就要提刀向面前的杀手走去。等一下，魏惊恐地说道。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找我来杀你的吗？只要你放我出去，我就把请我出手的人告诉你。不是，你们现在做杀手的都这么没有职业素养的吗？我这还没逼问呢，你自己就先说出来。在孟航的印象中，这种杀手应该像前世电视剧中看到的那样，嘴中含着毒药，只要任务失败，二话不说直接服毒自杀，不给对手留下一丝拷问自己的机会。孟航摇了摇头说道，可惜啊，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我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一会儿我自己会问的。听到他这么说，本来还脸震惊的魏面色突然就平静下来，这时的他才更像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我本来还想从你口中套出这个地方是哪里，但是你小子既然不上钩，那一会儿别怪我心狠手辣，用我的手段让你说出来了。你以为你是靠你的能力把我的银丝挡下的吗？其实我是故意让你看见的。小子，接下来我就让你体验一下我能力的恐怖之处。说罢，他的右手一拉，散落在地的无数疑似如蛇一般开始扭动起来。下一刻，血光飞溅，一人站在原地未动，而另一个人已经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身上不停地往外溢出。这怎么可能未倒在地上？这回他眼中流露得出的惊恐没有一丝伪装。本应该缠在孟航身上的银丝，此时竟然紧紧地勒进他的血肉之中。幸好他当时想留孟航一命，逼问怎么从这个空间中出去，所以并没有痛下杀手，不然此时的魏已经被自己的银丝大卸8块。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魏脸上流露出乞求之色，虚弱地问道。他不甘心，自己从事杀手10几年，没想到最后居然会败在自己的能力之下，如果不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死不瞑目。孟航眼中血色闪过，淡淡说道，你永远理解不了写轮眼的恐怖。其实在未出手的时候，孟航凭借写轮眼就发现他每一根射出的银丝都有他明确的目的地，而所有银丝形成后，他发现会把自己牢牢捆住。尽管这些银丝不会对孟航造成丝毫伤害，但他还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他将每一根射出的银丝都按照他计算好的方位根根弹射回去。最后的结果就是，当魏拉紧银丝，不但不会伤到孟航，反而会把他自己捆住。听完孟航的解释，魏苦涩一笑说道，真是一个恐怖的能力啊。说完嘴中微动，就想服毒自尽，可是早有准备的孟航怎能如他所愿直接用写轮眼控制住他的精神。
10分钟后，当卫的眼神再次变得清明了起来，他瞬间便明白了，自己已经将所有的秘密都已经告诉了眼前这个黑袍少年。为什么？为什么你还会幻术？他从事暗杀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如此变态的少年。眼前的少年强大到不管是哪方面都能碾压自己，让他生不出一丝抵抗之心。而且他有预感，此时的黑袍少年对付自己根本就没有用尽全力。挫败，从未有过的挫败之感。我说过，你永远体会不到写轮眼的恐怖之处。说完，孟航一刀挥出，没有一丝犹豫，将他的头颅斩下。解决掉这个杀手之后，孟航并没有着急回到现实空间，反而坐在地上，用手摩挲着下巴，思考着什么。从眼前的这个杀手口中得知，他是来自一个叫做暗格的杀手组织，并且是12地煞中的卫。而且暗格是靠暗网接取任务，为了隐蔽，雇主都是匿名在暗网发布任务，就像雇主不知道接取任务的杀手是谁一样，杀手也不知道发布任务的雇主身份。雇主只需要把钱打在一个暗网的中间平台，如果杀手任务失败，就会有比他排名更高的杀手再次接取，直到任务成功。当听到赏金居然有8000万的时候，孟航2个眼睛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他此时正在思考如何能把这8000万黑到手。孟航在地上思考良久，终于双手一拍，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不再耽搁，他将魏的衣服和面具都扯了下来，直接回到自己房间。孟航双手结印，使用影分身之术，召唤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随后让分身躺在床上盖好被子，而自己换上魏的杀手服装，并戴上他的面具。孟航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功能，找准位置摆放好，开始录制视频。他将从卫空间戒指中找到的一把匕首拿在手上，慢慢走向床上的分身，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分身脖子喉咙割断。做完这些，孟航又将视频导入到房间中的电脑里，并按照胃口中的网址登录暗网，将视频传送给雇主。此时已经下半夜1点左右，叶云依然没有睡觉，而是在房间中不停徘徊，目光不时地投向电脑。孟航已经成为他心头的一根刺，如果不将孟航解决，叶云觉得自己会一直这样寝食难安下去。叮！就在这时，电脑的暗网传来消息提示，叶云迫不及待地点开消息栏，映入了眼帘的视频是在一间黑暗的房间中，一个身穿夜行衣、脸上戴着面具的男子一步步走向床前，而床上躺着的人正是晚上在酒店碰见的孟航。暗格杀手举起手中匕首，毫不犹豫将孟航喉咙割断，而画面也就到此结束。孟航当然不会傻到让他看见接下来分身消失的画面。叶云看见杀手确实将孟航的头颅割下，不禁兴奋地搓了搓手。好，好，好，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暗格，出手就是干净利落，一个云水城的乞丐也敢得罪我。而就在这时，聊天框里也弹出了任务确认的消息。叶云自然不敢黑暗格的钱，不然接下来遭受无尽追杀的人就变成他自己。一直在电脑前等着的孟航见到那面确认任务完成，不禁大喜，拿出从未空间戒指中找到的不记名银行卡，点击查询余额，看见明晃晃的1亿2000万映入眼帘，孟航差点口水都流出来。好家伙，做杀手都这么挣钱的吗？反正现在离帝都大学开学还有几天，我要不要去兼职当个杀手，也挣点钱？将没用的东西一股脑再次扔回神威空间，孟航躺到床上继续睡个回笼觉。而今晚的这次行刺杀，除了孟航，别墅中再无一人察觉。第2日天光大亮，叶云睁开了眼睛，深呼一口气，感觉心情从未有过的舒畅，迫不及待地拿出电话，一个个拨通好友的电话，邀请他们今晚再次去帝都酒店。他要将孟航已死的事情到时候当众宣布，让他们知道他叶云的手段，同时也为自己找回面子。哦，对了，怎么把他给忘了？他要把倪浩找来，让他知道站在自己这一边才是正确的选择。叶云眼睛一亮，直接拨通黄毛的电话。电话一接通，那面就传来黄毛贱兮兮的声音：叶少，有什么吩咐？是不是想让我找人对付那个叫什么孟航的？叶少你放心，人我已经联系好了，只等你一声令下。叶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并没有解释，而是笑着说道：今天我还要在帝都酒店设宴，你把天府商行的少主倪浩也给请来。啥？还要去帝都酒店？黄毛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昨晚的事情还没等黄毛说完，就被叶云粗暴地打断。哪那么多废话，今晚我有要事宣布。黄毛不敢反驳，连忙答应。好嘞，叶少，我这就去办。只是挂掉电话后，电话那头的黄毛一脸古怪，这逼昨天是受刺激，傻了吧？居然今天还有脸叫我们去吃饭，这不是赤裸裸打自己脸了吗？虽然他这么说着，但是手上可没停，紧接着就给胖子拨去了电话。当孟航走出房间的时候，正看到胖子自己一人在那自言自语，居然还有脸让我去吃饭，那逼脑子不正常吧？孟航饶有兴趣地问道。这一大早上的，
你说谁脑子有问题呢？见到孟航出来，胖子眼睛一亮，八卦的将他拉到身边说道：孟哥儿，我跟你说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昨晚让你给整跪下的那个叶云，今晚居然还要在帝都酒店设宴，而且还指名点姓的让我去。你说他是不是昨晚受到的刺激太大，得了间歇性失忆？要不然一个正常人哪能整出这种阴间操作来？我终于从他身上明白一句话：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听到胖子这么说，孟航眼中闪烁出一抹耐人寻味的光芒。哦，还有这事？那我今晚也一定要去看看。他现在已经基本确定，昨晚那个暗格杀手就是他花重金请来的。此时孟航不但不生气，反而有些感激他给自己送钱来。不愧是叶家的少爷，出手就是大方。杀我这么一个小喽啰，居然舍得花8000万的巨款，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从这位富二代手里再薅点羊毛出来。孟航摩挲着下巴，已经开始思考怎么再坑叶云一把。行行，咱哥俩今晚再去看看，领教一下那个叶少还能整出什么名堂来。胖子唯恐天下不乱地说道。晚上6点，依然是帝都酒店的那个包间儿。此时除了胖子和孟航，昨晚在场的人基本已经到齐。众人看着此时意气风发的叶云，皆是一脸懵逼。看他这个样子，完全不像是昨天他当众给那个孟航跪下，反而像是孟航给他跪下一样。叶云的样子彻底给他们整不自信了。难道是我们昨晚记错了？尤其是华秋更是一脸的懵逼，同样都是给孟航下跪，看看自己自从那事之后便一蹶不振，再看看人家叶云，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反而变得更加自信。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吗？有人迎难而上，而有人遇到困难就这样一蹶不振。华秋长叹一声，暗暗说道：唉，我不及叶云远矣。一直没有说话的黄毛此时终于憋不住了，开口向叶云问道：叶少这是遇见什么大喜事了，这么开心？快给哥几个分享分享。叶云呵呵一笑，不急不缓地从手机中找出昨天从暗网下载下来的视频，并逐一给他们观看。当众人看到视频中床上那个人的喉咙被切下来的那一刻，他们的瞳孔不禁都是一缩。他们都认出来了，床上那个人就是昨晚叶云给下跪的孟航。这个视频一看就是昨天晚上拍摄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叶云下手居然如此之快，连一晚上都没有等就将人给解决了。众人都在心底给叶云安上了一个不可招惹标签。黄毛第一个反应过来，用既震惊又佩服的语气跟叶云说道：可以啊，叶少，这一晚上时间没过，你就把人给解决了，小弟以后可要多向你学习，报仇不隔夜。叶云推了推自己的金丝眼镜，得意地说道：只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蝼蚁罢了，他真的以为自己有点本事就可以在帝都为所欲为。他异能强有个屁用啊，出来混是要有实力有背景，他一个小瘪三敢来帝都猖狂，我当然要给他点教训，只不过这个教训有点大，希望他下辈子能明白这个道理。叶云扶着眼镜猖狂地笑着，活脱脱的像一个斯文败类。就在这时，他的身后传来一个淡淡的声音：哦，你说要给谁一点教训？叶云听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先是一愣，随后四肢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僵直，只觉得背脊都窜过了一抹冷意。他缓缓转过头来，惊恐地看着孟航，牙齿颤抖，发出咯咯的声音：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站在这里？你他妈到底是人是鬼？在场众人也是愣愣地盯着门口，他们可是亲眼在视频里看见孟航的喉咙被切断的场景。此时的胖子的脸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来，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就已经听到叶云刚才那一顿嚷嚷，瞬间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叶云竟然敢派杀手到自己家杀人，然后还在这里大摆筵席，这是一点没有把天府商行放在眼里。叶云，别以为你是叶家的人就可以胡作非为，你居然敢派杀手到我家杀人，你真当我天府商行是吃素的？可是尽管他怒火中烧，大声呵斥，但是众人依然像没有听见一样，只是呆呆地盯着他旁边的孟航。孟航缓缓地向叶云走去，他每走一步，叶云便面色苍白地退后一步，直到撞到墙角退无可退，一屁股地坐在地上。叶云直勾勾地盯着孟航，惊恐地说道：你要干什么？这里可是帝都酒店，你敢在这里出手，云姨是不会放过你的，而且你要伤了我，叶家也不会放过你的。孟航看着状若疯癫的叶云，缓缓弯下腰与他的眼睛直视。可惜啊，只差一点点，如果你找的杀手再强那么一点点，我就会死在他的手里。还好倪浩的保镖实力高强，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并给了我一颗5转回元丸，才将我从鬼门关中拉了回来。听到5转回元丸，众人不禁齐齐倒吸一口冷气。传说此丹药可以生死人，肉白骨，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不管受了多重的伤，都能将人救回来。没想到这个天府商行的少东家出手如此阔绰，竟然直接拿出一颗5转回元丸来救他。门口的胖子
此时也听的却是一脸懵逼。我什么时候有那种变态弹药了？我要有那种玩意，自己留着不好吗？孟航冷冷地看着已经吓得涕泪横流的叶云，手中长刀已经缓缓出鞘，毫不犹豫地向他斩去。在场众人被孟航举动吓得目眦欲裂，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如此狠辣，说动手就动手。而且别忘了，叶云可是叶家子弟，而这里也是所有家族都要退避三舍的帝都酒店，他难道一点顾忌都没有吗？众人此时脑海里皆浮现这个念头。小子你找死！人群中的黄毛反应最快，他和叶云关系最好，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叶云死在孟航手里，手中一把飞刀飞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向孟航。孟航感受着身后传来的破空之声，也不回头，手中长刀一转，向后一挥，直接挡下黄毛甩来的飞刀。飞刀在空中盘旋几圈之后，再次飞回黄毛身前，而且竟然漂浮在空中。孟航缓缓地转过身子，冷冷地看向黄毛：怎么，你也要跟我动手？黄毛感受着孟航身上传来的森森寒意，面色极为难看，但是事已至此，他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只能强忍着心中产生的一丝惧意，咬牙说道：小子，今天就让大爷领教一下你到底有多少能耐，才敢如此猖狂。说罢，悬浮在空中的飞刀再次化成一道寒光向孟航斩去。看着向着自己飞来的飞刀，孟航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就这种手段，他就是站着不动，让黄毛打到明天，他也不会受到一丝伤害。只不过神威的能力实在太过逆天，他目前还不想暴露得太早。就在此时，众人只看见孟航古怪的黑袍竟然开始蠕动，一只瞳孔血色的乌鸦就这样从黑袍中钻了出来。这只诡异的乌鸦在空中扑扇了2下翅膀，径直飞向那把在空中高速移动的飞刀。乌鸦化成一道黑色闪电，只是眨眼间便与飞刀相遇，并且轻易地将锋利无比的飞刀衔在嘴中。乌鸦衔着飞刀一个掉头，飞回孟航身边，并落在他的肩膀上，如孟航一般冷冷地看着众人。如此诡异的能力让众人禁不住再次倒吸一口冷气，并且不自觉地朝后退了2步。这是什么能力？有人低声呢喃道：应该是召唤系吧。另一个人不自信地回道：可是昨天他不是才使用了精神系的异能吗？今天怎么又施展了召唤系的异能？他到底觉醒了几种技能？怪物，这就是一个怪物，难怪当初华少会败在他的手中。黄毛脸色难看无比，他以精神力驾驭的飞刀就在乌鸦衔住的那一刻居然与他失去了联系，任凭他怎样召唤，飞刀也没有一丝反应。孟航看着黄毛讥讽地说道：完了，你别告诉我这就完了，你这也太不坚挺了吧。被他这么嘲讽，黄毛顿时大怒，2只手上凭空出现10把飞刀，这10把飞刀化成10条银色鱿鱼，在空中盘旋几圈向孟航飞去。孟航依然站在原地未动，身上的黑袍却是再次蠕动起来。这回出现的不是一只乌鸦，而是10只。这10只乌鸦径直飞向10把飞刀，一把不落的将它们衔在口中，并飞回孟航的肩膀。此时的孟航魔焰滔天，就像一个鸟架。可惜此时的黄毛 get 不到这个笑点，只是惊恐地看着孟航。10把本命飞刀与他失去联系，让他精神力重创，脸色变得苍白。此时孟航一身黑袍，双眼中的血色冷冷地盯着黄毛，活脱脱的一个反派大魔王的形象。而他肩膀上的11只乌鸦眼睛也是泛着血色，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黄毛，只把他盯得心肝俱颤。我说过不想走了，就都别走了。孟航说完这话，乌鸦口中的飞刀竟然倒转而回，齐齐飞向黄毛，而且看速度竟然比先前还要快了数倍。由于飞刀速度太快，黄毛竟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愣愣地待在原地，眼看着11把飞刀就要洞穿他身体。而就在这时，一个慵懒的声音响起：我的好弟弟，我这里是吃饭的地方，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也不能在这里出手伤人呀。声音响起的同时，房间里竟然刮起一阵旋风，轻而易举地将这11把高速飞行的飞刀卷落在地。孟航转头望去，说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帝都酒店的老板云姨。看见他的到来，众人才长长呼了口气。黄毛也仿佛看到了救星，连滚带爬地跑到云姨身后，大声喊道：云姨，你要救我，他要破坏帝都酒店的规矩，在这里杀了我。云姨并没有理他，而是深深地望着孟航，轻微地摇了摇头，意思不言而喻。好吧，那我今天便给云一个面子。说罢，孟航也不顾众人的反应，径直向门外走去。胖子也狠狠地瞪了周围人一眼，跟着他离开。2人走到楼下，胖子才气愤地说道：妈的，我说昨天发生那样的事，叶云居然今天还有脸请吃饭，还特意把我叫上。原来这王八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孟哥儿你也是，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孟航无奈地耸了耸肩，说道：本来也没什么大事，我这不好好的站在这吗？再说了，
我当时也不确定到底是谁找的杀手。到孟航二人走后，包间里变得鸦雀无声。云姨，这小子破坏了帝都酒店的规矩，你就这么放他走了？黄毛有些不甘心地说道。我做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云姨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仅仅是这一眼，黄毛只感觉浑身发冷，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我这个小店可容不下各位大佛，以后你们还是不要来我这里吃饭了。说完，云姨转头便走，也不在意在场众人脸色难看。叶云站起身子，脸色变得阴狠，对着众人说道：他刚才是准备把我们全留在这儿，要不是云姨出手，可能我们一个也走不出去。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孟航他必须死。昨晚在暗格发布任务，已经将他全部积蓄花光。他知道现在以自己一人力不可能再找暗格杀手出手，所以他要将眼前众人全部团结在一起来对付孟航。刚才差点死于孟航之手的黄毛第一个表示赞同。我同意叶少说的。我也同意。说话的人是华秋，他现在对于孟航的感觉极为复杂，有恐惧，更有嫉妒。孟航一个从3线城市出来的蝼蚁，凭什么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凭什么能碾压让他们帝都天骄？见到已经有2人表明态度，其他人也纷纷附和起来。对，这件事不能轻易的就这么完了。孟航不死，我们帝都这个圈子所有人的脸都要丢尽了。现在孟航对于他们来说便如一根鱼刺，如鲠在喉，让他们难受不已。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对付他？调动家族势力，万万不可！叶云连忙阻止道。他现在最怕的就是被家族知道，当然不可能同意动用家族势力。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掉他，而且要将这件事情解决得漂漂亮亮。那我们怎么办？有人问道。叶云诡异一笑，说道：我这里有暗格的暗网，昨天刺杀孟航的杀手就是暗网的人。可惜以我手头的资金，请出的杀手实力还不足以干掉孟航，所以现在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拿出手中积蓄，再次在暗网发布任务。只要赏金足够，我相信就算是环街杀手也能请来。众人听到暗网2字，脸色都是一变。暗网作为龙国最神秘的杀手组织，从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没想到叶云居然有暗格的暗网。不对啊，暗格从来都是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既然昨天他们的刺杀没有成功，应该还会派别的杀手再去刺杀孟航，也不需要我们再次发布任务。其中一人疑惑地说道。听到这话，叶云嘴角抽了抽，一提到这个问题，他感觉更加憋屈。暗格会继续追杀的前提是发布任务的人没有确认任务完成，但是孟航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我误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我已经点击确认完成任务。这种情况暗格是不承认任务没有完成的，所以我们只能重新发布任务。众人恍然，不再耽搁，他们一起来到黄毛的一栋私人别墅中探讨具体事宜。不得不说，这帮富二代是真的有钱，几人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一算，居然凑出了2亿多。叶云看着眼前的巨款，眼中露出阴狠之色。孟航，这回我看你死不死说罢，直接登录暗网，再次发布任务，悬赏金2亿。孟航回到别墅后便打开暗网浏览着，他敢确认那帮富二代不见棺材不落泪，一定还会去暗网发布任务。乖乖，这就是暗网啊！旁边的胖子一脸好奇地盯着暗网。对于这个传说中的网站，他已经神往已久，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就像夜深人静，单身男人经常浏览的那种网站。相信每个人都听说过这个网站，但是总有人找不到网址，心里急得抓心挠肝。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没过一会儿，暗网上便刷新了一个关于暗杀他的任务。当他看见悬赏金是2亿的时候，眼睛都直了。乖乖，这帮纨绔子弟居然这么有钱，我要不然把他们绑了得了。正全神贯注浏览暗网的胖子听见他这么说，吓得冷汗都流了出来。以他对孟航的了解，他是真敢这么做啊。孟哥儿，你可别闹，这里可是帝都，就是那些大家族想出手灭了一个人，也得是私底下偷偷摸摸出手，不然龙国是不会放过他们的。看见胖子紧张的样子，孟航只能干笑2声说道：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这么一个正直的人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情？胖子嘴角一抽，讥讽道：也不知道是谁刚来这里第1天就想把我绑了。就在这时，孟航眼睛一亮，发现刺杀自己的任务已经有人接去。他眼中寒光一闪，对着胖子说道：胖子，今晚多派一些保镖在门口巡逻，但是如果真发现不对劲，也不用出声提醒。那我干脆把人撤了多好啊。孟航摇了摇头，那样就太假了。胖子有些无语地说道：我说孟哥儿，你这算不算钓鱼执法？